小女孩天不怕地不怕，每天不是去老爸的公司收小弟，就是到哥哥的医院收小弟，就连自己上幼儿园也要收小弟。甚至听说蝈蝈要开家长会，她急溜溜的跑去爸爸面前申请当蝈蝈的爸爸，这样就可以成为蝈蝈的家长，可以给他开家长会了。齐燕心中火气蹭蹭上涌，这种感觉自从几个儿子长大后就很久没有体会到了。齐燕嘴角含着一抹冷笑，深不可测的眸也危险骇人。小兔崽子，你想当齐慈禧爸爸，你怎么不说你想当他爷爷呢？小崽子却根本不知道怕为何物。爷爷也系家长吗？齐燕咬牙，是，他倒是要听听。这小崽子还能发表什么爆炸性逆天言论？团团想到在孤儿院的时候，最大的就是院长爷爷，什么事都要听他的。想到这里，小崽子开心的看着他爹，不能当蝈蝈的爸爸，当蝈蝈的爷爷也阔爷。团团要当爷爷，气到极致是会笑的。齐燕就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要当他老子的小崽子气笑了，咬牙切齿一字一句的道：齐慈心，你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气慈心。小崽子大眼睛扑闪扑闪，茫然的扒拉他爸爸的裤脚，谁系气慈心？好像系窝季节，爸爸系让窝再说一遍咩？爸爸。团团想当爷爷，齐燕冷哼一声，伸手一把将小崽子捞了起来。要是让你当了爷爷，岂不是我都要改口了？被提溜的小崽子脚脚离地，茫然的看着他爸爸。危险降临，沉浸在喜悦的小崽子终于觉察到危机，梗着脖子不服问：不信你说让窝当咩？爸爸说话不算话。羞羞羞！小崽子越说越觉得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完全是他爸爸说话不算话。齐燕在心里默念：这是女儿，不是儿子，不能以暴力压制。脸色更冷几分。齐慈心，你这辈子也当不了爷爷。小崽子小脸一僵，受了莫大的打击。为什么咩？齐燕冷酷一笑，就这么静静的看着小崽子。小崽子天都塌了，抓着他爸爸急切的问：爸爸，为什么团团当不了爷爷？团团想当爷爷。齐燕看着念念不忘要当爷爷的小崽子，心中万分复杂。呵呵，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小崽子看着乖巧，实则一身反骨，将小崽子抱进怀里，手掌高高扬起，轻轻落下。小崽子发现自己的屁屁挨了一掌，但什么感觉都没有，眨巴眨巴眼睛。爸爸，你干什么咩？你还没告诉团团为什么当不了爷爷哇？小崽子因为这件事整天都念念的，像是一棵萎靡的小草，蹲在角落里种蘑菇，一上午不喝不吃，怕小崽子饿坏了。齐燕又气又好奇的询问：齐慈心，告诉你爹，你为什么这么想当爷爷？因为我想变成最厉害的那个，我想去参加蝈蝈的家长会，可惜爸爸说团团当不了爷爷。听到这个原因，齐燕哭笑不得。这小崽子年纪轻轻，志向远大，还想给他哥开家长会。看着小崽子神情过分萎靡，低沉的嗓音温声道：你虽然当不了齐慈禧爸爸，更当不了他爷爷，可若是你想参加家长会，我可以叫肖特助带你一起去开。小崽子听到虽然当不了爷爷，但是不影响他去家长会，也顾不得伤心了，脸上绽放出激动高兴的光芒。齐燕看到开心的小崽子，心情也变得愉悦。爸爸要出差去，在家要乖，按时吃饭睡觉学习，知道吗？小崽子仰着脑瓜，神气十足。爸爸把泥滴星星放进肚里去挖。团团知道答。齐慈禧回到家后，大宅里只剩下他和团团两兄妹。晚饭时，齐慈禧看着齐燕冠坐的位置，眸子渐渐暗沉，看向管家问：他呢？老管家笑着回应：六少爷是在问先生吧？先生他出差了。仅剩的一点奢望彻底被打碎。齐慈禧只觉得自己可笑，他怎么可能去给自己开家长会？第二天，作为班长兼学生代表的齐慈禧早早的就去学校。小崽子为了参加蝈蝈的家长会，也起得比往常早了一些，特意穿上自己的霸王龙套装，想要霸气的去给蝈蝈开家长会。小崽子吃饱饭后，就跑去大宅门口等肖特助。肖特助坐在车上，远远的就看见坐在门口等他的小小姐，被小崽子奶萌脸蛋上震惊的神色给逗了。别说小小姐这个样子，跟齐总还真有气氛像。肖特助走下车后，小崽子看到肖特助立刻兴奋了起来，我要去给蝈蝈开家长会了。肖特助忍不住含了抹笑，小小姐，我们走吧。车辆缓缓启动，小崽子坐在车内挥了挥爪子，嘴角扬起一抹愉悦的微笑。蝈蝈的家长会，沃来哇啦，帝都一中，学生家长陆陆续续到了。小崽子穿着恐龙套装，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脖子挺得高高的，身后跟着穿西装打领带的肖特助，整个崽子显得更加霸气侧漏。看到的学生和家长，甚至是老师，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么机灵好看的小崽子，又是骗人生女儿的。肖特助看着四处乱窜的小崽子，哭笑不得的拉住他：小小姐，你知道六少爷的教室在哪吗？小崽子一本正经理直气壮：我不知丢哇。肖特助扶额，不知道还走得这么确定，还好他问了，不然还不知道要被带到那个犄角旮旯。小小姐，我们还是先问问高二一班在哪吧。问好路后，小崽子穿着恐龙套装，依旧大摇大摆地走在最前面。由于小崽子步伐太小，碰到楼梯更是爬不动。当他们赶到时，家长会已经开始了。班主任上台讲开场白，齐慈禧和副班长退出教室，在走廊上准备优秀学生发言。教室里只有他位置是空的。齐慈禧心中嘲讽一笑，今年连肖特助都没来。班主任讲完开场白后走到走廊，皱眉看向齐慈禧，小声道：齐慈禧，你的家长呢？以前虽然齐慈禧的父亲不到，但好歹会让特助带来，今年这是一个都不来吗？齐慈禧冷冽的声音又低又沉，像是白鹤泣血。没有家长来。班主任看着忽然落寞的齐慈禧，想要开口安慰她，可是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气氛低落到了极点。一道奶萌开心的声音传来：蝈蝈，我来惹。小崽子一眼就看见了他家蝈蝈，无他，实在是这个头和气质太过出众。小崽子看着背影都能认出来，蝈蝈，团团来了哇！齐慈禧嘴角眉眼凝滞的苦涩，
像是掉进蜜罐里，顿时心花怒放，转身就看见20多米外冲着自己跑过来的小崽子，边跑边留下串串开心的笑声，以及一声又一声的蝈蝈。齐慈禧将稿子塞给班主任，嘴角的笑不之前的高高扬起，眉眼都是宠溺和喜悦，小跑着迎了上去，修长有力的手臂将小崽子拥到入怀。齐慈禧的尾音都带了几分轻颤，以及一抹难以忽视的哽咽。小胖仔，你怎么来了？齐慈禧怀里蝈蝈叫的小崽子顿时就僵住，小爪爪一抱，小奶团嗷呜一声生气道：蝈蝈不要瞎说八道，我不系小胖仔。无论他怎么叫，小崽子还是将胡说八道说成瞎说八道。齐慈禧简直哭笑不得，恶劣的伸出手，在小崽子胖嘟嘟的恐龙肚子上轻轻一弹，绵软有型的恐龙套装下，他肚肚上的肉肉跟着恐龙套装共振，他还能感受到震动了好几下。这下子小崽子不敢说自己不胖，软萌的小脸从脸红到耳根，不好意思的将大红脸往他蝈蝈怀里一埋不敢出来，瓮声瓮气道：我洗啦，丢喜人啦哇！齐慈禧惹完后，又柔声轻哄怀里的小团子，丢什么人？有哥哥在，要丢人也是丢我的人，我不嫌你丢人。小崽子成功被他蝈蝈忽悠瘸了，半信半疑的从怀里探出脑来，真低咩，蝈蝈你真好，我最喜欢蝈蝈了。这小崽子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估计就是他哥的套路。齐慈禧又戳了戳小崽子的肚皮，不禁笑道：你真是来给我开家长会的，细挖细挖，我来给蝈蝈开家长会哇！齐慈禧闻言一愣，一个鼻嘎大的小崽子要给一个高中生开家长会，肖特助没错过这个兄妹温馨的场面，掏出手机后快速抓拍。虽然齐总一直没怎么表达，但是2年前听说6少爷出车祸，他毫不犹豫推迟好几个重要会议和合作会议，因为时差，帝都的傍晚刚好是当地的凌晨，一时难以买到机票，家里的私人飞机不在附近，齐总直接包机马不停蹄的飞回国内，屋漏偏逢连夜雨，国外的合作出了问题，但齐总依旧坚持待在 ICU 外，直到6少爷脱险才风尘仆仆的赶去处理。只是可惜这件事齐总不让他们透露，6少爷并不知道。齐总虽然没有来，但能看见6少爷在学校的照片一定会很欣慰吧。班主任看着还站在门外的风尘家长以及齐慈禧父亲的特助，额上青筋突突直跳。2位家长，家长会已经开始了，还请尽快就座。说完后看向心里眼里只有妹妹的齐慈禧，深吸一口气，你等会儿还要发言，你妹妹还是跟肖先生进去吧。肖特助含笑上前要抱小崽子，却被齐慈禧冷冷瞥了一眼。肖特助干笑2声，苍蝇搓手，小崽子最后还是跟着肖特助进了教室。齐慈禧害怕他会觉得无聊，但他上台发言时，小崽子眼睛掰的发光，目光紧落在齐慈禧身上，不出声也不怎么乱动，整个崽子乖得不像话。齐慈禧的心因为小崽子而软了一大块，褪去几分清冷，多了几分儒雅清俊。小崽子坐在肖特助的怀里，激动又自豪地仰望着齐慈禧，揪揪肖特助的袖口，数数帮蝈蝈拍照照哇。在阳光福利院这样重要的场合，院长爷爷都会给他们拍照。肖特助笑着拿出手机，小姐要不要再录视频啊？小崽子墨黑的眼睛动了动，什么戏录戏屏咩，就像是小姐看的动画片那样的。小崽子瞳孔放大，录，要给蝈蝈录视频哇。小崽子觉得他蝈蝈心中可酷了，录好后他要好好看看，思考一下自家蝈蝈为什么会这么火。其他家长听到他奶乎乎的声音，更多羡慕的目光落在肖特助身上。同样是来开家长会的，他却能给年级第1开，而且怀里还有这么可爱的奶娃娃，真的是让人羡艳。发言很快就完美收尾，齐慈禧对着小崽子比了个注意后门的手势，小崽子眸子一闪，脖子一转，好奇的看向后门，蝈蝈要干什么咩？没过多久，齐慈禧就出现在后门，脸上带着清浅的笑意，对着小崽子比了个不要发出声音和从后面出来的手势。小崽子凭借着与他蝈蝈的默契快速领会，顺着肖特助的腿下去，屁颠屁颠无声笑着朝着他蝈蝈跑去。肖特助怀里一空，疑惑后转，看清楚后天都他了，我跟着齐总7年，我劳苦功高，6少爷小姐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啊。小崽子窝在齐慈禧的怀里，激动好奇的问，蝈蝈你叫窝粗来干什么咩？想不想去玩？小崽子眼睛biu的就亮了，要，好兄弟风尘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奶团，也厚脸皮的凑了过来，我也要去，然后成功收到了齐慈禧一记警告的目光，意思非常明显，你凑什么热闹？但风尘却毫不在意，他勾着抹笑，在齐慈禧嫌弃冰冷的目光下，跟在抱着小崽子的齐慈禧身后。齐慈禧抱着小崽子走了一段路后，胳膊开始泛酸，打量的目光从小崽子身上转到风尘身上。风尘，你不是说你是我兄弟吗？风尘虽然不知道齐慈禧要干什么，但知道肯定没好事，便问，是啊，你要干什么？齐慈禧掂了掂怀里的小崽子，实心的小崽子身上的肉肉顿弹了弹，回去就让这小崽子减肥，实在是太重了。不知道自己被蝈蝈嫌弃的小崽子，软萌的小脸看向齐慈禧，奶乎乎道，蝈蝈你别动哇。齐慈禧将怀里的小崽子往前一送，让你抱一会儿。小崽子惊呆了，像是被推出去的小奶猫，震惊到瞳孔放大。风尘哪还有理智想什么，生怕齐慈禧反悔，搓了搓手就把小崽子抱进自己的怀里。然而没抱到多久，风尘有些后悔了，小崽子可爱是可爱，但是这体重，齐家的伙食真好啊。齐慈禧你来抱一会儿，怪不得刚刚齐慈禧让他抱呢，要长时间抱着这小崽子还真不容易。齐慈禧斜眼过去冷冷道，这就不行了。小崽子纵使反射弧再长，也反应过来这2个蝈蝈是在嫌他重，小嘴一撇，染墨般的大眼睛生气一瞪，气呼呼道，我不要你们抱惹。说完之后，还没等风尘和齐慈禧反应过来，四肢灵活的扒拉住风尘的校服，呲溜滑了下来，找到一棵粗壮的香樟树，小爪子一揣，开始跺脚脚，气细窝拉，居然嫌我胖。风尘急了看向齐慈禧，小煤气罐罐生气了，这该怎么办啊？背对2人跺脚的小崽子又遭受了1万点暴击，头顶上的呆毛都气炸了。我不系煤气罐罐，你才系煤气罐罐。恶狠狠地转过身去，冲着风尘跑过来。风尘好奇他要干什么，嘴贱来了句，齐哥你妹不会是要打我吧？可是他就算跳起来趴实都打不到我膝盖啊。齐慈禧冷笑，他是打不到，但若是我把你打趴下之后，可就不一定了。妹妹如手足，兄弟如衣服，何况还是风尘这种不亲的。小崽子是真的被气狠了，听见他蝈蝈给他撑腰后，
后，哇的一声就哭着扑向齐慈禧。这下齐慈禧和风尘都慌了神，齐慈禧连忙将小崽子抱进怀里，风尘围在旁边哄：“哥哥错了，团团这体重刚刚好，轻一点就太瘦了，重一点就胖了，不多不少刚刚好。还有这身高，长得多高啊，比小花小草小蚂蚁高了不知道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小祖宗，你别哭了，只要你不哭，你让哥哥做什么都行。”齐慈禧也冷脸哄娃，目光冷冷地盯着风尘，要是哄不好，他就让风尘今天躺着出校门。风尘历经他妈和姐姐的培养，一张小嘴能说会道，夸起人来一套又一套。小崽子没有多久就不哭了，红着眼睛巴巴地看着他，嘴角却翘得越来越高。齐慈禧拽了一把风尘道：“快夸啊，不然他又要哭了。”风尘恨不能给自己的死嘴两大嘴巴子，边夸边在心里咆哮：“死嘴，叫你爱说，死脑，还有什么可以夸的？”在风尘的不留余力的夸奖下，小崽子重拾信心，又神气十足地扬起了脖子。好吧，我不生气了哇！说完之后，没事人一般哒哒哒往前跑。风尘松了口气，这才算是活了过来。齐慈禧嘴角含笑，又恢复了兄友妹恭的相处模式。但三人走后，几个女生从一处隐秘的地方走了出来。想不到齐学神和风学长居然是这样的，风学长好有耐心，好会哄人啊，怎么才能泡到他这样的男朋友啊？小崽子来到一中外的美食一条街就走不动道，说归说，但看见小崽子看上什么东西，齐慈禧和风尘都是无脑买。小崽子也不记仇，没多久就锅锅波锅的叫个不停。充沛的精力让齐慈禧和风尘两个高中的都望尘莫及，最后选择在一家露天甜品店休息。小崽子吃饱后在周围四处转悠玩耍，可爱软萌的模样让许多人驻足观望。小崽子见这么多人看着自己，更加的神气，对着空气打了一套自己创编的拳法，表情管理参考他爸爸和蝈蝈，看起来还真有那么几分高深莫测的感觉。其他人看得都快稀罕死了。而从远处大摇大摆跑过来的另一个小奶团，看见穿着恐龙套装正在打拳的团团，都快被迷死了。而跟在他身后的少年先是着急地追着自家妹妹，但当看见一旁坐着的齐慈禧和风尘，脸上的笑就垮了下来。齐慈禧和风尘脸色一正，纷纷站了起来。风尘最先出声，往日吊儿郎当的模样荡然无存，冷着眸看着谢行舟，哟，这不是谢大公子吗？齐慈禧走上前，将小崽子往身后拉了拉，随后才面无表情地看了过去。风尘和谢行舟之间的恩恩怨怨，齐慈禧也知道一些，而他和谢行舟的恩怨可就更多了。虽说齐风谢三家这一辈的夫人交情匪浅，但齐慈禧、风尘两人与谢行舟是天生的死对头，从小掐到大。谢行舟妹妹谢可言伤心地看向被拉走的团团，迈着小短腿跑到齐慈禧跟前，谢行舟还绷着脸，见状就要拉自己妹妹。他跟齐慈禧和风尘可是死对头，他才不想让自家香香软软的妹妹跟这两个讨厌的人沾上半点关系。小可言被他哥哥拉住，有些不开心地扑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蝈蝈，你放开我，我要跟那个可爱的妹妹玩，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谢行舟面上不显，暗戳戳转移他的注意力：“妍妍，哥哥带你去买你刚刚看上的那个娃娃，好不好？”小可言一门心思都在耍拳的团团身上，哪还有心思想什么娃娃呀？想都没想就摇头拒绝了：“不要，我要和妹妹玩。”团团也巴拉巴拉他蝈蝈，从齐慈禧身后兴奋地探出了脑袋：“那你想成为我的小弟咩？”齐慈禧垂眸看向爱收小弟的小崽子，心情有些复杂。奶乎乎的小崽子一本正经地问别人要不要当他小弟，实在是有些难以言说的滑稽。风尘忍不住笑，谢行舟暴跳如雷：“什么鬼？想要收他妹妹当小弟？做梦去吧！他妹是小，不是傻，而且就算他妹妹脑袋进水同意了，他这个哥哥也不会同意。”但就在谢行舟笃定妹妹不会答应时，小可言却二话不说，笑容满面的笑道：“好哇，我要当你小弟。”说完之后，就挣脱谢行舟牵着的手，哒哒哒跑向团团。谢行舟五雷轰顶，惨遭抛弃，脸被打得啪啪响。风尘哪能错过这个嘲笑死对头的机会，则还是我们妹妹好啊！你妹妹都不要你了。齐慈禧的注意力却在跑过来的小可言和自家妹妹身上。小可言甜美可爱的声音响起：“我们自己去玩吧。”蝈蝈这也不许玩，那也不让玩，好啰嗦。又被刺的谢行舟已经说不出话。小可言的话对团团是极大的诱惑，虽然蝈蝈很好，但确实这也不让他做，那也不让他做，现在还嫌弃他吃的多。这么一想，团团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抛下他蝈蝈，拉上小可言的手，回头坚定道：“那我也不要蝈蝈了，我们自己玩。”这次换谢行舟幸灾乐祸地看着齐慈禧和风尘，哈哈哈，笑死他了。他还以为齐慈禧和风尘身后的小崽子有多立场坚定，他妹妹怂恿两句，不就被他妹妹拐跑了吗？谢行舟没有任何收敛，直接笑出了声，一洗千年第三的恶气。风尘瞪了他一眼，担心地看向齐慈禧，在心里为小崽子默哀，光明正大抛弃齐慈禧。小崽子，你真的是出息了。齐慈禧现在已经无暇理会谢行舟，没想到黄毛还没出现，先来了个谢家小兔崽子要拐跑他妹妹，一把拎起有了小弟忘了蝈蝈的小崽子。小崽子正开心呢，突然就只有悬空，怎么走都在原地，有些奇怪的问小可言：“我的新小弟哇，脑大我肿了走不掉面。”问完就觉得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就像是被他蝈蝈提溜起来的感觉。回头一看，果然对上他蝈蝈放大的俊脸。小可言指着齐慈禧道：“因为你蝈蝈把你抓起来了哇！”齐慈禧几乎是咬牙切齿，眸底积压着冷沉的怒气。慈心，你再说一遍，你不要水，你刚刚不才说你最喜欢哥哥了吗？你这个小骗子！小崽子心虚的不行，连带着脑瓜上的揪揪和呆毛都往下扯。没有哇，团团怎么可能不要蝈蝈呢？团团最喜欢蝈蝈了。谢行舟见状，一边震惊加疑惑，齐家什么时候有齐慈心这号人物？一边略有期待的看向谢可言。小可言举起小爪爪，在胸口前比了个叉，大咩，我要跟妹妹玩。说完之后，巴巴的看向不知道说了多少句最喜欢蝈蝈的小崽子。老大，你哄好你蝈蝈了没？小崽子左看看右看看，端向齐慈禧的神色，并不能从他毫无情绪的脸上看到什么，干笑一声，伸手就
揪揪齐慈禧的袖口，急切问道：“蝈蝈，哄好了咩？”说的时候还没有看向齐慈禧，而是无奈又激动地看向谢可言，就像是在吐槽哥的难哄。等哄好后就拍拍屁股跟小可言玩。现在真的谁也别说谁，两个小崽子，谁还记得自己有个哥哥？齐慈禧气得冷嗤2声，无力又心酸地将小崽子放下。你个有了小弟忘了哥哥的小兔崽！放开后还抬起了脚，轻轻在小胖仔圆滚滚的屁屁上轻轻一点，酸溜溜道：“去吧。”小崽子毫不在乎，满心欢喜地拉上他的新小弟，头也不回的两个崽子蹦蹦跳跳往前走。自家妹妹沦为齐家小崽子的小弟，还是让谢行舟愤愤不平。那个煤气罐罐是你们齐家的，小崽子不在身边，齐慈禧不用怕带坏崽子，开口就呛他。风尘微他5万，让谢大少爷检查下耳朵，哪要这么麻烦？出门只走200米，不就到你哥医院了吗？谢行舟被气得面红耳赤，但也抓住了关键信息，还真是齐家的小鬼。可我没记错的话，顾阿姨出国都10多年了。齐慈禧，没想到你心胸这么宽广，连同父异母的杂种都宠得这么起劲，真是齐伯父的好宝宝。气氛陡然下沉，空气中火药味蔓延。风尘一把抱住就要胖揍谢行舟的齐慈禧，狠狠瞪谢行舟：“你找死了！”谢行舟冷哼：“关你屁事！”风尘气笑了，直接撒手，就让齐慈禧把谢行舟这个傻婊揍一顿醒醒脑算了。好不容易抓到齐慈禧的辫子，谢行舟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但他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就被齐慈禧狠狠地揍了一拳。身为谢家少爷，谢行舟也是马术格斗钢琴各项兼修，下巴挂了彩后，目光阴恻恻，像是被激怒的猛兽。齐慈禧看谢行舟的目光更是像看死人一样，两人出拳又重又狠，周围的人都不敢劝架。风尘盼着齐慈禧能胖揍谢行舟一顿，更不会上去劝，跟谢可言手拉手，蹦蹦跳跳的小崽子蓦然回首，从他的这个角度看，谢行舟正在举着拳头揍齐慈禧。谢可言也看见了，惊讶又生气道：“蝈蝈种们又打架了哇！”小崽子撒开牵着小可言的手，两个啾啾都气炸了，居然有人敢当着他的面欺负他蝈蝈。言言哇，我要去帮窝蝈蝈打坏蛋人。说完后就飞快迈起小短腿，哒哒哒气呼呼跑了过去。小可言也很生气，跟上了团团的步伐。老大你等等我也要打大坏蛋。风尘看热闹看得兴起，注意到冲过来的小崽子时，他已经成功闯进战圈，奶凶奶凶的一脚脚踩在谢行舟脚上，看见自己踩中后，嘴角挂上得意的微笑，对着谢行舟的左脚踩得更加起劲了，边踩还边凶唧唧的骂骂咧咧：“大坏蛋，不准欺负窝蝈蝈，踩起你这个大坏蛋！”谢行舟看着不知天高地厚的齐家小崽子，愠怒又鄙夷：“小煤气罐罐，你完蛋了！大坏蛋，踩起你！”熟悉的声音响起，右脚也传来痛谢行舟错愕地看着气呼呼的自家妹妹，心碎了一地。言言，我是你亲哥啊！谢可言小小的脸蛋上正气凛然，我才不要打架的蝈蝈脸。说完又是2脚踩下去，谢行舟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齐慈禧伺机一拳打在他胸口，谢行舟就着这股力，无力又苍凉的倒在地上，脸色苍白，手紧紧捂着心口。我可爱乖巧香香软软的妹妹啊！小崽子看见谢行舟被打倒了，开心的蹦了起来，打倒大坏蛋人！漏风小棉袄谢可言也跟着团团开心的欢呼，打倒大坏蛋，打倒大坏蛋！齐慈禧对着躺在地上的谢行舟警告道：“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小崽子接上，见一次踩一次哇！谢可言笑眯眯道：“蝈蝈记住惹咩！”小棉袄不仅漏风了，还叛变了。小崽子被齐慈禧拉走，谢可言还巴巴的看着，挥舞着小爪爪告别：“老大，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哇？”小崽子小爪爪一揣，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吧。谢行舟惨兮兮的从地上爬起来，身边一个是刚刚被刺补刀的妹妹，另一个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风尘。风尘看见谢行舟，虽然不想搭理他，但想到谢行舟说的话，还是忍不住告诫他：“谢行舟，那个小崽子挺可怜的，你不要用这么大的恶语去揣测他。”谢行舟用舌头顶了顶腮帮，讥讽笑道：“怎么，她不是齐慈禧同父异母的妹妹，还能是什么？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吗？”因为妹妹站在身边，谢行舟又恢复成儒雅礼貌的谢大公子。风尘一言难尽的看着谢行舟，为什么不能是异父异母的兄妹呢？谢行舟看在江姨的面上，我还是想提醒你几句，惹谁也不要惹那个小崽子，他你动不起。言尽于此，谢行舟再要去找揍，他也管不着了。谢可言围着谢行舟转，蝈蝈，什么系同父异母，还有同父同母啊？谢行舟看着再次围着自己转的妹妹，想到他刚刚的作为，生气又伤心的问：“言言，你刚刚怎么能帮着别人踩哥哥呢？”虽然他发现了小崽子收了力气，并没有使多大力气。谢可言眨眨眼睛，因为你又打架了哇！妈妈说了，好宝宝不过于打架。回想刚刚的事，谢行舟心虚的摸摸鼻头，刚刚的事情确实是因为他先挑的事。纵使如此，难道齐慈禧和风尘还有那个煤气罐罐就没错了吗？小崽子看着齐慈禧，这看看那瞧瞧，确定他蝈蝈没有受伤后才松了口气。可恶的大坏蛋，下次再见到他，我一定要把他踩洗，给蝈蝈报仇。齐慈禧看着怀里这个气成小河豚的小崽，荒芜冰冷的心被温暖所填满，轻轻地抱着他，就像是抱着自己的全世界。蝈蝈，你以前有没有被他欺负啊？小崽子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向齐慈禧的眼睛，好像只要齐慈禧说是，小崽子就会立马冲下来，过去再狠狠给谢行舟几脚。齐慈禧笑了，没有，没人能欺负得了我。小崽子想到刚刚蝈蝈一拳把人揍趴下的模样，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肖特助苦哈哈地做了2个多小时，枯燥乏味的家长会才算结束。期间他听着各个老师对齐慈禧的夸奖，都快听得耳朵起茧子了。小崽子在校门口和他蝈蝈一起等肖特助取车过来接他们，封家的车紧跟肖特助后面。风尘笑着跟小崽子告别，小崽子软萌地舞动自己的小爪子，丝毫不
见刚刚踩人的奶兄。玩了一天，小崽子上车没多久，就舒服的在齐慈禧怀里睡着了。齐慈禧抱小崽子的手法已经格外娴熟。鼻青脸肿的谢行舟坐在谢家的车上，余光看见齐家的车子，目光微沉。车上的谢母温柔而又优雅，对于儿子脸上的伤颇为担心无奈。行舟，告诉妈妈，你脸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儿子他清楚，讨打得很，要不是有谢家大少爷这个身份，怕是早就被人打飞几百回了。谢行舟不想说，但谢可言很激动，眨巴眼睛看着漂亮温柔的妈妈。妈妈，妍妍之丢啊！妈妈，蝈蝈去当大坏蛋惹。谢行舟两手一伸，把小可言揽进怀里，语气凶得要死，但眉眼却没有半分愠怒计较。小可言才不怕呢，蝈蝈对他可好了，才舍不得凶他呢。就着这个姿势，将小脸蛋贴在蝈蝈脸上，软萌乖巧的叫谢行舟。蝈蝈，小可言一柔声叫他。谢行舟连虚张的怒火都佯装不下去，有些不自在的躲避小可言的目光，哼道：那你刚刚还帮着外人欺负你哥？小可言有些生气的叉腰，谁叫你打架哇？谢母的目光落在谢行舟身上，面对妈妈和妹妹的目光，谢行舟的气焰又弱了下去，最后举手保证不会再随意招惹别人，这时才翻篇。此时刚参加完蝈蝈的团，抱着他蝈蝈的手臂睡得酣香，把你刚刚拍的照片和视频都发给我。肖特助微愣，知道齐慈禧说的是刚刚他拍的照片。好，肖特助在等红灯的时候，用那将近1分钟的等红灯时间，将照片给齐慈禧发了过去。小崽子醒来时，看见他蝈蝈含着一抹温柔的笑，目光柔和的看着手机。小崽子奇怪，姨蝈蝈在康什么咩？好奇的小崽子悄摸摸的爬起来，伸长了脖子，好奇的凑到齐慈禧跟前。蝈蝈，我也要康哇！小崽子看见里面的内容，惊奇的呀了一声。蝈蝈，鸡泥和窝的片片哇！小崽子嫌这么看累，3两下又溜进齐慈禧的怀里，将手机凑到自己跟前，大眼睛紧紧盯着照片里的自己，满意点。窝真系太帅了哇！被当成靠垫加手机支架的齐慈禧沉默。小崽子，那我呢？小崽子端详许久，小爪爪一揣，像是领导下乡。蝈蝈也帅低哇，但没有窝帅，脑瓜被入了，熬蝈蝈坏。小崽子捂着自己的大脑袋，控诉的看向齐慈禧。小胖仔，你再说一句谁最帅？小崽子可能会趋于他的淫威吗？当然是不可能。团开口就要说自己最帅，齐慈禧还能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冷声威胁道：想好再说，不然你的小蛋糕就没了。没有小蛋糕，小崽子瞬间从心，1秒都不带犹豫。当然记蝈蝈最好看哇！蝈蝈，你最好看，你最帅了。齐慈禧成功拿捏，满意的勾起一抹笑。小崽子见状，蝈蝈，今天我想吃草莓味的，还有芒果味的小蛋糕。齐慈禧垂眸看向小崽子，吼吼，还会选择性耳聋，平时让他干什么不乐意干的，叫一下动一下，不叫不动，稍不注意就尿遁。而只要涉及到吃的，这小胖仔要多积极就有多积极，谁也忽悠不了。出息！小崽子能屈能伸，为了小蛋糕抱着齐慈禧的手臂，轻轻的摇啊摇，软乎乎的身子扒拉住齐慈禧，声音乖巧极了。蝈蝈，可不可以咩？你最好看，你最好了哇！小崽子圆滚滚的脑袋在齐慈禧身上蹭啊蹭，齐慈禧哪还有什么原则？什么可不可以可言？早就被蹭成了翘嘴。肖特助坐在驾驶位上，含着温柔欣慰的笑。齐慈禧拥着怀里的小崽子，选择9张最好的，设置成9宫格，配上文案我弟小太阳，发了出去。小崽子瞪大了眼睛注视他蝈蝈的一举一动，看不懂这是在干什么，抱了抱自己的恐龙尾巴，仰头道：蝈蝈，我也想要片片。小崽子没有手机。齐慈禧道：哥哥让人把照片洗出来，放在你房间。按理说小崽子来齐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给小崽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但是齐慈禧不想告诉小崽子，反正他的测试足够大，什么东西一应俱全，不搬也没什么事，还方便他照顾。小崽子不知道他蝈蝈的菠萝眼，听到会有自己英明神武的照片，开心的窝回齐慈禧的怀里。回到齐家大宅，小崽子拍拍齐慈禧的手，一本正经道：蝈蝈，帮我开门哇！齐慈禧按照小崽子的要求打开了车门，小崽子提了提恐龙套装，准备好后，2只爪爪抓着最边上的座椅，尝试着用自己的小短腿去够地面。小崽子一头懵，你肿么肥事？我肿么下不去哇！齐慈禧早已经从另一边下车，看着爪爪抓着座椅，一双小短腿凌空寻找地面时，毫不留情的笑了。听到车声，满心欢喜跑来接小崽子的诗诗也懵了，知道小小姐小，没想到这么小。小崽子听到他蝈蝈的笑声，脑瓜上的小揪揪都气炸了，然后小短腿够得更努力了。肖特助艰难憋笑，带着笑意的道：小小姐，我抱您下来吧。说完后就屁颠屁颠小跑过来，齐慈禧却快他一步，将小崽子抱进怀里。胖也就算了，还是一个小短腿，这可怎么办啊？小崽子毫不留恋的挣脱齐慈禧的怀抱，气呼呼的冲着齐慈禧跺了一脚。我才不胖，腿也不短，蝈蝈才细小胖仔，小短腿。齐慈禧没有说什么，只是将手放在自己头上，又弯腰比着小崽子的身高，刚好对在自己的膝盖下。这个动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小煤气罐罐爆发尖锐的爆鸣。齐慈禧弯腰指尖一点，戳在小崽子胖嘟嘟气呼呼的脸蛋子上笑。谁家的热水壶成精了？小崽子捂住被他蝈蝈气到心口痛的小胸膛，强撑着作为老大的尊严没有哭，怒气冲冲的转身离开，气洗窝了，我再也不要理蝈蝈了啊！齐慈禧看着背对着他哒跑远，不带一丝留恋的小崽子，身体一僵，好像玩脱了。肖特助极不赞同的看了齐慈禧一眼，作为特助不能明目张胆谴责，但能用自己的目光无声表达自己对6少爷这种不良行为的鄙。诗诗也愤怒的看着齐慈禧，但他也不敢说什么，转身去追小小姐去了。齐慈禧上楼梯，在楼梯口看见抱着小枕头的小崽子，心慌了，但还是沉着脸问：你干什么？一颗心却悬了起来，怕他生气闹着要离开。蝈蝈天天说他胖，讨厌死了，团不要跟缩窝胖仔的蝈蝈说话。说完
完后，小崽子就抱着小枕头哒哒哒的跑走了。齐慈禧看着一团圆滚滚的小崽子，陷入了沉默。这下该怎么哄呢？小崽子这次格外的倔强，连齐慈禧让人送来的小蛋糕也不肯吃了，小跑着消失在齐慈禧眼中。齐慈禧看着没被动一口的小蛋糕，心里空落落的。她连最喜欢的小蛋糕都不肯吃了，小崽子现在肯定讨厌死她了吧？那种要失去的恐慌感几乎要把齐慈禧淹没。齐慈禧从餐椅上站了起来，诗诗急急忙忙的跑了进来，慌张道：“六少爷，小小姐不见了！”齐慈禧瞬间像是被人抽空了力气，沉沉的坠入冰窟。她再也无法冷静下来，第一次这么失控，怎么会不见？都找过了，监控查了，诗诗都快急哭了，都找过了，就是不见小小姐，监控还在查。齐慈禧的脸色冷得吓人，找都给我再去找。齐慈禧让所有的人都去找小崽子，但齐家大宅实在太大了，就算出动160余名下人，依旧没有一点发现，而监控也有一些监控死角，小崽子就好像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声无息的消失了。齐慈禧颓败的坐在沙发上，恨不能给自己2巴掌。胖又怎么了？矮又怎么了？只要小崽子在他身边，这些都可以好好想办法，一点点解决。可是现在他不见了，那个温暖的可爱的鲜活的小崽子他不见了。夜色渐渐黑沉，小崽子依旧没有消息。齐慈禧的脸没有一丝血色，没有一点生气，又变回了以前那个沉默寡言冰冷无情的六少爷。齐慈禧先是打电话给齐燕，请求他立马派人去找小崽子。齐燕大致听了前因后果，疲惫的额角隐隐发痛，心空了一大块。我现在就让人找这件事，等找到团团，我再找你算账。齐燕自己都没想到，明明那个小崽子来齐家没多久，但让他这么的在乎，将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项目交给沈特助。齐燕坐上当晚的飞机，风尘仆仆的赶回帝都。肿么办？窝迷路惹。小崽子看着跟迷宫一样修剪齐整的花坛，连续繁茂弯弯绕绕，一眼看不到头。他刚刚很生气，就跑到灌木丛中蹲着骂蝈蝈。可骂着骂着，风轻轻的吹着，一只蚂蚱跳了过来。那只蚂蚱又大又漂亮，小崽子可兴起了，就追着那只蚂蚱又走又跑。等抓到蚂蚱，将蚂蚱收为小弟再放飞时，才发现自己跑到了他没去过的地方。他找了好久的路，却怎么也回不去了。小崽子又累又饿，将自己缩成一团，窝先睡一下觉觉，等会儿再继续找路好惹。还是没有找到吗？齐慈禧的脸色白到透明，诗诗担心的打电话给5少爷齐慈年，爱别小小姐没找到，6少爷就先倒下了。此时一尘不染井然有序的院长办公室内，少年身着一袭白大衣，高挺的鼻梁上戴着一副银丝眼镜，清俊疏离，手机震动，修长白净的手指放下黑色钢笔。听到诗诗着急忙慌的声音，大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后，将白大褂脱下换好衣服，快步走向电梯。我马上就到。白色宾利轰鸣。齐慈年一肚子疑问，家里什么时候冒出了个小崽子？那个小崽子还是齐慈禧从福利院带回来，挂在父亲名下的。因为医院离齐家大宅的西门最近，齐慈年选择不走正门，直接走西门。晚上的风又冷又冰，小崽子没睡多久就被冻醒了，搓搓自己的小爪爪。小崽子又开始找回去的方向，哼哧哼哧的往一个方向走，却发现怎么走也看不见家在哪里。但小崽子没有气馁，换了个方向继续走。这一次，小崽子终于走出了密密麻麻的观赏灌木和葡萄园，看见了一条大马路，太好惹，只要跟着马路往下走，一定可以看见别人，这样窝就可以借手机打电话回去。小崽子使出吃奶的劲，哼哧哼哧的顺着马路往下走。可是现在他连往下走的力气都没有，气喘吁吁的坐在马路边边，肿么一辆车都看不见哇！小崽子不知道，齐家大宅除了主宅，还有上百座零零散散的小院落，以及各种花园、池塘、果园和菜园，甚至附近的几个山头也是齐家的。他走了这么久，还没有走出齐家大宅，看见的这条马路也不是外面的大马路，而是齐家大宅西门到主宅的路。小崽子走走停停，都快走麻木了，终于看见灯光，一辆白色的汽车从远处行驶而来。小崽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迷路只是想要个手机打电话，却不想被眼前的男人塞进车里系好安全带。小崽子看着男人自然而然的行为，心中警铃大作，窝系要借手机搭，蝈蝈怎么把窝带上车来了哇？难道这个好看的蝈蝈系人贩子？晴天霹雳，小崽子解开安全带就要下车。齐慈年刚给自己系好安全带，想要找手机打电话告诉齐慈禧人找到了，就看见后座的小崽子正着急忙慌的要开车门，不解道：小崽子你干什么？小崽子小身子一僵，刚刚还觉得好看的脸，在小崽子眼中变得狰狞恐怖，温柔好听的声音也像是专抓小孩的恶鬼。小崽子吓得眼泪水直打转，小爪爪捂住自己的嘴巴，控制着自己不要哭。眉眉细挖，齐慈年的目光落在小崽子抖成老头的小短腿，结合小崽子悲伤欲绝的表情，你不会是想要去上厕所吧？小崽子 CPU 都快干烧的脑袋瞬间停了下来，紧绷的神经松了一点点。蝈蝈，我想尿尿。齐慈年跟强撑着不哭的小崽子面面相觑，然后打开车门，还贴心的走下车，将小崽子抱了下车。哥哥在这等你，你解决好了就过来。小崽子连连点头，我知丢人。但在小短腿一沾地后，瞄准最近的一片玉米园，抡得都快冒出火花，心中崩溃大喊：呜！差点就要醒了。齐慈年看着快速的消失在眼前，头也不回直奔玉米园的小崽子，心到这么急的吗？还好他发现的及时，不然这小崽子不得尿在他车上。心中庆幸的同时，又想着这小崽子看着挺乖的，怎么会离家出走了？小崽子这儿估计还要有一会儿。齐慈年再次拿起自己的手机，打电话给齐慈禧：你别急，人我找到了，等他上完厕所我就带他回来。齐慈禧听到齐慈年的话，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声音颤得不像话：五哥，你现在在哪？齐慈年安慰他：西门到主宅的马路上。齐慈禧听清楚位置后根本就冷静不了，腾的一声冲了出去，抓住急匆匆赶来的司机就上车，坐上副驾驶后，让司机火急火燎地朝着西门开。确认安全后，小崽子的泪珠子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还好逃出来惹。刚刚他还听到那个人说要带他回去，肯定是想要把他带回去卖了。小崽子不敢停下来，怕被追上来，也顾不上能不能回家了，抓着一个方向使劲地往前冲。齐慈年等了1分钟、3分钟、10分钟，齐慈禧都赶了过来，玉米园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五哥，他人呢？齐慈年
年顿了一下，指向茂密的玉米园，那儿上厕所呢，看不见人。齐慈禧的心还是安不下来，闻言皱眉，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他便秘吗？齐慈年也发觉了不对劲，就算是崽子小，但也不应该要这么久，而且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对着玉米园道：“小崽子，你好了没有啊？哥哥可不可以过来？”小崽子早就跑出几百米外了，哪还听得到？回应齐慈年的是一片沉静。齐慈禧和齐慈年脸色都变了。齐慈禧急吼吼地冲过去，齐慈年跟在他后面快步走过去，掀开玉米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齐慈禧刚放松的心弦又紧紧绷了起来。团团别闹了，快点出来，哥哥带你回家。千呼万唤，那道神气十足的小奶音一直没有出现。齐慈禧从下而上升腾起一股冷气，力气仿若被抽走，转头一双发红的眼睛看向齐慈年：“五哥，你不是说他上厕所吗？他人呢？”齐慈年默然，现在这情形，毫无疑问是人跑了。可是明明那小崽子看见他的车，还屁颠屁颠跑过来，为什么会跑呢？好像小崽子一开始是要问他借手机打电话来着，然后他就把人抱车里了。小崽子是被他抱车里，系安全带后有异样的。齐慈年心往下沉，咳了一声，有些不自在道：“我好像没告诉他我是他五哥。”齐慈年心虚急切道：“我们要快点找到他，他的鞋子掉了，脚受伤流血了。”齐慈禧心如刀割，闷闷的痛，声音嘶哑：“他还受伤了。”齐慈年的心沉沉的往下坠，无比懊悔刚刚自己没好好跟小崽子说清楚。齐燕回到齐家大宅时，主宅里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去西门那条路上找人。齐燕压了压胀痛的额头，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脚越来越痛。小崽子将自己缩成小小一团，藏在茂密的灌木丛里，肚子传来一道又一道的响声，左手抱住自己伤了的脚，右手摸摸自己的肚子，好饿哇！先去找找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吧。小崽子眨了眨眼睛，记得刚刚路过的地方有一片水果园，虽然看不清楚，但他闻到了葡萄、橘子、草莓的味道。小崽子调转方向，撑着在路上捡到的木棍，一瘸一拐地踮起脚尖往那走。走着走着，发现有一栋漂亮房子亮着灯，小崽子眼睛biu biu发光，快速地拄着棍子朝着那走。终于来到大门，抬起爪爪擦擦脸上的汗水，太好惹，不仅可以要点饭吃，还可以借手机打电话。小崽子捏起小拳头，咚咚咚地敲门。打理月影阁的齐家佣人刚去找小小姐回来喝口水，就听到门外有声音，心中奇怪，难道是老王爷回来喝水了？小崽子听到开门的声音，面上的笑容迅速就位，笑得跟朵花一样。叔叔你好，窝迷路惹，你可不可以给我点饭吃？借窝尼的手机打电话哇。杨福生看着面前的小崽子，先是茫然疑惑，然后眼睛放大，难以置信的紧紧地盯着面前的这个小崽子。恐龙套装，矮胖短，肉嘟嘟，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埋汰，但可爱又漂亮的小团子，不就是他们家小小姐吗？虽然身上的恐龙套装脏兮兮的，小脸蛋也脏脏的，但是跟齐家佣人群里发的照片一模一样啊。六少爷可是说了，谁能找到小小姐就给谁500万，没想到500万就这么水灵灵的来敲他的门了。小崽子看着这个叔叔看了自己好久，但是一直没有答应，以为他是怕自己吃的多。小崽子伸出爪爪比划，叔叔，我只吃一点点，可以捏。杨福生目光火热的看着500万，哦不是小小姐，小小姐这是什么话？小小姐想吃什么？我立马叫人送来。小崽子听到有东西吃了，开心极了，但他又听到这个叔叔叫他小小姐，奇怪的看过去，叔叔，你为什么叫我小小姐哇？杨福生一边打电话给六少爷，一边让人快点送好吃的饭菜来，一边回答小崽子的问题，因为这是齐家大宅啊，我是齐家请来打理月影阁的。杨福生说话的声音都兴奋激动到颤抖，可得伺候好他的小财神爷。小崽子惊，这里还系窝加咩？杨福生笑着点头。小崽子沉默了，他找了这么久，走了那么久，又跑了这么久，居然还在家里面。小小的崽子大大的自信心被击垮，两只爪爪一揣，啪叽一声，一个屁股蹲坐在地上，身上的肉肉丢丢的跳。杨福生看得一个激烈，3步并作2步上去道：小小姐，地上凉，我抱你坐椅子上吧。小崽子坐在椅子上，肚更加的饿了。叔叔，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饭哇？杨福生哄他，快了快了，先生和六少爷还有5少爷，他们都在来这里的路上。小崽子用爪爪藏住自己的脸蛋子，居然在自己家里迷路了，太丢窝的脸蛋子了。既然这里寄窝家里，刚刚那个要抓窝的坏人又系谁捏？小崽子想到那个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二话不说就把他塞车里要带走的窝锅，气得连饭都不想吃了，居然敢偷偷溜窝家抓窝，真戏自有其理。小崽子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抓上自己的木棍拐杖，咚咚咚的敲击地面。可恶啊，居然敢在窝家抓窝，我要抓了他，打他屁屁，把他交给警察叔叔。杨福生听得云里雾里的，连忙拦住小崽子：小小姐，你要去哪里啊？等会儿先生和少爷们就要到了。小崽子气呼呼，刚刚有坏人要抓窝，我要去打他屁屁哇！杨福生震惊，谁啊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偷偷溜进齐家拐小小姐？杨福生觉得这个事不能忽视，立马又打电话给齐慈禧，将小崽子说的话说了出来。少爷，那人居然丧心病狂，明目张胆成这样，您可一定要为小小姐做主啊！小崽子还没原谅蝈蝈说他胖的戏，闻言气呼呼，不要蝈蝈抓，我要自己去抓，饭先放在这里挖，等我抓到坏人，债肥来刺挖。齐慈禧真的被他搞怕了，生怕等会儿悬着心跑过去，小崽子又不见了，再来一次他真的会疯。齐慈禧的声音冷而沉，像是笔尖划破书页，深深陷入残破的指痕中，看着他，不要让他丢了。说完后声音快速变柔，团团，哥哥马上就到了，你就在那里等哥哥好不好？小崽子冷哼一声，踮脚抓住杨福生的裤子，杨福生猝不及防，紧紧拽住自己的裤头。我的个老天奶啊，小小姐这么小一个，手劲这么大，裤子都快被拽掉了。弯腰将手机放在冷酷一笑的小崽耳边，只见小崽子闻言勾起一抹笑，哼，你西那个，我没有说我小胖在小短腿的蝈蝈里。齐慈禧揉了揉头昏脑胀的额头，心中感叹，这小崽子个头小小，脾气很淡，我要去打坏人，才不等你挖。说完，小崽子撑着木棍，背影倔强萧索。齐慈禧点了扬声器，小崽子气愤奶凶的声音在齐慈年的宾利车中回荡，齐眼眸子微沉，声音冰冷。
冷如霜，有人闯进来了，还想抓他齐燕的女儿，那他月薪5万请来的护院是干什么吃的？坐在驾驶位的戚慈年更加心虚，恨不能挖个坑把自己埋了。戚慈溪又急又气，哪有心思和精力理他爹，声音都吼破音了，叫你给我在那等着就乖乖等着，那不是坏人，是戚慈年，你五哥。戚慈溪的话急吼吼说完，电话两头都安静的若真可闻。戚慈年目视道路，手和脚都忙了起来，加一会儿速减一下速，车子开得一颠一颠的，刚被一个逆子忽视，又被一个好大儿颠到想吐的齐燕脸黑，想到还有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儿，真是哄堂大笑。齐燕觉得自己迟早要被气死。杨福生看着脖子一梗，猛弹反骨的小小姐，怕他没听明白，噔噔噔跑上去拉住他的恐龙尾巴尖尖。小小姐，您听到了吗？那不是坏人啊，是你还未见面的五哥，五少爷啊。小崽子小短手一揣，冷着一张脸，但又好奇的看向杨福生。五蝈蝈，杨福生都快累洒心田了，今天找了一天，脚底板都长水泡了，少爷小姐都快别闹了。是啊，六少爷说是五少爷。小崽子确认后很快就接受了，没了要抓他的坏人。齐慈溪跟他的矛盾首当其冲，不要，我不听坏蝈蝈的话。被折腾的人仰马翻的齐燕直接伸手拿了齐慈溪的手机，修长泛着冷意的手指按在突突跳的额头。齐慈溪冰寒的声音好听到爆炸，裹挟着几分疲惫。小崽子听到巴巴的声音，眼睛瞬间就亮了，开心道：细巴巴哇！原本还想要好好教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一顿，但听到这道欢欣软萌的声音，气就消了大半，真是栽在这个小崽子身上了。听话，就在那儿等爸爸。坏蝈蝈的话可以不听，但细巴巴的话要听。小崽子听话的点点大脑瓜，毛茸茸的脑袋上呆毛一点一点。因为齐燕又打了一道电话，上好的饭菜没多久就送到了偏远的月影阁。小崽子左手拿着包好的虾吃，右手还让杨福生帮忙擦洗。门被急切的推开，乌拉拉的走进来一堆人。齐燕打头，巴巴。小崽子跳下椅子，瘸着腿，一蹦一蹦的向齐燕跑去，小爪子上还抓着吃了一半的虾，油乎乎的，另一只小爪爪白一点黑一点的，看起来像是去挖过煤了。齐燕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但还是快步上前，一把将小崽子抱进怀里，衣服脏了就扔了，但小崽子怎么看起来一瘸一拐的？巴巴。小崽子开心的抱着齐燕的手臂，脏脏的恐龙头蹭啊蹭。齐燕的脸色冷得吓人，脚受伤了。小崽子嘴巴一撇，看到巴巴身后站着的两个蝈蝈，小鼻子越来越酸，呜呜。巴巴，脚痛痛。齐慈年立马围上来为他检查。小崽子掉了鞋子的右脚不少尘土，小碎屑粘在进血的袜子上，要尽快处理，不然会伤口感染。齐慈溪看着小崽子惨兮兮的小脚丫，心中难受极了，想要开口跟他讲话，但小崽子看见他后冷哼了一声，将脸蛋子埋在巴巴的怀里。这里什么医用东西都没有，要尽快回主宅让齐慈年帮小崽子治疗。齐燕抬脚就要将小崽子抱走，小崽子却瞪大眼睛拉齐燕的领带，喉咙一紧。齐燕垂眸一看，一双又油又黑的爪子正抓在他的严肃齐整的领带上。放开，你要干什么？齐慈年怕小崽子被扔，连忙掰开小崽子脏兮兮的小手，可不能这么抓，会窒息致死的。小崽子松开爪爪，粗粗的手指戳戳，还是忘不了那盘红烧大虾。巴巴，我想带走虾，不准在车上吃东西。巴巴，虾给他带上。小崽子心满意足的看着五蝈蝈打包虾，躺在巴巴怀里瞪六蝈蝈。齐慈溪都快碎了，又是五哥哥的那辆白色宾利，跟刚刚的害怕无助不同。小崽子舒服自在的瘫在巴巴怀里，等着巴巴的投喂。巴巴，还要虾。齐燕冷着脸满脸嫌弃，但还是捏了一只油不溜秋的喂给小崽子。小崽子张大嘴巴啊呜一声，连带着他巴巴的手指都一起塞进嘴里，咬紧虾后一点点咀嚼。齐燕原本油乎乎的手指又沾满了口水，脸色更加的冷了，但他还是一只又一只不厌其烦的投喂怀里的小崽子。齐慈年闻着自己的车里都是红烧大虾的味道，皱了皱眉，但看到开心满足的小崽子，所有的不满就又都没了。齐慈溪站在车外，透过车窗看着父女俩的互动，心酸溜溜的。以前都是他投喂小崽子，跟小崽子玩的。齐慈年回头看向齐慈溪，皱眉：齐慈溪，你上不上？小崽子脚上的伤等不得，要快点回去处理。齐慈溪咬牙，打开车门后坐了上来。小崽子看见他上来了，嘴巴动了动，小身子一转，留给齐慈溪一个滚圆的背影。齐慈溪看着那个近在咫尺的小崽子，欲言又止，心空了一大块，呼呼的透着风。主宅里，小崽子躺在齐燕的怀里，受伤的小脚丫被小心翼翼的捧着脚跟。齐慈年神色沉静严肃，目光认真而心疼，干净利落的用小剪刀将袜子剪掉，将脚背的那片袜子布扔进身侧的废平篓，到脚掌这一块，齐慈年放柔所有的动作，尽量不要痛到小崽子。小崽子看不到自己的脚丫，好奇的眨啊眨眼睛。齐燕看着天真的小崽子皱眉，给他打麻药，拿着棉签用生理盐水轻轻软化血块的齐慈年一顿，我轻一点，不会很疼的。说完，温柔的双眸凝视着小崽子，小崽子沉溺于五蝈蝈的温柔中，天不怕地不怕倒，不疼哇，一点都不疼。齐燕还是皱着眉头，齐慈溪都快心疼死了。虽然小崽子不理他，但还是巴巴的说，打一下麻药又不会怎么样。齐慈年看着毫无畏惧的小崽子，以及担心的不得了的父亲和弟弟，深感心累。血块软化的差不多了，齐慈年拿着医用镊子从一角轻轻拉扯，有没有软化到位的地方，极具耐心的再次擦拭。最后那块看不出样子的布料也被拿了下来，露出了血肉模糊的脚丫。齐慈年心中自责，还不是因为他的疏忽，小崽子的脚也不会伤到这种程度。齐慈溪更是难受，看着看着眼尾就红了。齐燕看得一肚子火，想要骂两句齐慈溪那个逆子，但看见他红了的眼，所有的火气都化成了叹息。小崽子的脚没多久就处理好，裹成了个滚圆的白色小丸子。小崽子看着自己的脚，后知后觉地看向齐慈年，五蝈蝈，
能不能不包辣的？这样窝完不了惹，都这样了还想着玩。齐燕按下不老实的小崽子，玩什么玩？最近几天乖乖躺着养好你的脚。小崽子苦着脸，我不要，和好的机会不就来了吗？齐慈禧眼底发光，嘴角止不住上扬。没事啊，我可以抱你去玩。小崽子看向齐慈禧，直接转身，辣窝还系躺着疤。齐慈禧裂了。齐慈年看着小崽子跟父亲以及齐慈禧的互动有些惊奇，但想到小崽子软萌机灵的模样，一切的不合理都有了合理的解释。齐燕知道小崽子现在住的地方是齐慈禧的侧室，不满道：不是给他准备好房间了吗？将他的东西搬过去，然后又让诗诗跟过去照顾。小崽子看着大上3、4倍的房间，开心的在超级大的床上打滚。齐慈禧站在门口，哀怨的看着床上的小崽子，烦躁的抓自己的头发，怎么办？现在小崽子根本就不理他。第二天早饭，小崽子在诗诗的帮助下完成洗漱，被抱着来到了餐厅。齐燕、齐慈年、齐慈禧都已经坐在了那里，看见小崽子过来，坐在齐燕右手边的齐慈禧赶紧移来一张凳子，面色正常道：这边有空位置。小崽子的目光却落在武蝈蝈和巴巴之间，小爪爪指向那里，窝要坐那里。齐慈禧循循善诱，那里没有位置，窝细小不细傻，再搬一张不就有人面？说完之后，巴巴的看向齐慈年，武蝈蝈，我想坐你和巴巴中间。齐慈年歉意的看了齐慈禧一眼，别说哥哥不站你这边，实在是哥哥得站妹妹那边。齐慈年顶着齐慈禧极度愤怒的目光，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小崽子，自己再拉了一张板凳坐在小崽子身边。小崽子得偿所愿，开心的多吃了半碗饭。吃完早饭，齐燕、齐慈年就陆陆续续去上班了，齐慈禧也要去上学。小崽子躺在沙发上，翘起那只小白丸子嚼嚼，悠闲自在的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齐天大圣》。诗诗帮小崽子拿零食过来，看见六少爷居然还没去上学，惊讶极了。齐慈禧面色一寒，本来他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小崽子和好的，但现在有了诗诗这个旁人，打乱了他的计划。算了，还是等放学后买点礼物，再来哄这个脾气大的煤气罐罐。诗诗后背发寒，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觉得六少爷看他的目光一下子就变冷了。小崽子看着动画片里的大圣挥舞着金箍棒，忍不住将手中的薯片用嘴巴一叼，对着空气来了一套组合拳。诗诗十分捧场的鼓掌，小小姐帅呆了。小崽子十分得意，然后小脸一僵，诗诗哇，脑大窝扭到腰腰哇哇。诗诗哭笑不得，上来给小小姐揉找不到的腰。放学后，齐慈禧特意让司机绕到城西，取了他特意定做的孙猴子蛋糕。小崽子素日最喜欢他那根金箍棒，最崇拜这只猴子，看到这个蛋糕肯定会开心的跟他和好。回到家，齐慈禧先问门外的管家小崽子在哪，确定小崽子的位置，提上蛋糕去找小崽子。小崽子正坐在客厅一角堆积木呢，听到有人走过来，看见是齐慈禧后，又低下头继续玩。齐慈禧没有气馁，哄人这种事第一次做有些生疏，挤出2抹笑后，声音不自觉加了起来：团团，看看哥哥给你带了什么。凑到小崽子跟前，齐慈禧自信的掏出蛋糕，他的偶像他都做成蛋糕带回来，他肯定一乐之下就主动要求和好。小崽子有些好奇，但又不想去看，于是拿起一块积木，接着看积木看了过去，戏什么东东哇！小崽子瞳孔地震，小崽子难以置信，小崽子悲愤欲绝，嗷呜一声怒叫：大圣，你肿么变成蛋糕了哇？可细闻着好香哇！不对，大圣系罪孽海大，肿么可以变成蛋糕咩？齐慈禧怔愣，这和他想的反应不一样啊！小崽子气呼呼，连2个小啾啾都气炸毛了，还不快把大圣交出来哇！怕又惹这个脾气大心眼小的小胖仔生气。齐慈禧苦笑着把蛋糕交了出去，小崽子爪爪碰到蛋糕，鼻子忍不住狠狠吸了一口香气，大圣好香哇！齐慈禧瞧见小崽子的动作，死了的心又活了起来，主动把蛋糕包装打开，用小叉子插好，喂到小崽子嘴巴边，动作干净利落，生怕慢了一步小崽子不肯吃。小崽子魂儿都快被蛋糕勾走了，但还是板着一张脸，气鼓鼓道：团团不能呲，团团胖胖，还记着仇呢。经这一遭，齐慈禧也算是明白了，什么胖啊矮啊的都不重要，管他高矮圆扁，都是他齐慈禧的妹妹，以后谁说他胖，他就跟谁急。齐慈禧掐着讨好的笑，能让他这么耐着性子哄，也就这个磨人的小崽子了。不胖，一点都不胖，你这是珠圆玉润，是富太美。小崽子连个幼儿园文凭都没有，不知道什么是珠圆玉润，也不知道富太美，但既有珠珠又有玉玉，蝈蝈还说到了美，那肯定是在夸我。小崽子顿时什么气都消了，张大嘴巴一口吃下嘴边奶香的蛋糕，开心的眼睛都放光。蝈蝈，我要呲辣个大草莓。蛋糕大圣果然好好呲，头上的帽子中装饰的大草莓看着又红又大，肯定更好呲。齐慈禧听到这句久违的蝈蝈，一秒就被吊成翘嘴，一言将猴子发冠上的大草莓给插下来，喂到小崽子嘴边，脸上的笑更加温柔。既然我们2个和好了，你是不是也该搬回来了？小崽子一顿，觉得好像有哪不太对，可惜巴巴说：我长大了哇。齐慈禧面色一改，又循循善诱：你别听他乱说，你才2岁半，哪就长大了？小崽子含着蛋糕道：我系大娃娃惹。齐慈禧伤心，难道团团是大娃娃，就不要哥哥了吗？整个身影都变得落寞、脆弱而又难过。说什么和好，结果你还是不肯回来，想来你也不想吃我带回来的蛋糕，我和我的蛋糕还是彻底消失在你的面前好了。说完之后，齐慈禧无情地拔走小崽子嘴里含着的蛋糕叉，大手端上蛋糕就要走，给瘸了腿行动不便的小崽子急的眼睛跟着小蛋糕紧紧粘在齐慈禧的背影上。蝈蝈，窝搬肥来哇！齐慈禧勾出一抹拿捏的笑，转身一屁股坐在小崽子身边，心情极好的喂小崽子蛋糕，喜欢就多吃点，吃完了哥哥给你搬回来。
小崽子觉得沙发没有蝈蝈怀里舒服，躺着躺着就移动到齐慈禧怀里，心满意足的吃饱蛋糕后，齐慈禧迫不及待的抱上小崽子上楼，先把人放在他床上，然后屁颠屁颠的把小崽子的东西搬回来。小崽子要搬过来的东西不多，就一根金箍棒加小枕头，剩下的齐慈禧都让人送新的过来。蝈蝈的床香香的，被子软软的，躺着可舒服了。小崽子满意的把自己埋进被窝里，然后拍拍旁边的位置。蝈蝈，我想听故事哇。齐慈禧换了一身衣服，穿着白色的家居服，少年意气，笔挺如松，投其所好，选了小崽子最喜欢的《西游记》，在小崽子身边坐下。小崽子十分自觉的把自己塞进他的怀里，空了许久的心在这一刻再次被填满。齐燕和齐慈年都不放心小崽子的脚，皆提前下班回家。父子俩的车一前一后在大门停下。齐燕没想到素日不着家的齐慈年今天居然会回来，正愣了会儿。齐慈年则是没想到父亲一个恨不能把公司揣兜里的工作狂，今天居然这么早就回来了。父子茫然对视了会儿，老管家一惊，笑迎上来，真是破天荒头一回，先生少爷都回来了，而且还回来的那么早，根本想都不敢想。先生，吴少爷，小小姐和六少爷等着你们用晚饭呢。齐燕想到小崽子等着自己用晚饭，没有表情的脸上多了几分温柔。齐慈年也淡淡一笑，跟在齐燕身后，两人心情愉悦，满怀期待的走到餐厅，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小崽子和齐慈禧的影子。老管家不慌不忙，我这就上去叫在房间等你们的六少爷和小小姐下来。齐慈年惊，在房间等也算等。齐燕原本不错的脸色沉了几分。小崽子被齐慈禧抱下来，看见巴巴和五蝈蝈后，激动的巴巴五蝈蝈连着叫，眼巴巴的又看向齐慈年和齐燕中间的位置，这次中间还真有一把空椅子。齐慈禧咬牙，前面闹别扭也就算了，现在都和好了，怎么还要去找别人？将开心的小崽子转了个面，让小崽子背对另外两个人，面对自己，坐在哥哥旁边好了，哥哥给你剥虾。小崽子虽然想要坐在五蝈蝈和巴巴中间，但听到坐在六蝈蝈身边，六蝈蝈就会帮他剥虾，立马将小脑瓜埋在六蝈蝈怀里。好吧，齐慈禧在齐慈年的震惊以及他爹的黑脸下，跟小崽子坐在离两人最远的两个位置上。没心没肺的小崽子指使他六蝈蝈剥虾、挑鱼刺、布菜，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巴巴的大黑脸和五蝈蝈的震惊。齐燕冷，哼了一声，脚伤都没好，吃的都是重口味的菜。齐慈心，过来喝汤。齐燕盛了一碗莲藕排骨汤，放在他和齐慈年之间的空位上。那盘排骨莲藕汤的莲藕看起来粉粉的、糯糯的，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小崽子蠢蠢欲动，齐慈禧哪能让小崽子找其他人，站起身就要帮小崽子盛。不用，我帮他盛就行。齐燕看向离小崽子比较近的齐慈年，齐慈年 get 他父亲的意思，小崽子却觉得他巴巴盛的辣碗刚好有一颗香甜的大红枣，舔了舔嘴角，冲着齐慈年伸爪爪，五蝈蝈抱。齐慈禧一怔，反身哄他，乖，哥哥给你盛。小崽子指着齐燕盛的那碗，可惜辣碗有枣子啊。齐家的菜精致分量适中，那道莲藕排骨汤总共就只有3颗红枣，被齐慈年盛了2颗，就只剩下齐燕剩走的那颗。齐慈禧咬牙切齿，我帮你端过来，你乖乖坐好。小崽子乖乖点头，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看着那碗汤。齐燕再次发话，想喝就让你5个抱你过来喝。齐慈禧，难道在你的心里，哥哥还比不上一颗枣子？齐慈年，这还是他那冷酷无情的父亲，还有那个寡言毒舌的弟弟。小崽子心虚极了，但巴巴正拿着勺子扒拉碗里的红枣，像是下一秒就要吃了。小崽子心一狠，朝着齐慈年伸出自己的爪爪，巴巴的看着齐慈年，五蝈蝈抱抱啊。说完之后就回头看向碎掉的齐慈禧，小心翼翼道，蝈蝈，我吃完枣子就肥来惹，还是一个端水大师。齐慈年心奇，站起身将小崽子抱到身旁的位置。齐燕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开始给小崽子加青菜、胡萝卜。小崽子香甜的吃完甜甜的红枣，糯糯粉粉的莲藕以及香香的排骨，又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香醇的汤，满足极了。抬头看见他跟前多了一个小碟子，上面放了好一些青菜和胡萝卜。小崽子不喜欢这2种食物，张开爪爪就要让齐慈年抱他回去。我喝完惹，五蝈蝈抱我回去哇。齐燕拎住小崽子的后脖领，跑什么？吃完这些再走。小崽子扑通着小短手小短腿挣扎，我不要。齐燕皱眉，哪来的挑食臭毛病？拿起一双没用过的筷子，给小崽子夹起一块胡萝卜。小崽子怕他直接对他嘴里，小嘴巴都不敢张开，紧紧闭着。齐燕声音冷了下来，但还是耐心跟他说道理，不要挑食。小崽子脑袋都快摇成拨浪鼓。齐燕皱眉，吃。小崽子摇头，不吃哇。齐慈年温声劝说，团团，只有不挑食的孩子才能长高高哦。小崽子吃软不吃硬，五哥哥的态度太温柔，他闹腾不起来。
再加上说到不挑食才能长高，他可惜脑大，肿了可以长不高。小崽子半信半疑，武蝈蝈，你没有骗窝面。齐辞年笑着点头。小崽子这回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张口吃了齐燕家的胡萝卜。等投喂完小崽子，齐燕这才不再扣留小崽子，让齐慈禧抱走。小崽子十分骄傲自豪地挺直小腰板，下巴抬得高高的。蝈蝈，我是一个不挑食的好脑大娃。齐慈禧说的好像刚刚那个不吃青菜和胡萝卜的崽子不是你一样。齐燕知道小崽子又搬回了齐慈禧的侧室，虽然有些不悦，但想到平时他不怎么在家，齐辞年几年都不一定回来一次，让他住那儿，好歹方便齐慈禧照看。在齐辞年的细心照料下，小崽子脚上的伤没多久就好了。小崽子既然痊愈，齐辞年便没有待在齐家老宅的理由。他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冷冰冰没有温情的家，纵使现在来了一个小崽子，但齐辞年觉得那是齐慈禧带回来的，跟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基于是小崽子法律上哥哥的职责所尽的义务罢了。小崽子终于可以下地走路，抱着自己的金箍棒又开始满大宅耍去了。玩累回去时，在大宅门前看见了那晚坐的白色宾利，而且还开着后备箱，车尾处还放着许多物品以及几个行李箱。小崽子好奇地踩着一个银色行李箱爬进来后备箱里，好不容易爬进去，一不小心就掉进一大包衣服堆里，挣扎着想要爬出来，就听到老管家和他武蝈蝈的声音。小崽子有些心虚，往袋子深处缩了缩。齐辞年将手中的大衣小心妥帖地放进那包衣服里。跟其他几个哥哥和弟弟不同，齐辞年比较恋旧，对于一些喜欢的衣服会收藏，这些都是他收藏在老宅的衣物，他打算都拿到他新买的别墅里放着。老管家有些不舍，武少爷，您真的又要走了吗？上一次一走就是3年，这一次武少爷离开，不知道又要多久才会回来。齐辞年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多了几分疏离高冷。杨管家，我走了。包里的衣服都是他收藏的珍品，压不得一点。齐辞年想了想，还是将其提了起来，想要放到前排座位上，却发现包里的衣服重了好些。他皱眉，用手伸进去抓了抓，确实没什么异样，就把衣服提去了后排车座，好好的放置好。小崽子晕晕乎乎的，感觉自己被拎起来，然后又安全落了地。齐辞年将其他东西都装进后备箱，上了驾驶位。2个小啾啾从衣服堆里露出来，然后是一双机灵激动的大眼睛。武蝈蝈粗去蛙。齐辞年隐隐觉得后面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小崽子一个机灵，抢在前面缩了回去。好危险，差点就要被武蝈蝈发现拉哇！如果被武蝈蝈发现的话，肯定就出不去惹。小崽子不敢再伸出脑袋，就乖乖的窝在温暖的衣服堆里。从齐家老宅到齐辞年的别墅，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小崽子将自己埋起来，睡得迷迷糊糊。醒来时是再次跟衣服被提起来。齐辞年将衣服放进他约600平的衣帽间，整整1层楼都是他的衣帽间，然后就把其他东西都拿进别墅。小崽子趁着他武蝈蝈搬东西的空档，从衣服包里爬了出来，看着面前琳琅满目，各种款式，各种季节的衣物，惊得下巴都快砸地上了。武蝈蝈这戏要开服装店面，好在这里衣服很多，小崽子的头又小。在齐辞年再次进来时，小崽子身子一闪，躲进一件挂起来的黑色大衣里，将衣服都拿进来。齐辞年开始整理，但当他看见一件羊绒黑色大衣下有一双小脚，还有一截小短腿时，瞳孔地震，捂住心口掀开一看，小崽子那张软萌机灵的小脸出现在他的眼前。小崽子干笑了声，挥挥小爪爪，武蝈蝈好哇。齐辞年看向一边乱糟糟的装衣服的大包，毫无疑问，小崽子这是躲在他装衣服的大包里，偷偷跟了过来。小崽子笑完就贴了上来，武蝈蝈，你系怎么发现窝低哇？齐辞年心中一言难尽，垂眸看向他的小短腿和脚脚。小崽子小爪爪一握，大意哇，从哪儿来的可爱漂亮人类幼崽？齐辞年等会儿就有一个国际线上研讨会，没有时间送小崽子回去，与小崽子面面相觑几秒后，将他抱到客厅，顺手拿了一盒牛奶。小崽子抱着齐辞年帮他插好管子的牛奶，乖乖的坐在沙发上喝奶。牛奶香香哒，甜甜哒，小崽子喝得满意极了，眉眼都笑弯了起来。台湾看了下时间，研讨会时间快到了，齐辞年只能给齐燕和齐慈禧各发一条消息说明情况，让他们安排人来接小崽子回去，怕小崽子一个人在外面乱跑，等会儿又找不到人。齐辞年便将小崽子抱去书房，然后拿自己的平板给他玩。武蝈蝈，我要看大圣蛙。齐辞年疑惑，什么？小崽子眼睛亮晶晶，孙大圣蛙，大闹天宫的那位，系他。小崽子眼中充斥着崇拜的目光。齐辞年从来不看电视剧，为了让他看孙悟空，特意在某寻上开了会员。小崽子心满意足的拿着平板，眼睛闪闪发光，安安静静的坐在一边看卡通片。齐辞年打开笔记本电脑，登上自己的账号，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医学方面的领头人，天之骄子见到他都是眼前一亮。
齐次年最近几年一直在研究脑科学方面的问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引起了东西方医学界的轰动。参与研讨会的兼有各个国家的医学大拿、天才，故其次年发言时按约使用英文交流。小崽子正看大圣摘蟠桃，看得津津有味，狂咽口水。听到武蝈蝈发出他听不懂的语言，又黑又圆的大眼睛茫然地看过去。齐次年似是有感应，也抬头看向他，这是饿了。他曾经看过关于小儿医学的书，书上说小孩子吃得多饿得快。小崽子看见武蝈蝈是对着那台发光的东西说的，想到巴巴也有这个东西，巴巴会用这个东西去工作，武蝈蝈应该也记在工作。团团记好宝宝，不能打扰武蝈蝈工作啊。小崽子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坐在一旁看孙大圣摘蟠桃，但心中对武蝈蝈刚刚说的话更加好奇了。齐次年心中记挂着小崽子饿了的事，发言过程中眼神会时不时看向左侧的小崽子。小崽子戴着骨传导耳机，呲着大牙抱着平板乐，丝毫没有注意到。但研讨会的人不一样，一次两次没什么，但时间长了，其他人都发现了，心中颇为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位在医学界闻名遐迩的骄子如此关注。小崽子躺在床上看着看着，小脑瓜就一点一点困得睁不开眼睛。齐次年的心狂颤，扔下一堆医学天骄专家学科领头人，三步并作两步，抢在小崽子一头栽下去前，将小崽子抱进了怀里，落入舒适温暖的怀抱。小崽子吧唧吧唧嘴，睡得更加的香了。书房里的休息室是空着的，还没打理好，把小崽子一个人扔房间里，他又不放心。齐次年最后脱下他的外套，轻轻地披在小崽子身上，抱着小崽子继续参加研讨会。一只软萌可爱的小团子出现在研讨会视频画面里，显得格外的不协调。参与研讨会的人纷纷瞳孔地震，这从哪儿来的可爱漂亮人类幼崽？齐次年看到视频里所有人眼中的错愕和温柔，面色如常，从容清俊，但嘴角却勾了上去。自从小崽子出镜之后，所有的人都被迫学会了一心二用，耳朵认真地听着齐次年的发言，眼睛死死地扒在可爱的小崽子身上，表情严肃而又柔和，整个人在医学要严谨和崽子好可爱反复拉扯。3个小时后，这个长达4个多小时的研讨会终于结束，所有人恋恋不舍。多么可爱的小崽子啊！好在截了几百张图，每一张都是可以治愈心灵的存在。齐次年关闭电脑，看着怀里呼呼大睡的小崽子，伸手摸他洁白好看的小额头，确认没有异常后，才轻轻拍了拍小崽子后背。团团，醒醒，白天睡太久容易头昏脑胀，不利于健康。小崽子睡得香甜，迷迷糊糊道：桃纸，我要吃桃纸。齐次年耐心的叫他，快醒来，哥哥带你去吃桃纸。吃桃纸，小崽子脑袋一下子就清醒了，大眼睛发出吧呦吧呦发光。吃桃纸。下午5点半，也到了出去吃晚饭的时候。快起来，看看父亲和齐慈禧是怎么说的。等会儿带妹妹吃完晚饭后，就让人把她带回齐家老宅。他这都是叫的临时家政，没有人照料他。小崽子听到要带他去吃大桃子，积极主动极了，哼哧哼哧爬了下去后，小爪爪抓住齐次年的一根手指，就要往外走。武蝈蝈，走啊！齐次年看着恨不得直接冲进桃园抱着桃子啃的小崽子，淡淡摇头笑了。团团，等一下，哥哥还要去取车钥匙。小崽子乖巧的松开他的手，像是一条欢天喜地的小尾巴，跟在齐次年身后。吃桃纸，大桃纸。齐次年换了套衣服，又给小崽子梳理了一下小崽子睡乱了的头发。兄妹两人开心出发了，将车钥匙交给服务员帮放车。齐次年打开后门，将乐不可支的小崽子抱了下去。小崽子窝在武蝈蝈温暖的怀里，闻到里面传来的阵阵香味，馋得口水直流。这是一家兼营多种菜系的私人餐馆，不对外开放，想要来吃必须是熟人拉进来的会员才行。小崽子口水都不知道咽了多少遍，连馋了一下午的大桃子都忘了。服务员露出标准微笑，弯腰给小崽子和齐次年一人一本菜单。小崽子拿到菜单，眼睛就移不开了。齐次年看到他这么吃货的模样，不禁失笑。想要吃什么？拿笔画出来。服务员又给了小崽子一支铅笔。小崽子开心极了，看着图片上一看就没错美味的菜，边狂咽口水边勾。开花花的鱼要啦哇，红红的香香的烤牛肉也要啦哇，还有这个排骨，还有这个小鸡炖蘑菇，还有这个那个。齐次年没多久就点好了，看见小崽子还没选好，且一直头也不抬哼哧哼哧的画圈圈，心中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不会是把整本菜单都点了吧？这家餐馆就招牌菜而言都多达157道，要是都点了，那不得几百道。齐次年心惊肉跳，他吃东西向来都是饿不死就行，多吃一口都不想，无法想象要是点了大几十上百道，会是什么地狱场面。武蝈蝈，窝还没有画完哇！齐次年垂眸看着被圈了大半的菜单，眉心暴跳。他还真是要点整本菜单，厚厚的一本菜单，
被他圈得个差不多，只有他不喜欢的胡萝卜和青菜没圈，其他都圈化完了，还剩一些没圈化的，也是因为菜单被他拿了过来。小崽子没来得及倦化，齐次年额头青筋突突的跳，做了好几次深呼吸，才道不要点这么多，吃不完。小小年纪不能就养成了浪费粮食的坏毛病。小崽子心虚，两根手指相对，戳啊戳，大眼睛眨巴眨巴看着齐次年，可惜看着都好好呲哇，团团都想呲，还是只小馋猫。齐次年侧身哄他，乖，先点几个你喜欢的，剩下的后面哥哥再带你来吃。就他和小崽子两个人，加上他点的2道菜，虽然这家店的菜量较少，主打精致味美，但也绰绰有余。齐次年将小崽子那份菜单让服务员收走，把自己的给他，让他圈3道最喜欢的。小崽子选的眉头都快打结了，最后含泪选择了开花花的鱼、松鼠桂鱼，以及红烧牛肉焖土豆，还有一道小肉丸。齐次年戴上一次性手套，耐心细致的帮小崽子挑鱼刺。小崽子乖乖站在他左手边的板凳上，小爪爪上抓着汤勺和筷子，满怀期待的盯着齐次年挑鱼刺的动作。齐次年看着踩在板凳上，才比桌子高一点点，要是坐下去只能冒出2个小揪揪的小崽子，心又软了3分。确认没有任何的小伺候，齐次年才把挑好的鱼肉给团团。等候已久的小崽子眼睛亮了，用自己的勺子挖了一大勺，满足的塞进嘴巴里，明亮的眼睛顿时流光四溢，开心的想要原地转圈圈，笑容灿烂温暖，将自己的脸瓜子凑近那碟鱼，嗷呜嗷呜吃得香喷喷的。小崽子吃得太香了，齐次年看着他吃得那么香，觉得嘴中的菠菜似乎比以往的更加鲜美，甚至在给小崽子盛肉丸子时，也给自己加了一筷子鱼肉，确实酥香味美，酸甜可口，这里的肉都好好吃。小崽子一口气吃了2碗大米饭、大半条鱼，以及小半碗红烧牛肉，以及10多个肉丸子。对于齐次年点的莲藕排骨汤，还吃了几块排骨。至于清炒菠菜，那是一口没动。这小崽子又挑食了。齐次年无声叹息，但他已经吃了不少，不好叫他再吃些青菜，不然会积食。吃完晚饭，齐次年查看父亲和齐次熙的回复。齐次熙没有任何消息，倒是父亲发消息称要去外地出差，而齐次熙要参加一个数学竞赛，已经去参加封闭式集训了，让他这阵子先好好带着小崽子。原本以为吃完晚饭就能把小崽子送回去的齐次年心中复杂，让他带崽子怎么带，完全没有经验，带不好怎么办？小崽子吃饱喝足往后一躺，快活似神仙，知道自己要跟武蝈蝈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没有一点抗拒，开开心心的又跟着武蝈蝈回去了。路过繁华的街市时，齐次年想到他那儿连小崽子的奶瓶都没有，半夜小崽子想喝奶了，可怎么办？于是齐次年找了个付费停车场，带着小崽子去商场大买特买，什么奶粉、奶瓶、奶嘴，还有牙刷、拖鞋、睡衣、抱枕等等等等，通通都买了。留下地址后，被压着买完日用品的小崽子拉拉齐次年的裤脚，武蝈蝈，我想吃那个。齐次年顺着小崽子手指的方向，是商场的零食区。小崽子进了零食区，就像是掉进米缸里的小老鼠，都不需要齐次年问想要什么，坐在购物车上，风卷残云的往购物车里揽。他是带他来这买零嘴解馋的，不是带他到这里进货的。虽然这栋商场是齐家的，而且这个小崽子挑选的都是高盐高油高糖的3高食品，全都是小朋友的健康杀手。齐次年按了按隐隐作痛的脑袋，轻声道：这些不健康。说完后就将这些拿走了大半，将车子推到坚果区，拿了很多高营养的开心果、夏威夷果等各类型坚果。小崽子来者不拒，但将齐次年给他拿的坚果都接到购物车里，巴巴的说：可惜武蝈蝈的车那么大，牛头不对马嘴的一句话，齐次年根本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就默不作声，听他想表达什么。就算窝都拿了，也装得了哇！这小崽子碰上吃的，智商都能提高一个档次。齐次年哭笑不得，小孩子不要吃太多垃圾食品。小崽子奇怪，什么稀垃圾食品？垃圾食品好不好吃？齐次年认真给他科普，垃圾食品是指仅提供一些热量，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极少的食品，就像你刚刚拿的那些。小崽子根本就理解不了，只知道那些东西可好吃了，可惜它香香好吃。齐次年摇头，不健康，少吃。小崽子可怜巴巴，武蝈蝈总算知道为什么冷酷无情的父亲还有寡言毒舌的弟弟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看着他这巴巴的模样，哪忍心拒绝？最后还是以齐次年让步结尾。但是小崽子每天吃的分量得由他控制。小崽子左手提着一包小饼干，右手牵着武蝈蝈的手指，开心的哼起了小曲。齐次年提着鼓鼓囊囊的一大袋零食，瞥见身侧小小一团的小崽子，将脚下的步子放慢，再放慢。小崽子满心欢喜的抱着自己的眼前的零食堆。齐次年怕小崽子偷偷吃，拿来一个他闲置已久的保险箱，给小崽子留了几包后，其余的都通通关进了保险箱里。目睹一切的小崽子
不嘻嘻，自己暴露啦哇！小崽子不开心了，小崽子嘴巴一撇，小啾啾都伤心的垂下。五蝈蝈，齐次年笑得温柔，语气也和煦温然，但说出来的话没有一点让步。团团，不可以哦。小崽子萌唧唧，委屈巴巴的看着他。五蝈蝈，不要放进去嘛。团团会管住自己的，五蝈蝈要相信窝哇，这还真的是没有一点可信度。毕竟小崽子的原身版就站在他跟前。小崽子说完后，还自信的扬起了脖子，小爪爪顺势一插，发现肚肚软软的，弹弹的，垂眸瞅瞅滚圆的肚肚，又瞧瞧藕节般的小爪爪，眼神飘忽，挺起来的下巴慢慢跟着脖子一起往后缩。五蝈蝈，团团真大不费偷吃哇！齐次年扶额，我还没说你会偷吃呢。团团，可恶啊，自己暴露啦哇！最后，小崽子哭唧唧的看着自己的小零食被锁，抱着手上仅有的几包，生无可恋。缓过来之后，小崽子珍重的捧着手中的零食，走到哪就捧到哪。小崽子坐在一边玩，一包又一包，十分不舍得打开小零食。到最后一包时，小崽子吃得更加认真，每一口都要多嚼一会儿，再恋恋不舍地吞下去。齐次年在他旁边看书，鼻尖不时传来阵阵垃圾食品的特有味道，随后衣角被人从下扯了扯，低头一看，对上小崽子水灵灵的大眼睛。五蝈蝈，我还想吃。这些小零食看起来大大的，但里面至少有1/3是空气。小崽子刚尝出味道，还没过瘾呢，几包就都没了。小崽子眼角都挂上眼泪水了，可怜唧唧的。齐次年怕自己会心软，小心翼翼地扯开小崽子的爪爪，别过头不跟他有目光接触。不可以，我们说好了的。小崽子更加委屈了，哒哒哒凑到齐次年眼前。五蝈蝈，就一包，团团就只再吃一包吗？好不好吗？五蝈蝈，就一包。小崽子软乎乎的小身子贴着齐次年，像是一只小奶猫般蹭啊蹭。齐次年定了定神色，绷着最后一丝理智拒绝。小崽子不说话了，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齐次年，豆大的眼泪水啪嗒啪嗒掉了下来。齐次年心像是被人剜走了一块，叹了口气认输了，伸手抽出一张纸巾，边帮小崽子擦眼泪边说，就一包。原本还哭唧唧的小崽子立马含泪呲着大牙笑，就一包。自己拿过纸巾，3下5除2把脸上的泪珠擦掉。小崽子骄傲扬起小脑瓜，心道，这就系六蝈蝈说的要动脑瓜子。六蝈蝈窝废了。小崽子屁颠屁颠的跟在齐次年身后，来到保险箱后毫无自觉可言，目光止不住的盯着要开保险箱的齐次年。齐次年两手抓住小崽子的嘎吱窝，将小崽子提起来转了个圈，背对自己。小崽子狡黠期待的目光立刻黯然失色。五蝈蝈，小气鬼！但想到等会儿就能吃到小零食，小崽子心中又快乐起来。小崽子尝试着支起耳朵听，想要以此猜出密码，却发现除了滴滴滴的按键声，什么也听不出来，实在是被勾得心痒痒，忍不住偷偷回头，巧摸摸想要看一眼，看不到窝，看不到窝。小崽子心中默念，偷偷的踮起脚尖去瞧。齐次年输完密码一转身，就看到被抓了个正着的小崽子，对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崽子又爱又气。团团，小崽子立马背过身去，佯装无事的转过身来。五蝈蝈，你叫团团干什么面？可爱软萌的模样，很容易就会被他蒙混过关。小小年纪，掩耳盗铃，却是让他玩明白了。不忍指责他，齐次年招了招手，快来选你要哪一包，还可以自己选。小崽子开心的眉飞色舞，像是一只欢乐的小鹿，摇头晃脑，哒哒哒的跑来，先冲过来抱住齐次年的腿，毛茸茸的大脑瓜开心的蹭啊蹭。齐次年身子一僵，陌生生涩的滋味在他身上心底滋生蔓延，等到那股不习惯的色意消散，大批的欢欣涌动席卷，他的心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温暖，就像是有一股暖流温润包裹着他，积压在心底的渴望被唤醒，被填充，被满足。齐次年情不自禁将自己的手放在小崽子圆滚滚毛茸茸的大脑瓜上，心叹怎么会有这么温暖的存在。小崽子抱完温柔性格好的五蝈蝈后，才开心的扑到保险箱前，千挑万选拿了一包番茄味的干脆面。保险箱再次关上，小崽子眼里的光也暗了下去。齐次年牵上他的小爪爪，软软的，暖暖的，小小的一个，别不开心了，明天哥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小崽子立马满血复活，好吃的。齐次年看着他这模样，嘴角不经意间就含起了笑意。你想去哪里吃，我们就到哪里吃。小崽子又变回了欢天喜地的模样。吃完那包干脆面后，自己去客厅里玩，要多乖就有多乖。没多久，在商场买的东西都被洗好消毒烘干送了过来。齐次年怕小崽子饿，在睡前给他冲了一瓶奶。小崽子闻到奶香味，放下手中的恐龙玩具，哒哒哒跑来找齐次年。五蝈蝈，什么东西香香的？齐次年再次确认温度适宜，才弯腰将奶瓶给小崽子。小崽子眼睛都亮了，迫不及待吸了一大口，整个崽子幸福到冒泡。喝完奶后，小崽子乖乖的去洗漱，
连衣服都可以自己换。穿上白色小熊睡衣后的小崽子，萌上了一个新高度。齐次年觉得自己的心被击中，被可爱的小崽子所俘获。小崽子看见洗漱好、穿着灰色睡衣的武蝈蝈，眼睛 bling 发光，小脚板一点，哒哒哒跑了过去。武蝈蝈哇！齐次年几乎是下意识蹲下，将小崽子揽进怀里。小崽子开心的在他怀里欢笑，小脸瓜贴在齐次年的脖子上，齐次年都不敢动了，生怕一动，脖梗上软唧唧的脸蛋子像是嫩豆腐一样，啪嗒掉下来。从书橱中翻出落灰的《西游记》，将其清理干净。左手捧书，右手枕着一只小崽子，小崽子兴致勃勃趴在他武蝈蝈的手臂上，激动的支着耳朵听。虽然这本《西游记》是文言文版的，但齐次年扫了一眼就能用通俗易懂又不失趣味的话讲述出来。小崽子没听多久就开始脑瓜子一点一点，最后眼睛一闭，沉沉睡去。齐次年将小崽子从身上扯下，放好，再给他压好被角，将书放到床头的书架上，才关灯睡觉。抱着温暖柔软的小崽子，齐次年的睡眠质量直线上升，连小崽子偷偷睁开眼睛从他怀里爬起来都没感觉到。小崽子目光明亮，狡黠一笑，哈哈，武蝈蝈你好好睡觉觉。团团要去就被一关起来的小零食拉哇。小崽子蹲下身子，两只爪爪在齐次年闭上的眼睛前挥舞，确认武蝈蝈睡得死死的，便开始行动了。好在这张床够大够长，不然齐次年1.8米多的个子还真没地方让他走。哼哧哼哧走到床尾，小心翼翼走到床边，小心脏砰砰跳。小崽子抓住床沿，高估了自己的力气，低估了身上的肉重量，胖爪爪刚抓了没多久就支撑不住往地上，哈叽一声摔成了团饼。好在小崽子是个灵活的小胖仔，屁屁着地后就是往前滚了几个圈圈，眼中闪烁着泪水，捂着屁屁站起来。小崽子心惊肉跳的去查看武蝈蝈被自己弄醒了没有，确认没有后才捂着自己的屁屁安抚了一会儿。只要走出房间，他就能看见那个香纸，就可以凭借自己聪明的脑瓜救出窝底饼干、小鱼干、辣片和薯片，继续下一步行动。小崽子站在门前，惊圆了眼睛，门肿得那么高面，跳起来都碰不到门把手啊。齐次年虽然睡得不错，但在小崽子摔下去发出的那声巨响时，就已经醒了过来。听到小崽子摔在地上，哼哼唧唧爬起来，又自导自演的安抚自己的屁屁。齐次年不禁失笑，想要看看他大晚上不睡觉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偷偷下去尝试开保险箱拿吃的。小崽子冥思苦想，想啊，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可以拿椅纸过来，然后踩在椅纸上啦。小崽子将目光锁定在房间里书桌旁的椅子上，窝拉窝推，哼哧使出吃奶的力了，椅子才一点，艰难的被拉着或者推着往门边移动，且拉着椅子和推着椅子造成椅子腿跟地面摩擦，不可避免的发出刺耳的声音。小崽子惊得立马看向躺在床上的武蝈蝈，看见他没有醒来的意思，才继续往前拉着，然后往前拉动一点后，立马伸长脖子观察床上的齐次年。齐次年嘴角抽了抽，说他蠢吧，他还能想到要搬凳子；说他聪明吧，这么大个动静他是睡着了，又不是死了，到现在还没看出来他醒了。小崽子都快被累死了，才终于将椅子搬到门口前，看着比自己还高的椅子，小崽子再次陷入难题中。我好像爬不上去啊。小崽子又满天找东西垫在椅子旁，踩着那些东西爬上椅子，借助自重的体重，小爪爪抓住门把手后，小短腿往上一缩，门把手因受到重力而往下转动。小崽子踮起脚尖踩在板凳上，往后轻轻一拉，门就被成功打开了。窝真系太聪明惹，小崽子蒙蒙碎碎的探头探脑的溜了出去。出了房间后，兴奋的疾步狂奔，窝底薯片、饼干、脑大窝来啦哇！齐次年在小崽子出去没多久就跟了出去，用手指头想，都知道小崽子肯定是放不下那箱子零食，他直接抄近路去到放着保险箱的客厅。果然没多久就传来小崽子欢快的脚步声。齐次年往门边一躲，想看看小崽子要怎么开保险箱。小崽子看着面前的密码箱，继续搬来椅子，试着像武蝈蝈那样按下密码箱的按键。小崽子哪知道什么密码啊？想了想，先顺着顺序来一遍，密码错误，反着来一遍，密码错误，还不对，都其一，再来。您操作的次数已达到上限，保险箱已锁，请3天后再试。冰冷无情的机械声响起，小崽子都听傻了。3天后再试，小崽子慌了，不死心又试，结果依旧被告知3天后再试。小崽子心如死灰，辣窝的努力都算细什么？辛辛苦苦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偷鸡不成蚀把米，有2天都吃不到小零食了。笑容不会消失，但会转移，这不就从小崽子的脸上转移到齐次年脸上？妹妹也太好玩了吧！小崽子天都塌了，可是为了不被抓到，还是强忍着伤心将椅子推回原来的位置。齐次年在他离开客厅后，
看到显示3天后才能再试的保险箱，无声摇头笑了。这个小崽子也是绝了。赶在小崽子回到房间前溜回去，齐次年再次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装睡。这次过了10多分钟，才从门外传来小崽子唉声叹气的声音。苦着包子连把椅子推回去，爪爪用力的将门关上，将刚刚丢在椅子旁的东西拿到床边，踩着爬上了床，又是重重一声叹息，才埋首在齐次年怀里，什么都不想想，沉沉的睡死了。齐次年听到小崽子均匀的呼吸声，刚刚小崽子的一举一动犹在眼前，忍不住乐了。呜啊了呜啊，毛茸茸的大脑袋，一觉睡到7点多，小崽子睡得迷迷糊糊，梦做的正香，耳边传来温柔奇怪的声音：团团，快起来啊，保险箱开不了了，怎么办啊？开不了了？什么开不了惹？箱子开不了惹。小崽子一个机灵，瞌睡虫都跑来，想到昨天晚上干的好事，小崽子对上他武蝈蝈平静又透着冷光的眼睛，忍不住往旁边躲，佯装不知道的样子，茫然无辜的看着齐次年。香香打不开了哇！想不到他妹妹还是个戏精。齐次年只能端着严肃认真的模样。是啊，昨天还没什么问题，今天就打不开了，说是次数限制，2天后才能开。小崽子心中慌的一批，但面上却比谁都茫然无辜。怎么会这样面？齐次年的目光看向小崽子，虽然不像齐燕那么深沉难测，也没有齐慈禧那么冰冷骇人，但就是给人一种看透不说破的感觉。道：是啊，怎么回事呢？小崽子心里那个慌啊，戏不戏坏惹面。齐次年看着小崽子清澈真诚的大眼睛，惊到这个小崽子心理素质强大到了一定的水准，脸皮也厚到了一定的程度，颇得齐家真传。齐次年扯了扯唇角，也有可能，只是这2天都开不了了，你这2天的零食就算了吧。虽然没有偷吃到，但趁着他睡着，想要偷吃的行为十分恶劣，还是要让他尝个教训。小崽子丝毫没被齐次年套路，不按规矩出牌，没戏的，那我们再去买蛙。小崽子开心的拍起爪爪，香纸打不开了，再买的就关不进去了，真戏太好啦哇！齐次年看着欢天喜地，恨不能一蹦3尺高的妹妹，温柔的笑了笑。齐次年给小崽子拿好衣服，放好洗脸水，放好小凳子，挤好牙膏。小崽子自己哼哧哼哧的穿好衣服，站在洗漱台上梳洗，洗好小脸蛋后还伸着脖子，翘首以待齐次年帮他擦脸。小崽子今天穿的是一套带头套的粉白兔子套装，不用扎小揪揪。齐次年帮他把头发梳顺之后，再将额前的刘海打理好，拿上小崽子的奶粉和奶瓶以及车钥匙，就把小崽子打包带到怀仁医院。已经是上午8:30，医院里的挂号队伍已经排得9曲18弯。怀仁医院是齐次年从一位老院长手上接的，几乎砸了他所有的家当，卖了好几台车，挖来了几个人物，加上他确实厉害，这才渐渐有了起色。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数1数2的私立医院。小崽子肚子饿得咕噜噜叫，在齐次年怀里直叫唤武蝈蝈，肚肚饿饿哇。齐次年伸手摸了摸小崽子的脑袋，乖，等会儿就带你去食堂吃早饭。齐院长依旧戴着他的银丝眼镜，依旧年轻帅气，气质不俗，依旧疏离金贵，难以靠近。可是他的怀里多了一个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萌仔。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眼睛都看直了，Loco 一时竟不知道该羡慕哪个。小崽子看见护士姐姐在看着他，侧头扬起下巴，自信一笑，迷死姐姐哇！护士都快被小崽子的模样迷疯了，集体爆发老母亲尖叫。小崽子根本不知道社恐为何物，看见护士们被萌化，更加骄傲地扬起了小下巴，还学着大圣一样露出满意的笑容。因为小崽子喊饿喊个不停，齐次年抱着小崽子连办公室都没去，马不停蹄的直奔医院食堂。食堂的早餐种类虽然不是很多，但胜在健康营养。两人拿了2笼小笼包，1小笼蒸饺，加上2碗紫薯粥以及几块葱油饼和2杯豆浆，2个鸡蛋，坐在齐次年的院长专用餐桌上用餐。小崽子乖乖坐在齐次年身边，嗷呜嗷呜，吃得香甜。原本还觉得压抑，恨不能逃出去的医生和护士，都被小崽子吃得香喷喷的模样所感染，渐渐的放松下来，甚至有人偷偷将手机设置成静音，给小崽子抓拍了好几张美美哒的照片。怀仁医院牛马群，天，在咱食堂碰见齐院长了，可是我却没看他一眼，就因为他身边的小胖仔。图片 JPPG， 真，刚刚我在大厅也看见了，真的巨软萌可爱，好吧，刘医生再多拍几张啊。爱看。邵伯川急匆匆地推开食堂大门，惊得所有人都看了过去。小崽子也好奇往那边瞧，看见一个长得像是大圣骂的妖精一样好看的男人，急急忙忙将嘴里的饺子咽下去，激动地指着邵伯川道：武蝈蝈，这里有妖精哇！齐次年面无表情地看了眼邵伯川，这个医院除了他，邵伯川也是年少成名，在医学界有一席之地。脸俊话多，思维跳脱，说是诡计多端的妖精，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其他人也扑哧笑了，虽然邵主任和齐院长都很好看，
但其院长冷峻清润，就像是一块洁白无瑕、泛着冷光的玉。邵主任则不一样，他是天底下最艳的花，攻击性强，吸人眼球。邵伯川听到齐次年身边的小崽子说他像妖精，丝毫没有一点不开心，反而屁颠的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小崽子另一边，端详了一会儿，道：“你可真行，未成年生女，都这么大了，你以前怎么藏的？都2岁多了吧？我现在去打金锁还来得及吗？小乖乖，别怪你爸爸，你爸爸就是个工作狂。找叔叔啊，叔叔陪你玩，叔叔最喜欢你这样的小屁孩了，哈哈哈哈。”话又密又快，齐次年听得直接黑脸。小崽子蹙眉，为什么蝈蝈们的朋友都那么喜欢说话哇？蝈蝈都没机会说话啦哇？奶乎乎的声音有些生气，叔叔，不许你那么说我五蝈蝈。这个叔叔一直说，五蝈蝈都不开心惹。哥哥，五哥哥，闹了半天不是女儿是妹妹，不过也是，齐次年现在才19岁，这小崽子一看至少2岁，齐次年总不能17岁就生女儿。邵伯川震惊了一会儿，又想到刚刚这个小朋友叫他叔叔，但叫齐次年却是叫哥哥。不是，凭什么？小崽，不是，妹妹啊，你看，你哥哥19岁，我呢才26岁，你怎么能叫我叔叔呢？小崽子歪头，可惜26不系比19大咩。邵伯川要跟他把这个掰扯明白了。可是我才26啊。小崽子眉头微拧，可惜我才2岁半哇。齐次年温文补刀，你比我大7岁，比他大24岁，他不叫你叔叔，难道叫爷爷？邵伯川扎心了，其他什么都好说，偏偏是化成灰都不会变的年龄差，这真无话可说。心伤而又不失尴尬的笑了笑。邵伯川又满血复活，开个玩笑嘛，难不成你还真能15早恋，16怀17生？你看我都不计较你妹妹骂我妖精了。齐次年才懒得跟邵伯川计较，真要这么计较，他早就被邵伯川气死了。这个人除了医术高超外，哪都不着调。齐次年给小崽子又加了一个小笼包，小崽子又开心的开始嗷呜吃。邵伯川自知刚刚失礼，作为赔罪，齐院长给个面子，下班后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怎么办？小崽子听到要请他吃饭，脑瓜子蹭的一声就抬了起来。好啊，我要去吃。齐次年惊，一手捂住小崽的嘴巴，抱到另一侧，远离邵伯川，真是不知者无畏。斜眼看向邵伯川，声音冰冷不悦，是油炸知了猴，还是麻辣小蝌蚪，又或者是风油蚂蚁爆炒蝎子？齐次年倒霉，跟他吃过一次饭，连最正常的米饭都被加了蚂蚁蛋，饮料更是重口味的姜爆竹虫。想到这里，齐次年隐隐有些反胃。邵伯川那次也是朋友介绍，说那儿的菜看着重口味，吃起来更重口味，不刚好碰见齐次年吗？就想要捉弄一下，但没想到那么重口味，连他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回去后他足足3天吃不下饭，直到后来碰见了炭烤蜈蚣。邵伯川脸皮厚，嚷嚷道：“哪能啊，顶多带你们去吃个炭烤蜈蚣，那滋味儿老带劲了，那可是他的最爱。滚滚滚，别带坏我妹妹！”齐次年直接把人轰了出去。小崽子看着匆匆赶来，又被五蝈蝈匆匆赶去的叔叔，歪了歪脑袋，好奇看向齐次年。五蝈蝈，什么系炭烤蜈蚣哇？听起来好香香的样子咩？齐次年摸摸小崽子的脑瓜，温柔的笑中带着刀意。好人是不会吃那些东西的，团团答应哥哥，不可以学他。要是我妹妹也变得蜈蚣蝎子蚂蚱嘎嘎吃，他一定要找邵伯川算账。小崽子迟疑了，但最后还是在五蝈蝈温柔的注视下，点了点脑袋。齐次年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都无法想象，如果软萌可爱的妹妹一手蛤蟆一手蜈蚣会是什么阴间画面。吃完饭，小崽子在齐次年的办公室的休息区玩，一会儿绕着椅子转圈圈，一会儿抱着小枕头趴在地上匍匐前进，一会儿又四处像只小青蛙四处蹦跶，根本闲不下来。但小崽子都是乖乖在一边玩，没有打扰到齐次年工作，甚至在玩累后坐在一边观察他工作的模样。齐次年看完医院的关键数据，又开始审阅文件，将各科长汇报的问题解决后，齐次年才能喘一口气，坐到办公桌对面的电脑桌旁。小崽子觉得刚刚五蝈蝈的模样太帅了，哼哧哼哧的扒拉着椅子腿，一动一动的往上爬。成功的坐好之后，摆出和齐次年一般无二的模样，眼睛微垂，疏离皱眉，又奶又酷，像是板着脸，肉嘟嘟，奶凶高傲不理人的冷面小奶猫。邵伯川拿着文件表格来找齐次年反映情况，一开门后下意识就要开始说，却猝不及防看到一只板着脸的小崽子。小崽子看见这个妖精叔叔，眼睛彪彪的就亮了，淡定的瞥了邵伯川一眼，然后开口道：“进，10分钟把事情说清楚啊！”呜哈哈哈，你妹妹可真是个大宝贝。邵伯川乐不可支，那温润中带着冷淡的调调，可不就是齐次年刚刚对医院各科长主任的模样吗？齐次年正色凉凉看向邵伯川，这么闲多给你安排几个手术解解闷好了。
邵伯川一秒收回笑容，别啊，齐院长，你想累死你的摇钱树吗？哼，累死了倒清静。邵伯川看他面色不改，心中一声卧槽，这来真的啊，这是。小崽子注意力全落在邵伯川说他是大宝贝上了，有些害羞的捂住了自己的小脸，窝在齐次年的怀里蹭啊蹭，开心道：五蝈蝈，妖精鼠鼠，缩窝系大宝贝哇。齐次年，邵伯川，院长室又爆发出邵伯川放肆不羁的笑声。齐次年低头看着依旧美滋滋的小崽子，心中复杂，突然觉得妹妹有点傻，怎么办？官大一击压死人。邵伯川被齐次年几个眼刀子过去，就收敛了笑容，认认真真的跟齐次年汇报。齐次年坐在电脑椅上，点眸微垂，白皙修长的食指有规律的在桌上敲击，咚咚咚咚咚咚，一阵欢快的敲击声从办公桌传来，还有小崽子疑惑的小奶音，咦，怎么跟五蝈蝈那种很厉害的不一样呢？小崽子专心致志的研究，丝毫没有注意到办公室另一侧的两人，目光一前一后落在他身上。邵伯川笑，这小崽子真是你妹，基因突变了，这是。齐家人就没有傻的，一个比一个精，老少都精。这个小崽子怎么看都可爱无邪的，让人心生疼爱。齐次年忍无可忍，将手中的文件签好名字，扔给邵伯川，拿到了就快走。小崽子急了，私饭饭的事情还没说好啊。小崽子呲溜从椅腿上滑下来，哒哒哒跑到邵伯川跟前。邵伯川看着小小萌萌的一团靠近自己，可爱的恨不能一口把它吞下，掐着嗓子道：找鼠鼠干什么哇，小朋友。齐次年被他恶心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小崽子身子一僵，惊恐抖了抖，心系那顿饭，最后还是道：妖精鼠鼠 F。 小崽子的饭字还没说完，齐次年眉头一挑，不走等着我给你家工作。邵伯川撇嘴晦气，说完后用嘴型无声的说了几个字，又用手比了个走出去的手势，然后就麻溜滚蛋了。哪个带娃谁沧桑，这不脾气暴躁了好些。以前齐次年一个星期只会这么吼一次他，但今天他已经被吼了好几次了。齐次年有些生气的把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崽子拉到身前教育，哥哥有没有跟你说过不准跟他变坏？小崽子一脸无辜，奶声奶气，睁着大眼睛道：我没有啊，我只系告诉鼠鼠不要叫团团吃饭饭，因为团团记好宝宝。齐次年不信全疑，刚刚小崽子那模样是这样才怪，语重心长的告诫他不能乱吃东西，那些奇奇怪怪的食物吃不好是会出事的。小崽子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齐次年训诫完后，小崽子就按着邵伯川给他的暗号悄悄溜到门边。妖精鼠鼠就系靠谱，门都给蜗牛惹。小崽子溜出去没找多久，就碰见了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的邵伯川。邵伯川勾唇，行啊小崽子，你不傻吗？那当然。小崽子淡然勾唇，骄傲挺胸，我可系大聪明哇。邵伯川忍俊不禁，控制着笑了两声，是，你是大聪明，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两个得快走，不然被你哥逮到就完了。小崽子点头，将自己的小爪爪塞到邵伯川手中，走吧。邵伯川被萌的在心中发出猥琐的笑声，弯腰一把将小崽子抱进怀里，发出满足的喟叹，叔叔抱你，这样快一点。小崽子也不怕生，眨着大眼睛乖乖让抱，看得邵伯川稀罕死了，这小崽子也太可爱了。坐上自己的卡宴，邵伯川又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邵家大少爷，油门一踩，带着小崽子飞奔去。半个小时后，车子在一家山庄饭店门前停下，邵伯川熟门熟路的将车钥匙往服务员那儿一扔，一手抱着小崽子走了出去。小崽子坐在邵伯川的臂膀上，脸上一本正经，实则都不知道吸溜吸溜吸了几次口水。邵伯川心情极好，天啊，终于有人跟他臭味相投了。他比较重口味，就连那些狐朋狗友都接受不了，渐渐的都没了来往。他曾经以为齐次年心冷见的多接受力强，把他当朋友，兴致勃勃的跟他分享，谁能想到他却当场吐了。家里老爷子跟其老爷子交好，他还因为这件事被老爷子拿着扫帚追了2里庄园环山路。麻辣炭烤蜈蚣上了上来，那香喷喷麻辣的滋味让小崽子忍不住的咽口水，好香啊。因为小崽子还小，邵伯川让服务员备注把辣和麻味降低，微辣微麻就可以了。后面想想又要了一盘椒盐口味的，要真让这小崽子吃辣吃出什么事，齐次年那家伙肯定饶不了他。邵伯川将那盘麻辣炭烤蜈蚣留给自己，椒盐味的推到小崽子跟前，别看他长得很不好看，但是他老香了，你要是怕的话就先闭上眼睛，如果不喜欢它的味道的话，我再给你点其他的菜。邵伯川密密麻麻说了一大堆，耳边响起咔呲咔呲的声音，垂眸一看，小崽子吃的那叫一个香。邵伯川都快喜极而泣了，多少年了，终于在身边碰见一个不排斥还能吃的人了。小崽子2只爪爪抓着，咔呲咔呲吃嘛嘛香。邵伯川戴上手套，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再让人给小崽子来一杯牛奶，举杯道：小崽子，我宣布以后你就是我的头号吃饭搭子了。小崽子歪头，
妖精叔叔，什么西次饭打子面，就是发现了什么好吃的，我都会叫你一起去吃。怎么样？有好吃的，都费叫窝。好啊，以后窝就系叔叔的搭子蛙。邵伯川又点了一道牛蛙火锅，以及一道蚂蚁蛋拌饭，但还是从心给团团另外点了老鸭汤和肉丸子汤，不让他碰牛蛙火锅。电话铃声响起，邵伯川还以为是齐次年来质问他，没想到是家里老爷子打来的，可能是有了对比，让邵伯川有一种逃过一劫的错觉，连带着都忘记了他还在和老爷子冷战。邵伯川，你26了，不是16，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一接通，对面就传来中气十足的声音。邵伯川将嘴里的蜈蚣肉吞下，喝了口红酒压了压，道：这不才26吗？对面冷哼一声，像是被邵伯川气笑了。人老齐家的齐燕，在你这个时候，崽子都有了3个。邵伯川毫不在意，勾了抹欠打的笑。我不介意你收齐燕为义子，这样的话，他就是齐燕哥哥，是齐次年的伯父，是小崽子的伯父，简直不要太美好啊！对面安静了2秒，紧跟着传来了老爷子怒不可遏的声音：混账！邵伯川，你是不是觉得老头子我老了，请不动家法了？你不要惹这个爷爷生气哇，要尊老爱幼啊！奶乎乎的声音十分引人注意，邵老爷子气都旺盛了。孩子，邵伯川，你那有孩子？邵伯川看着义愤填膺、气呼呼告诫他的小崽子，心生一计。小崽子，帮我个忙，给你买冰淇淋吃。小崽子一听有吃的，边奶凶瞪着邵伯川，边惊喜开心道：真的面？邵伯川点头，小崽子心花怒放。邵伯川松开紧捂的手机，笑道：小崽子，叫爷爷。小崽子记挂着冰淇淋，甜甜的道：爷爷。邵老爷子心都要被这声爷爷叫化了，大脑直接宕机，的应了好几声，声音柔得不像话，心砰砰砰跳个不停。这该不会是我流落在外的孙女吧？没想到邵伯川可以啊，居然给他搞出了个孙女，但孙女母亲是谁？怎么他都没听说过？哎呀，孙女起名字了没有？没有的话，该起什么名字呢？还有欠下的婚礼，人家给邵伯川生了女儿，婚礼必须补办，存了多年的儿媳妇钱，终于有地方花了。小崽子叫好后，邵伯川的目的达成，模棱两可道：就这样，我还要陪孩子吃饭，别再打电话轰炸我，更不要再给我安排乡亲。说完之后就挂了电话。小崽子悄摸摸靠了过来，拽着邵伯川的衣袖：妖精叔叔，叫好爷爷啦哇，我要吃冰淇淋哇。好，老爷子最近的注意力应该会转移到调查他有没有孩子，不会再给他安排相亲了，总算能安生一阵子。可是话又说回来，他难道不能让齐次年把这个小崽子让他领养？反正齐家都这么多个孩子了，说干就干。邵伯川还真的给齐次年发了一条信息，小崽子不知道这个妖精叔叔一直在傻笑什么，吃到冰淇淋后笑得眉眼都弯了，又到蛋糕店买了小蛋糕后，2个人才开着车大摇大摆的回医院。齐次年坐在院长办公室里，看着手机里邵伯川给他发的信息，脸色越发的难看。邵伯川，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我想领养你妹，你应该不会不让吧？小崽子扒拉着墙面，脸蛋子贴着墙探出脑袋，侦查前方情况。邵伯川1米8几的大块头摆烂式站立，手上提着一盒草莓蛋糕，一盒榴莲蛋糕。路过的医生给看见小崽子露出来的小脚脚，以及整个的邵伯川。小朋友，邵主任，你们回来了，齐院长在他办公室等你们呢。小崽子双手捧着草莓蛋糕，高高举过头顶，往院长办公室内探了探脑瓜后，心一横，圆嘟嘟的小脸上挂着含糖量超标的笑，哒哒哒就往里跑。五蝈蝈，窝肥来啦哇！邵伯川跟在小崽子身后，提着剩下的榴莲蛋糕，脸上也挂起了笑，有些心虚的溜了进来。齐次年垂手看病历，清俊的眉眼低垂，全身散发震慑人心的气场。闻言动都没有动，没有理小崽子拙劣的讨好，但小崽子并没有畏惧，举着小蛋糕围着蝈蝈转圈圈，短短的小肉腿 doing 的跑动。五蝈蝈，这起窝为你带的，最美味好吃的小蛋糕啊！小崽子跑了几圈后，献宝似的踮起脚尖，将那块成人巴掌大小的草莓蛋糕凑到齐次年跟前，甜美的草莓蛋糕香味在鼻尖萦绕。齐次年绷着的冷脸有了几丝皲裂，但只是看着小崽子手中的草莓蛋糕，并没有要拿的意思。他从小到大吃的东西都很清淡，对任何重糖重盐重油的东西不喜，但他都巴巴的给他带了，要是他不收的话，妹妹肯定会哭的吧。五蝈蝈，你不要团团带的蛋糕面。奶乎乎的声音又委屈又可怜，小心翼翼的。齐次年的脸到底冷不下去了，冷着脸伸手接过小崽子手中的草莓蛋糕，然后放在办公桌上。小崽子看见五蝈蝈收了，心一下子就安了，还伸着爪爪对齐次年道：五蝈蝈抱，想要躺在五蝈蝈舒服的怀里。齐次年俯身将小崽子抱进怀里，目光有意无意落在办公桌上的草莓蛋糕上，嘴角扬了又扬，扬了再扬。妹妹出去玩会给他带小礼物也，
可是可恶的邵伯川居然敢偷偷将他妹妹带走，说不定还让他吃了那些奇怪的东西。小崽子满足的趴在齐次年身上，吸了吸毒鼠他身上令人心安的清冽又温暖的味道，还对着邵伯川得意扬下巴，以为自己逃过一劫。邵伯川，你带他吃虫子了？小崽子和邵伯川两个都是一惊，从未有过的默契忽然飙升100%。没有啊，有没挖？武蝈蝈你不要乱说啊！齐次年斜了邵伯川一眼，压迫感十足，然后低头，目光直视小崽子，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小崽子毫不畏惧，我可技脑大哇，怎么可能会怕哇？团团，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武蝈蝈怎么会问我那么简单的问题？小崽子一副这问题弱爆了的模样。医院哇！齐次年贴近小崽子笑了，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有能看见你肚子里吃了什么的仪器？小崽子先是不以为意，然后渐渐气势弱了下去，最后惊恐巴巴看向邵伯川，不废戏真的咩？邵伯川抬头，眸底藏着几分怀疑。他信齐次年个鬼，那些光可不是什么对人体有益的好东西，就他这宠着的劲儿，肯定舍不得让小崽子去。邵伯川给小崽子眉目传情，小崽子苟住。齐次年，他吓唬你的。小崽子看着一直在眨眼睛的邵伯川，清澈的大眼睛茫然，妖精鼠鼠，你的眼睛肿么肥是吧？邵伯川吐血，小笨蛋。齐次年冷嗤，此地无银300两。张开嘴巴。小崽子已经心慌了，蝈蝈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会不会真的会发现咩？齐次年循循善诱，团团说谎的话，哥哥是会知道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知错就改，你就还是好孩子。小崽子的心蠢蠢欲动，既挖刺那么长的，有很多角角的虫子哇。齐次年一诱就将事情勾了出来，脸色瞬间冰冻3尺，凉凉的扫向邵伯川。这些年不管是谁，不管他想花多少钱挖我，我动摇了吗？我摇摆了吗？没有，没有。现在我只不过是跟令妹分享了一下我的最爱，你就这般容不得我？好，好，好，这些年的感情，这些年的扶持，到底是我一厢情愿，不叨扰了，我走了。邵伯川心如死灰，悲怆不已夺门而出，看着坚定离去的背影，齐次年揉了揉胀痛的脑袋，有时候就挺心疼自己的，天天要面对邵伯川这样的戏精下属。小崽子目瞪口呆，指着邵伯川离去的背影，武蝈蝈就戏这样哇，戏妖精鼠鼠一定要带窝去打。他还说不要告诉你，还没完全逃离现场，就被小崽子背刺的邵伯川心碎了一地，回头看向齐次年，又看向他怀里外表软萌可爱，实则心狠至极的小崽子，颤颤巍巍的伸起右手，手指都无力撑直。你们怎么忍心如此待我？不行，我要去吃牛蛙火锅，冲冲悲伤。说完之后，头也不回的夺路而逃。小崽子抓着齐次年的袖子，雪白滚圆的小脸蛋粉粉的，看见邵伯川手上还拿着另一个小蛋糕，急得伸出手挽留，叔叔你 PIU 的一声，邵伯川就没影子了。小崽子心痛捂胸口，窝底屎香蛋糕啊。齐次年惊，嘴角抽了抽，行，怀里还有一个小戏精。齐次年一手抱着小崽子，一手提着小蛋糕，心情3分郁闷，3分气愤，4分幸福。小崽子坐在他的怀里，眼睛好奇的着看看，那瞧瞧，看见人了就甜甜的叔叔阿姨、蝈蝈姐姐的喊。医院里的小医生和小护士都被他叫得合不拢嘴。齐次年虽不社恐，但碰上了这么一个小崽子，就显得社恐了。脚下速度加快，将小崽子放在后排车座，系好安全带后，想到刚刚跑走的邵伯川，给他发了个消息：齐次年，以后别带他吃那些东西了。小崽子免疫力不行，邵伯川从他接手这家医院没多久后就来了，这么些年情谊感情甚至比常年难得一见到2哥和3哥还要好上一些。邵伯川早就到了火锅店，看见勾唇轻笑。齐次年看着冷，其实心软得很，这些年来从未亏待过他，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挖他，他还一直留下来的原因之一。邵伯川，行，本少大少知道了。齐次年脸色柔和了下来，可能是副驾驶的草莓蛋糕太甜美，他久违的放起了一首欢快的歌。小崽子跟着歌声，小爪爪扒拉着车窗，45度仰望天空，大脑瓜一点一点的，嘿呦嘿呦，哦哦喂，欢快的小奶音有节奏的响起，小脚脚也有规律的打起节拍。车外已经是灯火辉煌，座座商城写字楼林立，穿梭在车流中，小崽子的歌声显得格外温馨。兄妹俩在外解决完晚餐，回到别墅后，齐次年看着别墅里空空荡荡的厨房，觉得要变一变。以前是他一个人可以凑合着过，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不能让妹妹天天跟他这儿吃一顿那儿吃一顿的。小崽子坐在沙发上看卡通版《西游记》，看到激动时站在沙发上跟着舞动起来。啊呀呀，我就西气加脑大，气刺青蛙。齐次年不远不近的坐在沙发的另一侧，开始在网上挑选食谱。他不喜欢家里有其他人，所以打算自己买食谱，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家常菜，总比带着妹妹
到了吃饭的时候，满城跑去找饭店餐馆好。看完电视，小崽子巴巴的往保险箱凑。今天真大没有零食吃了面。小崽子又摸又抱又哄，保险箱依旧没有半点动静。小崽子红温了，小爪爪一揣，奶凶奶凶的扫了保险箱一眼。坏香香，窝可细气家，脑大气呲青蛙，还不快快交出薯片小饼干，真系岂有理理，你给我等着。小崽子又是一阵捣鼓，保险箱依旧一动不动。小崽子更气了，各种方法都用了一遍，甚至还威逼利诱起了一个保险箱，最后依旧毫无所获。小崽子受挫，伤心的蹲在角落里种蘑菇。齐次年下好单后，找了一圈才找到揣着手手，气呼呼做成一团糯米粽子形的小崽子，走过去把人抱进怀里。怎么了？这么生气？原本怎么命令甚至祈求保险箱都无动于衷的小崽子就够委屈的了。齐次年这一柔声询问，无疑让小崽子原本紧绷着的坚强溃不成军，眼泪水啪嗒啪嗒的就掉了下来，小脑瓜都耷拉下来。香香不听窝的话。齐次年心疼极了，什么做错事了就要承担相应后果，什么让他长一个教训，通通都顾不上了。脸上的泪水被武蝈蝈帮擦去，小崽子后知后觉自己哭了，耳朵尖尖慢慢红了，太丢脸担子惹。窝可细气家，脑大气呲青蛙，怎么可以躲在武蝈蝈怀里哭鼻指捏？小崽子挣扎着从齐次年怀里下去，挺起腰腰，抬起下巴，冷冷的看着保险箱。香香哇，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哇，真的是最后一次啦。小崽子的声音还带着几分委屈和伤心。齐次年哪能听得这个，三步并作两步走了上去，对着保险箱一顿操作。保险箱的门咔嗒一声开了，小崽子眼睛一亮，什么挫败伤心都抛之脑后。齐次年侧身让他，小崽子哒哒哒跑过去，小脑瓜伸进保险箱里，开心的用小爪爪巴拉巴拉里面小山似的零食，然后屁颠屁颠的跑过去抓着齐次年的裤脚，开心道：武蝈蝈，你蹲下来哇。齐次年被小崽子的欢乐所感染，俯身蹲下，小崽子软萌的小脸蛋靠近齐次年，啵的一声亲了齐次年一口，然后小爪爪抱住齐次年，声音里是满溢出来的开心。窝滴武蝈蝈哇，左脸颊上还有湿润温暖的感觉。齐次年瞳孔放大，高大修长的身子被那么小的小团子轻轻抱住，齐次年僵住了，傻住了，一股来势汹汹的感动、欢欣、激动、酸涩将他包裹。他素日冷静克制的眼眸一点点的红了。曾几何时，他的愿望就是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无数次祈祷，希望他的身边不再是一片冰冷，一片荒芜。而现在，这个祈祷有了回音。齐次年将脸埋进小崽子温暖柔软的小胸膛里，狠狠地吸了一口气，很好闻，奶香奶香的，温暖的像是冬日的暖阳。小崽子感受到他激烈的情感变化，并不能分辨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武蝈蝈突然很崇拜自己。小崽子眼睛一亮，武蝈蝈，你细不细？突然被窝强大的魅力迷死啦哇！齐次年怔住，不想被他看到自己这么脆弱狼狈的一面。保险箱不是开了吗？你快去挑你喜欢的吧，给你10分钟选，10分钟后哥哥再来关。小崽子啪叽一声飞到保险箱前，边选边在心里骂骂咧咧，武蝈蝈坏，居然还要再关香香。小崽子选的眼花缭乱，齐次年趁着这个时候离开调整情绪，决定了，他要开分院，要将怀仁医院做大做强，要给妹妹攒够奶粉钱。10分钟后，齐次年来关保险箱，小崽子不哭不闹，乖乖的站在一旁，看着齐次年关。齐次年忍俊不禁，入爱了入爱，他毛茸茸的大脑袋，团团真乖。小崽子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心底又有些心虚，但最后还是昂首挺胸的说：辣戏当然哇。晚上，齐次年身上的黑气被小崽子身上的金光打跑，舒畅的沉浸在睡梦中。小崽子迷迷糊糊从梦中醒来，瞧瞧身边的武蝈蝈是不是沉睡了，然后偷偷笑了笑，从床尾走下床后，一只崽子悄悄地溜进厕所，从特意为他准备让他站着洗漱的小粉椅子底面拿出一包卡在椅子缝隙的麻辣味薯片，为了更好藏些，他甚至将其放掉，狠心将大薯片揉碎了些。吃的心满意足后，为了不让齐次年发现，又将包装袋叠好塞进椅子底座缝隙里，擦干净嘴巴后，大摇大摆的借助齐次年特意给他摆的小板凳跑上了床。能额外吃到小零食，小崽子睡得格外香甜。齐次年的手无意识的找了找，触摸到柔软温暖的一团后，就将其拉进了怀里。第二天一早，齐次年醒来，凑到小崽子的脸蛋子旁，深深吸了一口气。不错，就是这种奶奶的感觉。没过多久又挑眉，奇怪，好像还有一丝麻辣味。齐次年又闻了几口，还真的是有一股淡淡的麻辣味。抓起小崽子的小爪爪闻了闻，也是一股子的味道。齐次年跑去看保险箱，没有显示操作次数超额啊。齐次年一肚子疑问，但保险箱好好的，这个问题便也就作罢了。另一边，少老爷子自从被软软甜甜的叫了一声爷爷之后，就一直念念不忘，一晚上激动的连觉都睡不好。
电话录音都快听烂了，脑袋里一直盘旋着爷爷，激动的他无助的在被窝里兴奋扯被子，孤勇尖叫。天一亮就连着打邵伯川好几个电话，都显示无人接听，又精神抖擞的去找自己的多年好友齐老爷子分享，再不散散心中的狂喜，老头子我真会憋疯。老齐啊，恭喜我吧，我有孙女了。大清早爬起来打拳煮茶的齐老爷子斜了眼手机，不甚在意。哦，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哎，你这人，那肯定是伯川和我未来儿媳妇生的。昨天还在电话里叫我爷爷呢，声音老可爱了。不行，我要把电话录音发给你听听。他绝不允许老齐没听到亲亲孙女的吵极可耐的声音。手机震动，齐老爷子盯着提示信息，问道：真的？邵老爷子那嘴角压不下去了，骄傲叉老腰，傲娇道：那当然。虽然齐邵两家都是帝都名门世家，祖上上数十八代都是能在历史上有点名气的，但自建国以后，家族式微渐渐的稍逊于齐家。更让邵老爷子心塞的是，他这一辈子就邵伯川一个儿子，但齐家不是跟邵伯川同辈的齐燕，儿子都6个了，虽然有2个随母姓，几乎跟齐家失联，但剩下的4个哪个单拎出来不是超群杰伦？邵老爷子暗地里都羡慕疯了。可那又咋了？齐家不管是下一代还是下下一代都没有女儿或孙女，他老头子可不一样，他可是有孙女的人。想到这，刚泄了的兴头又冲上脑顶。老齐啊，我就不跟你说了，今天刚好有空，我要去见见我的亲亲孙女了。说完之后，又臭屁的给每个朋友打电话说要去见孙女。齐老爷子看着挂断的电话，全当是耳旁风，听听就得了。毕竟邵老爷子在他这，不知道念叨多少次邵伯川像是处对象了。一晃6年过去了，屁都没一个。齐家别院的管家看着又只喝茶不吃早饭的老爷子，叹了口气，开口劝道：老爷，您要不就吃一口早饭吧。齐老爷子摆手，没什么好吃的，饿死了更好。饿死了就能见到多年前去世的妻子和大儿子了。齐家别院的管家已经见怪不怪，老爷子1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想死。爷爷，你在干什么面？邵爷爷，你怎么来这了？医院里全副武装的邵老爷子在医院探头探脑，被齐次年和小崽子逮个正着。邵老爷子扶了扶银色边框老年镜，脚趾微扣，笑笑道：我就来找邵伯川那小子。注意到齐次年怀里滚圆粉白的小崽子时，有些奇怪，小年，你怀里的小娃娃是？齐次年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神色看着淡然，但嘴角都快扬上天了。我妹妹。嘎，我怎么没听说齐妍又生了这么个让人稀罕的女儿？老齐头怎么没跟我说啊？难不成是防着他？笑话，他是那种会跟他抢孙女的人吗？也太小看我了，回去就跟他绝交，居然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邵老爷子看着小崽子，只能用自己也有孙女来宽慰自己，他的孙女一定跟眼前这个小女娃一样可爱。小崽子趴在齐次年的肩膀上，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又黑又亮，时不时看看这个有些奇怪的爷爷。邵伯川大摇大摆的到医院打卡，刚打开办公室的门，就听到旁边传来他爸的声音：邵伯川，你小子胆子够大的，现在还敢不接电话了？邵伯川猛地一瞥，老邵，不是，你怎么在这？邵老爷子瞪了邵伯川一眼，没大没小，老邵是你这个小崽子能叫的，起开！一把将邵伯川挤到一边去，自己大摇大摆的走进去。邵伯川迷惑看向齐次年，齐次年却抱着小崽子说找你要孙女来了。齐次年不知道昨天的事，还以为邵老爷子单纯的催婚催到医院来了。说完后就抱着小崽子走了。小崽子小复读机般重复，小奶音软趴趴，要孙女哇！邵伯川，完了，逗老邵一时爽，翻车火葬场。如果我现在进去告诉老邵，昨天的事是他骗他的，他会不会一气之下气了一下？毕竟我可是亲生的。还不进来？办公室里传来邵老爷子的怒吼声，还见不到孙女，他很不爽。来找邵伯川签字的小医生都快走到邵伯川这边了，直接来了一个蛇皮走位灵活掉头，头也不回的跑了。邵伯川叹了口气，他的挡箭牌没了。齐次年将小崽子放在休息区，把几包草莓小饼干以及特意让人准备的积木等各种玩具放在他旁边，便去工作了。小崽子专心致志的搭小城堡，但每次搭到一定的高度就会轰然倒塌。小崽子郁闷极了，气不过搭了一遍又一遍。没多久，齐次年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气急败坏的邵伯川大步走进来，身后还跟着生气愤怒的邵老爷子。破罐子破摔道：他就是他！邵老爷子似被雷击中，虽然这个小女娃是他见过的长大最好看的小崽子，但这不是齐次年妹妹吗？怎么又成了我孙女？邵老爷子不信，一个巴掌拍在邵伯川的后脑瓜上，逆子，你糊弄我呢？人小年都说了，这是他妹妹。邵伯川被他一个熊拍，又气又委屈，这两者矛盾。反正他就是昨天叫你爷爷的那个小崽子，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记得遵守诺言。
不准再逼我相亲处对象。邵老爷子晴天霹雳，天都要塌了，他的孙女没了，而且还变成了老气头的孙女。齐次年走过去，将小崽子护在身后，警惕地看着邵伯川和邵老爷子。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感觉不是什么好事，而且还是跟妹妹有关的。小崽子歪歪脑袋，从齐次年身后探出脑袋。妖精叔叔和爷爷在缩什么面？邵老爷子对上小崽子天真无邪的眼眸，心中的失落和暴躁更加的来势汹汹。小崽子短短肉肉的小手指指向自己，眨巴眨巴眼睛，窝面。邵老爷子呜呜更酸了，无处隐藏的羡慕嫉妒恨让老爷子在心底失声尖叫，扭曲蠕动，阴暗爬行。多么好的娃娃，怎么就又是齐家的呢？但齐燕是什么时候生的？这小娃娃看着都2岁多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是……邵老爷子想到了什么，眼睛一亮，急切地看向齐慈年。你们同父同母，就齐燕那小子也就开了那么一次窍，后面别说女人了，身边连只母蚊子都没有。他就不信他能自己生这么个可爱的小娃娃。齐慈年脸色往下沉，名门世家最重血脉，虽然少爷爷跟爷爷交好，但难保他不会因为这个而看清团团。齐慈年的声音温柔而坚定，她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唯一的妹妹。邵老爷子眼睛更亮了，哎呦喂，机会这不就来了吗？那你介意让你妹妹再多一个爷爷和爸爸吗？哈，邵老爷子的思维太过天马行空，齐慈年一时跟不上，原本准备就位的副稿没能说出，脑袋瞬间短路。邵伯川震惊地看着自己老当益壮、思维跳脱的老父亲，想要给他鼓掌。绝，真是太绝了！这问题问的要不是年纪摆在这，今天齐慈年和邵老爷子高低的倒一个。小崽子茫然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的脑袋瓜还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话，但又十分好奇，最后把小脑瓜都给想晕了。邵老爷子直接屁颠绕到齐慈年身后，乐滋滋地抓着小崽子的胖爪爪。小崽子，你觉得怎么样？只要你再认下爷爷和那个啥都不是的叔叔，你过年的时候就有双倍的红包哦。邵老爷子极力诱惑，小崽子却被他这模样吓得炸毛。这个奇怪爷爷缩的画好像要抓大圣师傅的妖精缩打，他废不废也系妖精变的面。可惜我的棒棒不在这里，这可怎么办哇？邵老爷子极力地摆出灿烂和蔼的笑容，但位居高位多年，身上浸染的气质让他不怒自威。现在笑起来不但不会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反而有种冷笑的感觉。小崽子小身子哆嗦得更厉害了，呜呜，奇怪爷爷好可怕哇！我的棒棒，团团需要泥蛙。小崽摇头如小狗抖水，快出残影，慌的就要往齐慈年身上爬。五蝈蝈保护窝蛙，窝没有棒棒打不过妖精变的爷爷。齐慈年心疼极了，立马俯身将小崽子抱进怀里，抚平他炸开的头发，不怕，哥哥保护你。随后保持着应有的风度，叹了口气道：少爷爷，你就别开玩笑了，我妹妹被你吓到了，再这样他只能请医院保安将邵老爷子请出去了。邵老爷子撇嘴不乐意了，笑道：哪有的事，这不都激动的控制不住自己了吗？瑟瑟发抖的小崽子吓得应了一声，将头埋得更深了。齐慈年让人将胡搅蛮缠，硬是要收团团为孙女的邵老爷子请出去。根据请走邵老爷子的保安前来回话所言，邵老爷子被架着离开时还急声高呼着孙女，轻哄怀里的小团子，好了，不怕，知道奇怪的爷爷已经走了。小崽子哪能让五蝈蝈觉得团团脑大胆子小，心有余悸，强撑着从齐慈年怀里抬起了头，拍拍自己的心口，挣扎着要下去，还一本正经解释道：我一点都不怕哇。噗嗤，小崽子的目光被这道控制不住的笑声引过去，齐慈年的目光也投了过去，刚刚只顾着请走老的，忘记了还有邵伯川这个狗的。小崽子真不考虑认我当爸爸？人在气急的时候是会笑的。齐慈年冷嗤，他叫你爸爸，你敢应？邵伯川哑声，玩归玩，闹归闹，这还真不敢，毕竟自己可没有老少的一把年纪。齐慈年和齐慈熙收拾起他来，那是真是会哐哐真揍啊。邵伯川伤心地看向小崽子，小崽子脑袋摇得毫不犹豫，我不要，团团有巴巴惹，听听，快听听，不愧是我们齐家的崽，但如果再加上有哥哥的话就更好了。齐慈年骄傲扬起下巴，哼了一声，听见没？少占我妹妹便宜。邵伯川被齐慈年轰出院长办公室时，路过的护士站在原地与他尴尬的面面相觑。邵伯川抓起自己的白大褂一抖，然后潇洒的离开了。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齐慈年下单的菜谱因为另加邮费加急处理，中午就显示到了。下午小崽子趴在小床上呼呼大睡，迷迷糊糊间被齐慈年抱了起来。齐慈年柔声道：想睡可以继续睡，哥哥抱你去超市买东西。小崽子一听到要去超市买东西，猛然没了睡意，惊喜道：去超市面？山来进口超市，连一瓶矿泉水都能找出，数十来个全球各地国家地区的。小崽子看着那颗颗勾人的车厘子，看着了一排排的桃子、西瓜、葡萄，
柚子，口水不停的吸溜。齐次年失笑，团团想吃什么水果？小崽子坐在购物车上，闻言喜笑颜开，站起来对着眼前的数不胜数的水果指指点点，这个，还有那个，选了一小堆水果。小崽子怀里抱着一个999美元的进口桃子，乐滋滋的将小脸蛋贴了贴，美味的蟠桃啊，馋死窝了。为了不让某只小馋猫被馋死，齐次年3下5除2买好菜。超市里的服务人员大包小包的帮齐次年放进后备箱。回到别墅，天渐渐黑了，小崽子坐在客厅的羊绒毯上，边看大圣吃蟠桃，边双手捧着一颗大桃子，咔嚓咔嚓的吃着。厨房里，齐次年按照食谱书所写的，先将菜择好，然后依次洗干净，切好备用。齐次年拥有一双拿手术刀的手，切起菜来简直小菜一碟。但接下来，齐次年就碰见问题了，食谱书中出现了大量的适量，可这个适量到底是多少呢？一波操作猛如虎，垂头一看，这都是坨什么玩意儿？齐次年神色木然，原本干净有型的头发饱受摧残，整个人都被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给淹透了。已经熄火的锅更是了不得，用逃过一劫的锅铲一翻，一面金黄，一面炭黑，还正腾腾的冒着热气，那茂密漆黑的烟云袅袅，活似某处科研实验现场，甚至说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毫不违和。这玩意儿上等老鼠蟑螂嗝屁餐。齐次年沉默了一会儿，默默地掏出手机，今天是我第一次给妹妹做饭，绝不能让妹妹失望，更不能让这件事损坏了我在妹妹心中的美好形象。给一家私房菜打电话订购一些成品菜后，想了想，把饭也给加上，虽然价格不菲，但是没多久就到了。齐次年拿着手机，探头探脑的从厨房溜出去，然后观察小崽子在干什么。小崽子站在沙发上，扭动短短的小腿和腰，小屁屁一扭一扭的，跟着电视里的儿童歌谣舞动。小崽子扯着嗓子唱得开心，过了一会儿才察觉到武蝈蝈在看自己，开心的哒哒哒跑过去。武蝈蝈，饭好了面？不行，不能在妹妹面前出丑，得想个办法把妹妹支开。这些日子，小崽子跟齐次年住一个房间。齐次年灵光一闪，团团啊，哥哥的手机充电器落在医院了，你能不能帮去哥哥房间，帮哥哥把床头柜第2个抽屉里的备用充电器拿过来呢？为了让小崽子出入房间自由，齐次年并没有把门关上。小崽子眨大眼睛，齐次年咽了口水，他不会不答应吧？小崽子心里都快开心死了，窝真系太厉害了，连武蝈蝈都叫窝帮忙挖。小爪爪一插找不到的腰，骄傲微抬下巴，辣武蝈蝈等团团挖，窝一定将充电器拿过来的。说完之后，小胖仔哼哧开始爬楼，弯腰俯身，小爪爪撑在上一层台阶上，一只端脚抬高放在第2层台阶上，一声后用力让自己爬上上一层台阶，周而复始，小小的团子在楼梯上蠕动了许久，才终于上到3楼楼梯口。小崽子拍爪爪，抬起胖短的小肉手，擦擦脸上的汗水，回头满意一笑，小台阶根本难不到窝娃，然后小短腿迈到飞起，快速往房间跑。齐次年看见小崽子的身影在视线内消失，就立马溜出去到门口拿他点的菜。感谢您的光临，祝您用餐愉快。齐次年拿到菜，又战兢兢的伸长脖子瞧小崽子下来了没有，确认他还没下来后，这才抱着菜急速狂奔，直到进入厨房把门关上，一颗心还在砰砰乱跳。私房菜的菜品色香味俱全，2相对比之下，齐次年做的更显潦草和恐怖。快速将他做的废菜处理掉，将厨房收拾干净后，再拿碗装点来的菜，最后将菜摆好盘，齐次年的心才彻底落了下去。这样我就还是妹妹心中那个完美的哥哥。齐次年双手端着盘子，美滋滋的将菜端到餐桌上。小崽子在楼梯上就闻到了饭菜香，馋得咂咂嘴，小短腿摆动得更加快了。最后之间来了个100米冲刺，肉嘟嘟的小手拿着充电器，啪一声撞在齐次年腿上，小鼻子动啊动，小崽子扑腾的快跳起来。武蝈蝈，那个饭和菜香搭，虽然不是自己做的，但是齐次年还是升起了一抹自豪感，脸上的笑像是不要钱一般。洗好爪爪，被抱上自己的椅子上，小崽子拿着一把儿童勺子，端着属于自己的小碗，眼睛亮晶晶的，眉眼开心的弯了起来。小崽子被香的多吃了半碗饭，抓着鸡腿称赞：武蝈蝈你好厉害，你做的菜好好吃哇。齐次年笑而不语，原本的那点心虚，在小崽子一声又一声的武蝈蝈好厉害下，化为灰烬，直接原地转化为骄傲和兴奋。听听我妹妹夸我厉害呢，因为没有金箍棒，所以害怕躲在蝈蝈怀里这件事，始终是小崽子迈不过去的很。在小崽子的强烈要求下，齐次年让老宅的人将小崽子的金箍棒以及小崽子从阳光福利院带的草莓小饼干一起打包送到别墅来。小崽子白天依旧跟齐次年去医院，一连10来天。小崽子在齐次年办公室待烦了，常常喊着要出去玩，齐次年就让精力旺盛的邵伯川没事带他出去玩。
并明令禁止邵伯川趁机给团团吃什么不正常的东西。邵伯川最近也忙，哪有时间出去下馆子？闲暇能带着小崽子出去逗逗，是他唯一的乐趣。齐次年性子冷，又是院长，大家都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是邵伯川不一样，虽然他是主任，但是性格外向，脾气好，做错什么被他抓到，只要不是原则上的事，都没什么事。这不一个两个逮着中午的休息时间，一窝蜂的围在小崽子身边。宝宝，你怎么这么可爱啊？能不能让姨姨亲一口？宝宝，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姨姨也要。男医生和男护士注意着分寸，都只是轻轻伸手，撸小崽子毛茸茸的脑瓜，有几个玩着小崽子头上的呆毛，都开始研究上了。女医生和女护士则一个个撅嘴巴，一脸兴奋的看着小崽子。宝宝，你这么好，肯定不忍心拒绝姨姨的吧？你要是拒绝姨姨了，姨姨肯定会茶饭不思，废寝忘食一天，暴瘦20斤。小崽子脑袋被好多双手撸着，本就不灵光的脑瓜听得磕磕碰碰的，小脑瓜因为惯性往下动了动，人群中立马爆发尖叫。啊，宝宝你同意了？啊，激动死我了！我要第一个亲崽崽，我要第二个，啵，这超绝婴儿肌，这超弹小肥肉，这粉白小脸蛋，啊，怎么亲都亲不够啊！小崽子头发乱如鸟窝，脸上好几个口红印，目瞪口呆的看着，极为疯狂，对他爱不释嘴的姨姨们。啊，姨姨们快要被窝米屎惹肿了半面。邵伯川听到里3层外3群的人堆，那兴奋到扭曲的尖叫以及此起彼伏的啵声，寒气直冲颅顶，心跳都漏了一拍。我都不敢这么晚，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这一个两个就都上，赶着给阎王点烟呢。这是所有人听口令，该住手的住手，该住嘴的住嘴。要是被齐次年那活阎王看到了，我埋城东，你们就埋城西。什么被我看到了？此时1万匹草泥马在众人心中狂奔，脊背冷风嗖嗖，头顶乌鸦伴奏。邵伯川转身，脸色悲愤，指着那群僵住的男男女女，医生护士，痛声疾呼：天地良心啊！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这就亲上了，亲上了，亲上什么了？有人在搞医院办公室恋情，还大庭广众之下让人围观亲嘴，什么奇葩恶劣的癖好，简直是世风日下不成体统。齐次年面色发寒，冷声道：散开，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让你们情情爱爱风花雪。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弱，最后震惊到无声。因为随着他的冷视，那群医生护士脚趾都快抠出个30一听了，纷纷像是做错事的小孩，巴巴的散到两边，露出了头顶鸟窝，2个小揪揪都被摸崩了，黑色小橡皮筋都不知道掉哪去了的小崽子，额头上的刘海呆毛更是炸开，像是一只开屏的小孔雀，露出印有红印的滚圆脸蛋子。小崽子开心的晕头转向，还在那插肚子哼哼笑。齐次年感觉自己额头上的血管血液逆流，所有的人都巴巴的看向齐次年，呜，完蛋了。齐次年走过去，将小崽子抱进怀里，用修长白皙的手指帮他擦拭脸上的痕迹，结果越擦越花，手上还沾上了湿乎乎的口水。齐次年的脸色越的冷，目光一个一个的扫视在场的人，气得直磨牙。小崽子还乐乎乎呢，姨姨们和叔叔们肯定都被窝米屎了，窝马上就可以把武蝈蝈医院里的人通通都收为自己的小弟了。小崽子扯了扯齐次年的衣角，自豪挺胸，武蝈蝈，我要当叔叔姨姨的老大。说完之后就小爪爪一插小肚肚，但又觉得这样不够霸气，于是做了一个大圣抡棒子的模样，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叔叔姨姨，你们要不要当我的小弟娃？我会保护你们的。众人泪流满面，这哪是什么圆嘟嘟胖乎乎的小宝贝啊，这就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啊！要，老大，我要当你小弟。我也要啊，老大，你不知道我有多崇拜你啊，以后你叫我亲你一口，我绝不会少亲一口。众人都是机灵的，知道这个事可大可小，且齐院长十分宠这个妹妹，只要他们顺着齐院长妹妹给的台阶下，齐院长肯定会大人有大量，放过他们一马的。果然，齐次年只是沉着脸抱着小崽子，冷哼了一声，以后不准私自亲他，不能亲，那不是能弱啊。齐次年冷冷加上一句，也不能摸他脑袋。真是的，团团还在发展智力的关键期呢，要是被摸傻了，他找谁说理去？说完后，齐次年在众人的连连保证后，抱着小崽子回办公室。小崽子看着自己收的一堆小弟，又开始兴奋的数小弟人数了。1、2、2、3、4。一位女医生跑回自己的办公室，从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一瓶卸妆水，塞到邵伯川手中。邵主任，老大脸上的是口红印，只用水洗是洗不干净的。邵伯川垂眸看着手中的烫手山芋，难以置信的看向他。所以你打算让我去当那个院种？女医生嘿嘿笑了2句，都是为了老大吗？邵伯川笑。果然没过多久，齐次年就抱着崽子黑着脸从办公室出来。小崽子委屈的捂着脸蛋子，撇着嘴巴不开心，脸蛋子都洗秃噜皮了，脸上还是有洗不掉的红色。
我不要长着一张猴子，屁屁脸，呜呜呜。邵伯川刚走到齐辞年办公室外，将手中的卸妆水给齐辞年，你妹妹脸上的口红得用这个卸妆水洗，才能洗干净。齐辞年拿上卸妆水，抱着哼哼唧唧着一点也不威武霸气的小崽子进去。邵伯川跟了进去，关心道：那什么这玩意儿你会用吗？要不要我叫个女医生护士什么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差点砸到邵伯川坚挺的鼻梁，这火气一看就没消。邵伯川一个灵活走位，掉头离开，他才不巴巴上赶着讨骂呢。用了卸妆水后，小崽子的脸蛋子被洗得干干净净。小崽子又是那只威武霸气的气家，脑大气呲星了，胖胖的小爪爪捧着自己肉嘟嘟的小脸蛋，柔软滚圆的脸蛋子都被挤压到变形了。满意的左看看又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想到自己又打下了一片江山，手下了无数小弟，兴奋到原地尖叫。齐辞年看他心情很好，心中的郁闷散了一些，但心中依旧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在医院收了小弟的小崽子，去医院比齐辞年这个院长还要积极，每天早上一听到齐辞年的闹钟声，就哼哧哼哧的爬起来，然后跳下床哒哒哒去开电灯拉窗帘，最后再爬到床上将齐辞年摇醒。五蝈蝈，醒醒哇！五蝈蝈。甚至到后面闹钟都还没有响，小崽子就兴冲冲的爬起来了，开灯拉窗帘叫蝈蝈起床，一条龙服务。齐辞年怀疑人生，不是他怎么就这么激动？医院里到底有什么他放不下的？以往齐辞年都是到了医院就把崽子放下，自己则是去办公室处理事情，反正他现在都跟医院里的男女老少混熟了。小弟不仅涵括了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一大批住进来的老头老大妈。医院里的监控装备齐全，外面还有专门请的保安和门卫，能保障团团的安全。故今天齐辞年看着小崽子跳下车，兴冲冲跑进医院后，并没有直接进办公室，而是找了一个较为隐蔽的角落，看小崽子到底要干什么。没过多久，就看见小崽子用自己的短手短脚爬上了医院咨询前台最中间的椅子上，老神在在的揣着爪爪，小脸一端，看不出喜怒哀乐，下巴微扬，有那么几分莫测高深的模样。大清早过来打坐，不确定，再看看。再过来了一会儿，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陆陆续续的到了，而所有的人几乎在看到团团后都眼睛一亮，朝着团团大步狂奔，最后在距离团团4-5步远时紧急刹车，兴奋狂热又臭屁的走到团团跟前，说话时那叫一个热情似火，嘴巴都快咧到耳朵根去了。老大早上好。前一个说完，后一个接着说，甚至有时候人多5-6个一起说，说完之后还等着小崽子跟他们互道早安。齐辞年就离谱。齐辞年又看了一会儿，发现不仅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甚至连楼上打了石膏的老头子都挂着受伤的手，在兜里揣着一小包水果，笑呵呵的走过来。医院里的小护士熟络接过，牛大爷，今天还有蓝莓啊？将苹果、梨、葡萄等洗干净，苹果、梨削好皮，切成块插上牙签，屁颠屁颠的举到团团跟前。另一些则是拿牛奶的拿牛奶，给饼干的给饼干，掏瓜子松果的掏瓜子松果。围着小崽子在的咨询台，密密麻麻放了一圈一堆，而小崽子在小护士的伺候下，吃一口剥好皮的葡萄，喝一口奶，还有人冲过来叫老大好。齐辞年，那我走。医院里的病人都挺喜欢跟小崽子在一起的，总感觉跟团团一起玩了之后，身子会变得轻松。但也有少部分的人听到别人这么说后，特意靠近团团，却没有任何帮助，甚至病情开始恶化。远离了团团后才好了一些。院长办公室里，齐辞年因为自己看到的那一幕，心中激荡，妹妹太受欢迎了，怎么办？不行，我得更加努力，不然妹妹后面迷上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不要她了怎么办？邵伯川拿着一个文件，新奇道，奇了怪了，你知道吗？根据各科室反映，最近有不少病人恢复进度都比预期快上 40% 以上，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齐辞年从不安沉思中回过神，接过邵伯川手中的文件，眉头微拧。文件上提及的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比较爱蹦跶、外向奔放的。邵伯川不禁沈笑，开玩笑道，难不成是乐观心态好，爱动身体棒？除此之外，确实无法解释这种情况。继续跟进，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我反映。这件事确实奇怪，但现在只有粗略的推论，无法判断是否一定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现在小崽子进门都有人帮敲帮开，甚至还弯腰做手势请他进去，牌面那是够够的。小崽子在外面接受外小弟们的崇拜后，开心的投入齐辞年的怀中。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齐辞年感觉怀里暖暖的，因为早起有些眩晕做疼的大脑也变得神清气爽。肉眼看不到的是，小崽子身上冒着金光，而那金光还会随着小崽子的心情不断变化。现在小崽子开心到冒泡，所以身上的金光浓密到噗噗往下掉，像是一颗发光的小太阳一般。虎蝈蝈伸爪爪给你，小弟们给窝大，这个最好呲惹。
齐次年手心上被放了一小捧松子，不是很多，但却让齐次年感动到无以复加。每一次妹妹吃到好吃的，都会给她带一份，而她居然在吃醋，真是太不应该。而且妹妹之前还亲她。想到这，齐次年的耳朵根渐渐红了，开心到难以自抑，只能偷偷的笑。小崽子探头，仰着脖子贴过去，小爪爪挠挠脑袋瓜。五蝈蝈，你在笑神妖咩？以为伪装的很好，猛然被抓包的齐次年身子一僵，从脖梗到脸颊，唰的一下全红了。快到下班时间，小崽子从休息区的小床上跳下来，自己穿好虎头鞋后，哒哒哒跑了出去，在能活动的区域内揣着爪爪巡视领地，以及慰问小弟。对于不开心的小弟，会给予一个满足心愿的机会，故而不少人排着队撸爱小崽子脑瓜。安抚好小弟情绪后，小崽子才叉着腰，大摇大摆的走回院长办公室，等五蝈蝈下班。因为小崽子很喜欢齐次年做的菜，所以齐次年被迫一连在那家私房菜订了好几次，每次都要想方设法的支开它，然后小心翼翼的把菜放进碗里，再小心翼翼的处理包装的垃圾，好几次差点就要露馅了。但好在齐次年智商高给圆了过去。就比如现在，五蝈蝈，我记得好久好久以前，我们没有买鱼蛙，可是餐桌上却出现了一条清蒸鲈鱼啊！这齐次年没想到小崽子居然会记得那么久的事，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齐次年夹起一块红烧排骨，将骨头剔除后，将肉放在小崽子碗里，脸部红心狂跳道：因为哥哥是在网上买的，直接送到家里了。那什么戏网上咩？小崽子听完齐次年的解释之后，点了点脑袋，很快就被其他的美食吸引住了，不再关注这个问题。但因为有这个借口，后面齐次年非必要都不会去购置东西。又过了10来天，小崽子跟医院里的人越发熟悉，常常一整天的在外面，忘记了院长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期望他能回来的哥哥。都到了下班时间了，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小崽子才巡视一圈领地，最后才去院长办公室。在里面跟齐次年汇报的邵伯川看见他回来了，惊奇的说：哟，你居然还找得到回你哥哥办公室的路啊？小崽子哼哼一笑，揣爪爪扬下巴道：那系当然哇，我可系齐家脑大气刺心哇。邵伯川的目光落在齐次年身上，抬了抬肩膀：小崽子，你五哥哥等你都快等碎掉了，要是怨念有形，怕是早就化成捆瓦索，将这个小崽子抓回来了。回去的路上，小崽子欢快地抓着齐次年的大衣衣角，边哼着小曲儿，边蹦蹦跳跳的跟在齐次年身后，却发现五蝈蝈走的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走得比乌龟还慢，团团拽拽齐次年的大衣。五蝈蝈怎么越走越慢，惹咩？齐次年心事重重，又想到了今天妹妹一次都没有来找他，便越来越伤心了。今天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找哥哥？说完这句话，齐次年的眼眶唰的就红了。小崽子手足无措的看着面前红了眼睛的五蝈蝈，戳戳手指头，那个窝细脑大哇，我要去看我的小弟。齐次年委屈，但齐次年不说，转身继续抓着小崽子的爪爪，但走得更加的沉重缓慢。小崽子仰着脑瓜看着齐次年的后脑勺，辣窝后面看完小弟就去看五蝈蝈。齐次年停下了脚步，小崽子以为是他不满意，自己先看小弟，再看他的事，先看五蝈蝈，再去看小弟。齐次年嘴角倏然扬了上去，转身蹲下抱住小崽子。好，小崽子松了口气，像是在阳光福利院安慰伤心的小弟那样，胖嘟嘟的小爪爪拍拍齐次年的肩膀。好啦，我安慰好不高兴的五蝈蝈啦哇。自这天之后，小崽子去医院后，都会先陪齐次年去办公室待一会儿，然后才心急火燎的跑去咨询台接受小弟们的朝见，然后又跑回院长办公室安抚酸溜溜委屈巴巴的五蝈蝈。累瘫的小崽子瘫在院长办公室里的小床上，抱着自己的奶黄色抱枕叹气，我真系太忙了哇。齐次熙终于竞赛完，捧着傲人的奖杯，匆匆离开竞赛场地，找到家里的司机后，直奔齐家大宅，结果却扑了个空。从诗诗那儿得知，小崽子不在老宅，去了齐次年那儿。齐次熙连行李箱都没打开，闻了闻自己身上，去房间里洗漱换好衣服后，拉着行李箱就去了齐次年的别墅。但当他来到齐次年的别墅，多次按门铃依旧没有回应时，齐次熙一头雾水，怎么没人？拨通齐次年的手机后，才得知小崽子居然在医院，吓得他以为小崽子有什么事儿。小崽子正在院长办公室里陪哥哥，隐隐约约听见了齐次熙的声音，眼睛微亮。六蝈蝈看见齐次年颔首之后，爪爪撑的站了起来，激动的贴了过来。六蝈蝈，六蝈蝈，窝细团团蛙。齐次熙一再碰壁的郁闷一扫而空，全身心都松弛下来，心中都变得安定。小胖仔，有没有想哥哥？小崽子想了想，又想了想，戳戳手指头，沉默了。这段时间窝太忙了，又要看小弟，还要巡视领地，还要看五蝈蝈，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六蝈蝈，甚至连妖精叔叔要带窝去吃蛇火锅都没时间哇。
小崽子思及此，忍不住叹了口气。原本自信满满、笑容满面的齐慈禧，脸渐渐垮了下来，愉悦的心情也变得震惊悲痛。最后咬牙切齿道：“小崽子，你迟疑了，你怎么不回答了？你不想我是不是？”虽然齐慈禧是他弟弟，可是齐慈年还是忍不住扬唇。团团最近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没有想齐慈禧，那不就代表着他和齐慈禧团团更喜欢他？觉得自己真相了的齐慈年，克制住自己的激动和开心，淡声劝慰齐慈禧，有时候不回答也是一种回复，你又何必逼着妹妹说出这么让人伤心的事呢？哼，他想不想我会找他亲自问，用不着你来给我解释。说完之后，齐慈禧气呼呼的挂了电话。狗，太狗了，以前他怎么没发现齐慈年这么狗呢？16分钟后，小崽子舔着脸笑巴巴的看着齐慈禧。齐慈禧别过头，不让自己跟他对视，一一细数小崽子的过错。我离开了这么久，你一点都不想我，一点点都不想，你就想着跟齐慈年玩。你还记得你还有一个六哥哥吗？真正的心寒从不是大吵大闹。齐慈禧感觉自己被伤得透透的。齐慈年听着齐慈禧的控诉，越听嘴角越高高扬起。齐慈禧，我是你哥，别直接叫我名字。齐慈禧看了他一眼，眼神愤怒委屈，然后又看向小崽子。小崽子看着齐慈禧，感觉自己再不做点什么，六哥哥真的会碎掉啊。小崽子干笑，搓了搓小爪爪，道：我想挖挖，只不过刚刚没想到而已哇，现在窝记起来惹。小崽子嘟嘟跑到齐慈禧身边，抓抓齐慈禧的裤脚。六蝈蝈记真大，不灵不灵的大眼睛眨啊眨，要多真诚就有多真诚。明知道小崽子是哄自己的，但齐慈禧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翘嘴了。小崽子自从当了坏人，医院老大，察言观色能力直线上升，立马抓住时机，软软的一团抱住齐慈禧的腿。我一直想着等六蝈蝈回来了，我要和六哥哥一起去游乐园。团团从住院的小朋友那儿知道了游乐园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小崽子说的有理有据的，连要跟齐慈禧一起干什么都想好了。齐慈禧彻底端不住，在小崽子亮晶晶的目光下，水灵灵的倡议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带你去游乐园玩。小崽子听了激动的蹦蹦跳跳。齐慈禧看着开心的小崽子，勾了勾唇，微微侧头：五哥，你要去吗？哦，不对，你还要上班，只能我带着小崽子去了。如齐慈禧所言，齐慈年确实有事走不开，下午有那次讨论会的继续讨论，这次轮到了齐慈年委屈。小崽子嘴角的笑垮了下来，他还以为两个蝈蝈都可以去的，现在五蝈蝈不能去了，他有些失落。齐慈禧看见他不开心了，心底越发的酸。才短短20几天，小崽子跟齐慈年的关系都跟他差不多了，但终究是不舍得让小崽子失落，没什么好气的扫了齐慈年一眼，道：喂，你明天有没有空？齐慈年一喜，明天可以。小崽子拍爪爪，那我们明天去挖。齐慈禧酸言酸语，可以，但是你跟五哥待了这么久，是不是该给我补回来？明明在不久之前，他在小崽子的心目中还是无可比拟的 No 1，而现在可能只能跟齐慈年一起并列第一了。小崽子脑筋一转，那我带六蝈蝈去看我的江山蛙。自知理亏，小崽子决定带着六蝈蝈去看他打下来的江山，哄一哄六蝈蝈，哄完五蝈蝈又要哄六蝈蝈，我真系太难了哇，还不够吗？老大好。齐慈禧以前并没来过齐慈年的医院，且齐慈年也从未说过关于家里的任何事。小医生兴冲冲跟小崽子打好招呼后，有些为难的看向一看就不好说话，但身份不凡的齐慈禧，小崽子开心介绍，这系窝六蝈蝈蛙。哦，再来一次，老大好，老大哥哥好，老大好，老大哥哥好。齐慈禧一脸茫然，看着路过的医生、护士，甚至是病人都笑容满面，热情似火的跟小崽子和他打招呼。而走在他前面的小崽子，一双胖乎乎的小爪爪插在他滚圆的肚子上，腰板挺得笔直，下巴微抬，眼神深沉，面对别人的招呼都只是点了点脑袋，不言一语，有时候还会伸爪爪，而被他伸爪爪的那人会立刻拿出一包零嘴，双手奉上上交。齐慈禧，这什么走在校霸、社霸、医霸身后的即视感？齐慈年到底是怎么带他的？我那么一个香香软软、活泼可爱的妹妹，就这么砰的一下变成了一个霸里霸气的社会崽子，家里出了5个霸总还不够吗？他可不想妹妹不哥哥们的后途，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霸道总裁，更甚者成为一个人见人怕的校霸。一圈都没转完，小崽子感觉到自己的后脖梗被人一滴溜 ，GOGO 离地被人提走了。小崽子在空中手脚并用的挣扎，放开窝哇！窝的小弟还在一边看着哇。齐慈禧脚步一顿，看见所有人都神色紧张，愤然的看着他，下一秒提着小崽子走得更快了。这些人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更让齐慈禧坚定自己的推测，小崽子肯定是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压着人家叫老大上交零嘴的。小崽子气死了，
手脚并用，对着空气打了一套组合拳无果后，爪爪一揣，生大气，好心带六蝈蝈看江山。六蝈蝈居然当着窝小弟们的面，将窝像是小鸡仔一样提起来了。窝不要面纸的面。齐慈年看着被提回来，揣着爪爪小胸膛一起一伏的小崽子，以及脸色冷峻的齐慈禧，疑惑且生气。齐慈禧，不要这么提着妹妹。齐慈禧将院长办公室的门一关，再把手上一小只的小崽子往地上一放，小崽子的 GOGO 安全着陆，丢了面子里子的小崽子嗷呜一声，冲到办公室墙角蹲下，揣手不理人。齐慈年生气瞪齐慈禧，不会带妹妹就别带，就会惹妹妹生气。齐慈禧也是一肚子的气，看见小崽子揣爪爪蹲墙角后，转头严肃的盯着齐慈年，我想问你怎么回事？怎么妹妹在你医院跟个医霸一样？谁见了她都社里社气的叫她老大，她还这么小就活脱脱一社会老大，你说你到底是怎么带的？齐慈年听得蹭蹭直冒火，这什么有的没的，而且他才是哥哥，谁家弟弟敢这么质问哥哥的？你不要把事情严重化，团团又没干什么不好的事情。齐慈禧针锋相对，这还不严重，他小小年纪就已经唬得你医院的所有人叫他老大了，还要强撑着笑着给他交零嘴，长大后那还得了。蹲在墙角里生气的小崽子闻言奶萌唧唧道，那细窝凭实力收的小弟。齐慈禧一肚子火，闻言差点气晕过去。好了，现在还会顶嘴了。以前我带小崽子的时候，虽然他也喜欢收小弟，可并不会让人叫他老大好，还90度鞠躬。齐慈年哑然，前几天还只是疾步狂奔叫老大，现在都已经变成90度鞠躬叫老大了吗？这么小的妹妹他是怎么做到的？齐慈年和齐慈禧讨论了半个多小时，小崽子时不时扭头插两句，最后终于敲定，两人一起教育小崽子可以收小弟，但是不可以唬人给他鞠躬，以及强制要人上交零嘴。小崽子委屈极了，可惜又不鸡窝要让小弟们鞠躬和给窝零嘴哇。齐慈年、齐慈禧为了跟一脸不服的小崽子讲通道理，齐慈年特意叫来了几个医生护士，进来的5个医生护士一脸懵。齐慈禧冷着脸问，你们给那个小胖仔鞠躬上交零嘴，叫他老大的事是怎么回事？看见不开心的老大，5人都要心疼死了，但皱着小眉头，都快气成河豚的老大，可可爱爱的别有一番萌味。出乎齐慈年和齐慈禧的意料，这5个人都表示这并不是小崽子让他们做的，而是真心实意自己想要哄小崽子开心才这样。小崽子欣慰的看着这5个小弟，投以感动的目光，没想到我的小弟居然这么迷恋我。5人走后，齐慈禧和齐慈年咽了咽口水，巴巴的看向小崽子，小崽子抱上爪爪，哒哒哒又跑到墙角蹲着，气死窝了，窝气绝对不费原谅六蝈蝈，刚刚当着小弟的面提窝脖子的记打。齐慈禧虎着脸走了过去，将声音放柔了哄，团团，你理一理哥哥吗？刚刚是哥哥不好，哥哥不应该把团团想成逼迫别人的坏人。小崽子气呼呼的抱着爪子转向另一边，不听，窝才不听脸，窝的面纸都丢没惹。齐慈年站在一边，我也有错，刚刚居然相信齐慈禧那个棒槌，他妹妹那么善良，怎么可能干出逼人叫他老大还让人鞠躬的事来？齐慈年悄悄移动到另一边，团团哥哥，哼。小崽子将脸转到中间，两边都不理。齐慈禧看着小崽子气呼呼的模样，心中慌了，小崽子不会又要跟他冷战吧？不要啊，他保证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无条件相信他。小崽子，哥哥错了，哥哥给你道歉。窝不要。小崽子悲伤，窝好心带你看江山，你却当着窝小弟的面提窝脖子，窝没有面直惹。小崽子越说越伤心，齐慈禧也只哄过小崽子一个崽子，哄人经验十分匮乏，故而被拒绝后伤心成了一团。齐慈年闻言心一横，叹气道，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我有办法让齐慈禧弥补。小崽子和齐慈禧都看了过来。3分钟后，院长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小崽子骑在齐慈禧脖子上，小爪爪抓着齐慈禧的头发。齐慈禧连呼，老大轻一点救，别把我揪秃了。齐慈年跟在身后将门关上，也一脸恭敬地看向小崽子，老大你想吃什么？我让医院食堂加餐，糖醋排骨、红烧鱼。小崽子叽里呱啦报了一串菜名，齐慈年一言跟食堂报菜名，特意叮嘱是给医院里的所有人都加菜。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看着把他们当成 play 中的一环，尴尬的脚趾抠地的自家院长，惊喜感动到原地哭泣，纷纷向小崽子投以崇拜钦佩的目光。小崽子享受着小弟们的注目礼，一直皱着的小眉头舒展开了，神气的摆摆小爪爪，不要太感动啊，这细窝这个脑大应该做的。院长妹妹是什么神仙天使啊？跪求院长妹妹永远在这里啊！众人也顾不得尬不尬的了，而且一向高冷的院长都这么玩了，他们再怎么样也都合理了，一起高呼老大万岁。小崽子下巴扬得更高了，齐慈禧和齐慈年对视一眼，都无言一笑，嘴角慢慢勾了起来，自己把人惹生气的，跪着也要把人给哄好了。
小崽子骑在他六蝈蝈的肩膀上，开心的小嘴都快笑咧了，手舞足蹈地说：“六蝈蝈，我要出去玩。”齐慈禧扭头看向齐慈年，小崽子连带着一起转了过去，开心的笑了起来。你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可把名扬四海的齐大院长给难倒了。齐慈禧惊，据我所知，你接手这个医院至少3年了，居然对医院周围环境一无所知。邵伯川跳了出来，这个我知道，往东南方向走300米就有一条美食街。小崽子开心的道：“妖精数数，有上次那种大虫子咩？”大虫子。齐慈禧皱眉，目光落在邵伯川身上。虽然年龄辈分摆在这，若按着2家交情，他让齐慈禧叫他一声叔叔都不过分。可是齐慈禧这孩子打小就虎，嘴巴毒拳头更毒。从幼儿园打到初3，被齐燕教训之后，高中才好了一些。他才不想自寻烦恼，惹上那么个凶东西。邵伯川笑着打哈哈，一种小众美食罢了。齐慈年冷哼，笑笑不说话。小崽子催促：“六蝈蝈，我们走啊！东南大道美食街。”小崽子巴巴的盯着麦芽糖小摊，摊上的老奶奶熟稔的画出一个又一个孙悟空、猪八戒、小兔子、小老虎形状的麦芽糖。六蝈蝈系大圣哇！齐慈禧按着小崽子指的方向看过去，然后在小崽子一声又一声的催促下，走进了小摊。小崽子在齐慈禧肩膀上挣扎着要下来，被放下后，兴冲冲的指着孙悟空形状的麦芽糖：“姨，我要大圣的糖。”小崽子声音奶声奶气的，有着几分威武霸气的故作深沉，又有几分迫不及待的欣喜激动。正在做麦芽糖的老奶奶笑了，和蔼可亲的看过来：“这位小朋友，你是在叫奶奶吗？”旁边的人都在捂嘴笑，目光定在面前长得死帅的少年以及粉雕玉刻的小萌娃身上。这2个人长得跟电视里的男演员和小童星一样，都老好看了。更有趣的是，小萌娃的童言童语，奶乎乎的声音坚定的对着一位老奶奶叫姨，实在是太可爱了。小崽子看看面前的老奶奶，又看看身边的蝈蝈姐姐、叔叔姨姨们，最后一脸疑惑的看向自家六蝈蝈。赖，齐慈禧。齐慈禧差点就忘了，小崽子以前都生活在阳光福利院里面除了院长老一点外，其他人都较为年轻。2岁半的小崽子脑子里根本没有奶奶这个概念。齐慈禧弯腰对上小崽子的目光：“小崽子，这个要叫奶奶。”得到确认后，小崽子并没有羞恼，而是十分高兴，自己又学到了一个新识时，屁颠的往前走了2步。小崽子眨水汪汪的大眼睛，甜甜的说：“赖，我要那个大圣娃。”齐慈禧护崽子的往自家小崽子身后一站，目光一一扫过刚刚笑的人。大家只是难得看到颜值这么高的兄妹，对这个有趣可爱的小萌娃充满兴趣，所以在齐慈禧护崽时都笑了笑看向一边。而一个嘲讽的声音却穿过人群，刺耳的落了进来：“都几岁了，还能把奶奶叫成姨，真不愧是你们齐家的人。”谢行舟抱着小可言从人群中穿过，满脸嘲讽挑事。老奶奶的麦芽糖摊生意挺火的，齐慈禧和团团来的早一些还好，后面就排起了长队。有人看见谢行舟一路如若无人，一路插上去，不满嚷嚷：“那你又几岁了？你不知道不可以插队？就是想要买就排队去，我跟我家小孩都排了半个来小时了，你说一句话就想蹦到我们前面。是啊，快排队去。”原本还薄唇冷沟嘲讽京郊的谢行舟，被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瞬间成了过街老鼠。小可言丢脸的伸爪爪捂眼，嘴巴一撇都快要哭了。蝈蝈太丢人惹，巴巴的看向小崽子：“老大，我不要蝈蝈惹，你抱我走吧。”抱着再次漏风的小棉袄的谢行舟，小崽子心疼的看着自己的小弟踮起脚尖，挺起圆圆的肚肚向小可言张开了爪爪：“我可怜的小弟哇，老大我系你永远的依靠啊！”小可言吸了吸鼻子，感动的眼闪泪花：“老大！”齐慈禧额角暴跳，伸手弯腰将小崽子一兜抱进怀里，2岁半抱2岁半，想被谢行舟那胖妹妹压成胖仔饼。小崽子挣扎：“我还没有抱到我小弟娃。”说完在齐慈禧怀里张开了爪子，而谢行舟怀里的小可言决绝的一爪推开谢行舟，一爪去够小崽子。“老大！”小崽子挣扎的更厉害了：“小弟，六蝈蝈，你快放开我哇！”猝不及防间，被叫放开的齐慈禧和被推开的谢行舟目光在空中一对，竟然有一种同是天涯遭媚妻之人的惺惺相惜。呸！我跟谢行舟、齐慈禧有个屁的惺惺相惜！众人都快被2个小奶娃乐死了，但介于双方哥哥都很不好惹的样子，憋笑都快憋成内伤了。当然也有人看2方一直对峙不买麦芽糖，不乐意道：“你们还买不买啊？不买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啊！”声音一响，众人纷纷看了过去。我去，大哥你换个形容啊，这麦芽糖瞬间都有味道了，还怎么吃啊？齐慈禧脸黑的不行，早知道竞赛完就先在老宅用柚子叶扫扫了，这半天把10几年的脸都压一起丢了。齐慈禧强咬着牙，快速给小崽子点了3、4个麦芽糖，
趁着别人还在看那个黄牙大哥，扔下一张100元大钞就抱上小崽子跑了。小崽子哼哼唧唧的看着被甩在身后的小可言，我的小弟哇，老大！谢行舟丢人也丢得够够的了，抱着哭唧唧眼睛恨不得粘到齐家兄妹身上的妹妹，一溜烟跟着跑。回去他就要让人给他算算，他是不是跟齐慈禧怀里的那个小崽子八字不合，天生克他，不然为什么每一次一碰到他就犯倒霉。15分钟后，东南大道美食街一角，2个小奶娃手拉手，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走在后头的齐慈禧和谢行舟相看两厌，都恨不得让对方原地消失。小弟，给你。小崽子偶结般胖嘟嘟的小爪子拿着一块猪八戒形状的麦芽糖，递给馋得口水直流的小可言。老大，你对我真好。小可言笑得见牙不见眼，别提有多开心了。谢行舟不乐意，低声哼哼，不就是一头丑猪吗？怎么就对你最好了？小崽子就是齐慈禧的逆鳞，齐慈禧忍不了一点。是啊，是头猪。声音清清淡淡，神色从容慵懒，但目光却冷冷落在谢行舟身上。谢行舟大脑卡了一下，反应过来后火气一跃而起，齐慈禧居然骂他是猪。小崽子想要把另一个小兔子形状的麦芽糖给六蝈蝈，刚好听到了齐慈禧说的猪，好奇的目光都亮了，小短腿快速挥动。猪猪，六蝈蝈，那里有猪猪啊？小可言也兴奋起来，捏着小拳头小跑着冲小崽子跑过来。老大，我也要看猪猪。谢行舟黑脸咬牙切齿的看向齐慈禧，齐慈禧，我忍你很久了。小崽子眨巴眨巴眼睛，皱着眉头贴过去问，小弟蝈蝈，那你为什么要忍六蝈蝈面？细哇细哇。小可言站在小崽子身边，也学着小崽子的模样眨啊眨一只眼。蝈蝈快肥打脑大的哗哗，爆发到一半的谢行舟累了罢了，无语了，但还是微微挣扎，声音疲惫沧桑。我不是你小弟，你不要叫我小弟哥哥。妈的！虽然护在手心里的妹妹被他哄着当小弟，但是绝不可能，这是谢行舟的底线。小崽子不理解，可惜你不系小弟的蝈蝈面。小可言眼眶红了，蝈蝈，蓝到窝不系你亲妹妹就抓马。谢行舟看着眼前的2团奶娃，眼前一阵阵发黑，等会儿就去约大师，今天就要算。齐慈禧虽然面色不显，但心中也是酸得厉害，关在一个地方封闭式集训，每天教室、宿舍、食堂3点1线，各种苛刻的习题做到吐，好不容易竞赛完了，奖也拿了，想要跟小崽子续感情，结果却被谢行舟妹妹霸占了。他除了得到一块小兔形麦芽糖，小崽子连几个目光都不带多给他，而且那麦芽糖还是他自掏腰包买的。这么一想，齐慈禧更加暴躁，谢行舟更惨，竞赛被齐慈禧和风尘压了一头，只拿到第3名，现在还要被迫同意让齐慈禧的妹妹叫他小弟哥哥。小弟哥哥，小弟哥哥，这个傻逼的称呼一听就像是那个可恶的小崽子的小弟。等到小崽子想要去前面玩套圈圈，小可言想要去西边抓娃娃，齐慈禧和谢行舟第一次高度默契，各自哄着自家妹妹分头去玩。小可言巴巴的看着小崽子，老大，我舍不得你，你不是最喜欢小兔子了吗？西边的娃娃机加了好多漂亮可爱的小兔子玩偶，去晚了可能就被人抓完了。谢行舟柔声诱惑自家妹妹，心中那叫一个畅快，这有什么舍不得的？他和妹妹去抓娃娃，齐家那2个讨厌的去玩他们自己的，这简直绝美。小崽子小爪子往后一背，结果发现手太短，爪抓不动，又将手放了下来，握拳在嘴巴尴尬的咳了几下。我们还费再见面哇？小可言含着泪花看着小崽子，最后点了点脑袋。谢行舟的目光从小崽子移动到齐慈禧身上，唇角抽了抽，刚刚他没看错的话，那小崽子因为手太短，人太圆了，所以背不了手，嘴角抖了抖，又抖了抖。齐慈禧也目光错杂的看着因为手短人胖背不了手的小崽子，陷入了沉思。小崽子高深莫测的跟小弟说完话后，才注意到六蝈蝈和小弟蝈蝈都在看他，而且目光非常的奇怪。脸蛋子一红，小崽子哒哒哒跑到齐慈禧跟前，小爪爪抓住齐慈禧的裤脚，急匆匆的溜走了。呜呜，又丢脸蛋子惹，彻底消失在小弟和小弟蝈蝈的视线内。哼哧哼哧拉着齐慈禧跑的小崽子终于停了下来。齐慈禧沉浸在小崽子拉着他跑的幸福中，看到小崽子审视生气的目光时，才知道大事不妙，蹲下身去，垂眸看着小崽子气到炸毛的小啾啾，忍不住弱了一下。小胖仔，怎么了？小崽子爪爪一揣，气呼呼道：刚刚六蝈蝈系在嫌弃窝爆不了爪爪面，别生气了，你知不知道？齐慈禧笑了，逗他，小煤气罐罐都背不了手的。小崽子不开心，做了一个猛虎咆哮的模样，奶凶道：窝才不系煤气罐罐，窝系气家脑大气刺青蛙。齐慈禧嘴角扬得更厉害，是，你可厉害了。哼哼，六蝈蝈终于知丢窝的厉害了。小崽子走在前面，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齐慈禧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
嘴角的笑就没停过。嘿哈，嘿嘿哈！小崽子看着落在各处的圈圈，什么大了大半边，但就是没完全圈住的，什么直接摊开，蹦3米开外的，不中，扔了那么多，居然一个都不中啊！小崽子抓着最后的3个圈，在不久之前，他还一只手抓几10个，原地自闭。我好没用，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哇？小弟们肯定会觉得我不厉害，找其他的老大。小崽子天都要塌了，不行，我不可以放弃。小崽子一一擦拭手里的每一个圈圈，一一安抚他们的情绪。圈圈哇，你要争气，一定要争气哇！小崽子先小心翼翼的拿出一个圈圈，再认真仔细的寻找分析哪一个离他最近最好套，最后再三确认对准，才将圈圈抛出。咚哒哒哒哒，最后3个圈，一个直接砸奖品上弹走，一个力气太小没碰到奖品，另一个力气太大又错过了位置。小崽子整个崽子僵住，生无可恋。此时一个绿色的塑料圈做着完美的抛物线运动，准确无误的套中小崽子多次尝试的一只大王八。我都快被六蝈蝈迷洗惹，小胖仔还想要什么？六蝈蝈好帅哇！小崽子立马不伤心了，对着整齐横列摆放的奖品指指点点，这个还有这个那个，我想要那个哇！几乎是小崽子指哪个，齐慈禧就能套中哪个。原本还未来了2个送钱的大爷而开心的老板，整张脸都苦了，开心的将套中的奖品里的糖果揣进兜里，等放满后又哒哒哒跑到齐慈禧跟前，把人拉下来后给齐慈禧也塞了一兜裤兜，满满当当。原本清冷慵懒的少年瞬间有了几分烟火气息，第一次就套中的大王八足有成人巴掌那么大，还肥嘟嘟的。悲喜交加的老板换了个小盒子装好递过来后，小崽子伸爪爪2手一起提，看着乌龟肥嫩的爪爪忍不住咽了口水，兴奋的举起来问齐慈禧，六蝈蝈它好不好吃哇？原本被抓住放进小盒子的乌龟刚缓过来，被小崽子激动一提又缩了回去。齐慈禧瞥了一眼受惊的乌龟，叹了口气，小崽子对吃的还真是有一种非凡的着迷。一大一小一乌龟，齐慈禧抱着走累的小崽子，小崽子怀里抱着乌龟，小崽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乌龟说话，时不时还会问齐慈禧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300米的路程没有几分钟就到了，齐慈禧的手却酸了。齐慈禧垂眸看向自己的手臂，从明天就开始撸铁，不然以后妹妹都抱不动了。小崽子一回到医院，立马就有不少人走过来叫他老大，小崽子便每一个叫他老大的人都给发一个刚刚套中的糖果。齐慈禧跟在小崽子身后，看小崽子忙个不停，不断的从他衣兜裤兜里掏出糖果给别人。齐慈禧好，就掏他兜里的。跟小弟们分享完后，小崽子才拉着齐慈禧开心的往院长办公室走。小崽子敲门下方，没多久院长办公室的门就打开了，进来汇报的科长好奇的干脑袋，是谁啊？能让齐院长一听到敲门声就飞过去开门，那速度快的。五蝈蝈哇，我和六蝈蝈肥来惹。小崽子双手提着大乌龟，小短腿跑得飞快，看见齐慈年后，将原本还提着手上的乌龟一放，哒哒哒跑到齐慈年那儿，啪叽一声抱住齐慈年的腿。科长看见是自家老大，心道怪不得院长着急开门。科长对进来的院长弟弟老大哥哥颔首打招呼后，十分识趣的离开了。齐慈年的小腿被什么东西搁着，俯身问团团，你口袋里装了什么宝贝啊？五蝈蝈好温柔，最喜欢五蝈蝈了。小崽子开心极了，既好吃的，跟刚刚给小弟的一人一颗不一样。这一次小崽子直接抓了一大把，踮起脚尖将糖果捧给齐慈年。齐慈年的心像是泡在了蜂蜜中，甜到发酥，双手并拢珍重的接过糖果，笑意直达心底。谢谢团团。小崽子神气抬下巴，点了点脑瓜，明明是3个人，他却不配拥有性命。刚刚被掏走了糖果，还要看着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小崽子，对着齐慈年无微不至的关怀。齐慈禧咬牙，到底是被齐慈年趁虚而入了。他又不吃糖，小崽子你给他干什么？小崽子仰头，五蝈蝈不吃糖。齐慈禧什么意思？齐慈年能不知道？闻言将手中里的糖小心翼翼的放进柜子里，再撕开一个含进嘴里。妹妹给的糖就是甜。齐慈禧看着吃得开心的齐慈年，以及再次眼睛亮亮的看着齐慈年的小崽子，不开心了。好，就我是多余的呗。小崽子奶乎乎的说，五蝈蝈，这个糖系六蝈蝈套到的哇，六蝈蝈好厉害，我想要什么，六蝈蝈就能套中什么。糖和龟龟都系六蝈蝈套到大，我都快被六蝈蝈迷洗惹。齐慈年难以置信，这些糖和乌龟都是齐慈禧套到的。原本还酸不溜秋，在心中阴暗爬行，扭曲蠕动，尖声咆哮的齐慈禧瞬间心平气和，心花怒放，在小崽子崇拜的目光下摆了摆手，也没什么，也就百发百中吧。小崽子眼中的光芒唰的变强，崇拜的眼睛都快变成星星眼了。真是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啊，大哥是商业天才。
现在已经打造出自己独立的品牌，去年已经成为业界龙头。二哥和三哥被母亲带到国外，听说也是赫赫有名的商业大佬。四哥在法学方面很有天赋，不仅有自己的律所，更为帝都企业所信服，85%都是请他担当的法律顾问。没想到齐慈禧除了成绩好之外，套圈还套得这么准，也算是另一个优点了。第一次直观感受到齐慈年的震惊和欣赏。齐慈禧的心涩涩的，甜甜的。小崽子从齐慈年身边，doan 跑到齐慈禧身边，啪叽一声又粘到齐慈禧腿上。六蝈蝈，我想学套圈圈，我可惜齐家老大，不能每次都靠蝈蝈，不然小弟们会笑我打。齐慈禧的心情愉悦到爆炸。Rue error 小崽子的啾啾可以是可以，不过什么面，属于他的他都会拿回来的，他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跟小崽子培养感情。没有塑料圈，小崽子提起来的心落地，他还以为六蝈蝈不想叫，那怎么样才能有圈圈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哥哥会解决好的。小崽子眼睛放大，又将滚圆的脸蛋子贴到齐慈禧腿上，开心道：我的六蝈蝈系最好的六蝈蝈，现在轮到齐慈年酸了。不是，就那种套圈游戏的塑料圈，几十块钱能在网上购买一堆。齐慈禧脸皮也太厚了，居然用这个虎妹妹来刷好感。最可恨的是，居然还让她成功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怀仁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争先恐后的往医院食堂跑，看着一盘又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香得直流口水。没有多久，小崽子领着他的五蝈蝈和六蝈蝈也走进了食堂。齐慈年被小崽子篡位了，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眼睛放光芒，有些都激动的站起来了，但又顾虑害怕自家不好说话冷冰冰的院长，不敢往前找嫌，只能站在原地巴巴的看着小崽子，顺便悄摸摸扫一眼齐院长的脸色。小崽子小爪爪一揣，像是领导下乡视察般，微微颔首，深不可测的继续自己的大额走姿。有几个胆子大的走过来给小崽子引路，胆子小的则给他拉凳子的拉凳子，给他擦桌子的擦桌子，一个比一个积极，个个脸上都挂着姨母笑。齐慈禧惊，真就离谱，齐慈年被小崽子篡位了。小崽子被簇拥着坐下后，两只爪爪在左右两边摆摆，拍拍凳子。五蝈蝈、六蝈蝈，过来吃饭啊！齐慈年气定神闲的在小崽子右手边坐下。齐慈禧勾唇应了一声，来到小崽子左手边。小崽子坐在中间，两个蝈蝈时不时给他布菜。小崽子握着小勺子，腮帮子吃得鼓鼓的，就像是一只小仓鼠，时不时给这个蝈蝈推销一下这个好吃，时不时给那个蝈蝈推销一下那个也好吃。食堂里的其他医生、护士也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享受着这顿美味的中餐。下班时，小崽子提着大乌龟，一蹦一蹦的在前面走着。齐慈年和齐慈禧走在小崽子身后。你叫老宅的司机来接你没有？我回你那里。齐慈年皱眉，什么叫回他那里？齐慈禧不管，回去也可以。小崽子要跟我一起回。齐慈年没多久就改口，那算了，你爱住就住，反正离学校远，每天要更加早起去学校的不是他。回到齐慈年的别墅后，小崽子在别墅的小院子玩，齐慈禧给自己收拾房间，齐慈年则潜入厨房点餐，还特意交代一定要走别墅后门，不然会被小院子里的小崽子发现。但这根本骗不到齐慈禧。齐慈禧虽然没有看到齐慈年换菜，但吃了一口就吃出了这味道是帝都九阳私房菜的，有些震惊的看着脸不红心不跳，被小崽子连着夸了好几回的齐慈年，他从未感觉如此的陌生，所以他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在购物软件上，在同城的游戏店铺购买了套圈游戏的塑料圈。小崽子躺在他身边，侧躺着，小爪爪抱着脑袋，小短腿慵懒的搭着，悠闲自在的看大圣刺仙丹，馋得口水直流。这时坐在他身边的齐慈年将剥好皮的葡萄递过去，小崽子呲溜一声将甜津津的葡萄吃了进去，好好吃。齐慈年又剥了几颗，小崽子吃得十分满足。齐慈禧坐在一旁观察，他发现自小内向自闭的五哥碰上小崽子之后，不仅容忍度变高了，而且还变得温柔体贴，阳光开朗了。小崽子躺着躺着，觉得没有让蝈蝈抱着舒服，回头看了眼两个蝈蝈，五蝈蝈要给我剥葡萄，不可以让五蝈蝈抱。小崽子最后将目标锁定在齐慈禧身上，自己十分主动的用爪爪撑沙发，哼哧哼哧的站起来 doing 一声撞进齐慈禧的怀里，奶呼呼道：六蝈蝈抱。齐慈禧 roll 他的大脑瓜，心中嫌弃小崽子娇气，但还是主动张开手好让小崽子躺他怀里。因为齐慈禧刚刚回来，齐慈年不跟他争，让小崽子跟齐慈禧一起睡觉，又可以跟六蝈蝈睡觉觉，小崽子可开心了，自己屁颠屁颠的踩在小板凳上洗漱，最后哼哧哼哧自己爬上床，坐等着齐慈禧上床。齐慈禧看到软乎乎的小崽子，心软了一大块，拉开被子的一角坐上床。小崽子打开了话匣子，叽里呱啦的问了许多问题。从小崽子的询问中，齐慈禧能感受他对自己的关注和思念。
心都酥了。兄妹两人一言一语说了许久，才渐渐沉睡。第二天，齐辞年罕见的穿上了一套白色休闲装，清俊金贵中带着几分慵懒。齐辞熙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搭配黑色工装裤，整个人又酷又帅。小崽子穿着一身兔子套装，帽子后面有着一对长长的粉白兔耳朵，屁屁后面还有一小点兔尾巴，脖子上挂着奶瓶，开心的跳起来。粗发，小崽子到了游乐园里，眼睛都瞪大了，像是好奇的小奶猫，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一眼就扫上了大摆锤和跳楼机。而齐辞年和齐辞熙都是第一次跟家人一起来游乐园，有些陌生和手足无措。所幸昨天晚上两人都做了攻略，知道游乐园有哪些是适合2岁半的小孩玩的游乐园项目。小崽子纠结了一会儿，就指着大摆锤：“五蝈蝈，我想玩那个。”齐辞年顺着小崽子指着的方向，虽然他没有玩过，但是一看就不安全。齐辞熙拒绝：“换一个，这个太危险了。”虽然这家游乐园在网上的评价很高，但这种游戏太过刺激，不适合小崽子这种年龄段小孩玩。小崽子撇嘴，又指向了跳楼机：“那这个不行，这个也危险。他们是带小崽子来玩的，不是带小崽子玩命的。那我可以玩什么？”齐辞熙环视一周，最后选择了最安全的有安全带的秋千。小崽子看着面前的秋千并不喜欢，觉得还是那个晃来晃去是打锤子，以及那个可以从高高的地方掉下来的霸气。但当小崽子被齐辞年和齐辞熙一人一把推得越来越高后，真香了。蝈蝈蝈蝈，再高一点哇，再高一点，这个好好玩。五蝈蝈和六蝈蝈也玩哇。齐辞年和齐辞熙一开始一个比一个拒绝快，但后面看着小崽子掌握荡秋千技巧，晃荡着小短腿，让自己荡得越来越高后，心开始痒痒了。这秋千看着幼稚，但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小崽子凭借着掌握的技巧，让自己荡得越来越高，想要跟2个蝈蝈比一比，看看谁荡得更高的小崽子又开始叫了：“五蝈蝈，六蝈蝈，你们快来玩哇！我们比赛谁荡得最高。”是妹妹叫我玩的，是小崽子叫我玩的。齐辞年和齐辞熙对视一眼，找了2个秋千，也坐了上去。角落里的游乐场管理人员看见齐辞年和齐辞熙，原本挂着没有感情的职业笑容，立马变成震惊1万年的吃瓜表情。老板家的小少爷们，但他们身边的小女娃是谁？据他所知，老板并没有女儿啊。齐辞年和齐辞熙刚上秋千，腿和腰还不太协调，而渐渐摸着技巧的小崽子荡得欢快，开始在齐辞年和齐辞熙跟前耍帅。五蝈蝈，六蝈蝈，康窝康窝快康康窝。小崽子在荡到最低处时，利用小短腿带动整个身体往后伸直蹬腿，蓄积全身的能量往前高高的荡去，并在达到最高处时做了一个孙悟空探路的动作，但因为爪爪又短又胖，所以毫无霸气可言，反而萌人的很。齐辞年掏出手机抓拍了好几张，小崽子也不害羞，看见五蝈蝈在拍后，动作一个比一个帅气。齐辞熙见小崽子这么配合，也停了下来，拿出手机抓拍到了不少有趣可爱的照片。齐辞年不紧不慢，悠然自得的荡着，嘴角噙着一抹温柔的笑意。齐辞熙则眼睛都睁大了，眸底泛着愉悦满足的光芒，跟小崽子比着赛的荡高。有齐辞熙配合，小崽子豪迈不羁的笑声响个不停。六蝈蝈没有我你还念，这能忍。齐辞熙的好胜心成功被小崽子激了出来，咧嘴笑笑，那你等会儿可别哭鼻子。小崽子根本不带怕的，扬着小下巴，牛气哄哄道：“六蝈蝈才哭，我已经系大娃娃惹。”小崽子满心雄心壮志，立志于要用一双迷你小短腿荡出个对得起自己老大身份的人。但齐辞熙的6块腹肌超强核心力更胜一筹。小崽子被赢了之后，并没有气馁，而是握着小拳头说出自己的雄心壮志：一个成功的老大，一定是一个不费放弃的老大。我一定要将六蝈蝈打倒在我的脚下。游乐园管理人员看着小少爷们寥落的坐在平平无奇的秋千上，心就跟有上万只蚂蚁在爬一样。这要是小少爷们只玩到小秋千，对开心游乐园观感不好，那岂不是他的失职？他以后的晋升之路会不会受到影响？他这职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不正是个负的。去见小少爷们突兀，不见吧，又显得太过没有礼貌。挣扎一番，开心游乐园的管理人员最后走到了齐辞年和齐辞熙他们身边。至于2人中间可爱机灵讨人喜欢的小崽子，选择性忽略。我是这家游乐园的副园长，2位齐小少爷，请问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吗？齐辞年和齐辞熙讶然，没想到眼前这个挺着大啤酒肚的青年男人居然认识他们。这家游乐园在帝都挺有名的，位置好，项目多，服务好，加上今天是周末，人流量多到恐怖，每一个项目都是人山人海。齐辞年还真有些事想要让这位副园长帮忙，请给我准备3张碰碰车、彩虹轮胎滑道的票，以及1张蹦床的票。这个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副园长打电话让人送票，没多久就将票送到齐辞年手上。2位小少爷，还有什么事吗？小崽子坐在秋千上，
看着一个电话就能要来票票的叔叔，有些惊异。哒哒哒走过来，扬起脑袋微头问：“叔叔，你好厉害，但你怎么认识我五蝈蝈和六蝈蝈？”小崽子的一双眼睛极黑极圆，就像是2颗黑宝石抬起滚圆的小脸蛋子，好奇的看着自己。副园长心都要被萌化了，声音不自觉间就加了起来。开心游乐园是齐家名下的，老板家的几个少爷，我在电视和杂志上看见过，在电戏和杂志上见过。小崽子挠挠小脑瓜，只能理解电戏，不知道什么是杂志。齐次年和齐次熙对视一眼，随后齐次熙挑眉问：“开心游乐园是齐家名下的？”开心游乐园副园长自豪的颔首：“是啊，这儿的福利待遇可好了，跟骑士的正式员工一样，每个月光基本工资就有4、5万，且帮交5险1金，还包吃包住，年底还有红包和年终奖拿。”齐次年和齐次熙还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父亲名下产业众多，但并不清楚到底有哪些。小小的崽子被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中，那么大游乐园，细窝家的，那我岂不细可以天天来玩？但小崽子还是保持着一个老大应有的模样，矜持的偷偷咧嘴笑。齐次熙扶小崽子，你笑的口水都流我鞋上了。齐次年垂眸，果然某只小崽崽偷偷张嘴笑忘了吸溜口水。自从团团来到别墅，齐次年的外衣口袋里就会备着一些纸巾，好时不时给小崽子整理仪容仪表，拿出兜里的纸巾给小崽子擦干净。齐次年将脏了的纸巾扔到旁边的垃圾桶，刚被五蝈蝈擦嘴角的小崽子心虚，微微垂下脑袋，眼睛向上瞧齐慈禧的神色。齐慈禧叹了口气，要是别人敢把口水滴到他的鞋子上，他一定会暴跳如雷。但这个人是小崽子，齐慈禧就觉得没那么气了。但齐慈禧还是扯了抹冷笑，问小崽子想什么呢？口水都滴到我鞋子上了。小崽子深得刚进别墅没几天的乌龟乌巴巴真传，脖子往后一缩，眼睛眨啊眨，但就是不说话。齐慈禧俯身伸出手指在小崽子脸上一戳，肉肉的小脸蛋立马弹动。小崽子捂住自己不受控制的两颊，噔噔噔往后退。六蝈蝈你已经戳窝了哦，就不可以骂我惹。目光还一顺不顺的看向齐慈年，一看就是在审时度势。要是齐慈禧真要找他算账，他一准会溜到齐慈年那儿，寻求齐慈年的保护，然后探出一颗圆滚滚毛茸茸的小脑瓜，呲着大牙笑着看他。齐慈禧深吸一口气，跟妹妹培养感情要紧，早日争取出自己的一席之地要紧。脸上的冷笑倏然变成温笑，小崽子看得一激灵，脑袋上的小揪揪都炸开了。完了，六蝈蝈居然笑得这么温柔，肯定吸气坏脑瓜了。小崽子这下顾不上什么审时度势了，一边向齐慈年那边跑，一边大喊五蝈蝈五蝈蝈。笑了个寂寞，妹妹跑了的齐慈禧什么都没做，妹妹就飞奔来的齐慈年站在一边目视全过程的副园长，这就很难评。齐慈年笑，弯腰将小崽子抱进怀里后，抽出左手拍了拍齐慈禧，你要不还是正常笑吧，你这样多少有点瘆人。小崽子从齐慈年怀里露出脑瓜，担心的注视着齐慈禧。齐慈禧错以为小崽子能憋出什么好话来，没理齐慈年，做作的含了抹笑，目光期待温和的望向小崽子那里。小崽子再次炸毛，又来惹，六蝈蝈的脑瓜又被气坏惹。这下齐慈禧也看出来了，小崽子就是怕他那么笑。齐慈禧换成往常的笑，3分漫不经心，3分清冷凉薄，再加上4分狂狷不羁。小崽子看见后立马正常了，也不躲着不和齐慈禧对视了。这熟悉的笑让团团倍感亲切，没忍住向齐慈禧伸爪爪。六蝈蝈抱，齐慈禧真的被气笑了。好好好，对小崽子温柔的笑不行，他还真就只认他平时平等的看不起所有人的冷笑。副园长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先不管这个小女娃到底是不是老板亲生女儿，就他能叫2位少爷哥哥，以及2个少爷对他的重视程度，他也得把人招呼好啊。小朋友，开心游乐园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哦，你看看这个竹林打地鼠，还有这个彩虹轮胎滑道，这个旋转木马都很不错。您看你想玩些什么呢？小崽子点点头，一双大眼睛随着副园长指的方向一一看去。我想都玩。小崽子目光一扫，小爪子指着一个方向，然后原地转了一圈。那些我都想玩。厉害叔叔，现在可以去玩了面？副园长愣住，然后在心中咆哮，哈哈，没有这个选项啊，就刚刚他点的那些，10个有9个是有身高限制的，而这个小崽子的身高显然还达不到。齐慈禧伸手轻轻拍了拍小崽子的背，轻斥，小崽子，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小崽子嘴巴一撇，巴巴看着副园长。副园长啊，这。齐慈年给副园长一个眼神，副园长领会后忙道，那你们玩，我就先走了。说完后一溜烟比兔子跑得还快，原本还把希望寄托在副园长身上的小崽子瞳孔地震，厉害叔叔就那么跑惹。副园长一跑路，2道犀利的目光就落在了小崽子身上。齐慈禧冷笑，都要玩。齐慈年也笑，
团团，你真的都要玩吗？你忘记哥哥们跟你说的了。小崽子是个机灵的，挺起小身板就开始说，戏谁要逗玩哇，我可记个好宝宝。窝费听蝈蝈们的话的。说完之后，又乖乖的趴在齐慈禧的怀里，那小模样要多乖就有多乖，跟前面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判若两载。齐慈年忍俊不禁，想不到团团还有点变脸的天赋在身上。齐慈禧勾唇，哼，那可不。小崽子没安静多久，就又开始叽叽喳喳，好奇的这看那瞧。在路过一个游乐园穿着青蛙服的卖氦气球的 NPC 时，小崽子移不开眼了。从一开始的懒懒窝在齐慈禧怀里，到后面的抱着齐慈禧的手臂，伸长脖子往后看，再到最后的在齐慈禧怀里站起来，爪爪扒着齐慈禧肩膀，眼巴巴的往后看。齐慈禧和齐慈年注意到小崽子的反常，跟着小崽子的目光往那看。小崽子激动的伸着手指，5蝈蝈6蝈蝈，我想要那个可以飞起来的气球。市面上的这种气球一般都是充氢气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有充氦气的，但真充氦气很少，毕竟价格在那摆着。齐慈禧和齐慈年打算先去问问。小崽子在齐慈禧怀里，看着自己离漂亮好看的球球越来越近，眼睛吧呦吧呦放光。确认气球是氦气球后，齐慈禧道，想要哪些？小崽子只向季季看了一会儿的猪猪氦气球，可惜没有大圣的，但猪猪是大圣最好的朋友，所以买猪猪也系可以搭。6蝈蝈，我可不可以要2个面？齐慈禧，给他拿2个。小崽子摇头，抓抓齐慈禧的手臂，不计不系。系2个，团团要2个。齐慈禧，齐慈年，青蛙 NPC， 就是说这2不就是2吗？最后没办法，齐慈年让青蛙 NPC 拿。小崽子数，小崽子叹了口气，果然不能靠别人，最后还系要窝季季来。小崽子开始聚精会神，看着青蛙 NPC 给他的猪猪气球数，1、2、2，好惹好惹，就系这2个啦。3连懵逼的齐慈年、齐慈禧和青蛙 NPC，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数数啊！齐慈年震惊，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好奇问：那2之后呢？小崽子看了齐慈年一眼，开心的继续数下去。3蛙。齐慈年难以置信的看向齐慈禧，他还不会数数，一句话给齐慈禧给干沉默了。我只知道他不会拼音，不知道他还能1、2、2、3啊。给完钱后，齐慈年和齐慈禧都是一脸复杂，拼音不会还说得过去，这把1、2、3数成1、2、2、3就离谱。小崽子的学习大计已经刻不容缓，小崽子却丝毫没有感知到2个蝈蝈的苦恼，晃动着自己的小胳膊玩猪猪气球，拿出其中一个给齐慈年递过去一根线，5蝈蝈，你的。齐慈年没想到这居然也有他的份，一时间心情愉悦。虽然这个流着鼻涕傻笑的猪头气球跟他的审美严重不符，但齐慈年还是乐滋滋的接了过来。但当想到小崽子的1、2、2、3时，眉头又皱了起来。齐慈禧又开始酸了，虽然他很嫌弃这个傻里傻气的气球，但齐慈年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但齐慈禧没酸过3秒，就感觉自己的右手臂传来束缚感，低头看，小崽子将一个猪头气球绑在他手臂上。小崽子满意的看着自己打好的蝴蝶结，不会细脑大窝绑的，肿么那么好看。齐慈禧紧抿的唇慢慢勾起，小崽子，所以你买3个，是给我们3个1人1个。小崽子点点脑瓜，细哇，窝1个，5蝈蝈1个，还有6蝈蝈1个。1、2、2，6蝈蝈你说错惹，应该系2个。我刚刚不细数过咩？6蝈蝈肿么还细记不住？小崽子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齐慈禧神特么1、2、2、3，不行，我受不了了，回去必须把拼音、数数、加减乘除等排上日程。但因为今天是来玩的，所以齐慈禧和齐慈年都默契的没有指出小崽子的问题。有了猪猪气球后，小崽子不肯让齐慈禧抱了。我现在可既有猪猪气球的大娃娃惹。小崽子走在最前面，小爪爪上还牵着一个猪猪气球，但后面发现这个姿势太不霸气了，不符合他老大的身份。5蝈蝈，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猪猪气球绑在我的兔耳朵后面？有些惊喜，小崽子有事是叫的他，而不是齐慈年。小崽子话都还没说完，就已经答应下来了。齐慈年，你要不要这样迫不及待的？会显得很不值钱。没有猪猪气球要牵着，小崽子昂首挺胸，又觉得这样还不行，于是爪爪一甩，加上下巴微抬。但他2个蝈蝈都是大长腿，为了保证季季走在最前面，小崽子的小短腿显得有些匆忙。脸上一本正经，脚脚忙到飞舞，画面一时有些喜感。周围的人被他逗得不行，一个个都忍不住笑了。齐慈年也乐得不行，扶额无声的笑。齐慈禧直接嘴角抽搐。竹林打地鼠场地里，小崽子身上的兔耳朵帽子绑了3个粉色猪猪气球，小短手上抡着一把充气塑料锤，不重但很大。小崽子2爪并用，抱了个满怀，十分有存在感。齐慈年和齐慈禧为了更好发力，不得不2手抓着大锤子，
身上的距离感一下子少了许多。一开始的陌生无措消失后，是从未体验过的新奇。竹林打地鼠采取的是多人模式，一批一批的进入场地，然后一起进入游戏场开始游戏。这一批的人满了，地鼠开始随着欢快的音乐出来活动，砰砰声不绝于耳。小崽子立马进入状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小爪爪抓着大锤子，像是一只捕猎的小奶猫，死死的盯着面前的地鼠洞。终于看见一个褐色的小脑袋从他身边的地鼠洞里出来，小崽子眯眼一笑，肉嘟嘟的小脸满是自信。我的鼠鼠，你终于来啦！小崽子一个齐天举起，锁定目标，重重锤下。地鼠被打的哭泣声传来，小崽子得意一笑，我打到惹。齐次年和齐次熙目睹小崽子干净利落、莫名帅气的一锤，心中升腾而起一股自豪和骄傲，以至于有一只地鼠在他们中间的洞出现，小崽子先一步发现。小崽子急迫小奶鹰，鼠鼠粗来惹，蝈蝈们快揍他脑瓜！砰！齐次熙举起先垂下的锤子，看了看齐次年，你别是办公室坐久了，体力不支吧？齐次年面色微沉，哼笑，小西啊，盲目自信可不好啊。说完，一锤子落在另一只地鼠脑袋上，笑死，只要是齐家出来的，该学的跆拳道、散打、擒拿等，有谁能落下？两人开始针锋相对，你方锤罢我右锤。小崽子被他们的氛围感染，也不甘落后，抱着大锤再在他们不远处360度旋转式爆锤，三人俨然化成为一个无情的锤鼠机械，周边没有一颗冒出的地鼠头能从三人手下逃过一劫。小崽子锤到后面腿都发软了，肿了那么多鼠鼠面，锤不完，我根本就锤不完哇！而这对从小就开始各种训练的齐次年和齐次熙来说，简直小菜一碟，也就热了个身。小崽子锤到最后眼睛都圆了，抱着怀里的大锤子呼呼呼的大喘气，最后一屁股坐在一片比较干净的地上，刚好爪爪边有一个地鼠洞，冒出来一只地鼠，对他张牙舞爪。小崽子，鼠鼠泥，这期在挑战脑大窝的威严。小崽子一咬牙爬起来，抓起自己的大锤子，蹲在刚刚那个地鼠洞，等到下次有地鼠从那冒出来后，一个锤子将其锤下，小崽子这才满意。到了后面，小崽子几乎就是凭着自己作为老大的自尊，苦苦支撑。当音乐彻底暂停后，快步跑到齐次熙那，几乎是凭借惯性，啪叽一声撞他腿上，然后又滑了下去，坐在他鞋子上，伸着爪爪求抱抱。老大窝要累死啦哇！齐次熙赶紧将小崽子抱起来，看到他还在大喘气，抱着去休息处休息了一会儿。小崽子举起斜挎的奶瓶 doing 狂饮，没多久就满血复活。5蝈蝈6蝈蝈，我可以啦！三人又跑去彩虹轮胎滑道，这个不耗费体力。坐在轮胎上，从高高的带弧度的七彩滑道上滑下来，小崽子一见到就兴奋不已，左手抓着齐次年，右手抓着齐次熙。5蝈蝈6蝈蝈，我们一起玩。齐次年和齐次熙原本打算从他们两个人中选一个人带他，或者是轮流带他玩，但架不住小崽子要求，于是齐次熙跟他一个轮胎，将小崽子护在身前。齐次年坐在两人左手边的轮胎上，等待小崽子的一声令下。小崽子激情倒数3、2、2、1，走！旁边也在玩彩虹轮胎滑道的人虎躯一震，还能这么数？咻咻啊，好快哇！脑大窝救气最快的仔。耳边是小崽子嚣张的声音，以及轮胎和滑道的磨蹭声，以及风呼呼的声音。齐次熙和齐次年也从中获得乐趣，让烦扰遗憾随风而散，追随小崽子肆意软萌的温暖。玩尽兴后，三人才离开这里。看见有人在拍大头贴，小崽子看见那些稀奇古怪的装饰品品，眼睛一亮，我们也去拍哇！小崽子给自己选了一副喝饮料太阳卡通墨镜，以及玩具枪，摆出一个霸里霸气的造型，感到十分满意。齐次熙则是一顶黑色帽子，微微下压，显得整个人痞帅的。齐次年最后拿了一副银丝眼镜，以及一本道具书。小崽子太矮照不到，齐次熙直接把人提起来，让他坐在自己手臂上。小崽子摸了摸玩具枪，下巴微抬，目光轻蔑地看向镜头，而齐次年和齐次熙在他身后，一个看着书，嘴角勾着一抹透着冷的笑，一个则是眼神半明半昧，整个人高深莫测。咔嚓，这一刻的美好再次定格。窝康康，让窝康康拍成什么样子？不得不说，小崽子不愧是当老大的人，就算身后站着气质不同，但都难以忽视的齐次年和齐次熙，依旧不会被比下去，反而有一种大佬也是我小弟的感觉。小崽子满意极了，哼哼，不愧鸡窝，还吸那么霸气。齐次年和齐次熙对视一眼，齐次年忍笑，齐次熙扶额，这崽子自恋的脸。小崽子对这台能拍出自己的脑大气质的机器十分满意，拉着两个蝈蝈拍疯了，因为拍的不少，等照片洗出来的时间有点长，三人便坐在旁边的跷跷板上，边等边陪小崽子玩。
可怜小崽子脚脚够不到地面，和齐次年坐在一头，一晃一晃自己的小脚脚，感受着跷跷板升高、下降、下降、升高。虽然发不了什么力，但依旧上下窜动，每一根牙齿都咬紧，想要将另一头的齐次熙顶上去。齐次年配合着小崽子，卯劲让齐次熙翘起来。齐次熙瞧见小崽子那一副不把他翘上天就绝不罢休的模样，嘴角勾了抹笑，用脚踏地，让他这边的跷跷板轻松往上翘。小崽子果然兴奋的眼睛都亮了。齐次年还以为齐次熙想让着小崽子，便毫无防备的护着小崽子往下沉。结果就在即将把齐次熙翘到脚离地面时，齐次熙的笑带了几分揶揄，脚尖点地，往后一移，坐到跷跷板尽头，然后猛地一沉。啊！呼！哈哈！齐次年猛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一手抓跷跷板的握柄，一手将小崽子固定在自己的怀里，斜眼微眯看向齐慈溪。他真是脑袋进水了，才会觉得齐慈溪这混球会有那好心。现在想起来，刚刚齐慈溪虚晃那一枪，不过就是为了现在。小崽子至今还没有反应过来，大眼睛茫然的看向齐慈溪。明明窝刚刚差点就把六蝈蝈翘起来，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窝和五蝈蝈翘翘惹？没学过杠杆原理的小崽子满脑袋的问号。齐慈年被齐慈溪的骚操作整笑了，哼，齐慈溪不会以为只有他会这一招吧？齐慈年低头对怀里的小崽子道：“团团，抱紧哥哥，哥哥带你把齐慈溪翘上天。”小崽子欢呼雀跃，小爪爪抱着齐慈年的腰，把六蝈蝈翘上天哇！齐慈溪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齐慈年一手扶住小崽子，一手借助于反作用力，将自己和小崽子也移动到了跷跷板边边。齐慈溪和齐慈年的身高体重差原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同样的距离，齐慈年加上小崽子的体重将是绝杀。齐慈溪被不可忽视的力一把翘了上去，一双大长腿绷得笔直，只有脚尖尖能着地，颇有一种没拉好裤子卡裆的感觉。齐慈溪修酒，尝试着用力将两人翘上来，却发现根本翘不动。耳边传来小崽子的呵鹅呵鹅呵鹅的鹅笑声，以及齐慈年漫不经心的看好戏声。在上面好啊，上面风景好。齐慈溪咬牙，真好就换换，只要有了小崽子那个煤气罐罐，他也可以让齐慈年上得去下不来，尝尝这种卡裆的痛苦。齐慈年没折腾齐慈溪太久，没一会儿就揽着小崽子往前坐。齐慈溪得以下来，三人又恢复了兄友弟恭妹兄的相处模式。但齐慈溪对于刚刚齐慈年抱着小崽子将他翘到感觉卡裆的事一直难以忘记，于是趁着齐慈年去给买水时，哄着小崽子跟他坐一边。还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齐慈年将水递给齐慈溪，并给小崽子将水灌进奶瓶里后，满心欢愉的坐在另一头。齐慈溪喝了一口水，将瓶子放在地上，抱着小崽子往后一移，这次成了齐慈年被卡在上面。齐慈溪这臭小子抱着奶瓶的小崽子对自己的重量一无所知，茫然的瞅着齐慈年，怎么又变成了六蝈蝈把五蝈蝈翘上天惹？齐慈溪哈哈大笑。齐慈年听到齐慈溪真挚的欢笑声，无奈而又宠溺的叹了口气，淡声道：“还不快放我下去？”齐慈溪也就想体验一下崽子我有翘遍天下无敌手的感觉，脚支撑着地面把齐慈年放了下来。小崽子想不通，干脆就不想了，只知道自己又赢了，神气的小脑袋都要对着天了。大头贴的相片洗好之后被剪切工整，装进了透明的塑料密封袋里。因为小崽子巴巴的看着，工作人员按照齐慈溪和齐慈年的示意，将照片给了团团。小崽子怕自己拿掉了，瞧瞧五蝈蝈，又瞅瞅六蝈蝈，最后觉得还是五蝈蝈靠谱一点，于是捧着照片，踮起脚尖，郑重其事的将塑料密封袋放进齐慈年的手心。五蝈蝈，还记你拿吧。齐慈年将照片妥帖放进大衣口袋里，然后将团团抱进了怀里。齐慈溪看着这温馨的画面，也跟了上去。三个人又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小崽子叽叽喳喳的相处中，在游乐园的小崽子是快乐的，但回去之后，小崽子的狗见了都摇头的学习生活正式拉开序幕。经过齐慈年和齐慈溪商定，先不找家庭教师上门辅导，齐慈年负责小崽子的拼音和识字，齐慈溪负责小崽子的数数和加减乘除。两人商量好后，小崽子就过上了白天的时候在五蝈蝈办公室里学拼音，晚上去六蝈蝈房间学数数的悲惨生活。今天齐慈年有事不能教小崽子，于是将小崽子带进医院后，就从专门给小崽子准备的丫丫书包里拿出一本本子和一支铅笔，以及一块猴子形状的橡皮擦给他。团团，记得要写完 Y 和 W 之后才能去玩，记住了吗？小崽子大脑瓜点的贼快，胖爪爪接过本子和铅笔橡皮擦，我记住惹。小崽子一开始还乖乖坐在院长办公室写，但后面觉得太安静了，于是拿着东西噔噔噔跑到咨询台。咨询台的工作人员将他抱上椅子后，看见小崽子掏出一本有些褶皱的本子，惊讶道：“老大，你这是？”
学习不易，崽子叹气。但在小弟面前，小崽子只能干劲满满的道：老大窝西大娃娃惹，要写作业啦哇！咨询台工作人员瞪大眼睛，他不是才2岁半吗？就要写作业了。自己2岁半的时候，估计还在那阿爸玩泥巴。但想到这是院长妹妹，一切都释然了。小崽子坐在椅子上写啊写，没过多久，小脑瓜开始点啊点，放下铅笔，用爪爪拍拍滚圆的脸蛋，稍微来了点精神后，继续写下去。看着小崽子越写越抽象的字，咨询台工作人员忍不住问：老大，你这字怎么写着写着他就倒下了？小崽子揉揉睡眼惺忪的眼睛，实在是太困了，打了哈欠，伸伸懒腰爪爪，因为他想睡觉觉啊。咨询台工作人员嘴角抽了抽：我看是老大，你想睡觉了吧？小崽子说完后，抱着自己的东西，让咨询台工作人员把他抱下来后，摆摆小爪爪：小弟，我等会儿再来找泥蛙。小崽子说完之后，就抱着东西跑去院长办公室里，爬上自己的专属小床睡觉。齐次年处理完事情后，就直奔办公室，想看看团团写的怎么样了，却看见呼呼大睡的小崽子以及写着写着就倒下了的拼音，心中复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齐次年和齐次熙渐渐就发现这崽子其实不笨，就是注意力容易分散，一不注意就开小差。但在齐次年和齐次熙的努力下，小崽子慢慢学会了数数以及简单的拼音，不会再1、2、2、3，也不会再挖哦了，也算是可喜可贺。小崽子苦哈哈的简单抄写以及实际区分数字和拼音的生活结束了，可以拿着带拼音的故事书去给休息的小弟们讲故事。这不，午休时间，小崽子吃完午饭就按照和小弟们的约定，从自己的丫丫书包拿出一本安徒生童话，哒哒哒跑去找小弟们。邵伯川碰见齐次年，笑道：你妹妹正在给小弟讲故事呢，要不要听听？齐次年将文件放好，他就说为什么刚刚吃午饭，团团匆匆忙忙的，还不要他跟着，提前离开了食堂，原来是为了这事。虽然有点酸，但想到小崽子的拼音和认字是他教的，心中有升腾而起一种吾家有崽出长成的欣慰感。齐次年跟着邵伯川，在一处休息室找到了正在给小弟们讲故事的团团。X9X9EX 有一个某某亮的公主，虽然有拼音，但小崽子还是只能拼一部分，而且拼的比较慢，有时候还会拼错。邵伯川憋笑憋得肩膀直抖，这小崽子讲故事怎么还自带消音功能啊？碰见不会的就直接不读是吧？齐次年都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听完的，最后还要听小崽子说，就系这样的，剩下的拼音窝不废，等窝跟五蝈蝈学废了，窝再讲一遍啦。小崽子一副再等等，老大窝不久之后就废惹的样子。邵伯川忍不了了，一边狂笑，一边拍齐次年的肩，笑完后道：哈哈，逗死我了。齐次年冷冷扫视邵伯川的手，邵伯川干笑，将自己的手收了回来，看见里面的人给小崽子鼓掌，也跟着鼓掌。里面的人听到掌声，纷纷看了过来，见到是齐次年和邵伯川后，纷纷向他们打招呼。小崽子看到五蝈蝈和妖精叔叔来了，挺起了小脖子放了下来，啾跑了过去。五蝈蝈，妖精叔叔。齐次年弯腰将小崽子拥入怀里，想到刚刚小崽子自信到爆炸的讲故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叹了口气，以后多记点，不然又只能消音了。因为要给小弟讲故事，所以小崽子变得十分积极，甚至会在别墅里拉着齐次熙和齐次年要给他们2个讲故事。故而小崽子的拼音能力直线上升，但加减却成了一个难题。小崽子的关注点稀奇古怪，常常整得齐次熙哑口无言。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只鸭鸭喜惹，就要减去一只鸭鸭，难道洗了的鸭鸭就不系鸭鸭面？小崽子爪爪一揣，十分不服。齐次熙被小崽子的说法整得脑袋嗡嗡响，坐在一旁看着的齐次年也被小崽子的思维惊到，指着另一个提问：那这个呢？一条小船能坐4个小朋友，这里有8个小朋友，问你要租多少条船？你怎么写个0？小崽子戳戳手指头，抬头巴巴看着齐次年。因为没有大人，小朋友不可以系几座船蛙。齐次熙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能气晕过去。小崽子的歪理论真是一套又一套，还有问他本来有9个桃子，但被猴子吃了1个，问他还有几个，他也写了个0，理由是因为大圣就把桃纸都吃完了。最后为了齐次熙的身心健康着想，小崽子的加减法学习停了一段时间，但同样是教，自己这一塌糊涂，齐次年教的却越来越好。齐次熙不得不深思，后面发现了自己的 bug。 像小崽子这个年纪的时候，跟路过的狗都能交朋友，他知道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还是要以实物教学辅助。想通了这一点后，齐次熙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小糖果，先让小崽子数3遍，如果3遍都正确了，就在小崽子身边放一颗糖，等结束学习就可以吃。但要是错了，错一次他就要拿走小崽子的糖，要是他放的没有了，
则从小崽子的零嘴里扣。小崽子一开始还觉得这个游戏有风险，答应需谨慎，但被齐慈禧一击后，小崽子勾了抹冷笑，揣着爪爪道：“你不费真以为我不敢扒？”为了不输糖，小崽子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但还是有几次不小心数错了。小崽子蹭的一声站起来，爪爪盖住自己为数不多的糖果上，土拨鼠尖叫：“不要不要啊！又是一个教学的好时机。好啊，只要你算对，如果我拿走一颗，你那还剩下多少颗？我就不仅不拿走糖，还再给你一颗糖。”小崽子一听，还有这好事？张六蝈蝈居然抓住窝的尾巴，是涉及到糖的大事，小崽子格外重视。先是用爪爪感受了一下糖的存在，再在脑子里回想获得的个数，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小崽子一个个都记得清清楚楚。没过多久，小崽子就抬头，目光自信道：“细5，6前面一个就细5。”说完之后，就一顺不顺的盯着齐慈禧看，白里透红的脸蛋子圆滚滚的，翘首以待齐慈禧给他拿糖。齐慈禧惊喜，小崽子能推算出来，也算是一大进步了。小崽子接过齐慈禧给的糖，用爪爪将7颗糖果捧好，扭着肉嘟嘟的小身子从椅子上跳下来，边跑边奶呼呼道：“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要去吃糖惹，再不走的话。”小崽子怕六蝈蝈又要骗他回答问题，借机拿走他的糖。齐慈禧没追几步，就抓住了小崽子穿的狐狸套装上的小尾巴。小崽子一双小短腿都快扑腾出火花了，结果一看还在原地，疑惑的转脑袋往后看，对上了齐慈禧含笑的眸底。可恶啊，六蝈蝈居然抓住惹窝的尾巴。齐慈禧笑笑：“小崽子有没有信心再接受几次挑战？”小崽子张口就要拒绝，打算先等他吃完得到的糖果，然后再来挑战安全一点。只要你对了，我就把奖励翻倍，给你2颗。小崽子狠狠心动，看看爪爪里的糖果，最后还是应下了。但2岁半的小崽子怎么可能玩得过10多岁的齐慈禧？小崽子对对错错，最后不仅没从齐慈禧那里得到糖果，还被收走了3颗，整个崽子都萎靡成一团委屈包。但小崽子是谁啊？没一会儿就自己哄好了自己，哒哒哒跑去齐慈年那里要他教，甚至还主动要求齐慈年让他瞒着齐慈禧，给他偷偷买小宝贝100道算术题。窝要偷偷努力，将六蝈蝈的糖都赢过来，再带着糖跑路，让六蝈蝈哭鼻子去挖。小崽子沉浸在把六蝈蝈骗得惨惨的，然后无情跑路中乐出了声。小崽子每天跟齐慈年去医院，先按照规定流程去咨询台坐一会儿看小弟，再巡视自己的领地，最后就跑回院长办公室，端坐在院长办公室里。齐慈年特意给他置办的小书桌上做算术题。院长办公室里十分安静，只有齐慈年翻动文件的声音，以及小崽子写字的沙沙声。为了不让六蝈蝈以各种理由扣他的糖，小崽子做完后就拿去让五蝈蝈给他改。看着勾勾越来越多的算术本，小崽子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是时候啦哇，让六蝈蝈将所有的糖果都输给窝。窝的计划第一步启动惹。不像以往，小崽子要等着齐慈禧请才来。吃完晚饭，小崽子就十分积极的抱来自己的文具和草稿纸，屁颠屁颠的跑来找齐慈禧，坐上自己的小书桌的凳子上，爪爪揣上，狂傲不羁道：“六蝈蝈，窝要来挑战哇！”齐慈禧不知道这崽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能主动来找自己，也算是件好事。没说什么，直接给小崽子一张10以内加减法的卷子。半个小时，做吧。小崽子扫了一眼，嘴角得意上扬，哈哈，都是我做过的。六蝈蝈等着输的酷都不胜巴。小崽子根本用不到半个小时，大概20来分钟，就将试卷交给了齐慈禧。齐慈禧拿了一支红笔给他改，看着齐刷刷的勾，停下了动作，扫了眼试卷，又瞅了眼桌旁巴巴等着的小崽子，改过的居然全对。小蠢蛋开窍了，真是可喜可贺啊！小崽子拼命踮起脚尖，发现还是看不到，心中好奇的要命。我到底做的怎么样呢？小崽子伸出小爪，拽拽齐慈禧的裤脚。蝈蝈，我也要看哇！齐慈禧将小崽子抱起来，让他坐在怀里，下巴顶着他毛茸茸的大脑瓜，继续改。小崽子的心跳随着齐慈禧的每一次批改，砰砰直跳。看着越来越多的勾勾，小下巴扬得越来越高。最后一题也改完了之后，小崽子激动的都忘了自己还坐在他六蝈蝈怀里，兴奋的往上蹦。六蝈蝈，窝全对惹，真戏太简单了，根本难不倒团团脑大窝哇！哈哈，5、4，一个委屈巴巴抱住脑瓜，一个抬手轻抚下巴。这小崽子下巴和牙都快要被他撞掉了。六蝈蝈，窝的糖捏。按照2人的约定，齐慈禧给他数了21颗糖，又拿了一包番茄味的薯片。小崽子拿到后，头也不回的跑回齐慈年的房间，先探探脑瓜，确定外面没有人后，砰一声将房间门关了。过了好一会儿，小崽子爬上放在门边给他准备的椅子上，小爪子抓住门把手，脚从椅子上跳下来，门把手因为重力而向下转动，小崽子一个灵活摆动，门吱呀
一声打开。以后连续好几天，小崽子都十分主动的找齐慈禧挑战，拿到奖励之后就捧着往外跑。齐慈禧和齐慈年都以为他是找地方吃糖去了，只告诉他不要一次吃太多，没有过多干涉。一直在外出差的齐燕终于要回来，看见合作方在结束会议后都结伴行，像是要去什么商场。斯文儒雅但精明的王总见齐燕面色有细微的变化，含笑跟齐燕解释，甚至邀约齐燕一起去，然后不出意外的被拒绝了。站在齐燕身后的萧特助听过王总说的那个商场，齐总，听说那儿的商城东西挺有新意的，您要是去那儿顺手给少爷们和小小姐带礼物，他们应该会很开心的吧。原本打算收拾收拾就去机场的齐燕停下了脚步，回去的飞机上萧特助就开始在特助群里叽里呱啦跟其他3个说齐总是怎么冷脸挑礼物的。但当齐燕带着礼物回到大宅时，却发现里面安静的不像话，以往听见汽车声就会迎上来的小崽子都没看见，以为是小崽子去外面玩了。齐燕便让人将礼物先拿进置物室，洗漱完后去书房坐了好一会儿。天色渐暗，齐燕走下楼，看着餐桌上只有他的餐具，皱眉问，他们不吃？齐慈禧那小子不是已经竞赛完了？齐慈禧那小崽子也早该被齐慈禧从齐慈年那儿带回来了。老管家带上专属微笑，先生，您是在问少爷和小小姐吗？跑了，小小姐跟五少爷去他的别墅了。这个他知道。齐燕颔首沉声道，齐慈禧呢？他不是回来了，没把齐慈禧那小崽子从齐慈年那带回来。老管家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笑笑，六少爷是回来了，但他知道小小姐在五少爷那之后没回来多久就拉着行李箱去五少爷那儿了，和小小姐至今未归。齐燕只剩下齐燕的老宅，虽然陈设完善精美，但是显得有些空荡，特别是早晚餐独自一人进餐，佣人上好菜后都退下了，冷冷清清的，原本就没多好的食欲更没有了。小崽子吃的妈妈香的模样，齐慈禧嚷着给小崽子布菜的样子，还有齐慈年无声的坐在一旁的画面，就会在齐燕脑中盘旋。小崽子还不知道他爸爸已经回来了，但是他的压压包已经被装的差不多了，再加上小弟们给的，以及五蝈蝈从保险箱里每天拿给他的，小崽子都妥善的藏在齐慈年的床底。小崽子都打算好了，先在医院里借一个小弟的手机给诗诗打电话，让他在下午1810的时候来接他回去。因为那个时候五蝈蝈在厨房里做菜，六蝈蝈在房间里给他准备学习资料，没有人管他，他能偷偷拿上自己所有的身家，安全离开。小崽子先将写好的信放在齐慈年的床边，再背上鼓鼓囊囊的鸭子书包，左右爪子分别提着2大滚圆塑料袋的零食，脖子上还挂着装棉花糖的大号塑料袋。塑料袋手提位置被小崽子撕开了，刚好能挂在短短一截可以忽略不计的脖子上。先探出小脑瓜，确定安全后跑到另一个拐角，再次探头就要跑出去时，就看见他五蝈蝈也从厨房探出脑袋，左右看了会儿后，一阵风似的跑到大门，大盒小盒的提进来一堆东西，又火烧屁股的往厨房跑。小崽子，五蝈蝈这戏在干什么面？再次排查好危险，小崽子小碎步调整，快速拉了张凳子踩上去，利用自身重量抓住门把手往下一荡，门开之后逃之夭夭。而正在小心翼翼竖着耳朵时刻注意不要被抓包的齐慈年还在厨房耐心摆盘，而齐慈禧则看着小学数学课本，决定今晚要给小崽子加点难度，学习连加连减，或者是加减混合运算。诗诗和齐家大宅的司机在这里做过备案，所以能畅通无阻的将车开到别墅外。诗诗看着大包小包迈着小短腿向他这儿飞奔而来的小崽子，既激动又奇怪。分开这么久，他真的好想小小姐啊！没有小小姐的齐家大宅，欢乐也没有了。可小小姐这个样子是怎么回事？这大包小包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捡完垃圾回来呢。小崽子出门就看见诗诗了，跑近后摆摆自己的小爪子，第一小弟，脑大窝肥来惹，小弟抱脑大窝上去挖。诗诗将小崽子抱上车，捂嘴笑问，老大你怎么这个样子啊？而且你不是跟五少爷和六少爷一起住这吗？小崽子小爪子一挥，急匆匆道，这个等会儿脑大窝再跟第一小弟尼说，叔叔快开车哇！小小姐这摆明了就是偷偷跑出来的，司机一下子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崽子以为司机没听清楚，小脸贴过去，叔叔我们走啊。诗诗看着急切的小崽子道，就按小小姐说的做吧，他等会儿就偷偷跟五少爷和六少爷说一下，既能不让小小姐不开心，又免得五少爷和六少爷他们担心。而且先生最近也回来了，将小小姐带回去应该没什么问题。汽车开动，小崽子看着别墅被甩得越来越远，满意的坐好，看着自己4大包满满当当的零食，脑大窝真几个厉害的崽子。团团打算等回去后就把糖糖和零食藏起来，绝不让任何一包被拿走或者是被关进保险箱。齐慈年摆完盘后美滋滋的端着菜出来，望向楼上叫团团和齐慈禧吃饭。团团团团，哥哥做好饭菜了，都是你爱吃的。
可以下来吃了。齐慈禧，吃饭了。齐慈年还没把人叫下来，就看见大门边的凳子以及没有关的门。齐慈年瞬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记得刚刚他是关好门了的，而这里需要站在椅子上开门的，除了团团，没有第二个人。一股寒气从脚底爬了上来，齐慈年心慌的厉害。团团，团团，你在哪里？先在1楼以及别墅外的草坪和花园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团团后，想到家政打电话跟他说过，在他床底下发现了许多零食。齐慈年又匆匆跑去他的房间，叫了2声没人应后，立马往地上一趴，急切的扫视自己的床底，果然那几大包零食不见了。齐慈年的心坠了下去，从地上踉跄的站起来，急到失焦的眼睛瞥到小崽子留在他床上的信。齐慈年立马拿过来看，小崽子还不怎么会写字，多数都是拼音，但能看出来团团写的是他要回去了，因为在这他和齐慈禧会算计他的零食。齐慈年哭笑不得，团团居然就因为这个连2个哥哥都不要了，自己一个崽子带着自己的全部身家跑了。齐慈年拿着团团留下的信去找齐慈禧，齐慈禧也从自己的房间里跑了出来，全身阴沉的下人将手机给齐慈年看，小崽子让诗诗接他回老宅了，知道小崽子的下落，确认他是安全的。齐慈年的心稳了下来，但还是有些心有余悸，将团团留下的信给齐慈禧看。齐慈禧看着小崽子写的不丑但很难评的拼音，也看出了个大概，冷笑连连，好得很，为了几颗糖居然连他都不要了，他哪一次真饿着他了？就算是那天小崽子学得不好，他拿走一些他的零食，他也会从其他地方给小崽子补回来。结果倒好，这小崽子就记得他算计他零嘴的事了，给他买糖买蛋糕买薯片买饼干，他是一个字都不提啊。齐慈禧转身就往房间走，齐慈年追上他，你干嘛走这么急？齐慈禧脸上冷得骇人，继续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他都回老宅了，我不回去，难道留在这里天天吃你摆的帝都9阳私房菜？一气之下气了一下，齐慈年咬牙，要不是亲的，今天他高低得给齐慈禧一顿爱的教育，虽然可能打不过，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团团将他和齐慈禧甩下，独自回老宅的事。齐慈年的语气明显沉了下去，我也回去，你等我一下，我去收拾收拾。就团团留下信就走的原因和行为而言，齐慈年打算回老宅住几天，把这事跟他好好捋捋。齐慈年和齐慈禧快速收拾好东西，为了不浪费粮食，2人又将饭菜盛进了大包盒，大盒小盒的一起拎回老宅。在车上睡了一觉，口水都流出来的小崽子，诗诗拿纸巾帮他擦干净后才柔声叫醒他，老大快醒醒，我们到了。小崽子睡得正酣，诗诗又叫了好几声，小崽子才嘟嘟囔囔的揉揉眼睛，咂咂嘴巴，有半边小脸都被压红了一块。倒惹面，诗诗脸上挂上姨母笑，笑着绕到另一边，心花怒放的将小崽子从车上抱下，再伸手去拿小崽子的压压包。小崽子站在一边，乖乖等着诗诗帮他拿，自己主动举起爪爪，一张可爱的小脸写满认真。第一小弟，把压压包给脑大窝背上挖，背好之后也不要诗诗帮他提剩下的，坚持让诗诗在他左右肘各挂上一包。大塑料袋也挂在了小崽子的脖子上，零嘴到手，小崽子又变回了那个尾巴翘到天上的崽子，走起路来都带饭，小脚脚一颠一颠的。小崽子昂首挺胸走在前面，身后还跟着诗诗和司机，派头十足，左右爪上的塑料袋来回晃动，中间的大塑料包在小崽子走动时发出难以忽视的塑料声，引得所有人纷纷看了过来，被簇拥着回到老宅大厅。连脖子上的大塑料还没有拿下来的小崽子小爪子一挥，小弟们排好队哇，老大窝要给你们发好吃的惹。齐燕刚从大门走进来，人还没看到，就听见小崽子的霸气小奶音。肖特助和沈特助眼睛一亮，小小姐可算是回来了。天知道齐总因为满心欢喜准备好的礼物没能按预想送出去，这2天变得有多变态。齐燕嘴角的笑僵在脸上，看到小崽子站在沙发上，背后面一包，身前一包，左右脚边各一大包的拾荒模样，原本的欢心被惊疑压下，心情复杂。他这是刚捡垃圾回来。小崽子看见了很久都没看到的巴巴，灵动的大眼睛叮叮叮的放光，巴巴巴巴，快过来哇，我给你吃好吃的。齐燕吃好吃的，吃他身边的垃圾。齐燕眉心突突直跳，迈步走到小崽子身边后，弯腰将笑成一朵花的小崽子提溜进怀里，顺便帮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刘海和呆毛，问齐慈禧和齐慈年呢？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就让你吃这些。垃圾2个字都到嘴边了，但想到这是自己唯一的女儿，嘴角抽了抽，还是忍住了，但在心里狠狠的给齐慈年和齐慈禧这2个棒槌记了一账。说到这个，小崽子嘴角挂上一抹抑制不住的笑，神秘的将滚圆的大脸蛋子贴在齐燕身上，目光往上老神在在的看向齐燕，不屑啊，这些都系凭借窝聪明的脑瓜拿到的哇。说完这2句之后，小崽子将脑瓜往后一撤，
爪爪熟忍一揣，莫测高深的先看着齐燕，然后一一扫过萧特助、沈特助以及他的一众小弟，一副脑大窝天下第一聪明的表情，给众人看得一愣一愣的。齐燕心中微诧，自己对这个女儿了解的好像还是太少啊。他不动声色，顺着小崽子的话往下套。是吗？原来你这么厉害啊！来，跟爸爸说说，让爸爸感受一下。还没见过人间险恶的小崽子，清澈的目光中透着天真，居然就这么水灵灵的相信了，将自己怎么藏的，以及怎么偷偷联系诗诗的，和从齐次年别墅溜回来的，这些光辉事迹都通通告诉了齐燕。齐燕越听越吃惊，这个小崽子居然能够在齐次年和齐次熙的眼皮子底下做这么大的妖。但转瞬一想，齐燕薄唇微扬，带着几分压迫感和冷意。也就是说，这4包啦零食，你是瞒着齐次年和齐次熙偷偷藏起来的，你还趁他们不注意，自己跑了回来。沉浸在自己威风之中，不可自拔的小崽子连连点头，还没有察觉到不对。对哇对哇，五蝈蝈和六蝈蝈肯定都不知丢辣细窝的计划。爸爸，我岂不是很厉害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小崽子小小年纪，居然就将这一招用得淋漓尽致。齐燕不得不用全新的目光再次打量自己这个女儿。齐燕咬牙道：好得很，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事？听到最厉害的巴巴都夸叽叽了。小崽子不是轻抬下巴，而是直接将大脸蛋子对上自家天花板。小爪爪插肚子上笑出了鹅叫声。萧特助、沈特助以及诗诗和齐家的其他佣人都担心的看着小崽子。萧小姐，你是真虎啊！齐总，先生几句话就将你唬的连裤衩子都不剩了。真唬了的小崽子还没开心3分钟，就被他家巴巴提溜起后脖领。小崽子错愕反应过来后，奇怪的望向齐燕，张牙舞爪道：巴巴，你要干什么哇？窝的堂堂还在沙发上。齐燕扫了一眼沙发上的2大包，隐隐有些头疼，看了萧特助和沈特助一眼，给他拿上，然后就提着小崽子去了书房。刚一提起来，齐燕震惊的眉头都抖了3抖。这小崽子背上的包得有多重啊？还有他是不是又吃胖了？萧特助和沈特助面面相觑，两人俊脸一苦，不要啊，家丑不可外扬，你们父女相爱相杀，不要扯上我们这些卑微打工人啊。小崽子被抓去书房没多久，齐慈禧坐着齐次年的车，兄弟俩连行李箱都没拿，只把那些饭菜拿了下去，几乎是同时跨进大门。看见在客厅的诗诗就问：那小崽子呢？团团呢？居然敢炸他！小小姐被先生抓去书房了。话刚说完，就被两人塞了满满2手。诗诗，怎么小小姐回来大包小包的？5少爷和6少爷也是大盒小盒的。小崽子被放在齐燕的办公桌前，2包满满当当零嘴也被放在他身边。齐燕坐下，看见小崽子还劲儿得的小模样，把你下巴给我放下来。小崽子大眼睛瞅啊瞅，听话乖乖放下了下巴，但又侧头挑眉。齐燕抽了口气，忍不住伸手将小崽子的反骨大脑瓜扳正，站着好好站，扬下巴侧头挑眉毛的。你想干什么？小崽子双爪推开齐燕的双手，小身子往后缩。爸爸，你不要打扰我做造型啦。萧特助忍笑忍的难受。别说，还真别说，小小姐那模样跟齐总还真像。齐燕百感交集，千言万语到最后只剩下无语。你一个小孩子要什么造型？站就好好站。可齐燕发现，不论是将小崽子的脑瓜调正，还是将他下巴压下去，又或者将他的眉头抚平，小崽子的 bling 发光的大眼睛依旧写满了桀骜不驯。齐燕，得，又来一个反骨仔。齐燕深呼吸了好几口气，冷声道：这4包零食我先给你收着，你给我好好想想，你做错了什么？齐燕精准触碰了小崽子的逆鳞和软肋。小崽子桀骜不驯的小脸碎了，写满了慌张和难以置信，大脑瓜快速转动。什么？爸爸你在说什么？对上齐燕不容拒绝的眸，小崽子眼含泪光，天都要塌了，可怜兮兮的拿起地上的2大包。齐燕嘴角微勾，他就说他家崽子乖到没边，现在不就乖乖将零食交给他了吗？小崽子期期爱爱，提着身边那2袋身家，转身拔腿就跑。齐燕被他这个操作搞懵了3秒，反应过来咬牙冷笑，小兔崽子居然敢炸他！跑一时爽，深矮吊葬场。小崽子看着高高在上的门把手，欲哭无泪。啊，要洗啦！小崽子翻脸，一只小短腿往前一迈，爪子打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进入了准备战斗状态，爆发尖锐的报鸣。你们不要过来哇！萧特助、沈特助啊！小小姐，你只叫不干，岂不是要被齐总拿捏的死死的？齐燕气笑了，齐慈心，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乖乖将手上的东西给我。小崽子很坚决，誓死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身家。我不要！齐燕长腿一迈，快速逼近，将近1.9米的身高，极具压迫感。小崽子的心凉的透透的，一个劲的往后缩，最后垂死挣扎，
转身狂刨书房的门。小奶婴失声尖叫：“啊！我要洗啦哇！”书房门外，齐慈年面门而战，齐慈禧靠强哥哥磨牙，只等着门开后找那个小崽子好好算账。听到门传来沉闷的敲击声，虽然很小，但齐慈年和齐慈禧都听到了。齐慈禧连忙站起身，冲过去尝试开门，没想到居然没锁。咔嗒，门被齐慈禧从外面打开，小崽子福至心灵，溜了出去，直接撞上了脸色不善的齐慈年和齐慈禧。小崽子回头看看黑脸的爹，又往前看看也黑脸的哥哥，急得恨不得刨个坑跑掉。小崽子目光快速在三个人身上来回移动，一咬牙冲到齐慈年腿上粘上去。五蝈蝈，两道死亡凝视落在齐慈年身上。齐慈年后背发凉，弯腰抱在，忍不住勾唇。父亲和齐慈禧妹妹一个都不选，就只选中了他，只要他。小崽子想要将自己埋进齐慈年怀里，但是却发现后背有圆滚滚的压包，以及前面左右的3大包根本埋不了一点，只能缩到身前的大塑料包后，仅露出2个揪揪和一双眼睛。爪爪拉拉齐慈年，五蝈蝈，我们回去吧。齐燕，哼，齐慈禧，你敢！还没等齐慈年回答，齐燕冰冷的声音，齐慈禧气急败坏的吼声一起落了下来。齐慈年努力了一下，不出意料没走掉。最后，小崽子被再次拉进书房，身前站着齐燕，身后站着齐慈年和齐慈禧。刚刚小崽子直奔齐慈年的事情，给齐燕敲响了警钟，不能一味的对小崽子压制，不然的话，他就是最糟蹋闲的人。我可以不收你的零食。果然，齐燕一句话，原本凄凄惨惨戚戚的小崽子，一秒抬头，有些心虚的看着齐燕，小爪爪抓了抓自己的衣服角角。这老登，他这么一搞，不就只有自己一个坏人？齐慈禧才不干，轻嗤一声：“小崽子，给你一个机会，过来认个错。你偷藏零食和偷跑的事情，我就放你一马。”小崽子惊喜，噔噔噔跑到齐慈禧面前：“六蝈蝈，龌龊惹。”齐慈禧哼，道歉很快，态度很好，下次还敢。最后，小崽子提着自己的身家，跑去了自己的房间，妥善放置后才跑出去吃饭。齐燕、齐慈年和齐慈禧站在2楼楼梯口等他。小崽子看见3人，笑得灿烂，巴巴，五蝈蝈，六蝈蝈，我们去吃饭哇。餐厅里，齐燕在主位落座，齐慈年在他左手边坐下，小崽子又坐在齐慈年左手边，齐慈禧也跑到小崽子左手边坐下。这样一来，齐燕主位便陪坐，还跟小崽子隔了个人，目光看向小崽子。小崽子所有心思都在桌上的饭菜上，无法与之对视。齐燕叹了口气，看向最近的齐慈年，齐慈年茫然无辜的看着他，然后围着小崽子转，又看向齐慈禧，那棒槌更气人，直接置之不理。但看到兄弟妹3人，个个都洋溢着笑容，心底某一处被一种酸涩温暖的感觉填满。小崽子一吃，就发现桌上的菜味道跟五蝈蝈做的一模一样。齐燕吃了一口，也发现了问题，侧头问管家：“家里换厨师了？”齐慈禧笑了，加了一块红烧牛肉，揶揄道：“好吃吗？你我儿子做的。”齐慈年捂脸，透过手指缝瞪了一眼齐慈禧。齐燕日理万机，虽然吃过的饭数不胜数，但能被他记住的几乎没有。半信半疑，齐慈年还能有这手艺。吃完饭，齐燕叫住抱上团团就要溜走的齐慈年和齐慈禧，兄弟俩加上小崽子，3双各有秋色的眼睛，都齐刷刷看了过来，动作整齐划一。齐燕不禁勾了抹笑，淡声道：“都过来。”齐慈禧看看齐慈年，齐慈年摊手，齐慈禧怀里的小崽子见了，也摊着自己的小爪子，软萌道：“我也不知丢啊。”齐慈年，齐慈禧嘴角一抽：“也没人问你啊，你这个小戏精。”齐燕坐在客厅沙发上，齐慈年3人坐在他身边，个个脸上都有几分莫名其妙。齐燕不动声色，让老管家带人将放在置物室的礼物拿了出来。小崽子学着齐慈禧的大佬坐姿，脸上写满不耐，小身子因为个子矮不能很好的靠到沙发靠背，便枕着齐慈年，也一副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的模样。齐燕凝视眼前一大一小，挑眉看着他的齐慈禧和小崽子，他就说小崽子怎么一身反骨，肯定是被齐慈禧这小子带的。不行，从今天开始他要防火防盗防儿子，绝不能让还是一张白纸的小崽子学坏了去。老管家领着3个人，个个手上捧着一个精美的礼盒，笑眯眯道：“五少爷、六少爷、小小姐，这些是先生特意为你们带回来的，你们打开看看吧。”小崽子眼睛猛然放大，什么高冷范儿也顾不得维持了，一溜烟跑了过去，围着管家转圈圈，戏什么咩，窝康康窝康康。看到小崽子这么喜欢，齐燕心情大好，以目光示意管家将礼盒给小崽子。齐燕给小崽子带的是一套价值不菲的珠宝首饰，包含了珠宝手链、项链、胸针和发饰，还有一顶红宝石公主皇冠，以及一个镶金的玉石镂空挂坠。除了红宝石皇冠，其他都是依照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设计的，个个可爱又好看。此刻那些珠宝和皇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熠熠生辉。小宅子可喜欢了，拿起那个镶金的玉石镂空挂坠，镂空的挂坠里有几颗被雕琢的圆润漂亮的小玉珠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玉石声。小宅子惊奇的了一声，好奇的看向齐燕。齐燕看着自己的傻女儿，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勾了勾唇角，先暂时给你这些，后面爸爸得空了再给你好好置办。小崽子拿着挂坠噔噔噔跑到齐燕那里，像是吃了小鱼干的猫咪，开心的蹭齐燕。爸爸，你系全世界最好的巴巴哇！齐燕现在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将身边圆滚滚的小崽子抱进怀里。Rua，齐次年和齐次熙震惊的看着自己手上的礼盒，连一向喜欢和齐燕唱反调的齐次熙都被这礼物给搞哑火了。父亲，老登居然给我们带礼物！两人对视一眼，然后默契的看向齐燕。齐燕正在抱小崽子，没跟两人对视，看着齐燕的两人又收回了目光，再次对视。他脑子没事吧？不然的话怎么会给他们带礼物？两人心中惊涛骇浪，但一抹喜不自胜的欢快一涌一涌冒了出来。齐次年因为太开心，以往3分含笑7分冷的脸上直接表情清空，显得整个人有点木。齐次熙依旧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但嘴角暗暗上扬，又嫌丢面子往下压了压。两人都装作漫不经心，毫不在意的打开盒子，然后快速的好奇的瞟一眼，然后再次作证，又看了一眼，这才不慌不忙的将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齐燕给两人准备的是一套成人巴掌大的玉摆件，以及玉笔筒、玉貔貅等物件，这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虽然大多都是萧特助和沈特助挑出来的。齐次年和齐次熙一个先拿起里面的东西，一个跟着拿上，然后另一个又放下，坐好。没过多久又重复这个动作。坐在齐燕怀里玩挂坠的小崽子不解，五蝈蝈、六蝈蝈，你们怎么那么忙哇？老管家和另外3个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小小姐，您好歹给您的哥哥们留一点面子。齐慈熙抱手往后一靠，一脸的我根本不 care 好吗？小崽子，你别胡说，我才没有因为这些东西而激动呢。他又不是没见过专门摆放他奖牌、奖杯、荣誉证书的那个房间，他可是有一箱这样的石头。齐次年转头看过他，他好像也没说你因为这些东西而激动啊。你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小崽子更加奇怪了，眨眨大眼睛，咦，我没这么说哇。齐慈熙瞥了一眼齐燕，果然那老登在偷笑。齐慈熙耳朵根都红了，哼，我说没有就没有。说完之后就要起身走了，但没走几步，又转身将属于自己的礼物盒一起抱走。老管家，六少爷，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你这样有点像落荒而逃啊。小崽子根本理解不了他六蝈蝈这个傲娇的一系列表现，巴巴看向齐次年，希望五蝈蝈给他翻译一下。齐次年因为收到礼物，心一直激动欢快的砰砰跳动，压了压情绪，才能较为冷静的开口道，他可能是害羞吧。说完之后，齐次年也抱上自己的礼物盒，对着齐燕颔首打过招呼后，同手同脚4只好像各自都很陌生的离开了大厅。小崽子担心的看向齐燕，巴巴，五蝈蝈和六蝈蝈真的没幸免。齐燕、老管家和其他3个佣人，齐燕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转眼间齐次年和齐次熙都长大了，但却是第一次在他面前露出这般模样。想到置物室剩下的4个礼物盒，齐燕叹了口气，声音有些低沉，他们没事。小崽子还是不太相信，在齐燕抱着他上去放东西的时候，趁着齐燕给他整理那些礼物，自己偷偷拉上老管家溜走了。一脸懵逼的老管家什么都来不及问，就被拉着来到了六少爷的房间门口。小崽子冲着老管家举爪爪，爷爷抱窝哇。小小姐你要干什么啊？敲门哇，让管家爷爷抱着敲会更有气势一点。六蝈蝈和五蝈蝈刚刚那个样子一看就不正常，巴巴居然跟窝坐没事，窝有自己的脑瓜才不会相信啦。老管家就要将小崽子抱起来敲门，走到半开的窗吹来一阵风，将齐慈熙刚刚因为激动用力甩但没有关上的门吹开了。齐慈熙兴奋到扭曲的鬼叫声传了出来，哈哈，老登居然知道要给我带礼物，他居然知道给我带礼物了，哈哈哈哈。但这眼光有点差，谁家貔貅长这丑样子？还有这个玉笔筒，怕是丢给爷爷，爷爷都不会要。但看在他第一次带礼物没有经验的份上，小爷我就不跟他计较笑纳了。哎呀呀，这个手机挂饰好像还不错，给我的手机挂上。老登是按照小崽子的样子选的吗？怎么丑萌丑萌的？小崽子又气又怒，好哇，居然偷偷说我丑，又有几分无奈，最后叹了口气，康康康康，六蝈蝈脑瓜又坏惹，早就叫六蝈蝈去看脑瓜了，他还不相信我。老管家也是一脸震惊，猛完后急忙给小崽子捂耳朵，防止六少爷的魔音攻击小小姐耳朵，又或者小小姐暴走直接进去锤人，同时心中还在咆哮啊啊，求一双没听过的耳朵。小崽子一本正经握住小拳头，任重而道远就要走进去。齐燕收拾好东西后，发现小崽子不在房间，走出来找他，没想到
在齐慈禧门前找到了，而且还听到齐慈禧那崽子嗷嗷放厥词。老管家觉察到身后有人，转身一看，就看见了面无表情的齐燕。小崽子看见齐燕来了，急匆匆跑了过来，抓住齐燕的裤脚就要往里拉。爸爸，快带六蝈蝈去看脑瓜哇，他的脑瓜又坏掉惹。老管家踉跄，小姐，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六少爷这是高兴疯了？齐燕跟不上这个小崽子的脑回路，但齐慈禧现在很高兴，如果发现被人听到了，按他那个傲娇性格肯定会生气，自己还是知道的。齐燕轻轻将门给齐慈禧关上，齐慈禧那魔性的声音被隔开，蹲下摸小崽子的脑瓜，谁跟你说他脑瓜坏的？小崽子瞅齐燕，瞪大眼睛难以置信，他都那样了哇！说完之后，学着齐慈禧的声音，十分夸张的，哈哈，老登居然只丢给窝带礼物，小爷窝就不给他计较惹，笑那惹。别说，学得很像，还原度100%，连那股子傲娇片儿得的样子都学了10成10。但学完后，小崽子又变回了又气又担心的模样，他还缩窝瞅齐燕黑脸，直接将小崽子提溜走。从今天开始，你从齐慈禧房间搬出来，跟我一起睡。他曾经让小崽子搬出来过，但没多久又搬回去了，想来是小崽子小，还离不了人，那便让他跟自己一起睡好了。为什么咩？齐燕冷吃，哪这么多的什么为什么？还有，不准什么都跟齐慈禧那小子学。什么老登，小爷，那是一个2岁半孩子该说的话吗？再跟着齐慈禧屁股后面转，后面还不知道能说出什么话来。小崽子根本不理解什么是老登，什么又是小爷，但觉得小爷这个称呼似乎也挺霸气的。齐燕垂眸一看，半天没应他的小崽子，居然在他的冷脸下公然走神，大掌盖在小崽子的脑瓜上，你听到没有？小崽子伸爪爪想要推开，窝直丢惹。小崽子强烈要求去看齐慈年，齐燕又抱着他走回去敲齐慈年的门。没过多久，齐慈年就开门了，看见齐燕和小崽子后，还没理清的大脑更乱了。小崽子担心的瞅着齐慈年，向他伸爪爪要抱抱。齐慈年见了，伸手抱他。小崽子来到齐慈年怀里，小爪爪扒拉住齐慈年的2侧脸颊，将其上下左右翻看，眉头微皱，五蝈蝈，你没记吧？齐慈年摇头，看出来小崽子在担心自己，原本就激动的心更加难以自抑。没什么，我只是太高兴了。说完后看向齐燕，直白道，父亲，谢谢您的礼物，我很喜欢。齐燕难以描述此刻的感受，翻江倒海的酸涩，还有激动和无措裹挟着欣喜，剧烈的情绪变化让他下意识想要忽略或者回避。齐燕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自从母亲和哥哥的那件事后，他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最严重的那一年，他除了逼着自己去工作，就是将自己关起来，回避任何的接触。只有顾婉清对他来说是特殊的，他也曾想要让他走进自己的世界，或者是走进顾婉清的世界，但2个一身伤痕的人，个个都像是带刺的刺猬，又如何能靠近呢？回想起往事，齐燕笑得苦涩，直到小崽子巴巴的看着他，软软的叫他，心中的苦涩才被冲淡。齐燕看向小崽子，将心中的苦涩压下，佯装无事道，团团，来，爸爸抱。小崽子很乖的张开手，跟齐慈年互道晚安。齐慈年的神情在2人离开后变得凝重，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一跟父亲有什么亲密一点的互动，父亲就会像是触发了什么机制一样？齐慈年将门关上，拿出自己的手机，找到了那个很久都没有联系的号码，拨打过去，将所有礼物都一一细细欣赏点评一遍。齐慈禧才将摆件放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其他的东西则都放在了自己的床头柜里，想着都收拾好了，该去找小崽子带他去洗漱休息了。出去以后，却被告知小崽子早就被齐燕带走了。齐慈禧眉心暴跳，不是，老登什么意思？该不会想要跟他抢小崽子吧？走到齐燕的房门，齐慈禧抬手就要打开，但想到这样干肯定又要被说教，于是还是规规矩矩的敲门。正在床上听小崽子给他讲故事的齐燕下床，小崽子有些不开心，被打断。我才刚刚开始哇！齐慈禧看见齐燕，脑袋直往里面探，他呢？他今晚跟我睡。齐慈禧不干了，什么他就跟你睡了？他该跟我睡才对。打电话无人接听的齐慈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难道不应该是跟我吗？在别墅里，团团大部分都是跟他睡的，3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小崽子听到外面的声音，心想那有什么难解决的，2爪爪把门推开，一脸的窝针戏拿你们没办法的模样看3人。都进来吧。齐燕蹙眉，脸色变冷，目光似有若无的落在2个还真准备进去的好大身上。齐慈禧从齐燕身侧穿进去，啧啧道，小崽子请我进，我才进的，不然我才不进呢。齐慈年温然一笑，父亲，妹妹也教我了。说完后也屁颠屁颠的走了进去。齐燕冷哼了声，将门关上，父子3人站在床边面面相觑。小崽子早就自己借助床头柜的抽屉爬上了床，心道还好巴巴的床足够大，不然就躺不下所有人惹。拍拍旁边的位置，巴巴，五蝈蝈，六蝈蝈，
你们上来哇！齐次年和齐次熙看着齐燕的床，齐齐摆手。齐次年道：要不然我们还是出去吧。他们两个跟父亲向来没有多亲近，要在他床上陪团团，还真的让他感到不适应。齐次熙咧嘴一笑：出去好啊，出去妙啊，先把小崽子带出去。等小崽子讲完故事后，先下手为强，将人抱回他那里，俯身就将床上的小崽子连人带书抱了起来。小崽子，我们到外面去讲怎么样？正好可以将你的小弟们一起叫去听。小崽子的眼睛闪烁兴奋的光芒。西哇，这里的小弟还没有见过脑大窝讲故事的亚子啊！齐燕想要说话，结果齐次熙和齐次年两个好大，一人一句唱双簧，并抱着小崽子就往外溜。小崽子也被齐次熙唬住了，叫着喊着要出去给小弟们一起讲。齐燕看着空空荡荡、不复温馨的房间，抬步跟了上去。原本的亲子互动时间也被迫变成了齐家团建。小崽子十分神气的穿着袜子站在沙发上，一爪拿着书放置身后，一爪握拳放在下巴上，可嗨嗨，清好嗓子后，小崽子绘声绘色的讲着里面的故事。小崽子为了更好的体现自己的厉害，选的是最熟悉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开始齐燕还震惊于几个月没见，小崽子居然会看书讲故事了，但听着听着，故事走向就不对了。可惜却没有一个人买小女孩的火柴蛙。但系没过多久，一个很厉害的人出现惹，他就系堂堂戚家老大戚次星蛙。老大问他：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当我的小弟蛙？我家里有巴巴和蝈蝈，还有好多好多的小弟，那还有吃不完的糖糖。小女孩说：我当然愿意蛙，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老大。最后卖火柴的小女孩跟她的老大回到了戚家，过上了每天都有肉肉和糖糖的幸福生活。讲完之后，小崽子爪爪叉腰，下巴高高扬起，眼睛也45度看天，但时不时又偷偷瞧巴巴和蝈蝈们以及第一小弟他们的反应。齐燕、齐次年、齐次熙、诗诗及其他人，这个故事不能说跟卖火柴的小女孩毫不相干，但真的没多大关系了。齐次年咽了口水：团团，这是你自己编的吧？小崽子下巴扬得更高了，骄傲自豪极了。细窝记己改的哇，卖火柴的小女孩下雪惹还要卖火柴，但系他跟团团回家后面就不用再卖火柴了。窝费保护好窝每一个小弟大，绝对不会让他在雪地里饿肚肚。小崽子这么一说，齐次年和齐次熙的心都软了一块。齐燕看着阳光软萌的小崽子，将手放在他的脑瓜上摸了摸，这个小崽子真的是干净阳光到了极致。撸完小崽子脑袋，齐燕直接将小崽子抱进怀里，沉声道：故事也讲了，你们两个明天一个要上班，一个要上学，都早点休息。齐次熙不甘心，原本他打算等小崽子说完，趁着老登和齐次年不注意，抱起小崽子就跑的，结果被老登先下手了，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巴巴要妹妹跟自己一起睡。齐次熙丢不起那个脸，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崽子被老登抱走了。齐燕看着齐次熙露出的表情，勾了勾唇，这小子算盘珠子都快蹦他脸上了，他这都看不出来齐家早破产破了800回。小崽子本以为逃回大宅就可以摆脱2个蝈蝈，带着自己的身家独自逍遥，却不曾想回到了大宅，除了2个蝈蝈抓他学习，巴巴还抓他练字。小孩子骨头还没发育完全，不宜长时间握笔。齐燕特意让萧特助购置了沙子，在书房建造了一处小沙堆，小崽子能够握着精雕细磨的细长包边竹棒，坐着在沙堆上写字，或者是站着写，甚至是躺在沙堆上写。小崽子一开始还很新奇，天天往齐燕书房跑，但后面齐燕要求渐渐严格，小崽子对沙子的兴趣也消退了，便开始躲着了。齐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看着他，回了大宅，齐次年不用天天带他去医院，于是慢慢的，小崽子的识字和写字便落了下来。齐燕意识到总这样自己教总不是个办法，想要为小崽子找家庭教师上门教学，但齐次年却觉得让团团去读幼儿园更好。齐家附近没有团团的同龄人，去幼儿园读书刚好能去交些朋友。齐燕问团团：你想不想去读幼儿园？那系什么？齐次熙解释：一个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小孩的地方。小崽子自动脑补：一个有很多小娃娃的地方。那如果窝去惹，岂不是又可以收很多小弟？小崽子几乎是一秒点头，窝要去。原本还担心小崽子不同意的3人，顿时心中怅然若失。这个家就没有什么让他留恋的东西吗？小崽子的幼儿园找得很快，帝都蓝天幼儿园，帝都最好的幼儿园。小崽子没多久就可以去笔试和面试。虽然齐燕前后后给蓝天幼儿园捐了几栋楼，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齐次年将小崽子的书包再次整理好，确认东西都没少后，才放在自己的背上。齐次年抱起小崽子，柔声告诉他：团团，你要读的这个幼儿园，哥哥们也读过，居然是蝈蝈们读过的。小崽子更感兴趣了，迫不及待要在那里收服自己的小弟，打下自己的江山。帝都蓝天幼儿园外，齐燕将车停下，
齐思年抱着好奇的小崽子下车，小崽子这看看那瞧瞧，并没有看到能收为小弟的人，略有些失望。没过多久，为小崽子笔试和面试的陈老师就走了出来。当看到一个阳光可爱、肉嘟嘟圆滚滚、雪白软萌窝在齐思年怀里的小崽子时，第一次被一个小娃娃的模样惊艳到了。而当看到只有在电视和报纸上才能看到的素日清冷金贵的齐燕，用一种极为宠溺的眼神看着那个小娃娃，更加震惊。天哪，谁能想到齐燕真的有女儿，而且还这么宠？陈老师在心中吃完瓜后，温和有礼的跟齐燕打招呼，然后极有亲和力的跟小崽子互动。小朋友你好啊，我是帝都蓝天幼儿园的陈老师，欢迎你来到我们幼儿园哦。小崽子很喜欢这个说话温柔的姨姨，但嫌被蝈蝈抱着很没有气势，于是挣扎着要下去，从齐思年怀里下来后，才扬着下巴，眼睛闪闪发亮，伸出自己的小爪爪，温柔姨姨，窝细团团蛙。陈老师被他逗笑了，蹲下身子跟他平视，伸出手跟他握手，原来你叫团团啊，团团你好啊。小崽子开心笑着，姨姨你也好啊。齐燕都没眼看自己的蠢蛋女儿了，轻声告诉他，齐思欣叫老师。齐思年被自家妹妹可爱到了，正偷笑着，小崽子又揣上了他的短爪，回头看看齐燕，然后才会正脑刮到窝之丢惹，细脑西袜。小崽子声音又霸气又软乎乎的，陈老师心中乐不可支。齐先生，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带团团进去笔试和面试了。齐燕俯身入爱小崽子脑瓜，好好发挥，知道吗？虽然近日小崽子的学习有所松懈，但应付蓝天幼儿园的笔试和面试，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小崽子丝毫不带怕的，爪爪一挥，那喜当然。要细考不好，被这里的娃娃之丢惹，窝还肿么当他们的脑大，还肿么收小弟娃。爸爸，五蝈蝈，等窝的好消息吧。说完之后，小崽子主动牵上陈老师的裤脚，道：老西，窝准备好了啊。小崽子牵着老师走。齐燕和齐思年坐在休息室里喝茶，小崽子跟着陈老师来到了一个小房间，打开所有的开关后，休息室的一处大屏幕上出现了小崽子和陈老师的身影，小崽子奶乎乎的声音也传了过来，老西要怎么考啊？陈老师笑，让团团在准备好的小凳子上坐下，给他发了一张试卷。小崽子看了一眼，嘴角自信上扬，考的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就是写数字，以及圈出数字对应的苹果个数，以及比图形大小和按要求涂颜色等。遇到团团不会的字，陈老师还会帮他读题。老西，我考好啦哇！陈老师没想到团团写的这么快，快速批改后，发现团团居然考了96分。小崽子满意的看着试卷，冲着陈老师伸爪爪。老西，你可不可以把试卷给窝哇？窝要给巴巴和蝈蝈康。我可惜认识96分哇，只比100少4分。我可真系太厉害啦哇！休息室的齐燕和齐思年都含了一抹笑。团团确实考得还可以，更没想到的是，团团居然会想到拿试卷给他们看。陈老师将试卷给他，笑着让团团坐回他的位置，开始面试，问了团团几个简单的问题。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小崽子对着陈老师滔滔不绝。我系团团，巴巴嗦大名叫戚思欣，我最喜欢的戏就戏收小弟啦。现在我已经有了3个地方的小弟惹，阳光福利院、坏人医院，还有家里的第一小弟们。陈老师没忍住笑了，那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为什么来帝都蓝天幼儿园啊？小崽子骄傲仰头，收小弟蛙。陈老师的笑容一僵，然后疯狂颤抖，憋笑都快憋出了内伤。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逗呢？姜老师的番茄小班又要热闹了。陈老师并没有将团团的话放进心里，而在休息室的齐燕和齐思年听得分明，就说怎么小崽子答应的这么干脆，原来是奔着来幼儿园收小弟来了。齐燕和齐思年哭笑不得。小崽子拿着自己的96分试卷，屁颠屁颠跑来，爸爸，五蝈蝈，快看哇，这题我考的。虽然刚刚已经在大屏幕上看到过了，但是齐思年还是很捧场的给团团捧哏。哎呀，团团，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五哥哥都快要被你迷死了。得到了五蝈蝈的表达，小崽子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又巴巴的看向齐燕。齐燕心中为小崽子感到高兴，但是搜肠刮肚，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好像都不对。憋到最后，齐燕只能堪堪说出一句：很好，回去给你加餐。小崽子一听到可以吃到更多好吃的，乐开了花，噔噔噔围着齐燕转圈圈。爸爸，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那股奇怪的感觉，好像也因为说出了口，变得不那么难以言说。笨拙的学着小崽子夸他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我家团团也是最棒的。小崽子停下，眼睛放大，嘴角都快扬上天了。爸爸又夸我啦哇。齐燕勾唇，细细叮嘱团团，等会儿你留下来上学，爸爸等你放学了就来接你。齐思年也道，哥哥也来。小崽子乐呵呵的点脑瓜，被赶来的姜老师牵走，开心的冲齐燕和齐思年挥爪子。等小崽子走后，
齐燕和齐慈年心中空落落的，如同被人挖走了一块。两人走出幼儿园，齐燕先送齐慈年去医院，然后才去公司。齐慈年喜不自胜，父亲，他好像开始变了。团团，我们番茄小班的小朋友都很友好哦。小崽子乖乖跟在姜老师身后，不知害怕为何物。当姜老师让团团站在讲台上介绍自己时，发现刚刚就天不怕地不怕的团团，更加的神气十足，一副窝就记脑大的模样。而台下一个崽崽看见了团团，发出了激动的叫声：脑大，细窝哇！甜美乖巧的小可言看见了团团，就像是兔子看见了青草，咻的跑了过来。姜老师害怕小可言这么跑过来，控制不住让两人都受伤，急忙去拦。小崽子不慌不忙，怎样面对小弟们的热情？他早就有自己方法。只见他张开爪子，小可言冲过来，就要将两人冲倒时，微微侧开身子，一爪抓住小可言的后脖颈，将小可言往后一拉。小可言踉跄几步，星星眼看着团团，开心的抱着小崽子肉嘟嘟的爪爪。老大，你怎么来这里了？小崽子嘴角上扬，脑瓜往上抬，来收小弟哇！只惜没想到窝居然这么厉害，已经有一个小弟在这里惹。姜老师笑了，没想到团团的反应这么灵敏。可言小朋友，团团小朋友是刚转来我们番茄小班的哦，以后跟你们都是番茄小班的小朋友了。接下来就让团团小朋友为我们自我介绍，好不好？讲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小崽崽们都十分好奇的看着神气十足的团团，不知丢为什么，总感觉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就跟家里的巴巴一样，看人都不惜用眼睛看他，而细喜欢拿下巴看。小可言想要跟团团黏在一起，姜老师看团团也很乐意，便随小可言去了。小崽子背着爪爪，目光晦暗不明，整个崽子看起来很深沉。讲台下的一个小崽崽眼睛一亮，巴巴，窝巴巴也细这样的，那窝细不细也可以叫你巴巴哇。团团原本深沉的眼睛晶圆了，瞬间没有了原本的神秘高深。虽然巴巴也很厉害，但窝想当的细脑大哇。姜老师嘴角抽了抽，笑着解释：子涵小朋友，不可以哦。邓子涵有些失望，但目光看到不再深沉的团团，心中的失望瞬间没了。他现在又不像巴巴惹，我不要叫他巴巴。小崽崽思维跳跃，想起一出是一出。姜老师已经司空见惯，继续让团团自我介绍。团团又扳回刚刚的模样。邓子涵发现他又像自己的巴巴惹，自己待了几个月，班上16个小朋友屁股一抬，姜老师都知道他们要放什么屁，立马走到邓子涵身边，小声道：子涵小朋友，等团团小朋友说完之后再发言好不好？邓子涵圆溜溜的眼睛眨啊眨，点点自己的脑瓜。没有人打断小崽子自我介绍了。小崽子清了清嗓子，可嗨嗨，大家好，我系团团，我今年2岁半惹，我非常厉害，如果你们谁想成为我的小弟，可以找我或者系妍妍，他系我在这里的第一小弟哇。番茄小班的崽崽们差不多都是2岁半到3岁的样子，正是谁也不服谁的年纪。听了开始蠢蠢欲动，特别是坐在最后面一个面色冷冰冰的小朋友，无声讥讽的勾了勾唇。团团介绍完后，小可言眨着水蒙蒙的大眼睛，老些可不可以让老大坐在窝旁边哇？我要和老大一起坐。姜老师原来还担心团团刚来，没有认识的人不适应会哭，这问题这不就解决了吗？团团的桌子没有多久就被幼儿园的后勤老师搬进来。下课了，番茄小班的小朋友们默契的来找团团。小可言有些不开心，他好不容易才见到老大，这些人还要跟他抢。可言哇，你为什么叫他老大呀？难道他很厉害？但说到这个，小可言就来精神了。老大当然很厉害哇。小可言没有忘记他第一次见到老大的时候，老大就系在打拳，周围的人都快被老大迷袭惹。小可言看向团团，老大，你能不能再打一次？那次的拳哇。团团咧嘴一笑，这有什么难打？让小崽崽们腾开地方后，团团就开始打拳了。为了更好的展现自己的老大气势，团团每个动作看起来都很唬人，特别范儿十足。毕竟小崽子在阳光福利院跟过一个义工蝈蝈，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拳，甚至还学会耍小木剑和木棒。原本还不服气的小崽崽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最后争先恐后的奔上去。有这么厉害的老大，说出去别人一定会觉得我也很厉害哇。老大，我也要当你小弟。老大，我也要啊。老大，我也要。13个小崽崽围着团团站了一圈，团团背着爪爪，开心的点点头。好啊，那从今天开始，我就系你们的脑大人。还有2个小崽崽坐在自己的位置，团团有些奇怪的看了过去。奇怪啊，为什么还有2个人一直都不动啊？其中有一个偷偷看过来好几眼，还有一个则一眼都没看。小可言告诉团团，老大、那系楚楚和恒恒，他们都不爱说话了。小崽子继续注视着角落里的2个人，但没多久就被其他小崽崽们围着，叫着吵着要团团出去教他们。他们也想要变厉害。顾楚坐在角落里，羡慕的看着被众星拱月的团团，我也好想跟他玩哇。
可谢阿姨说不准去玩，不准跟别人说话，不能给阿姨惹任何麻烦，不然她就要告诉爸爸，让爸爸不要她惹，还要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通通都拿走，再也不让她看到。小顾楚的眼眶红红的，他想妈妈惹。姜老师，你们班的孩子居然站在小操场打拳呢！回到办公室喝水歇息的姜老师听到了，因此吃惊，来到小操场，居然真看到了班上的小朋友们跟在团团身后打拳。团团交起拳来，虽然看起来有点离谱，但是他那模样姿态，瞧着有鼻子有眼的。番茄小班的小崽崽看见姜老师，都开心的围过来，叽叽喳喳的跟姜老师分享，甚至有的主动给姜老师展示。团团会在一旁看着，小崽崽们做不好的时候，他还会说那么一两句。姜老师看着这个第一天就能跟班上的小朋友打成一片的小崽子，心中十分欣慰，真是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还会打拳。虽然年龄限制不能跟专业的比，但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来说也很厉害了。姜老师和团团几乎是被簇拥着进的教室，看到顾楚和裴恒还是坐在桌子上不跟其他小朋友互动，姜老师叹了口气，这两个小朋友无论他用什么方法都无法让他们跟班上的小朋友们正常相处，也不是一定要性格外向社牛，好歹能跟别人正常说话交流啊。但这可能也是每个小朋友的性格不一样，所以他也就没有强求。小崽子跟着小可言回到位置，不经意看见他们坐在他们身后的小顾楚在偷偷擦眼泪。窝记的五蝈蝈好像在窝的压压包里放了直惹。小崽子低头拉开压压包的拉链后，在包里一阵摸索，小崽子难以置信，瞳孔放大，凑近一看，压压包里居然满满当当的零食。将被挤在最角落里的纸巾拿出来，团团想了想，又拿出几颗棒棒糖以及一包他最爱吃的草莓小饼干，回头将纸巾、糖果和饼干给小顾楚。细不细有人欺负你惹？虽然你还不系我小弟，但细你可以告诉我，我会保护你哇。阿姨凄厉的声音，高跟鞋敲击地面慢慢靠近的声音在小顾楚脑中浮现。小顾楚害怕的将自己缩了缩，眼睛更红了，但是接过了团团的纸巾和糖果饼干。谢谢你，我没戏。小可言听到小顾楚的声音，有些惊讶的回头，楚楚，你终于说话了。姜老师走进这一片，团团眼疾手快，将小可言一起拉了回去坐好，自己也乖乖坐好。见团团和小可言离开了，小顾楚将脑袋埋得更低了。故而姜老师没看到小顾楚惨白的脸色和通红的眼睛。团团觉得楚楚肯定有秘密，但是后面不论他怎么找楚楚，楚楚都好像一根木头一样不理会他。团团只能先把这个事放心里，拉着小可言先跟其他小弟去玩。跟小弟们在一起玩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团团意犹未尽，就被姜老师告诉可以背书包排队，等家长来接回家了。其他小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背上自己的小书包，只有团团和小可言坐在位置上，慢吞吞的收拾着。小可言抽了抽鼻子，老大，我舍不得你哇，你可不可以跟窝回家？小崽子摇头，差点忘记惹，家里窝也有小弟啊。按着身高排好队伍，站在幼儿园的门口，其他的小朋友看见自己的家长，无不是激动的原地10连蹦，只有团团和小可言依旧难舍难分。团团看着自己在幼儿园的第一小弟，妍妍啊，要不然你跟窝肥家吧。刚找到女儿，就听见有人撺掇自家女儿跟其回家。谢妍火气蹭蹭直冒，蹲下身，自信十足的冲自家女儿张开双手，妍妍，爸爸来接你回来了，有没有想爸爸？跟以往的女儿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像是倦鸟归巢般，哒哒哒投入他的怀里不一样。小可言只是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他再等一下，然后继续黏着团团。老大，窝爸爸来惹，你真的不跟窝肥家？团团转身看见一个黑着脸看他的好看叔叔，叔叔你那么生气，系在看窝面，猝不及防对上一张软萌可爱的小脸，谢眼心都快被萌化了。自从他有了女儿，爱屋及乌对乖乖巧巧香香软软的女娃娃就多了很多好感。谢妍脸上挂上不值钱的笑，边招呼小可言过来，边跟团团打招呼。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家的？能读地都蓝天幼儿园的，肯定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但在他印象里并没有记得哪家有这么可爱的娃娃。小崽子神气的扬起脑瓜，数数，窝系七家脑大气刺心啊。这小崽子不仅长得机灵可爱，而且性格外向有趣。谢也来了兴趣，但小孩子说话不清楚，他听不出来，便问自家闺女妍妍，她是你的新同学吗？小可言很开心，笑弯了眼，希哇，爸爸你好聪明。谢眼被女儿夸得心花怒放，女儿就是好，还会夸他聪明，不像谢行舟那小子都那么大个人了，不仅会和他抢老婆不说，还一天到晚用他那张找死的嘴到处讨死，害得他天天要收拾那小兔崽子的烂摊子。幼儿园引起一阵骚动，谢眼抱着女儿回头去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居然在这看见了齐燕，懵了3秒。不是，
齐烨来这干嘛？而齐燕当着谢衍的面，将刚刚他还在心里夸可爱有趣的小崽子抱起来时，谢衍瞳孔地震，所以刚刚这小孩说的是齐家。谢衍跟齐燕打招呼，两人虽然因为顾婉清和谢衍夫人江云走得比较近，所以两人有一点联系，但是自从顾婉清出国后，两人的关系又淡了下来。谢衍还是忍不住问齐总，这女娃娃是你女儿？齐燕抱着怀里的小崽子微微颔首，是。谢衍虚息，当初他和江云还以为齐燕会和顾婉清永远在一起呢，却不成想齐燕居然跟别人有了女儿。虽然在这个圈子里什么离谱的事情都有，但是齐燕还没跟顾婉清离婚就这么搞。谢衍唾弃他，按照顾婉清那性子，这原本貌合神离的婚肯定是离定了，那就提前祝齐燕没老婆吧。谢衍没再多说什么，决定回去就将这件事跟江云说说，抱着女儿就离开了。齐燕垂眸看着怀里的小崽子，笑声低低的，格外好听。团团有没有想爸爸？团团还记得上次说不想遛蝈蝈，遛蝈蝈那个碎掉的样子，想都没想，点点脑瓜，想，我想起巴巴惹。齐燕因为小崽子这番话，唇角上扬，背上背着小崽子的书包，单手抱起小崽子往外走。有一些番茄小般的小崽崽还没回去，看见团团被家里人抱走了，挥起自己的爪爪，老大再见哇。团团在齐燕怀里毛茸茸的脑瓜点了点，小弟再见惹。前前后后应该有2、3个这么跟团团打招呼。齐燕将小崽子放进车里，有些惊奇，你真在幼儿园里收小弟了？团团眼睛亮亮的，圆圆的一团骄傲抱爪，细哇，还真是小瞧他了。其次年姗姗赶来，对不起啊，今天哥哥有一台手术，所以耽搁了些时间。在手术结束后，他已经尽快赶来了，没想到还是慢了一些。小崽子并没有放在心上，看见齐辞年后就张开爪子要抱抱。我好喜欢温柔的五蝈蝈哇！齐辞年开心的跟团团互动，团团看看巴巴，又看看五蝈蝈，问五蝈蝈，你可不可以坐巴巴的车车哇？我想要将今天季季收小弟的大戏清清楚楚的告诉巴巴和五蝈蝈，好让巴巴和五蝈蝈知道我的厉害哇！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团团刚一说完，齐辞年就把自己的车钥匙扔给坐在驾驶位的肖特助，一脸懵逼，突然手里多了一把宾利车钥匙的肖特助，砰！肖特助被赶下了车，看着开心离去的齐总一家3口，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好好好，服务完大的，又要伺候小的，回去我就要申请加薪。齐辞年坐在驾驶位，齐燕抱着团团坐在后排，团团格外兴奋，将自己是怎么收小弟的，又是怎么带小弟，一股脑的说了出来。齐燕和齐辞年被小崽子的欢乐所感染，都含着一抹笑，静静的倾听着。齐辞熙回家后，书包都没放，就直奔小崽子而去，着急问道：小崽子，今天在幼儿园怎么样啊？有没有被欺负？小崽子得意哼哼了2声，那当然是很好啊，我都收到小弟惹。齐辞熙闻言，嘴角抽搐，不是，他不会真的是去幼儿园收小弟吧？齐燕去幼儿园接团团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齐老爷子耳朵里。齐老爷子喝几杯茶的功夫，就收到了好几个好友打来电话恭喜他，说什么齐燕那小子给他生了一个极可爱的孙女，一个比一个兴奋，问他什么时候能带出来让大家瞧瞧。而身为当事人的齐老爷子却脑袋一片空白，齐燕生了个女儿，还上幼儿园了，我怎么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他正牌儿媳妇还在国外，齐燕跟谁生的？齐老爷子一肚子疑问，又气又怨，但齐燕都没主动跟他说，他自己巴巴的跑过去，那也太掉价了。齐老爷子打算再等等，等他先去会会那个小的。鉴于昨晚下手慢，小崽子被老登抢去了，齐辞熙打算今晚先下手为强。吃完晚饭后，就趁着老登去书房找东西，将小崽子哄去了他的房间。小崽子左手抱着小枕头，右手抱着故事书，开心骄傲的看着齐辞熙。六蝈蝈，你要听哪一个哇？锅都废了。齐辞熙还没开心多久，房间门就被敲响。齐辞熙皱眉，但还是走去开门。齐辞熙，团团是不是在你这？齐辞熙往前一挡，阻止齐辞年要往他房间里看的动作。没有啊，他不是在外面吗？说完后就要关门，我还要写作业，你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齐辞年信他才怪，谁说我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让我进去说。齐辞熙也不信齐辞年，觉得他这是在诈自己，斜眼瞥过去，齐辞年袖子下的手暗暗握拳。齐辞熙怎么不上当啊？管他呢，别处都找过了，根本就没有团团的影子，肯定是被齐辞熙藏进他房间了。让我进去，我们2个一起跟团团玩，不然等一会儿父亲就要从书房出来了。齐辞熙迟疑了，齐辞年端详着齐辞熙的脸色，心中冷嗤，直接从他手臂下穿过，果然看见了从床上下来正好奇的跑过来看戏的小崽子。齐辞年嘻嘻，齐辞熙不嘻嘻。然后齐辞年被小崽子抓去当了小美人鱼，齐辞熙则被抓去当海巫婆，小崽子则是海里的老大。
被迫出演的齐辞年和齐辞溪两人一起不惜戏。齐燕从诗诗那知道齐辞年、齐辞溪、团团三个在齐辞溪房间里，便带着找到的合同，拿上电脑回卧室办公。第二天早上，小崽子大喇喇的双手双脚打开，成大字呼呼大睡。齐辞年被他挤到最左边，几乎快要挂到墙上去了。齐辞溪好一点，只是被子被抢走了，但还能独占大半边床。齐辞溪作为一名高中生，已经有自己的生物钟，最先清醒过来，查看时间后，先摇醒齐辞年，再去叫小崽子。齐辞年将掉下床的玩偶都收拾到一边，避免等会儿小崽子不小心踩到。昨晚玩的太晚了，小崽子现在还是很困，不像他两个蝈蝈，明明昨晚一样玩得很疯，今天起来依旧神采奕奕，只是眼皮子下有些乌青，若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齐辞溪站在小崽子左手边给小崽子挤牙膏，齐辞年站在小崽子右手边给小崽子扎小揪揪。小崽子脑瓜一点一点，这戏肿么肥是哇，窝肿么辣嘛，想要睡觉觉啊。小崽子吃早饭时都是给齐燕抱在怀里，困得眼睛睁不开，像是嗷嗷待哺的小鸟。齐燕喂一口，小崽子吃进去嚼吧嚼吧咽下去，再张开嘴巴等齐燕喂。齐辞年和齐辞溪有些心虚，昨晚没抵抗住团团的最后一次攻击，玩了一次又一次的最后一次，直到凌晨3点的时候，团团困得一头栽进床上就睡，才结束了所谓的最后一次。齐燕冷声，以后不准带你们妹妹熬夜。齐辞年的头又埋得低了一些，齐辞溪不置可否，但看着小崽子的目光显然有些内疚，小崽子都困成这样了。齐燕想要帮团团请一天的假，小崽子却不肯，我昨天才收的小弟娃，怎么可以今天就不去惹？实在不放心跟小崽子一起熬夜的齐辞年和齐辞溪，恰好齐辞年医院、齐辞溪学校以及小崽子的幼儿园在一片，齐燕便先将最近的齐辞溪送去帝都一中，然后再把齐辞年送去怀仁医院，最后将小崽子送去帝都蓝天幼儿园。小崽子情况特殊，齐燕将小崽子的状况简要跟姜老师说了，才去公司。姜老师看着眨着熊猫眼，困得都要走曲线的团团。团团小朋友，你的情况你爸爸跟姜老师说了，姜老师抱你去教室好不好啊？小崽子还记得不能在小弟们面前丢脸蛋子，老西，那我可不可以在教室外面下来挤挤走啊？得到肯定的回答，小崽子主动张开爪爪，十分放心的让姜老师抱。团团一走进教室，番茄小班的小崽崽看到他的模样，好奇的围过来。小可言跑得最快，指着团团的黑眼圈问，老大，你怎么变成熊猫了啊？邓子涵激动，这个窝之丢，老大肯定系晚上变成奥特曼去打怪兽啦！啊，老大好厉害！老大，那个怪兽可不可怕哇？费不费死小孩？熬一天夜的后遗症来了。小崽子虽然用爪爪强撑着脑瓜，但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到最后，小崽子直接放弃挣扎，趴在桌子上1秒入睡。姜老师轻轻叫他，团团一点也听不到，咂咂嘴，睡得更香了。下课后，姜老师便把团团抱到了番茄小班的午休室，里面有执勤老师守着，就算是团团醒了，也不怕没人发现。团团一觉睡到大中午，姜老师接到执勤老师电话，匆匆赶来带团团去吃中饭。虽然早上齐燕喂了他3个小笼包，以及1碗紫薯粥，以及1个鸡蛋，但睡了一觉，团团饿极了，自己乖乖穿好鞋子，和执勤老师一起站在门边等姜老师。团团一看到姜老师，脸上就挂上灿烂的笑容，挥着小短手蹦啊蹦。老西，老西，窝在这里哇！姜老师见了，不禁加快脚步，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柔。睡醒的团团又变成了那个精力充沛的小崽子，不要抱也不要牵，只要给他带路或者是指路，他就能挥舞着小短手小短腿自己走。跟姜老师离开，团团回头冲执勤老师咧嘴一笑，老西，窝还费再来哇！执勤老师扑哧笑了。番茄小班的小崽崽们正在吃饭，姜老师将团团带到番茄小班的位置，让他跟小可言坐在一处。小可言看见团团来了，开心极了，老大，你终于回来惹！邓子涵和其他小崽崽们爪爪端着小饭盘靠过来，老大，打怪兽系不系很累哇？你都睡了那么久。邓子涵边说边用自己的小爪子比划一个圆。团团接过姜老师给他饭盘，谢谢老西。姜老师回以一笑。团团想到昨天晚上和蝈蝈们玩的游戏，开心道，那系当然哇，但窝不系打怪兽，系打坏巫婆。小崽崽们又好奇的你问一句我问一句，因为今天小崽子睡了半天，所以没过多久又到了放学的时候，但小崽子一点也不想回家。帝都蓝天幼儿园外，一个穿着年轻的老头走到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后座，轻轻敲了敲车窗，车窗缓缓落下，露出一张跟齐燕有8分像的脸，只不过车里的人经过岁月的洗礼，身上透着一股淡淡的随性。老齐，你来接孙女啊？齐老爷子扫了眼车外的好友，无聊转转，站在门外的老头正愣，来幼儿园转？齐老爷子又瞥了眼好友，我今天有事，就不跟你闲谈了。说完后，
就将车窗放上去。站在齐老爷子车外的老头人都骂了：好好好，有了孙女就忘了朋友，前一秒来转转，后一秒就有事了，我呸！真是敷衍的，连脑子都不想动。老头转身离开，齐老爷子目不转睛，让司机一起帮忙盯着看。在看到番茄小班的牌子时，眼前一亮。齐老爷子道：老吴，你下去把那个小崽子接过来。司机恭敬回应，然后下车去找老爷子的孙女。今天齐慈年先到，看见老爷子的司机，心中有些奇怪，但齐慈年打算先接团团，然后再去问问。小崽子看着陌生的老吴，摇摇脑瓜，小爪爪指向老吴，告诉姜老师：老西，我不认识这个爷爷，我不要跟他走。老吴有些头大，一时忘了，虽然他和老爷子看过照片，认识小小姐，但是小小姐不认识他吗？姜老师立马将团团护在身后，警惕道：请问你真的是他的家长吗？有没有什么能证明？若是无法证明，我是不会让你接他走的。老吴为难，只能回去跟老爷子说，让老爷子联系先生。齐慈年虽然没看到完整的前因后果，但是大致能猜到发生了什么。看向一边的劳斯莱斯库里南，心中了然。团团，五哥哥来了。团团看见齐慈年，这才从姜老师身后出来，哒哒哒跑到齐慈年身边，这个才系来接窝的哇。齐慈年弯腰把跑过来的小崽子抱起，才去看老吴。爷爷来了。老吴目光移动到一边的车子上，微微颔首。吴少爷，老爷子想要见小小姐。齐慈年将情况跟姜老师说了一下，抱着团团跟着老吴走向那辆劳斯莱斯库里南。齐慈年伸手轻轻敲了敲车窗，齐老爷子让车窗降下，言简意赅道：抱着那个小崽子上车。齐慈年看见真的是爷爷，虽然不知道爷爷找团团什么事，但还是抱着团团坐了上去。小崽子乖乖坐在齐慈年怀里，但一双圆圆大大的眼睛却丝毫不怕的看着齐老爷子，看了一会儿，笑道：你长得好像窝巴巴，没礼貌，连个称呼都不知道叫，就你啊你的。齐老爷子原本板着的脸陡然沉下，还有齐言他是我儿子，能不像我吗？齐慈年轻轻咳了咳，垂眸告诉团团，这是爷爷。团团叫爷爷。齐老爷子哼了一声，天底下居然还有人会说老子像儿子的，我看齐燕这个不知道打哪来的女儿，多少有点蠢。齐慈年跟齐老爷子的接触很少，比跟齐燕还少，所以坐上车后就陷入了诡异的沉静，气氛幽沉而又僵硬。团团看看这个像巴巴的爷爷，又看看五蝈蝈，最后小身子往前冒，眨啊眨大眼睛，好奇问齐老爷子：爷爷，你系要和五蝈蝈比大眼瞪小眼面？虽然接触的少，但这个爷爷性格古怪，齐慈年还是知道的，怕齐老爷子对团团发难。齐慈年捂着小崽子的嘴巴往身后藏，自己顶着齐老爷子骇人的目光笑了笑：妹妹她还小，爷爷你不要跟她计较。齐老爷子听到小崽子的话，又惊又气，他跟齐慈年比大眼瞪小眼，但齐慈年将小崽子护得严严实实，齐老爷子瞪小崽子一眼都瞪不到，更别说干其他的。齐老爷子惊，除了顾慈燕和顾慈四跟着儿媳妇顾婉清走了，其他4个孙子的秉性，齐老爷子自认为虽然接触不多，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齐慈年自断奶以后，因为特殊原因，就一直交给帝都医学大拿霍南成带，生性喜静，连家里人都不怎么接触，常年累月将自己关在实验室，爱好除了看医学书籍，就是跟着霍南成东奔西跑，去全球各地精进医术。除此之外，兴趣爱好几乎于一片空白。而现在，他居然会将眼前这个小崽子像是眼珠子般护在怀里，不，应该是比眼珠子更宝贝。小崽子悄悄从齐慈年身后探出毛茸茸的脑瓜，呆毛一晃一晃。爷爷，你叔惹你眨眼睛了？你是不是没事就对着这个小崽子笑？齐老爷子喉咙里哽着一口气，上不去也下不来，冷脸挥了下手臂，哼了一声背过身去。哪个见了他不是毕恭毕敬？这个小崽子倒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冒昧他，偏偏还一脸天真无邪，萝卜头般大，让他有火发不出。齐老爷子不快的斜了眼小崽子，然后看向齐慈年，冷声道：藏什么？我难道会吃了他？齐慈年摇头，但依旧将团团紧紧藏在身后。爷爷摆明了现在心情不好，在父亲到来之前，他是不会让团团直面爷爷的炮火的。团团却伸出爪爪，抓住齐慈年往后藏他的手臂，嘟嘟囔囔道：五蝈蝈，窝要出来挖，窝要让爷爷康见窝的脑大之气。齐慈年赶紧把团团往后又藏了藏，但团团就像是一条小泥鳅一样，从齐慈年身后滑了出去，跳下车座位，屁颠屁颠迈着小短腿来到老爷子跟前，自信张扬的扬起脑瓜，在齐老爷子跟前转了个圈儿。爷爷爷爷，窝系团团，系阳光福利院的脑大，还系家脑大气刺青蛙。齐慈年心惊，眼睛放大，想要把团团带过来，小崽子却被齐老爷子提溜起后脖领，提到了跟前。齐老爷子跟齐慈年对视一眼，锐利深邃的眸微微眯起。阳光福利院，
齐家老大，什么都不需要多说，齐辞年的反应已经说明一切。这个小崽子是从福利院里带回来的。齐老爷子气势弱了一些，但想到小崽子洋洋自得，说自己是齐家老大的模样，齐老爷子的脸色又沉了下去。他还没走呢，小兔崽子就敢独自称大，虽然他年纪还小，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想要造反的借口。齐老爷子将小崽子拎近了一点，眼睛耷拉下来，目光变得冰冷阴鸷，像是从剑鞘抽出的嗜血宝剑，凛凛然散发危险强大的气场。小崽子眼睛放大，嘴角微微上扬，这个游戏窝也废了，那就让窝跟爷爷比一比，看谁更凶吧。小崽子悬在空中的爪子一收，手脚并用，做了一个猛虎咆哮的动作。哈！原本气势汹汹的齐老爷子坐在一边，眼睛都不敢眨的齐辞年。老吴从后视镜看见了小崽子张牙舞爪，酷似猫咪耍凶的模样，都快被蒙晕了。齐老爷子表情空白，不知道该以什么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你怎么唬他，他都觉得你在跟他玩的小崽子。齐辞年看得心惊肉跳，想要从老爷子手中把团团抢过来，又怕弄巧成拙，一时手足无措。小崽子看见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挠挠圆圆的大脑瓜，怎么回事啊？爷爷不应该吓得放屁拉尿尿咩？齐老爷子空白的表情裂开，火气蹭蹭直冒。太过分了，这个小崽子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小崽子惊奇极了，大眼睛眨啊眨，问爷爷，你是生气了咩？跟这个小崽子接触不到半个小时，齐老爷子感觉自己有一种被反复气死的感觉。齐老爷子直接把小崽子扔回齐辞年怀里，冷脸撇开眼看向另一边。小崽子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哇！齐辞年张开手，小心的将团团接住抱进怀里，才长舒一口气。小崽子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眼睛闪闪发光。爷爷爷爷，我还想再玩。心累至极的齐老爷子身子一僵，背影更加萧索。齐辞年不忍再看，感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然爷爷得当场得个高血压给他看。团团乖，爷爷年纪大了，不能再像刚刚这样了。还在 emo 中，又亲耳听见了孙子说自己年纪大的齐老爷子，好不容易心如止水的心再次受到10000点暴击。齐燕一心都在接女儿放学上，对其他的东西都是直接略过，故而没有看见老爷子的车，兴冲冲走到幼儿园里，却被告知团团被哥哥接走了。齐燕掏出手机给齐辞年打电话，齐辞年，你往东南方向看，有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齐燕定睛一看，将手机收了，走了过去。小崽子看见齐燕敲车窗，开心的在齐辞年怀里扑腾，爸爸，喜爸爸来惹。齐辞年打开车门，齐燕一眼就看见了满心欢喜的小崽子，面色复杂的齐辞年，以及背过身子面色不祥的齐老爷子。小崽子开心道，爸爸，爷爷也来接我放学惹，他还陪我和五蝈蝈玩游戏，团团好喜欢爷爷。老爷子陪齐辞年和团团玩游戏，齐燕做梦都不会做到这样匪夷所思的梦，但齐燕的面色依旧风轻云淡，恭敬道，父亲治不了孙子，他还说不了儿子吗？齐老爷子哼了一声，冷道，你不要一天到晚泡在公司，有时间多管管你儿子女儿。齐辞年和团团怎么了？老爷子虽然年纪大了，但心思比欧眼还多，有谁能从他手上讨到便宜？齐燕不解，虽然知道了这个小崽子是从阳光福利院带回来的，但是齐家家大业大，收养孩子不可儿戏。齐老爷子打算让齐燕去别院，好好给他解释清楚。齐燕上了副驾驶座，小崽子看着爷爷、爸爸和五蝈蝈都在，开心的将自己埋进齐辞年的怀里，大眼睛眨啊眨。齐老爷子无意看见对着他乐的小崽子，千言万语化作一口气，轻轻的叹了出去。这个小崽子是真的不怕人啊！劳斯莱斯缓缓启动，路边的风景慢慢后退，小崽子趴在齐辞年的怀里，叽里呱啦的将今天在幼儿园的事情跟齐燕和齐辞年，顺带着齐老爷子和老吴一起分享，主打一个都不会落下。团团胆子大，又很臭皮自恋，常常说着说着就得意的揣着找找，骄傲的仰头咧嘴一笑，给齐老爷子看得嘴角直抽抽。齐燕，你是不是没事就对着这个小崽子笑？齐老爷子曾经也是一个霸道总裁，小崽子这种皮笑肉不笑的笑法，他可实在是太熟悉了。齐燕，齐辞年默默别开了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不能笑啊，绝对不能笑，不然这本就诡异的气氛不得炸了。齐辞年忍笑忍的难受，小崽子扬着的脑瓜奇怪垂下，大眼睛盯着齐辞年，五蝈蝈，你怎么一抖一抖的哇？齐老爷子和齐燕的目光齐刷刷落在齐辞年身上，短暂的接触后又一前一后移开。齐辞年将脸上的笑收了， roll up 团团的脑瓜，哥哥没事。小崽子半信半疑的回过头，继续说自己的，时不时还会 cue 到齐燕和齐辞年。车子里充斥着小崽子的同声同语，以及齐燕和齐辞年的回应声，渐渐变得温馨起来。齐老爷子听到齐燕含笑的声音，以及看到齐辞年翘上去
就没下来过的嘴角，就连他也因为这个小崽子火气一憋再憋，最后哑火，不禁凝眉思索，这小崽子小小一个，怎么一沾上他，好像就觉得轻松自在，什么沉重生气的事情，通通都不存在了，简直是有毒。回到老爷子的别院，齐燕被叫去了书房，齐次年抱着小崽子坐在客厅里，无聊而又枯燥。齐老爷子这套别院透亮而又古香古色，设计精巧，处处巧夺天工。客厅屏风上的梅花都是当代最有名的宋寻兰大师亲手题画，就连随意摆放的一草一木、一瓶一椅都独具特色，有市无价。小崽子被客厅偏处那大片花团锦簇的芍药所吸引，好漂亮的花花。小崽子拽拽齐次年的衣角，五蝈蝈，我要扛那个漂亮的花花。天气渐冷，这本不是芍药开花的季节，可是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这些芍药开得格外的好。齐次年抱着小崽子走了过去，柔声告诉他，团团爷爷很宝贝他的芍药，等会儿哥哥把你在芍药前放下，你要注意不要伤到他。团团点点脑瓜，被齐次年放下后哒哒哒跑了过去，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花花好香啊。小崽子虽然靠得近，但是却很小心，在一边看着。齐老爷子专门请来看管芍药的人悬着的心放了下去。团团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这些花，回头看向齐次年，五蝈蝈，我可不可以轻轻的摸一摸花花哇？我就轻轻摸摸，不费让花花受伤的。齐次年看向一边专门管理芍药的人，小小姐虽然小，胆子也大，刚刚被抱着进来就一路数数姨姨蝈蝈姐姐的叫，但是却很小心，凑近芍药的动作都是轻轻的。一个中年男人走了上来，将一颗芍药轻轻压下。小小姐，小崽子轻轻伸出手指头触碰到了花瓣，小崽子身上的金光簌簌震动，有一部分顺着小崽子的手指掉进了花瓣中，一股浓浓的情绪顺着小崽子的手指传到他的心中。小崽子猛地将手抽了回去，齐次年立马着急的去看他的手，以为他不小心被划到了。小崽子茫然的眨着眼睛，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芍药，那么好看的花花，怎么会让我觉得那么想哭哭面？管理芍药的人也围了上来，确认人和花都没事后松了口气。齐次年把团团抱到一边，怕小崽子再接触芍药。发什么事情？小崽子还是不解。五蝈蝈，我为什么非觉得花花很伤心了？管理芍药的人心都往下沉，背后升起一股冷气。别人也许不知道，但他们是知道的。这些芍药是齐老爷子惦念自己的夫人所种的。别院里的很多人都曾在半夜看见过老爷子独自坐在芍药花前，神情悲痛灰败，有时还会抹眼泪。齐次年也解释不通，只能当作是团团的童言童语。你还小，这很正常。管理芍药的人表情这才放松下来，差点忘了，小小姐才2岁半，家里的小孩子也会把猫猫狗狗，甚至是小玩偶当成朋友来对话，这好像是小孩子特有的。小崽子不喜欢那种想要哭鼻子的感觉，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不会再去靠近。齐次年怕团团闷到了，便让人领着，带着他去院子里转。偏处的那朵芍药上，小崽子掉落的金光慢慢消失，跟芍药融为一体。书房里，齐老爷子背对齐燕，关于这个女儿，你是怎么想的？顾婉清知不知道？齐燕，她不知道，但团团已经是我女儿，这是不变的事实。齐老爷子看着齐燕又恢复那副冰冷的模样，心中哀伤。你既认了她，我自然也认。只是齐燕，人生在世，要遇见一个喜欢的，太难了。你对顾婉清不是没有感情，想来她对你也不是全然无意，不然为什么她给老二取名顾慈燕，而你给老四取名齐慈清？她本来不想管的，但眼见着齐燕明明心里有顾婉清，顾婉清心中也有齐燕，但偏偏却以这样的境地相处。经历了与爱人死别的齐老爷子，觉得还是要跟仅剩的儿子好好说说，免得将来他后悔。齐燕沉默了好一会儿，声音有些疲倦。父亲，我和婉清跟您和母亲不一样，父亲和母亲相遇在对的时间，而他和顾婉清是在错误的时间里，以错误的方式开始的。齐老爷子言尽于此，我话已至此，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不要因为你母亲和大哥的去世而一直沉浸在悲伤中。齐燕，齐家已经度过危机，你也该有你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活得像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齐燕不置可否，气氛再次陷入沉默。跟别院书房一样，齐慈禧回到大宅，就发现大宅安静的吓人，找到佣人一问，才知道小崽子、齐慈年还有老登一个都没回来。齐慈禧想要打电话问问，齐家大宅的门却被人从外打开，一个身姿心长、长得极为冷艳金贵、面容白皙胜雪、透着几分病态的苍白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齐慈禧大惊，大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齐慈修眉眼疲倦，强撑的身形摇摇欲坠，我还没康见我的大蝈蝈。齐慈修身后的下属连忙上前想要扶他，却被齐慈修摆手拒绝。齐慈禧神色严肃，一边扶住齐慈修，
一边侧头看向齐慈修的助理。大哥，你……齐慈修看着着急的齐慈溪，出声安抚：我没事，大哥的状态不好。齐慈溪没有心思再关注其他，立马让人将齐慈修带回房间，拨打齐慈年的电话：五哥，你现在在哪？大哥突然回大宅了，状态很不好，你尽快回来。别院院子里，齐慈年正陪着小崽子散步，接到齐慈溪的电话，齐慈年的心沉沉往下坠。大哥的情况他知道，这次怕是不容乐观。小崽子将自己藏在花丛中，以为谁也找不到自己，奶声奶气道：五蝈蝈，你快来找窝哇！齐慈年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花丛前，小心翼翼地将扬着脑瓜等着他找的小崽子掏出来。小崽子被掏得猝不及防，甚至还保持着蹲着的模样，大眼睛难以置信地跟齐慈年对视。五蝈蝈怎么那么快就找到窝惹？这不合理哇！齐慈年将小崽子头上的落叶拿走，皱眉道：团团，大哥回来了，他现在很不好，我们得快点回去。父亲和爷爷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说好，大哥那儿不能等。齐慈年将团团交到老爷子的管家那儿，匆匆交代几句后，就连忙去车库就近挑了辆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大宅。团团看着齐慈年火急火燎的模样，在老管家怀里动了动。管家爷爷，我们快去告诉爸爸和爷爷哇！老管家谨记齐慈年的话，将团团好好抱在怀里，快速去通知老爷子和齐燕。齐燕和齐老爷子从书房出来，就撞见神色急切的老管家。老爷，先生，大事不好啊！齐燕和齐老爷子听清楚后，脸色陡然变了。齐燕抱上团团，上车后为了他的安全，将他放到了后排，跟齐老爷子一起坐。小崽子看着很着急、很担心的爸爸和爷爷，不吵不闹，乖乖的爬进齐老爷子怀里。虽然爷爷瘦瘦的，但系爷爷怀里也很好趴哇。齐老爷子担心齐慈修没工夫搭理怀里的小崽子，而且小崽子在他怀里极乖。齐慈年已经回去了，顾及车上还有齐老爷子和团团。齐燕将车速稍微压低一点，空气凝滞压抑。齐燕和齐老爷子一声不发。小崽子将爪爪伸进齐老爷子的大手中，拍了拍：爷爷不要怕，我五蝈蝈那么厉害，大蝈蝈肯定费没戏打。齐老爷子看着手心中小崽子小小胖胖的爪子，一腔色一堵在嗓子眼。他已经中年丧妻丧子，不要再让他的儿子也尝到那般苦楚了。齐慈年抄着近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以最快速度赶回了齐家大宅。大宅的管家已经在门口等待。齐慈年下车，管家迅速迎上：五少爷，大少爷在他房间里。齐慈年快步疾行，齐慈溪无措地站在齐慈修床边，看见齐慈年就像是看见了主星，眼睛忍不住唰的红了，但哽在胸口，什么都说不出来。齐慈年抬手匆匆拍了下他：有我在，没事的。说完之后就快速给齐慈修检查，交代齐慈溪去他的房间把他要的东西带过来。没有多久，齐慈年在路上交代的医院医生也赶到了大宅。齐慈溪被叫出了齐慈修的房间，看着医生带着器械进去后将门关上，齐慈溪的心就像是掉落进一个无底深渊，不停的坠落，却怎么也落不到底。齐燕带着齐老爷子和团团回到大宅时，齐慈年已经进去将近半个小时。小崽子看着紧闭的大门，看向齐慈溪问：六蝈蝈、大蝈蝈和五蝈蝈在里面咩？齐慈溪抬眸，眼眶已经红了。大哥的状态实在是过于吓人，不仅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而且手更是冰冷的吓人，就连心跳也越来越缓慢。强撑着回应了小崽子一声。齐慈溪看向齐燕，发现向来波澜不惊、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的父亲，居然眸底写满了担心。齐燕看到齐慈溪的不安，尽管自己也很担心，依旧出声宽慰他，相信慈年、慈修会没事的。齐老爷子的目光担心而又坚定深邃，也看向齐慈溪。小崽子乖乖站在一边，伸着脑瓜等，一定要没有戏哇！我还没康见我的大蝈蝈。气氛凝重极了。齐慈修自出生起就体弱多病，在5岁时便被查出多器官衰竭，寻遍天下名医，用尽各种方法以及各种珍贵难得的药材吊着，才活到了现在。但齐慈年和许多医学专家早就断言，齐慈修的身体已经每况日下，被药养着的身体早就被掏空，每过一天就少一天。齐老爷子、齐燕、齐慈溪煎熬的度过了1个多小时，齐慈修房间的门终于打开，齐慈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脑袋耷拉着。这次算是过去了，但是大哥的身体比起上次更差了，我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齐慈年的声音有些哽咽，刚刚有好几次从死神手里抢人，齐慈年紧绷的神经几近崩溃，喜悦与无力交织。齐燕眸子暗淡，声音嘶哑：你已经尽力了。齐慈年何尝不知道自己尽力了呢？但要他眼睁睁看着在他小时候会去霍家看他，给他带小糖果的大哥生命一点点流逝，这太过残忍。齐慈年像是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齐慈溪也红着眼睛，齐老爷子也侧过头抹去眼泪：别说这些丧气话，你们大哥这次是好了，又不是没了。先去吃饭，折腾大半天
晚饭都没吃。悲伤的情绪被齐老爷子的话冲散了些。齐老爷子、齐燕、齐慈年、齐慈禧和团团坐在餐厅。齐老爷子夹了一块排骨，微微举起，扫了一圈，将其放在眸，只看出大家心情不好，自己乖乖低头哼哧哼哧干饭的小崽子碗里。坐在边上的小崽子眼睛丢丢发光，瞳孔放大。爷爷肯定喜爱我的，我就说爷爷肯定喜爱我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爸爸、五蝈蝈和六蝈蝈都在这，爷爷不给他们家，就只给我家娃？但我几个大气的大娃娃惹小崽子昂首挺胸，嘴角挂着笑，拉拉齐老爷子的衣袖。爷爷爷爷，你不可以偏心，爸爸、五蝈蝈、六蝈蝈还没有娃。小崽子巴巴的看着齐老爷子，齐老爷子被小崽子莫名的脑回路弄得一梗。他多大？齐燕、齐慈年和齐慈禧多大？还要他一个老头子夹菜，这成何体统？要父亲、爷爷给他夹菜。齐燕、齐慈年、齐慈禧父子三人想到那个画面，纷纷打了个恶寒。齐慈年悄悄将自己的碗抱到一边，这菜不夹也罢，他并不是那么想要。齐慈禧加油扒拉了2口，将碗放下。我好了。说完之后，看了看小崽子，跟他比了个等会儿来找他。他就在客厅等他的手势。小崽子看着六蝈蝈的手指一阵比划，也不知丢缩个什么，迷茫眨眼。齐慈禧以为小崽子懂了，跟齐老爷子和齐燕打过招呼后，就从餐厅里溜走了。小崽子奇怪问齐老爷子：爷爷，六蝈蝈刚刚在干什么面？齐老爷子又给小崽子夹了一块胡萝卜，别理他，小娃娃要多吃饭才能长高。小崽子看着不喜欢的胡萝卜，将小碗微微往前一推，爷爷，窝气大娃娃惹。齐老爷子将碗推回去，大娃娃也要长高，快吃。一直是个矮矮的煤气罐罐，是小崽子一直以来的痛。小崽子撇了撇嘴，还是乖乖吃了。齐老爷子看小崽子胃口好，又连连喂了好些。齐慈年见了，拿起纸巾给团团擦嘴，将他抱走。爷爷，不能让他吃太多，不然就积食了。团团趴在齐慈年的怀里打了个饱嗝。爷爷，我真吃不下惹。齐老爷子摆手，抱你妹妹下去。齐慈年如蒙大赦，抱着小崽子就离开了。齐慈禧在客厅苦等小崽子，一直没有等到，忍不住又往餐厅走。走到餐厅门口，撞见被齐慈年抱着出来的小崽子，伸手抓住他肉嘟嘟的脸蛋子。你是不是忘记了？你哥，我在客厅等你。小崽子的大眼睛清澈而又茫然。齐慈年拂去齐慈禧的手，他才几岁啊，哪能看懂你那些瞎比划？齐慈禧抱手冷哼了句，目光落在小崽子身上，语气要多酸就有多酸。我看不是看不懂，是舍不得那满桌的菜吧。小崽子抬着脑瓜，不细哇，但又不能说自己看不懂，不然他脑大的霸气就受损了。小崽子抓抓脑瓜，反正不记打。齐慈禧冲小崽子伸手过来，小崽子乖乖伸爪爪。齐慈禧满意的掂了掂，看来这小崽子最近吃的不少。齐慈年还是不放心齐慈修，想要再上去看看。齐慈禧也想跟着去看一眼。小崽子也道：我也要挖，我要康康窝的大蝈蝈。团团平时闹归闹，但很懂事。齐慈年跟他交代，大哥现在身体很虚弱，需要静养，不能发出声音影响到大哥。团团点点脑瓜，我记住惹。齐慈禧抱着小崽子跟在齐慈年身后，小崽子乖乖窝在齐慈禧怀里，伸着脖子，大脑瓜激动的往前探。干净整洁，整体风格以灰白为主的房间里，齐慈修呼吸清浅。小崽子看见黑色被单上长得极为好看的大蝈蝈，激动的爪爪抓住齐慈禧的衣角，压低声音却藏不住兴奋道：大蝈蝈，大哥是他们4个中长得最好看的，模样清绝冷艳，就像是雪地里的雪莲。高悬的天边冷月是很容易让人惊艳的长相。齐慈禧又开始酸了，不冷不淡的嗯了声。明明小崽子在阳光福利院见到他的时候，还一口一个好看蝈蝈的叫着，现在却被还昏迷不醒的大哥迷到两眼放光。齐慈年心累，瞪了齐慈禧一眼，低声叹道：你幼不幼稚？来这是确认大哥的情况的。3个人都分得轻轻重缓急，小崽子不想要被抱着，挣扎着要下地。齐慈禧抿了抿唇，最后还是将他放了下来。小崽子还记得五蝈蝈说的，不可以影响大蝈蝈，踮起脚尖跑到床边边，小爪爪抓着床边想要往上看，却发现海拔过低，视线受阻。齐慈年已经确认齐慈修暂时没什么大碍，心安了些，弯腰将小崽子抱起来。小崽子能近距离靠近大蝈蝈，没忍住轻轻伸出爪爪，轻轻抓住齐慈修的一根小手指。小崽子身上的金光随着小崽子的心情开始震动，然后顺着小崽子的爪爪掉落在齐慈修身上。小崽子低声道：大蝈蝈，你要快点醒过来哇。齐慈年将团团的爪爪收了回来。齐慈禧酸酸的把小崽子抱进自己怀里，以目光询问大哥的身体状况，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便抱着小崽子往外走。齐慈年帮齐慈修掖了掖被子，也走了出去。明天小崽子和齐慈禧还要去上课，被齐燕叫去休息了。齐慈年要随时照看齐慈修，以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齐老爷子也不回去了，在大宅暂时住了下来。
齐燕进齐辞修的房间，看着年纪最长，但是身体最差的大儿子，心中百感交集。小崽子被人抱着睡习惯了，洗漱好后，抱着自己的小枕头，屁颠屁颠的跑到齐慈禧床上。齐慈禧抱着小崽子，边帮他把脑瓜上的小揪揪解开，边佯装不在意的问：“小崽子，我和大哥谁好看？”小崽子眨了眨眼睛，都好康，五蝈蝈、巴巴都好康。齐慈禧微微勾唇，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答案。我问的是谁最好看？小崽子歪头，霸气也算灭。家里最霸气的可不就是我吗？齐慈禧的唇角又往上扬了扬，可以啊。这次小崽子毫不犹豫，爷爷和巴巴哇。爷爷有一种谁都戏小子，窝戏脑子的感觉，而巴巴戏脸上就写着脑子就戏最厉害的。齐慈禧被这个答案砸懵了，老登和爷爷黑着脸咬牙道：“他们不算，就我五哥和大哥。”齐慈禧继续哄着小崽子，小崽子却皱眉沉思。齐慈禧看见小崽子犹豫不决，爆发尖锐的报名。齐慈禧将手中的发圈放在床头柜上，然后盖被子翻身，闷声道：“走吧，我不是你心目中那个最好的，你去找他们吧，你去找他们吧，我没事的，我一个人也没事的。”小崽子看着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六蝈蝈，脸蛋子茫然极了，支着小短腿小爪爪爬过去，抱住齐慈禧的肩膀，肉嘟嘟的小脸蛋贴在齐慈禧的俊脸上。可既窝六蝈蝈，既套圈圈套的最厉害的，谁也没有六蝈蝈厉害。小崽子一抱，齐慈禧心中的酸气都变得甜滋滋的，还有这一句又一句的六蝈蝈最厉害。齐慈禧情不自禁被夸成了翘嘴，但又觉得不能这么快就让小崽子哄好，不然他不会珍惜的。齐慈禧继续酸言酸语，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要让你从我们中选一个？你一定会选我。小崽子瞪圆了眼，将脸蛋子又贴了贴，选泥蛙选泥蛙，每一个窝都要选蛙，但现在只有六蝈蝈在这里，所以只能先选六蝈蝈惹。齐慈禧满足了，将趴在他身上的小崽子拉进怀里，嘴角轻勾。好了，我们睡觉吧。小崽子孤勇了会儿，在齐慈禧怀里找到最舒服的睡姿，伸伸爪爪打哈欠，咂咂嘴，闭上眼睛。哈哈，哄好六蝈蝈惹。这一天夜里，齐老爷子、齐燕和齐慈年都没休息好。齐老爷子看着熟悉的大宅，从前美好幸福的种种在他脑海中一一浮现，心中的苦无声堆积，思念难以诉说。齐燕和齐慈年担心齐慈修的身体，在书房里谈话，最后决定等齐慈修醒来，齐燕亲自跟他谈，让他回来休养身体。至于齐慈修手下的公司，齐燕会派人暂时代为管理。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齐燕晚上梦见了齐慈修小时候的事，而齐慈年辗转反侧，天刚亮就起来去齐慈修的房间看他。细细检查齐慈修的情况后，齐慈年大惊，大哥的情况怎么突然好了这么多？虽然昨天他拼尽全力稳住病情，但是大哥的身体已经亏空，伤到了本，再怎么养也难以根治。但今天不仅病情减缓，就连虚弱的身体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滋养弥补，虽然还不能跟正常人相比，可跟之前比，简直是判若两人。齐慈年心中惊涛骇浪，一股狂喜将他席卷。先不管是因为什么，至少大哥现在这样，他终于不再束手无策。大哥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还在沉睡。齐慈年压下心中的欣喜，默默退了出去。看见被齐慈禧抱着的睡眼惺忪的团团，忍不住小跑上前，将齐慈禧怀里的团团扒拉进自己的怀里。齐慈禧不满瞪了齐慈年一眼，齐慈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中的喜悦，将脸跟团团软萌的脸蛋子相贴，那温暖柔软的触感像是助燃剂般，让心中的喜悦肆虐，疯狂蔓延。齐慈禧看得一愣一愣的，傻了。齐慈年未言先笑，大哥他好了许多。齐慈禧听了，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心脏欢快的跳动着，怪不得五哥这么开心。但想到昨晚五哥说的话，齐慈禧皱眉，不会是回光返照吧？团团脑瓜渐渐转醒，在身子一僵的齐慈年怀里伸了个懒腰。什么戏回光返照咩？齐老爷子和齐燕也走了过来，两人脸色严肃。齐慈年的心又悬了起来，几人抱着小崽子再次进了齐慈修的房间。齐慈年再次检查，确认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才松了口气。不是回光返照，大哥他身体确实好了许多，从现在起好好调养，也许就能健康无忧了。明明只是睡了一觉，却有这样的惊喜。齐老爷子和齐燕的眸底都浮现出震惊和欣喜。齐慈禧看着病床上的大哥，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小崽子也听明白了，五蝈蝈说大蝈蝈要好啦哇！小崽子开心的抱起爪爪，今天开心，我要多吃一碗。齐慈年对团团做了一个小声的动作，团团立马捂住自己的嘴巴，对着齐慈年比了个 OK， 然后巴巴看向齐燕，小爪爪比了个1。齐燕看着可爱俏皮的小崽子，摇头轻笑，都从齐慈修的房间退了出去。几人被巨石压了一夜的心终于安下。齐老爷子走起路来都带风，甚至主动从齐慈年怀里抱起来胖嘟嘟的小崽子，想吃什么告诉爷爷，你放学回来爷爷让人给你做。小崽子开心极了，爪爪抱住齐老爷子，
小蛋糕、鱼、鸭鸭。小崽子一口气报了6、7个菜名，齐老爷子惊，这个孙女好像太能吃了点。小崽子坐在自己的板凳上，看着满桌的好吃的，眼睛放光，想要什么就拉拉旁边的齐慈禧6蝈蝈，我要那个哇，或者拉齐慈年5蝈蝈，我要这个。齐老爷子却快齐慈年一步，每一次在小崽子刚发生时，就一眼看穿小崽子的心思，将小崽子想要的加到了小崽子的碗里。这些个没眼力见的怎么照顾妹妹的？齐慈禧和齐慈年，甚至是齐燕，都被齐老爷子瞪了一眼。齐燕、齐慈年、齐慈禧，小崽子乐滋滋抱着碗，谢谢爷爷哇。对这个孙女，齐老爷子是越看越满意。虽然个子矮，人也胖，但是小崽崽不就是越胖越可爱吗？而且性格外向，阳光可爱，懂礼貌，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崽崽。齐老爷子又给小崽子加了一块酥香的小肉饼，乖宝，多吃点。小崽子点点脑瓜。齐慈禧震惊，爷爷，你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小崽子他已经是个煤气罐罐了。齐慈年低下了脑袋忍笑，齐燕则是移开了眼，没眼看，老爷子这是打算独宠孙女了。因为齐慈修还没有醒，齐老爷子和齐慈年留在大宅，齐燕还要上班，小崽子和齐慈禧也要上学，三人一走，大宅又变得冷冰冰的。爸爸下班就来接你，你乖乖在幼儿园，知道吗？小崽子挺着小肚子，扬着小脑瓜，背上还背着鸭鸭包，软萌的脸蛋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窝之丢惹，有坏姨姨欺负楚楚，这里可系窝另一个江山哇。小崽子背着书包，冲齐燕挥了挥小爪子，就毫不留恋屁颠屁颠的往幼儿园跑。齐燕看着身边还在父母身边嘤，说不想上幼儿园要回家，或者是一步3回头的别人家崽子，陷入了沉思。自家女儿好像对幼儿园不仅不抵触，还格外的喜欢。小崽子一路小跑着，看见了幼儿园门口的保安，就伸着爪爪叫叔叔，每碰见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就恼兮的叫着。小崽子路过的地方都会响起愉快的笑声。小崽子跑到番茄小班，小可言和邓子涵已经来了，纷纷凑了过来，脸色认真，像是有什么大事的样子。小可言用自己的小手抓住团团的胳膊，老大，我和第二小弟轩轩想出了一个大计划哇。团团将鸭鸭包往位置里一塞，下巴微抬，戏什么？邓子涵带领一众崽崽跑过来，像模像样道，老大，我们想着想，好久没有躲猫猫啦，今天我们一起玩躲猫猫啊。小崽子颔首，躲猫猫确实好玩，而且我躲猫猫可厉害惹，就连蝈蝈们都找不到我，刚好可以让小弟们康康脑大窝的厉害。小崽子嘴角上扬，好吧，我们一起玩躲猫猫。姜老师进教室后，就看见一团小崽崽围着团团兴奋的蹦的场面，笑了，小朋友们上课喽，让姜老师看看哪个小朋友最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小崽崽们一听，都很自信的扬起脑瓜，然后扑腾着小短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端正后，清澈明亮的眼睛齐齐看向姜老师，一副等表扬的模样。姜老师被这些小崽崽看得心都软了一角，我们番茄小班的小朋友们都好厉害啊，这么快就都做好了。随着姜老师的话，小崽崽们做得更好了，背也挺得更直了。团团更是骄傲的连脑瓜都扬了起来。上完几节课就到了自由活动时间，番茄小班的小朋友们在小操场石头剪刀布，确定谁来抓人。邓子涵接连输了，用手蒙着眼睛靠在树上倒数，其他的小崽崽们纷纷躲了起来。团团带着自己的第一小弟小可言往树丛里钻，两小团蹲在浓密的灌木丛中，等着邓子涵来找，甚至还会根据邓子涵所在的位置小心改变自己所在的位置。团团一双眼睛微眯，仔细注视着邓子涵的一举一动，带着小可言慢慢往左边躲。小可言开心的猫着身子，小步小步的跟，耳边传来低低的啜泣声。团团和小可言纷纷向声源处看去，小顾楚可怜兮兮的蹲在灌木丛中，发出的声音像是受伤的小猫，让人心疼不已。团团皱眉，带上小可言向小顾楚靠近，你肿么啦？小顾楚没想到会有人看到自己，以为是自己哭得太大声了，小手捂住自己的嘴巴，浅色的眼睛漂亮澄澈，含着一汪泪水，因为受惊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懵懂无措的坐在地上，身上的伤口因为摔倒更加的疼痛难忍，大颗大颗的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落。团团和小可言顾不上还在躲猫猫，快速向小顾楚靠近，想要将他扶起来。小顾楚手臂上也有伤，眼泪掉得更凶了。团团见状，将小顾楚的衣袖往上一推，看见了小顾楚青紫的伤痕，生气极了，系谁哇？系谁敢欺负窝番茄小班的人哇？窝要肥家拿窝的金箍棒打他的屁屁。小崽子的声音一点也不收着，抓着小顾楚的手，想要带他出去找人算账。小顾楚看着团团牵着自己的爪爪，觉得很委屈很委屈，不系别人，系阿姨。阿姨拿了妈妈的东西，我想要拿回来，阿姨就打窝掐窝。小顾楚的泪水一颗接着一颗的掉，
我不喜欢阿姨，她不让我见爸爸，她还废骂我打我，说妈妈会洗。其他小朋友都听到了，纷纷跑了过来。小崽子听了，小胸膛气得一起一伏。原来系坏姨，走，我们告诉老西，让老西带我打坏姨屁屁。小可言和邓子涵也握着小拳头，老大，我们也要打坏姨屁屁啊！番茄小班10多个小崽崽气呼呼的来到了姜老师的办公室。姜老师一脸茫然，看见团团拉着眼眶通红的小顾楚，走到两人跟前问团团、楚楚，发生什么事情了？小顾楚想到阿姨的威胁，如果他敢跟别人说，阿姨就会将妈妈的东西扔掉。小顾楚所有的委屈堵在嗓子眼，那系妈妈最喜欢的项链。团团见小顾楚不敢说，更加生气了。老西，有坏姨欺负楚楚。团团说着，小可言配合的挽起小顾楚的衣袖，露出了小顾楚亲子交加的手臂。姜老师大惊，帝都蓝天幼儿园是一所贵族幼儿园，这里的学生非富即贵，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这么大胆？其他老师也走了过来，心疼的看着小顾楚。姜老师看向其他老师，其他老师会议安抚番茄小班的小朋友的情绪，先带他们离开。团团倔强的不肯离去。老西，你一定要打那个坏姨的屁屁，她太坏惹。团团放心，老师一定会将情况好好跟楚楚的爸爸反映的。得到姜老师的保证，团团才带着小可言和邓子涵等小崽崽气呼呼的离开了。没过多久，小顾楚的爸爸就来到了幼儿园，看到宝贝女儿手上的伤，眼尾发红，声音低沉嘶哑，楚楚，是爸爸不好，是爸爸忽视了你。顾叶婷以为杜若瑶是云初的妹妹，能好好照顾楚楚，却没想到杜若瑶当着她的面是一套，而背着她又是另一套，而她却因为云初的病跑上跑下，使得自己的女儿被杜若瑶生生虐待。顾叶婷咬牙切齿，小心翼翼地抱起小顾楚，跟姜老师匆匆辞别，直接将小顾楚送到怀仁医院。没想到齐思年今天不在医院，因为小顾楚是个女娃娃，邵伯川让医院的女医生给小顾楚治疗。顾叶婷站在病房外等，透着冷意的指尖划开手机，给我查，我不在的时候，杜若瑶是怎么对我女儿的？敢欺负她的女儿，她要让杜若瑶100倍1000倍的偿还。五少爷，大少爷他醒了。齐思年将手中的书放下，快步来到齐思修的房间，果然人已经醒了。大哥，你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齐思修靠在枕头上摇头，现在身上不仅没有那种无力闷痛的感觉，而且全身像是被一股暖流抚慰，很轻松舒服。我昏迷了多久？齐思年道，现在是第2天下午4点，你差不多昏迷了1天1夜。齐思修颔首，有些惊疑，你用了什么方法？我竟然感觉好了很多。齐思年垂眸，昨晚我只能稳住你的病情，但今天早上你的情况快速好转，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连齐思年都不知道是怎么好的。齐思修微微蹙眉，但身体的好转让齐思修的心欢欣雀跃。齐思年让人准备一些清淡的饮食，送到齐思修房间。齐老爷子听到大孙子醒了，也来到了齐思修的房间。齐思修没想到爷爷居然会在，爷爷不要动，你才刚醒，好好休息。齐家大宅因为齐思修身体好转，多了几分喜气。帝都蓝天幼儿园里，小崽子乖乖按照姜老师的口令，背着自己的丫丫包排队。齐燕一眼就看见站在前面的小崽子，冲他挥了挥手。小崽子眼睛一亮，脑瓜上的呆毛晃了晃，窝巴巴来惹。齐燕一手提着小崽子的丫丫包，一手将小崽子抱起，小崽子开心的将脸蛋子埋在齐燕胸口，巴巴，我们肥家娃。齐燕看着怀里阳光可爱的小崽子，嘴角勾着笑，抱着小崽子往车那边走去。肖特助难得的既没有被赶下去当代驾，也没有被抛下，安安生生的跟齐总接小小姐。肖特助笑得开心，小小姐，是我啊。小崽子眨啊眨大眼睛，细肖数数啊，软萌的声音简直甜到了肖特助心里去了。齐燕不满，小崽子注意力都放在肖特助身上，将小崽子抱进怀里，问今天在幼儿园怎么样？说到这个，小崽子开始滔滔不绝，说到小顾楚的事情，很生气的叉腰，楚楚的坏姨居然敢打他，楚楚的手都滋啦哇。齐燕知道顾楚是顾叶婷的女儿，听说顾叶婷妻子身体不好，为了陪妻子去国外看病，不得不将女儿送到度假。听到顾楚的事情，齐燕皱眉，人难免百密一疏，虽然他们会给小崽子最好的环境，但难以保证永远没有人钻了空子。齐思星，如果你被人欺负了，你一定要告诉爸爸，他会让那个人知道欺负他齐燕的女儿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小崽子脸色微变，然后一屁股坐在齐燕怀里，我当然要告诉爸爸哇，我还要告诉蝈蝈们，还有爷爷，我们一起拿上金箍棒，把那个坏人的屁屁打开花。肖特助忍笑，要真有人欺负小小姐，哪是这么轻松简单就能好的？齐总和老爷子少爷们不得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立锥之地和流浪地球。齐燕将怀里的小崽子又往怀里扒了，小崽子还小，有些事情还不适合跟他说，
但被欺负了能告诉他就可以了，剩下的他会处理。小崽子摇头晃脑，哒哒哒的在前面跑，齐燕提着压压包跟在小崽子身后。诗诗在花园里挑选要插在小小姐房间里的花，看见了小崽子之后，开心的抱着花冲了过来。这些都是他精挑细选最漂亮最好看的百合。老大，小崽子蹦蹦跳跳，猛然停下脚步，皱着眉头往身侧一看，戏谁哇？谁在叫脑大窝面？见是诗诗后，小脑瓜微微上扬，勾起了一抹骄傲的笑。原来细窝在家里的第一小弟。诗诗冲了过来，才发现小崽子身后还有齐燕，脸上的姨母笑紧急撤回，换上招牌式微笑。先生，你回来了。齐燕微微颔首，诗诗尴尬的脚趾都能抠出个3室一厅。我还要给小小姐房间选要插的花。诗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小崽子则是一脸的窝小弟好喜欢窝。齐燕将站在地上的小崽子捞起来，像是有读心术般问：难道我就不喜欢你了？小崽子更加骄傲了，小脸贴在齐燕身上。爸爸也喜欢我。两人回到客厅，便看见坐在客厅里吃水果的齐慈年。父亲，大哥醒了。齐慈年将手上的签子一放，熟忍的将齐燕怀里的团团抱到自己怀里。齐燕就那么静静的看着齐慈年从自己怀里把人抢走，欲言又止，最后未发一言，向齐慈修的房间走去。小崽子扒拉着齐慈年的脖子，好奇的问：大蝈蝈醒了？我也要去康大蝈蝈。齐慈年抱起团团就往上走。好啊，那我们一起去看大哥吧。房间的门被敲响，齐慈修的眼睛睁开，声音低沉清越，说不出的好听。请进。看见进来的人是齐燕，齐慈修坐起，靠在床头道：父亲。齐燕低声应了声，走进去后随手要把门关了。身后传来小崽子急切的声音：爸爸，别关门，我和五蝈蝈还没有进去挖。原本神色淡然的齐慈修，心中像是被石子投入的湖面，顿时泛起层层涟漪。家里哪来的孩子声？还叫父亲爸爸，叫齐慈年五哥哥。小崽子被抱到齐慈修的房间门口，就死活不要齐慈年抱了，说什么也要下来自己走。齐慈年将他放了下来。小崽子用爪抓抓抓自己的衣服，又拍拍圆滚滚的脸蛋子，我准备好惹。然后抬头挺胸，嘴角挂着齐燕氏霸总牌微笑，揣着爪爪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第一次见面，一定要给大蝈蝈留下个窝很霸气的好印象啦。齐慈修严肃认真的看向门口，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衬衫和蓝牛仔背带裤，扎着2个小揪揪，矮矮的身高搭配上短短的小手小脚，像极了一个会跑的白面馒头的小崽子，还神气十足的冲着他跑来，嘴角上还挂着灿烂阳光的笑容。齐慈修正愣，又去学老爷子，这个小崽子长得好可爱。小崽子看见齐慈修醒来，先定点来了个造型，下巴微扬，嘴角勾笑，定格3秒，然后才兴冲冲哒哒哒跑到齐慈修床前，爪抓抓着床边边，扬着脑瓜，大眼睛扑闪扑闪。大蝈蝈，他这套操作给在场的3个人都看懵了。齐燕面色复杂，齐慈年扶额，怎么感觉现在团团比父亲还像个霸总？齐慈修则是被小崽子的行为逗乐了，他还从未见过这么有趣的小崽子。虽然对眼前这个小崽子的身份还有疑问，但还是将手放在小家伙的脑瓜上，轻轻揉了揉。你叫什么名字啊？小崽子很喜欢这个长得最好看的蝈蝈，团团。我系团团。爸爸给窝又起了一个名字叫气呲星蛙。齐慈修用目光向齐燕和齐慈年询问，看见他们的模样，心中了然，原来是团团啊。小崽子听见这个好康的大蝈蝈叫他的名字，更加激动了。大蝈蝈，我刚刚记不细，很霸气哇。霸气，原来刚刚这个小崽子整这么一出，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霸气啊。齐燕听得欲哭无泪，将这个动不动就霸里霸气的小崽子拉到一边，俊脸微沉，齐慈星，以后不准动不动就抬下巴。斜眼冷笑看人。小崽子点点脑瓜，然后学着齐燕将脸沉下来，没有抬下巴，没有斜眼，更没有冷笑，面无表情的看人。齐燕一口气差点上不来，这个小崽子怎么猴精猴精的？老爷子听说齐燕和小崽子回来了，都去了齐慈修房间，也跟了过来。看见站在齐燕身边的小崽子，齐老爷子嘴角挂了抹笑，乖宝，过来。小崽子听到齐老爷子的声音，沉着的脸一变，眼睛冷恻恻的，整一个等也敢造次的样子。齐燕的脸色更加的黑了。好好好，学完他又去学老爷子。小崽子十分自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小腿一转，阴恻恻的扫视齐慈修、齐老爷子和齐慈年，满意的扬唇，果然还是爷爷最厉害。齐老爷子脸上的笑僵在脸上，在不久之前他还问齐燕是不是没事就对着这个小崽子笑，当时的回旋镖正中眉心。齐老爷子淡定不了了，父亲，看来你也没少在齐慈星这崽子面前笑啊。齐老爷子瞪了齐燕一眼，记仇的逆子。有了齐燕和齐老爷子这2个前车之鉴，齐慈修神色淡淡的，不敢将往常的表情表现出来。齐慈年也无比庆幸自己在这个家里是最不霸总的一个，所以团团不会学他，
他不用经历这样的社死瞬间。齐老爷子、齐燕、齐慈年坐在齐慈修房间里的沙发，看着小崽子给齐慈修表演打拳。齐慈年在小崽子打完一个动作，就会小声的鼓掌，就连齐老爷子和齐燕都毫不吝啬的给予赞扬的目光，画面其乐融融，温馨而美好。齐慈修的身体虽然好了些，但到底没有彻底恢复，不能跟一起到餐厅吃。齐慈年让人把厨房准备好的清淡饭菜端了上来，在小崽子的要求下，一起陪着齐慈修吃完饭，齐燕才抱着小崽子下去吃饭。齐慈熙今天有事，在大家都进了餐厅，才回到老宅。小崽子从椅子上跳下来，齐慈年伸手护住他，小声道：“小心点。”齐慈熙第一次这么晚回来，小崽子噔噔噔跑过去，围着他转圈圈。六蝈蝈，齐慈熙心情大好，放学被心血来潮的老师压着，又写了一套奥数试卷的怨气散了一些。洗好手后，抱着小崽子走进餐厅。六蝈蝈，大蝈蝈不再睡觉觉了。齐慈熙闻言，抬头看向齐慈年：“大哥醒了。”齐慈年点头，随后给小崽子夹了一颗鱼肉丸。小崽子开心捧着小碗，乐滋滋用小勺子将鱼肉丸放进嘴里，好香的鱼鱼蛙。因为没眼力见，被齐老爷子说过，餐桌上个个都是人精，现在不需要小崽子开口，就能吃到自己想要吃的。齐燕甚至趁着大家都在家，趁机将小崽子平时不爱吃的也一起混着夹了过去。小崽子一心想要快点把碗里的快点吃完，好让爷爷巴巴蝈蝈们给他夹，就算是夹到不喜欢的，也很干净利落的吃进嘴里，然后认真挑选，确认下一次不会误夹到自己不喜欢的。可吃着吃着又会大意夹到了，周而复始，吃了不少青菜和胡萝卜。齐燕见了，嘴角轻扬。齐老爷子侧眸，他就说齐燕800个心眼，果然一点都没错。齐慈年控制小崽子的食量在差不多时，便制止了大家的投喂。齐老爷子、齐燕和齐慈熙筷子方向一转，都放进自己的碗里。小崽子短短的爪爪抱着碗，窝还可以呲哇。齐慈年扶着他坐好，不能再吃了。小崽子可怜巴巴坐下，一小口一小口，十分珍视不舍的将碗里剩下的菜一点点慢慢品味。窝真系太可怜了哇！齐家众人都没眼看了，嘴角统一抽了抽。胖仔，你再吃别说腰了，连脖子都快不见了。小崽子可怜唧唧的吃完后，偷偷看向爷爷巴巴和2个蝈蝈，确认他们真的不给自己夹菜后，从凳子上跳下来，不呲就不呲哇。明天去幼儿园，我再多呲一点点。小崽子跑到客厅去找自己的小弟们玩，因为不要给小崽子夹菜。齐燕几人的速度快了不仅一点点，没过多久就陆陆续续的从餐厅里出来了。齐慈熙坐在跟小弟们一起玩拼木的小崽子身边，齐慈年也站在小崽子身侧。小崽子看见2个蝈蝈出来了，刚刚的气早就忘了，满心欢喜的一找一个。5蝈蝈、6蝈蝈，我们一起玩哇！小崽子和齐慈年、齐慈熙一组，诗诗和小崽子另外2个小弟一组。小崽子揣上爪爪，脑瓜扬起，就让我们一起康康，谁的积木拼得最高最快哇！齐老爷子和齐燕看着在客厅里陪小崽子玩的众人，一起朝着齐慈修的房间走去。齐老爷子真要这么做？2人一起来到齐慈修房间。齐慈修躺得无聊，正靠在床头靠背上翻看一本财经类书籍。听到敲门声，齐慈修还以为是齐慈年，没想到是老爷子和父亲，便将书合上。爷爷、父亲。齐老爷子和齐燕低声回应。齐老爷子瞥了齐燕一眼，然后眸底含笑走进齐慈修。慈修，我和你父亲商量了一下，有一件事要跟你说。齐慈修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但还是问道：是什么？齐燕眸色微沉，轻声道：你最近留在家里好好休养，你公司那里我会派简固去暂为管理。齐慈修脸色讶然，简固他知道8年前父亲花重金从国外挖来的，确实很有本事，但简固不是被父亲派去南城帮忙管理齐家在南城的产业吗？齐燕看出齐慈修的顾忌，道：你不用担心太多，南城的我再派别人去。自己的身体状况齐慈修知道，再不当回事，就算是暂时好了，他也会再次亏损。好，就这样，齐慈修留在齐家大宅养病。齐慈修虽然没有大好，但情况已经稳定下来。齐老爷子怕睹物思人，不再留在大宅，回别院去了。顾叶婷查明情况，狠狠告诫杜家，取消了跟杜家所有合作的事，在帝都炸开了。人人都说顾叶婷居然爱女入骨，为了自己的女儿不顾前妻砸进去的钱，也要杜家大伤元气。齐燕听到冷吃，看到趴在他怀里翘着小腿乐滋滋的小崽子，心到顾叶婷还是太仁慈了。小崽子依旧头也不回的跑进幼儿园，齐燕心中空落落的，越发的不是滋味。番茄小班教室，小崽子正在跟自己的第2小弟邓子涵商量今天的大事，等会儿要一起玩什么。小可言神神秘秘的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东西，开心的跑到小崽子身边，宝贝的捧给小崽子。老大，给你，窝蝈蝈给我买的。小崽子扫了一眼，第1小弟，这个系什么东西啊？小可言瞧瞧凑到团团耳边，低声告诉他，
小崽子垂眸看向手中的贴纸，玩这个还要有蝈蝈才好玩哇。辣窝还寄回去再找蝈蝈们一起玩吧。小崽子将贴纸往兜里一塞，爪爪拉住小可言，让他也一起共商大事。过了一会儿后，小崽子皱眉，既然如此，辣窝们就玩1、2、3，木头人蛙。众小弟开心。好的。小崽子跟幼儿园的小弟们玩疯了，彻底忘记了小可言给的贴纸。直到齐燕来接他，他叉着腰哈哈大笑。爸爸，你都不知丢，窝的第一小弟有多喜欢窝这个脑大，他给窝那么多的贴纸哇。齐燕含笑看着这个小崽子，没想到他家女儿这么受欢迎。小崽子摸摸脑瓜，不过第一小弟给窝的贴纸，窝放在哪里惹？小崽子在齐燕的怀里一爪抱着压压包，一爪往里面掏，找了一会儿才从内层找到，将其理了理，嘀嘀咕咕道：等蝈蝈废家，窝就跟蝈蝈们一起玩。不是，以前这个小崽子还会主动找他，现在怎么什么都找齐思年和齐思熙了？当他这个老子是死的吗？齐燕沉面问。那我呢？小崽子侧眸奇怪问。爸爸也要玩面？齐燕正色，我这不叫玩，这叫跟你亲子互动，懂吗？小崽子诚实摇脑瓜，辣窝不知丢啊。齐燕摸摸自家女儿的脑瓜，不知道没事，爸爸说了，你记住就行。小崽子颔首，在车上，小崽子就开始琢磨这个贴贴该怎么玩，但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小崽子拽拽齐燕的衣角，爸爸，窝要跟窝的第一小弟打电话哇。齐燕兴起，他知道人电话号码吗？还打电话？但好在齐家跟谢家也有合作，要是等会儿需要，可以让沈特助将谢衍电话发来。齐燕将自己的私人手机给小崽子，小崽子两只爪爪捧着手机，对着键盘一通按，随后手机传来了拨打的声音。齐燕，真是出息了，看来我女儿也不蠢嘛。另一头，谢衍手机突然响了，要不是这个手机只有家人和亲朋好友才知道，谢衍看见陌生号码一准给挂了。接通后，一道阳光可爱的声音传了过来：第一小弟，窝西脑大。谢衍一脸的懵，反应过来对面是一个小孩子，还狗胆包天说是他老大，冷哼一声：你是我老大，我还是你爸呢。小兔崽子，小年纪不学好，居然敢蹦到我谢衍头上。小舅，我告诉你爸爸，让他给你来一顿竹笋炒肉。为了方便小崽子通话，在对方接通时，齐燕就接过手机帮他开了免提，甚至手机还在齐燕手上，正要递给小崽子。谢衍冷冽的声音就这样充斥在整个车内。小崽子眉头苦皱，叔叔，可惜我已经有爸爸了哇。齐燕讥笑了，好好好，刚在心里夸这个小崽子不蠢，现在连人家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怎么，你想当我女儿爸爸？齐燕的声音冷沉沉的，骇人的很。肖特助将自己183的身子缩了缩，尽量减少存在感。神仙打架，莫要殃及我等打工人啊！偏偏小崽子不知道什么叫怕，扒拉着齐燕的手臂，既挖巴巴，叔叔说他也要当窝巴巴。谢衍整个人都傻掉了，好家伙，对面那个是齐燕女儿，那个可爱鬼精的小崽子啊！谢衍已经将声量调高，小崽子后面的这句话落入小可言耳中。小可言激动的冲谢衍伸小手，细脑大，巴巴，老大肯定系来找窝的。谢衍咬了咬牙，凑近自家女儿低声问：心肝儿，是你告诉那个小崽子爸爸的电话吗？小可言甜甜点头，你还认他当老大？小可言再次点头，黑葡萄般的黑圆眼睛眨啊眨。谢衍一口气憋着心中，看着开心的女儿，活似失去了所有力气和手段。谢行装那小子在学校被戚慈熙压一头，为什么到了他女儿这还要被压一头啊？小可言趁着谢衍悲痛迷茫，哼哧哼哧将手机拿了。老大，谢我。反应过来，谢衍觉得就离谱，他居然当着齐燕的面说要当人女儿爸爸，还要让齐燕给那小崽子一顿竹笋炒肉，跟顾叶婷为女儿断了跟杜家的合作一样。齐燕是个女儿奴，每天到了下午4点半一准下班。去幼儿园接女儿的事情也轰动帝都，只不过都不拿到明面和正主面前讲罢了。齐燕手中的手机被小崽子拿走，现在正坐在他怀里，嘴角勾笑的小声跟对面密谋着什么。齐燕叹了口气，罢了罢了，小崽子跟谢衍女儿玩得好，看在小崽子的面上，他不跟谢衍计较。小崽子像是怕被齐燕偷听，两个崽子声音越说越小。脑大窝之丢惹，辣脑大再见惹。妍妍，把手机给爸爸一下。谢衍恨不能给自己的嘴来一拳。新到谢秦州那小子不会就是遗传他的吧？不好意思，刚刚我还以为恶作剧。小崽子捧着手机，大眼睛亮晶晶的，没戏哇，做错就改，还记好娃娃。爸爸你说戏不戏哇？齐燕叹了口气，对。比较让齐燕欣慰的是，回到齐家大宅后，小崽子真的拿着贴纸，屁颠屁颠的跟他去他书房。小崽子快速摆动着小短腿，哒哒哒跟在齐燕身后。爸爸，第一小弟缩惹，这个纸戏需要爸爸和蝈蝈们配合，你可以干自己的事的。原本齐燕还为不知怎么跟小崽子互动而不知所措，他这么一说，紧绷着的神经松懈下来，
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份合同，开始查看，但心中又不禁有几分失落。小崽子乖乖坐在齐燕身边的椅子上，将贴纸包装撕开，看着琳琅满目、颜色鲜艳、款式齐全的贴纸，爱不释手。用胖乎乎的手指轻轻撕下一张贴纸，小身子一颤，眼睛里的光更加明亮。小弟说，最好玩的就是把贴纸贴在巴巴或者季蝈蝈身上。齐燕一看合同就全神贯注，丝毫不觉。团团已经将一只捧着爱心的跳舞小熊贴在了齐燕的袖口上，看着原本黑沉沉的西装上贴上漂亮可爱的贴纸，小崽子十分满意。就让巴巴变得漂亮可耐起来吧。小崽子撸起袖子就是干，每一个贴上的贴纸都是他精挑细选的，甚至为了蝈蝈们肥来，还有生病的大蝈蝈好了之后也能玩，小崽子还特意留下了一些。小崽子从齐燕的手臂和背后开始贴，等齐燕察觉到不对的时候，已经被贴了一手臂和一背的果冻贴纸，正对着呲着大牙、小爪爪拿着一张贴纸，正要往他脸上贴的小崽子眉心暴跳。齐慈星，小崽子茫然眨眼，巴巴，你肿吗？又生气惹？齐燕想要直接将身上的贴纸撕下，但看到小崽子水汪汪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忍了又忍，最终还是没有拿下。所以你叫我跟你玩，就是让你把这些玩意儿往我身上贴。看着自己手臂上花花绿绿、大红大紫、幼稚至极的贴纸，齐燕脸黑极了。第一小弟说，就系这样哇！砰！小崽子和他的贴纸一起被齐燕拎了出去。小崽子爪爪上还拿着贴纸，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爸爸，明明你昨天才说喜欢我啊，明明你刚刚还说要跟我一起玩。小崽子控诉的敲着书房的门。齐燕听到门外的敲门声，再垂头看着自己身上的贴纸，刚压下去的怒火又蹭蹭上冒。这要是齐慈年和齐慈熙那几个小子干的，他今天高低会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小崽子嚎着嚎着，觉得这样太不符合他脑大的气质了，小脚一跺，哼，我不跟爸爸玩惹。说完之后就抱着贴纸噔噔噔跑去大门口蹲蝈蝈去了。今天齐慈年回来的晚，便等着齐慈熙一起回来，两人远远的就看见了蹲在地上等他们的小崽子。车子一停，齐慈熙连书包都没拿，就快步跑到小崽子身边。小崽子，你居然还知道要来接哥哥。小崽子抱着自己的贴纸，目光在齐慈熙的各处打量，发现哪哪都好贴，激动开心的抱住齐慈熙，遛蝈蝈，你可以跟我玩咩？齐慈熙回头看了一眼，停好车后帮他把书包一起提下来的齐慈年，嘴角微扬，小崽子叫我跟他一起玩，可是我还有2张试卷没做呢，这真是让人。齐慈年斜了他一眼，凑近小崽子笑道，既然如此，你好好写试卷，我跟妹妹玩。齐慈熙哪肯啊，他就是凡尔赛一下，就那2张试卷能要多长时间？但我还是决定先陪我家小崽子好了。小崽子感动的看向齐慈熙，将脑瓜都贴到齐慈熙身上，窝的遛蝈蝈哇，你好喜欢我哇，但是要先写作业才可以玩哇。说完之后，小崽子就在齐慈熙怀里，朝着齐慈年张开爪子。齐慈年毫不含糊，一秒就将团团抱进自己的怀里，温耳一笑，弟弟啊，你就好好写试卷吧，妹妹我会照顾好的。说完后，齐慈年就抱着团团离去，只给齐慈熙留下一个背影。齐慈熙咬牙将刚刚齐慈年给他的书包往右肩一甩，跟了上去。什么叫做喜欢秀的，最后都将一无所有。齐慈熙就被关在齐慈年房间门外。齐慈年和小崽子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写完作业了，什么时候再来。齐慈熙无法，他哄小崽子说现在已经写完了，齐慈年会拆他的台，只能回房间去写作业。齐慈年将团团放在他房间白色沙发上，温柔的问团团，你要跟哥哥玩什么呀？小崽子举起手中的贴纸，舞蝈蝈，玩这个哇。齐慈年目光落在小崽子手上的贴纸，有些不明所以，这个他还真没玩过。舞蝈蝈，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窝费把最好康最可耐的贴纸给你贴上的。齐慈年错愕，所以团团这时要将这些贴纸往他身上贴，他刚刚为什么想不开要把齐慈熙给支走啊？现在去找齐慈熙还来得及吗？舞蝈蝈，你别动啊。小崽子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明明是那么可爱，但因为他每一个手指头上都有一张贴纸贴着，齐慈年汗毛直竖，战术后仰，身体比脑子更快一步做出反应，伸手抵住小崽子毛茸茸圆乎乎的脑瓜。小崽子扑腾着小短腿在原地打滑，不解嚷嚷道，舞蝈蝈，舞蝈蝈，你把你的爪爪拿开哇。齐慈年打了个寒战，团团，要不然哥哥还是帮你把齐慈熙叫过来吧，贴了齐慈熙可就不能贴他了，情况特殊，只能让齐慈熙牺牲一下。团团听不懂他舞蝈蝈的话，还以为是齐慈年怕等会儿齐慈熙没有了。小崽子小嘴巴巴道，舞蝈蝈，遛蝈蝈还有哇。齐慈年斜眼看向团团手上的造型各异、幼稚鲜艳的贴纸，脸上有一种淡淡的死气，求放过啊。小崽子被抵着脑袋无法前进，有些生气了，小脚板一跺，舞蝈蝈，快放开哇，
这些都系最可耐的哇！温柔的五蝈蝈，只有这些最可耐的才配得上。齐辞年后背都凉透了，瞪大眼睛，无声摇头拒绝。这五蝈蝈肿么就细不听话哇！小崽子眉头轻皱，灵光一闪，脸上带上了抹笑，在齐辞年的注视下，露出阳光邪恶的微笑，10个手指头往上一按，利落的将手上那10张贴纸歪歪扭扭的贴在齐辞年抵着他脑瓜的那只手上。齐辞年震惊了，看着白大衣上花花绿绿的贴纸，差点把自己送走，连那只手还抵着小崽子都忘了，像是被火烫到一般，快速收了回来。见齐辞年不抵着他脑瓜了，小崽子更加得意了。五蝈蝈果然口细心飞，这不就不抵着我的脑瓜了哇！齐辞年抱着自己被贴上贴纸的手，抬眸见小崽子爪子上又换了一波，又急又恼，还手足无措。清风明月般的眸突然红了，嘴角挂笑，直奔而来的小崽子紧急刹车，担心着急的贴了过去。五蝈蝈，你肿么啦面？齐辞年也察觉自己失态了，但他自小就容易哭，就算是现在长大了，被逼急了也会红了眼。只不过现在能把他逼急的人没几个，可偏偏眼前就有一个，这次真的是面子里子都丢没了。齐辞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团团，喉结动了动，几次都是欲言又无词，最后只得弯腰将脸埋了起来。小崽子心中那个着急啊，围着齐辞年团团转。五蝈蝈，你细不细突然想起不开心的细哇？不然的话，为什么明明刚刚五蝈蝈还非常开心，现在突然就不开心惹？难道细贴的贴纸不够多，所以不开心？小崽子觉得自己真像了，将兜里的贴纸又拿了出来，那就让给我最温柔的五蝈蝈再多贴一点点吧。说完之后，小崽子又低着脑瓜开始选了。齐辞年背后一绷，大耳朵又忍不住去听小崽子选贴纸的声音。这个好康给五蝈蝈，那个可耐也要给我的五蝈蝈啊！这些都系五蝈蝈的。听到小崽子嘟嘟囔囔的声音，齐辞年将脸从膝盖上抬起，好像给他的每一个都是团团精挑细选的。齐辞年注视着小崽子的举动，发现还真是。小崽子蹙眉一页页的翻动，看见合心意的，就会把它撕下贴在自己的爪爪上，每撕一个，嘴角的笑容就要上扬一分。齐辞年看得纠结，团团手上的贴纸是真的很幼稚，很难让他接受。贴上这个就像是让他穿一件丑衣服一样难受，但这又都是团团喜欢的，他都愿意把自己最喜欢的最好看的给他了，他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嫌弃啊？小崽子好不容易选出来10个，小心的贴在自己的爪爪上，圆滚滚的小身子往齐辞年怀里一挤，齐辞年被迫彻底抬头。小崽子窝在齐辞年怀里，伸出自己的爪爪，问齐辞年：五蝈蝈，你最喜欢那个？只要系五蝈蝈喜欢的，我都会给五蝈蝈哇！齐辞年身子一僵，然后喜悦奔腾而来，嘴角挂上了笑，主动伸出了另一只手，只能贴我手上，其他地方不能贴。小崽子见齐辞年终于说话了，小小的崽子呼了好大一口气，眼睛放光，将爪爪上的贴纸一个个贴在齐辞年的那只手上，2只爪爪抓着齐辞年的2只手，满意的看着，看着看着又激动的抱进怀里。五蝈蝈的爪爪五颜六色的，又可耐又好康，我最喜欢五蝈蝈惹。齐辞年被小崽子抓着手夸，眸底的红倒是慢慢淡下去了，但面上又渐渐的红了，嘴角止不住的上扬。团团又投入齐辞年的怀里，五蝈蝈，我想贴其他地方。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看着齐辞年，齐辞年深吸了几口气，原本就不怎么坚定的原则彻底崩坏。齐辞年都能听见自己丢盔弃甲的声音，好吧。小崽子跳跃欢呼，五蝈蝈太棒了。齐辞年忍不住跟着笑。齐辞熙好不容易写完作业，就被诗诗叫去吃饭，还说齐燕。齐辞年和团团已经在餐厅等他了，因为今天晚上齐燕有事，齐辞年和团团玩，齐辞熙在房间里写作业，所以晚餐往后推迟了1个小时。跟齐辞年玩过的小崽子跟齐辞年的感情明显上升，吃到什么好吃的，会用给他准备的公勺给齐辞年盛。五蝈蝈，这个肉丸好呲。齐辞年眉眼含笑，特意将碗捧起来，好让他放，看得齐燕和齐辞熙酸溜溜的。齐燕哼了声，小崽子，你是不是忘记了，你还有个爸爸？小崽子将肉丸子放完后，还在给齐辞年盛了1勺子的鸡蛋羹，然后才坐好看向齐燕，委屈道：爸爸，你细不细忘记惹？你刚刚把窝拎出去的细哇？齐燕目光一开，又落在小崽子拿着勺子的右手上，什么意思不言而喻？那还不是因为你把那些丑东西往我身上贴。齐辞年感同身受，在心底狂点脑袋。是啊，虽然被妹妹夸，妹妹帮成菜的感觉很好，但不得不说，那些贴纸真的是每一个都丑的别具一格。齐辞熙还没有经历过，看着他们打哑语，有一种参与不进去的落伍感。你们在说什么？什么丑东西？小崽子不开心了，爪子一揣，爸爸，我不准你这么说你自己。齐燕深吸了一口气，强忍着给这个小崽子一顿竹笋炒肉的冲动。说完之后，又看向齐辞年，
五蝈蝈，爸爸真的丑咩？齐慈年顶着他 billing 的眼睛，感觉无论说什么都有点烫嘴。齐慈溪心里就像是被猫抓了一样难受，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啊？齐慈年趁着小崽子骄傲完吃饭的空档，拍了拍齐慈溪的肩膀，期待吧，团团会给你一个大惊喜的。齐慈溪看着齐慈年神秘的模样，脑袋被驴踹了，他才真的信。吃完饭，齐慈溪先下手将小崽子抢走了，很罕见的，齐慈年和齐燕都没拦着，甚至就这么看着他把人抱走了。齐慈溪心中越发奇怪，低头看着扒拉他脖子的小胖仔，还是和以前一样可爱啊。怎么老登和齐慈年一个比一个避之不及？他到底对他们两个做了什么？没过多久，当齐慈溪将他房间的门关上，小崽子从丫丫包里掏出一沓的贴纸，开心的往他这边跑。齐慈溪深吸一口气，别告诉他，小崽子刚刚拿着手上的那些丑东西往老登和齐慈年身上贴。小崽子捧着贴纸站在齐慈溪跟前，兴奋到踮起脚尖。六蝈蝈，这些东西最霸气的哇！对于齐慈溪的审美来说，这些东西可能有些辣眼睛，但是小胖仔不都说了，这些都是最霸气的。齐慈溪心中惊诧，但面上那叫一个从容淡定，将跟前乐滋滋的小崽子抱了起来，问：你给父亲和五哥贴这些的时候，他们不反对？他虽然也讨厌一些丑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但也不是不可以忍受。老登和齐慈年就不一样了，一个一板一眼，一个脸皮子薄。听到齐慈溪的话，小崽子抱爪，巴巴都把窝扔出来了哇！齐慈溪乐了，虽然在小崽子拿出这些丑东西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但亲耳听到老登吃瘪，让他心情更加的愉悦。五蝈蝈都喜欢到哭惹啊！小崽子说完，将脸蛋子埋在齐慈溪怀里，不愧系第一小弟给窝大。齐慈溪忍俊不禁，以他对齐慈年的了解，他那不是喜欢到哭了，而是被逼急了，不知所措到哭了。淡然勾唇，所以你打算将这些贴纸都贴我身上？小崽子点点脑瓜，对哇对哇，六蝈蝈贴上这个，肯定肺更厉害哇！齐慈溪伸出手指，轻轻戳了戳小崽子的脸蛋，手感极好，白里透红的滚圆脸蛋，摇摆，十分大方的往床上一躺，任由小崽子动作。来吧！小崽子两眼放光，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从齐慈溪的手贴到腰，又转了个弯儿，从腰贴到脖颈，跟被巴巴嫌弃以及在五蝈蝈面前的收敛不一样。小崽子贴的那叫一个满足，一口气贴了足足10来张，开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身子一歪，栽进齐慈溪怀里，狠狠吸了一大口。六蝈蝈，我的六蝈蝈哇！见时机差不多了，齐慈溪将额头上的贴纸拿下，长手一捞，将小崽子提了起来，自己也靠在床头，与小崽子对视。小崽子，你说是不是我对你最好？小崽子毫不犹豫的点头。齐慈溪全身都快被贴成粽子了，但心情却格外的舒畅。自从老登和齐慈年跟他抢小崽子后，虽然他很开心齐家因为小崽子的到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转变，但是还是会时不时怀念那段放学就能看见小崽子来接他的日子。齐慈溪也抱着小崽子吸了一大口，奶香奶香的，果然是乳臭未干的小胖崽子。以后有时间了，继续来接哥哥，好不好？又想到天气越来越冷，舍不得这个小胖崽被冻到，便道也不用出去等，坐在客厅里等着就行，好不好？小崽子爪爪揣起，这有什么难的？抱住齐慈溪的脖子，好啊！齐慈溪想要干的事情已经干成了，无害的笑容一变。小崽子，你不是老大吗？你怎么能不贴呢？来来来，让哥哥帮你贴。小崽子爪爪里还剩下一些，细哇，这些都系最霸气的，身为老大，我应该也要贴哇。小崽子立马将爪爪里的贴纸双手捧着递给齐慈溪。齐慈溪拿到贴纸，看着面前翘首以待的小崽子，笑得有些危险。小崽子浑然不觉齐慈溪要贴左脸，他主动配合的将左脸伸了出去让他贴。齐慈溪要贴他额头，他也主动的掀开刘海，露出自己的额头，要多配合就有多配合。跟贴在齐慈溪、齐慈年和齐燕身上不一样，贴在小崽子身上不但没有违和感，反而显得更加的古灵精怪。小崽子看齐慈溪贴的差不多后，那眼睛都不看地了，脑瓜高高扬起，脖子也高高扬起，甚至还主动抓着齐慈溪，叫着嚷着要出去让齐燕和齐慈年一起看看他和齐慈溪的霸气厉害。关起门来陪小崽子玩玩就算了，要让他出去，打死都不可能。齐慈溪笑笑，一山不容二虎，这里还有你小弟，还是你一个人去吧。小崽子一听六蝈蝈这话很有道理啊，转身感动的看着齐慈溪，六蝈蝈，你真的细，对我太好惹。齐慈溪摆摆手，你知道就好，快去吧快去吧。边说边领着小崽子到门口，帮他打开门，目送着他出去。齐慈年虽然不喜欢被贴，但是又担心齐慈溪脾气暴，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便期期爱爱的等在齐慈溪门口，只要里面有什么不对，他就敲门进去捞妹妹。万万没想到的是，从里面走出来的是神气十足、下巴都快扬上天的团团，以及看见了笑的一脸真心实意、被贴了一脸一身的齐慈溪。
齐慈禧脸上的笑僵住，齐慈年瞳孔地震，齐慈禧也就慌了那么一秒，但很快就释然了。怕什么？这些都是小崽子喜欢他的证明。齐慈年没眼看，将跑出来的团团抱住，才看向齐慈禧，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你居然有这癖好！齐慈禧勾唇，没说什么，骄傲的将门关上了，然后跑到镜子前看了看，忍不住给自己拍了好几张自拍。虽然不能给别人看，但是可以留着自己看啊。满满的一身都是小崽子对他的爱。小崽子在齐慈年怀里仰着脑瓜，迫不及待道：“五蝈蝈，我要去找我的小弟们挖。”齐慈年垂眸看着怀里被贴了一身的小崽子，心都快要被萌化了。好，小崽子还特意将他的金箍棒拿了出来，在客厅里一顿狂耍，诗诗带头鼓掌，老大好厉害。另外的早就掏出手机，咔咔一阵拍。等小崽子停下来后，屁颠屁颠给小崽子看。别院里专门管理芍药的人奇怪，明明跟以前一样照例，怎么近日的芍药却开得格外的鲜艳夺目，连香味都要浓郁很多。老爷子午夜梦回，半夜被噩梦扰醒，便再睡也睡不着，沏了壶茶，在芍药边上喝，茶香清润，花香扑鼻。看着娉娉婷婷的芍药，恍若回到了年轻时，在自家花园初见爱人的时候。齐老爷子心中越发苦闷，将茶当酒，一杯又一杯，接连不断，最后朦朦胧胧间，居然趴在桌上睡了过去。第二天醒来，天已经大亮，齐老爷子嘴角上的笑慢慢消散，梦中的爱人和大儿子跟他说的话，还萦绕在他耳边。珍惜眼前人。从梦中清醒，像是从蜜罐里突然掉进苦水中，被苦得快呼吸不上，但那句珍惜眼前人却振聋发聩。不是没有人跟他说过这句话，道理他都懂，他只是放不下，一直希望爱人和大儿子能来梦中找他，却没想到昨晚居然实现了这个多年的夙愿。而原来还傲然怒放的芍药，在不久之后就像是被汲取走了所有养分，快速枯萎。齐老爷子大惊，等管理芍药的人来了，但无论怎么检查分析，都找不到芍药快速萎靡的原因，心中又奇又惊。齐老先生，我们用尽了各种方法，依旧无从得知芍药枯萎的原因，实在是抱歉。想到昨晚的那个梦，齐老爷子面色认真，最后摆了摆手，罢了，你们下去。昨晚的梦很奇怪，太真实了，就像是真见到了一般。而这芍药突然枯萎，也是在他醒过来没多久后，这两者之间很有可能有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太过于匪夷所思，再查下去无益。他已经了心愿，就当这是老天给他的一个礼物吧。齐老爷子让人将这些枯萎的芍药好好处理，自己跑去了茶室，又想起了昨晚的梦。老头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怎么就不知道疼点自己和小燕？一个人孤零零的干什么？回去，孙子孙女都有了，快回去含饴弄孙，把我的那份一起带上。父亲，您该走出来了。齐老爷子从沉思中走出时，已经是2个小时后。老管家担心的敲响了老爷子的门，齐老先生，该吃早饭了。因为昨晚刚被痛骂一顿，所以齐老爷子不像往常那样作死，乖乖的去吃早饭。看着安静的别院，齐老爷子反应过来，确实很冷清，与在齐家大宅跟儿子、孙子、孙女围桌吃饭的感觉比不了一点。齐老爷子吃完饭就让老管家收拾东西，这别院谁爱住谁住吧，他现在也一把年纪了，说不准就要去跟爱人团圆，还不抓紧时间好好含饴弄孙。下去之后，爱人问孙子孙女的情况，他岂不是说不了几句话。齐老爷子让老管家将他的东西收拾好，大包小包的装上车。老爷子爱喝茶，光各种金贵茶叶都摆了满满2大行李箱。老爷子想通了，原本要死不活，爱死不死的模样彻底变了，又变回了年轻时候雷厉风行我最厉害的模样。老爷子风风火火的搬回齐家大宅，恰好齐慈修身体好了许多，在花园里散步。老爷子神采飞扬，慈修，我的大孙子现在身体怎么样？齐慈修能明显察觉爷爷的变化，有些诧异。好多了，谢爷爷关心。齐老爷子欣慰的看着他，以后跟我打打拳，慢慢把身体调养好。说完之后，不等齐慈修反应，后面跟上来的齐家佣人一人手上2个行李相齐抵。这，齐老爷子笑，不要太震惊，我的大孙子。爷爷，我回来了。齐慈修看着齐老爷子，就像是看见了中邪的人一般。在齐老爷子往前走，齐家佣人也跟了上去后，立马掏出手机给家里的人发消息。爷爷好像真疯了。老爷子有多排斥齐家大宅，齐家所有的人都知道。小崽子又在幼儿园里大摇大摆，先是组织小弟们一起玩，然后又要带着小弟们巡视领地。帝都蓝天幼儿园内番茄小班的小朋友们整齐有序，呈等腰3角形式站位，10多个小崽崽跟在团团身后，一个个都是下巴微扬，嘴角勾笑的霸总样。小崽子站在 C 位，那气势端的那叫一个绝。撇开那张软萌阳光的小脸不谈，活脱脱一个小企业。帝都蓝天幼儿园的老师见了，都忍不住去 Q 蒋老师。蒋啊，你说你命里是不是范霸总啊？
你们番茄小班整一个霸总预备役啊！领头那个小崽子叫团团是吧？就他最逗了，那小模样长大了不得了。同事打趣归打趣，自己的班什么样子，姜老师心知肚明，跟他们说的还真大差不差。长大了个个都是霸总，但现在他们都还只是一个个2岁半到3岁的孩子。小崽子带着小弟将幼儿的领地巡视一圈后，回到班上就开始把丫丫包里齐慈禧给他装的零嘴分小弟。小崽子虽然爱吃，但不护食，只要有小弟来了都会给。甚至小崽子发了一圈，看见独自坐在位置上的裴恒什么都没有，哼哧哼哧跑到裴恒跟前，拿出10颗棒棒糖以及1包小熊饼干。裴恒以为他路过，却没想到耳边响起包装塑料声以及小崽子豪爽的声音：裴裴，给泥蛙。小裴恒坐在位置上，眸底如深潭般晦暗不明，面对突如其来的好意显得手足无措。小崽子见他没伸出手，直接踮起脚尖，将怀里的东西一呼啦全放在小裴恒桌子上。小崽子还没有忘记还有小裴恒未收入麾下，凑了过去利诱：裴裴，如果你答应当我小弟，我可以每天都给你糖刺蛙。小裴恒面无表情地看着小崽子，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浑身散发着阳光灿烂的光芒的小崽子，便收回了目光。小裴恒没有理他，小崽子也不恼，将丫丫包一放，又跑去跟小弟们玩去了。小裴恒拿着铅笔的手将笔放下，只见他的手下压着的是一张小学3年级数学卷子。看见桌子上的糖果和饼干，小裴恒觉得有些陌生，只有在爸爸给他请的家庭教师告诉爸爸他那天表现得很好，他才有机会等到一颗小糖果。他也曾哭着闹着只为一颗甜甜的糖果，但爸爸只会把他关进小房间。后面渐渐的他不喜欢糖了，因为每次虽然嘴里甜了，但心里却很难受很难受。小裴恒想，如果可以，他宁愿用世界上最甜美的糖果换爸爸能好好对他。齐慈修给其他人发好消息后，就去看着老爷子，看见他精神抖擞的让人整理打点大宅主卧，齐慈修更是吃惊不已。爷爷这是打算搬回来了？因为齐老爷子不寻常，齐慈修几乎跟在他身后转。齐燕和齐慈年也为了这个事提前回了大宅。齐慈年看着面前仿佛年轻好几岁的爷爷，有些惊奇：爷爷，你这是？齐燕警惕地端详老爷子的一举一动，老年痴呆。望了过去，齐老爷子正乐滋滋让人换床单被套，听到齐燕的话一点都不想忍，抬眸就是狠狠一瞪，河东狮吼道：齐燕，你个不孝子，这就是你跟你父亲说话的态度？骂骂咧咧的父亲，温婉大气的妈，沉稳厉害的哥哥，这是齐燕的童年。现在温婉大气的妈和沉稳厉害的哥哥再也见不到，可骂骂咧咧的父亲却回来了。今年的回忆翻腾，齐燕从错愕到不适应，再到后面的怀念苦涩，最后的为齐老爷子开心，真心实意的勾了抹笑，但这抹笑也看不出太多的情绪。齐老爷子看着面前喜怒不形于色的齐燕，心疼的叹了口气，差点要忘记了他这个小儿子以前最是娇气，却没想到现在也能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齐家。原本还打算回归职场叱咤风云的齐老爷子，立马撂挑子，老了，他还是过种花养草斗鱼喂鸟的日子吧。齐慈修和齐慈年哪见过老爷子这副模样，在他们的记忆中，爷爷永远都是那么不苟言笑。齐燕看见2个儿子的目光，沉声道：不要担心，这才是他的本性，张扬放肆才是他这位父亲的本色。齐燕、齐慈年都提前下班了，齐慈修的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只要好好休养。齐老爷子更是闲得没事，所以今天来了4个人到幼儿园接团团。小崽子还不知道有这么多人来接他，看见小裴恒桌子上的糖果一直没动，难道希腊鞋都不喜欢哇？小崽子又从丫丫包里摸出了1包棉花糖，在下课的时候趁着小裴恒不注意，悄摸摸的潜了过去，将糖果放在小裴恒桌子上，然后快速跑回自己的位置，眨着大眼睛就等着小裴恒把那颗棉花糖收了吃了。只要呲啦窝的糖果就吸窝的小弟哇。果然，小裴恒看见桌子上那颗白乎乎软绵绵的棉花糖时无法拒绝，跟小崽子身上的耀眼阳光不一样，以及棒棒糖和饼干不一样。棉花糖软软的，不会让小裴恒相形见绌，只会让他觉得温暖安全。小裴恒平静无波的看着桌子上的棉花糖，还是忍不住伸手将其收了起来，好好的放进自己的口袋。书包回去会被人搜，查看他今天的作业写的怎么样，只有放在衣服兜里才是安全的。小崽子看见小裴恒收了他的糖，满意一笑，可惜在他要跳下凳子跑去找裴恒认他当小弟时打上课铃声了。小崽子心不在焉的画了1节课的画，全画的是裴恒当上了他的小弟，只可惜小崽子的画跟他一开始写的字一样，乌麻麻黑，难以辨认清楚。番茄小班的美术老师也看不出他画的是什么。小崽子趁着下课了，悄悄的贴到小裴恒身边，因为感觉这个未来小弟脾气有一点不好，为了自己脑大的面子着想，小崽子打算先说服他认自己。
然后再当着所有小弟的面将小裴恒扔下。小崽子兴冲冲的跑过来，霸气揣爪爪，下巴微扬，露出了一抹独具霸总特色的笑来。裴裴，你想好拉面？跟着脑大窝，每天都有糖糖呲哇。如果是棒棒糖和小熊饼干，小裴恒会不屑一顾，但如果是柔软甜蜜的棉花糖，小裴恒犹豫了。小崽子没有错过小裴恒的犹豫动摇，每天2个棉花糖，每天能给他2个，这么多。虽然叫别人老大有些别扭幼稚，但他给的很多啊。他犹豫着，小崽子眼冒金光，一激动5根爪爪伸了出来。小裴恒板着的脸绷不住了，虽然他一直被爸爸教育，作为未来的裴家继承人，要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在这么小的年纪，他到底经受不起棉花糖的诱惑。小裴恒咽了口水，5个，他要给我5个啊！谁知道小崽子发现伸错了手指头，巧摸摸又收进去了2根，3个哇！窝蝈每天只给窝3个棉花糖哇！小裴恒激动的心沉了下去，他爪子一挥，害他以为是5个呢。3个就3个吧，总比2个好，说出去也好听一些，不是为了2颗糖就把自己送出去当小弟了。小裴恒装作不在意的模样，只要我认你当老大，你就每天给我3颗棉花糖。这是小崽子这么久第一次听到小裴恒说话，跟他们连话都说不清楚不一样。小裴恒吐字清晰，声音虽然带着稚气，但跟齐慈禧的声音一样，带着得天独厚的霸总特质。小崽子危机感爆发，这个小弟太厉害人了，记己废不废被篡位哇！番茄小班的10多个小崽崽分成2队，一队由团团带队抓人，一队由第2小弟邓子涵带队躲避。团团带的那队只有5个人，而邓子涵那队人要多很多。被捕捉的小崽崽那叫一个开心激动，一个个都扯着嗓子啊啊哇哇嗷嗷叫。而团团左手小可言和另一个小弟，右手小裴恒和另一个小弟，雄赳赳气昂昂，小弟们都上哇！团团身后的小可言几个小弟都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小手，哇哇叫唤。小裴恒皱眉，嫌弃的别开头，该怎么告诉他这个便宜老大，这样挺显眼包的。姜老师震惊，不过短短几分钟，一向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的小裴恒，居然冷着脸跟在团团身后玩游戏。团团叫他跑，他就跑；团团叫他加速，他就加速，这简直是难以置信。团团从小就是东爬西滚的，虽然看起来圆嘟嘟的，但其实是一个灵活的煤气罐罐，再加上不按套路出牌，追的邓子涵那队的小崽崽们抱头乱窜。小裴恒也不赖，脑袋灵光性子冷静沉稳，往往1秒就能看出哪个好抓。小可言被2人影响，抓的那叫一个起劲，剩下的2个小弟就分工合作，盯住一个就穷追不舍。团团十分满意，脚步一顿，小脚一迈，仰着下巴说：第2小弟还不带着泥的人，乖乖投降啦！邓子涵见势不利，立马道：分开跑啊，不要一起跑惹。哼哼，你们太小看窝啦，快到吃点心的时候啊，小弟们跟着脑大窝，抓得他们放屁屁拉尿尿啊！姜老师虎躯一震，默默扶额，扬声道：团团是屁滚尿流。团团忙着带小弟抓人，挥了挥爪爪，回以霸总一笑，这不重要啊。姜老师耳濡目染和家学渊源的力量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小崽子十分满意小裴恒这个小弟，人狠话不多，站在他身边就3个字：酷喜惹。小裴恒一开始确实觉得抓这些哇哇子叫的小娃娃要多蠢就有多蠢，但当他碰见属泥鳅的邓子涵，被勾起了兴趣，目光冷沉，眸底燃烧着兴奋的光芒，主动看向团团：擒贼先擒王，老大先抓邓子涵。团团目光一转，落在邓子涵身上，沉思片刻，拿出决定要签他几个亿合同的气势，说：小弟们跟着老大，先把第2小弟拿下哇！小可言和另外2个激动的摩拳擦掌，邓子涵还在指导队里的人怎么跑，突然就被对方5个齐齐盯上，打了个冷战。完了，再怎么数泥鳅，邓子涵在5方加攻下，很快就落败下来。被抓到后气喘吁吁，一屁股蹲坐在地上，泪洗拉哇，坐在地上委屈看向团团：老大，你怎么可以那么对我？那么多人就只抓着他一个，无论其他人怎么吸引战火都没有用。邓子涵委屈完后，又气势汹汹地瞪了小裴恒一眼：戏他就戏他，如果没有他，老大才想不到要一起抓窝。小裴恒压根不在意，他只想快点清理剩下的小喽啰，结束这个傻气幼稚的游戏。邓子涵一被抓，他队下的小家伙们失去了主心骨，纷纷都被抓了。团团看着季己和小弟们的战果，抱爪勾唇一笑：哈哈哈，老大窝果然是最厉害的，不管是抓人还是被抓，小崽子因为有了小裴恒这个最佳辅助，不仅抓得嘎嘎猛，被抓时也能苟到最后。团团看小裴恒真是越看越满意，觉得应该给这个小弟一个不一样的称呼，以体现他的不一样。临近幼儿园放学，番茄小班的小朋友们按照姜老师发出的指令，整理好书包坐好，
小小的仔仔背上背着各种各样的卡通或者是小动物系列书包，按着身高排好队，乖乖跟在姜老师后面。小崽子因为个头原因站得比较前面，情不自禁就摆起了霸总3件套，揣爪勾唇抬下巴。站在团团身后的小可言见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脑袋要这么做，但觉得这样很厉害，也跟着一起做。一传二，二传三，走着走着，姜老师身后的一众仔仔们都抬下巴勾唇，学团团揣爪爪的揣爪爪，其他则背手的背手，叉腰的叉腰。正常走路的小裴恒目光冷淡的看团团，最后无奈叹气，不仅有一个便宜老大，还有一群在还要喝奶的年龄，就霸里霸气的同学，真的是心累啊。姜老师一开始还奇怪，怎么今天他带队出来，校门外的家长都齐刷刷看向他，回头一看，我的嘞个乖乖，身后这一个个仔仔，他这是捅了霸总窝吗？小崽子看见姜老师停下了，还以为他害羞，十分霸气的轻笑，脑细不羞羞不怕怕哇，老大窝肺保护你打。团团身边的小仔仔们一个个眼睛亮晶晶的，都看向姜老师，细哇，脑细窝们肺保护你。姜老师一边感动不已，一边用脚趾抠出3室一厅。小裴恒摇头，看倦了，有没有一种可能，老师这是在尴尬？校门外，齐老爷子走在最前面，齐燕跟在他身后，齐次修跟齐燕并走。齐次年将车停好后，也小跑着跟了上来。齐家的这些人物，平时见到一个都很难，一次能见4个，不少人都惊呆了。听说齐燕收养的小女儿在齐家极为受宠，但万万没想到，居然受宠成这样，能让齐燕、齐次修、齐次年，甚至是齐老爷子特意过来，只为了接他放学。这种待遇，连齐燕的亲生儿子都不一定有。不少人心中惊涛骇浪，等接到自家仔，就要跟他说，如果不能跟齐家的千金当朋友处好关系也就算了，但是一定不能去招惹那位祖宗啊，不然家里那点家产就要天良家破了。幼儿园大门处，原本还在看霸里霸气的小仔仔们的人，都被齐家4人吸引住了目光，不少人蠢蠢欲动，想要过去攀谈，但是4个人每一个都往幼儿园里看，一个眼神都不给他们，不禁都有些失望。又去看那个一个班都霸里霸气的仔仔们，齐老爷子和齐燕4人也看见小崽子了，发现姜老师身后小崽仔们的模样，跟团团平时在家摆霸气一模一样，4人瞠目结舌，这就离谱啊！家里的小崽子不仅在幼儿园里收小弟，还将别人家孩子也带成了这副霸里霸气的模样，这都简直了。虽然齐次修第一次跟小崽子见面，就见到了小崽子光明正大摆霸气的一面，但是看见他现在走在队列前面，那副老大我就是最厉害的模样，依旧震惊不已，有些怔愣。他的妹妹好像很不一样，在幼儿园门口看热闹归看热闹，但看见自家崽崽也一副拽里拽气的模样，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小崽子看见幼儿园大门外的爷爷、爸爸和2个蝈蝈，原本单纯摆酷的嘴角激动上扬，开心到整个崽子像是在发光般。爷爷、爸爸、大蝈蝈、五蝈蝈没有机会跟齐家的人攀谈，大家原本为了避免尴尬，都有意识的不再去看向那边，但是这会儿顺着小崽子的目光再次看了过去，没有看错的话，那个领头的小胖崽子叫的是齐家的那4个人，一时人人惊叹，怪不得这个班与众不同，原来是有齐家的千金在啊！还有齐家千金这模样，一看就不少被他爷爷爸爸和哥哥们荼毒，一时间不知道是先叹这个小崽子是真受宠，还是心疼这个小崽子小小年纪就被霍霍成了如此霸总样。齐老爷子和齐燕4人，哪一个不是被人众星拱月？但这种显眼包、显眼方式还是第一次。4个人个个身子一僵，恨不得刨个坑把自己埋起来。小崽子不知道他们的心中这么想，指着大门外的齐家人，脑西、窝爷爷、爸爸、大蝈蝈和五蝈蝈都来着。姜老师顺着小崽子指着的方向，果然看见了尬到面无表情的4人。原来霸总们也会尴尬啊。扯唇笑了笑，老师看到了，要不是这是自己女儿，齐燕肯定抬腿就走。齐次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没事的没事的，有爷爷有父亲有大哥在，别人肯定是先关注他们，最被丢脸的一定不是他。但当齐次年看见小崽子跟老师指着他们，在丢脸和让别人上去接妹妹之间，还是选择了丢脸但能接妹妹。齐家人一个个心理素质强到变态，他们也就不自在了一下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齐次年也缓过来了，面色如常的对团团伸手，团团十分配合，主动跑到齐次年怀里，肉滚滚像是蜜桃的脸蛋子，在齐次年怀里小猫似的蹭了蹭。五蝈蝈，什么尴尬，什么丢脸，齐次年通通都忘了，将团团抱在怀里，那步子迈的简直六亲不认。众人，这还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齐次年抱着团团走到幼儿园校门口，齐次修看着软乎乎奶萌可爱又霸气的小崽子，觉得有些心痒痒，很想抱一抱，感受一下抱这种胖宝宝。
抱起来的手感是什么样的。但还没等他伸手，小崽子就被齐燕捞走了。小崽子爪爪扒拉着齐燕，叭叭。这一刻，别说这小崽子模样逗人，丢他的脸，就算是他想要星星，他都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6个小子就一个女儿，宠一点又怎么了？谢衍姗姗来迟，一路跑过来，凌冽的目光在小崽崽堆里快速搜寻，找到后，蓦地变得温柔宠溺，甚至连一旁的齐家人也只是匆匆扫了一眼，简单打了个招呼，就像自家女儿飞奔而去。看见自家爸爸来了，小可言立马摆回霸气的模样。谢衍，我香香软软的小棉袄，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拽样？小可言学着团团的语气，只是淡淡扫了一眼谢衍，然后不紧不慢道：你来惹。谢衍心中有10000匹草泥马奔腾，着急担心的将小可言抱起来，左右细细看了看，这是受什么刺激了？以前可不会学他和谢行舟啊。将小可言抱走，边走边轻哄道：言呀，爸爸的心肝啊，你怎么突然这样了？小可言揣手：爸爸，你不要叫我言言。谢衍，孩子铁定是受刺激了。脚下速度加快，想要带他去医院看看，又想到齐辞年不在这呢吗？便抱着小可言走进了齐家的人。小可言继续说：窝系脑大的第一小弟，爸爸你要叫窝第一言言。小崽子听到了小可言的话，感动极了，保持着冷傲霸气的模样。第一小弟，脑大窝一定非对你好大。谢衍盯着齐燕怀里的小崽子，跟他大眼瞪小眼。好了，不用看了，他知道真相了。天杀的，我女儿被齐燕女儿带歪了。番茄小班其他家长接到自家的霸总女儿或儿子，也忍不住往齐家这边看，这是直接跳过成长，直接蜕变为小霸总。齐家的人果然不是一般人。齐家的人在众人或惊诧或震惊或钦佩或羡慕的目光中离开。小崽子在齐燕怀里，小爪爪上下挥动，颇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势。但其实说的是自己凭借3颗棉花糖收了一个厉害小弟的光辉事迹。齐辞年正愣，看向齐辞修：大哥，团团说的这个人是不是裴家家主当成继承人，悉心栽培的裴恒？齐辞修也被惊到了，能在这读，且跟妹妹年龄相仿的裴恒，全帝都只有一个。齐燕心情复杂，果然养孩子得富养，不然3颗棉花糖就把自己送出去当小弟了。以后有什么想要的，就跟爸爸说，他先把女儿眼光养高了，还可以提前预防黄毛，一举两得啊。小崽子不知道他爸爸这么多心思，整个崽崽开心坏了，大窝要呲好呲大。齐燕闻言摇头笑了，出息，齐家的一家饭店最近挖来了一个厉害的大厨，明天刚好周末，我让他来家里给你做吃的。小崽子眼睛放大，开心的不知道怎么是好，挺直了背，伸直脖子，扬起脑瓜往上够，哈叽一声亲了齐燕的脸。爸爸最好惹，脸上湿润的一小块，酥酥的。齐燕眼睛都亮了，嘴角愉悦的勾起，十分不道德的看向自己儿子，炫耀之意溢于言表。被窝迷倒惹。齐老爷子冷笑，想上天，他是老了，不是死了。揍齐燕这黑心眼的臭小子一顿的力气，他还是有的。齐辞修诧异齐燕的改变，想到自己连抱都没有抱到，有些落寞。只有齐辞年默默低下了脑袋，心想自己也被妹妹亲过。乔父亲这么激动开心的样子，他不是第一次被妹妹亲吧？那也就是说，他是他们这4个人中第一个被妹妹亲的。想到这个，齐辞年的心砰砰直跳。齐燕脸上的嘴角就没压下来过，看了眼酸里酸气的老爷子，抱着女儿就走。齐老爷子气得直跳脚，齐燕这个不孝子。齐燕抱着小崽子坐在后排最里面，齐辞修见了，脚下加速，想要坐到后排，却被齐老爷子拉住了。辞修，你还要养身体，坐副驾驶舒服些。齐辞修张口想要拒绝，却被老爷子挤开。齐老爷子自己屁颠屁颠的坐到后排，开心的逗小崽子：乖宝，这么久没见，有没有想爷爷啊？齐辞修叹了口气，只能上了副驾驶，但目光时不时落在后视镜上，观察后座的小崽子在干什么。小崽子躺在齐燕怀里，跟齐老爷子巴拉巴拉讲个不停。齐辞修笑，妹妹小小一个，没想到这么能说，而且大方又自信，明媚张扬的像是一颗小太阳。不知不觉间，齐辞修竟然盯着后视镜里的小崽子看了许久。小崽子得意极了，眼看就要将爷爷也收入麾下，扬着脑瓜，目光一转，他的角度刚好可以看见大蝈蝈对着后视镜的自己发呆。小崽子欢欣雀跃，坐起来扒拉着驾驶位的后背，毛茸茸的脑瓜凑了过去。大蝈蝈，你看我干什么？齐辞修第一次偷看就被抓包，正愣住了，坦诚道。齐辞修好看的眼睛对上小崽子乌黑明亮的眼睛，就像是对上了某种暗号。小崽子非常骄傲自豪，抬着下巴张开了爪子。齐老爷子正乐着呢，怀里一空，车门大开着。齐辞修将他怀里的小崽子捞走了。齐老爷子差点一口气上不来，逆孙啊！小崽子乖乖的扒拉着齐辞修的脖子，小爪爪软软的，暖暖的。齐辞修抱得乐开花，冰冷的眉眼像是冰雪遇春，温柔宠溺。
小崽子骄傲一哼，大蝈蝈果然被窝迷倒惹。回到大宅，齐燕回到书房处理事情，齐老爷子回自己房间，看看还有哪里没弄好。客厅里只剩下小崽子和齐辞修、齐辞年3个人。齐辞年给团团放他最爱看的卡通版《西游记》，齐辞修则慵懒地坐在他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给他喂水果，怕小崽子看得入迷，用牙签喂容易伤到他。齐辞修便戴上了一次性手套，用手喂。小崽子非常乖，在齐辞修喂他水果时，会看清楚再下口。看了一阵子，小崽子突然不吃了，看向齐辞年问：“5蝈蝈、6蝈蝈要肥来腊灭，今天周5，帝都一中放假，会比平常提前一点放学，应该放了。”小崽子听到后，嗷呜，张开嘴巴，将齐辞修手上的葡萄吃了，扭着身子从沙发上跳下去。自从团团来了齐家，齐燕给团团取名之后，齐家大宅就铺上了厚厚的羊毛地毯，避免团团不小心摔倒受伤。小崽子穿好鞋子后，哒哒哒的跑去门口，脸蛋子的肉肉 doing 跳动。齐辞修和齐辞年不解，一前一后也跟着站了起来跟过去。你要干什么？小崽子叉腰，等6蝈蝈哇！我可是一个说话算话的崽崽，说好了要等6蝈蝈，就一定非等的。齐辞修和齐辞年皱眉，虽然知道团团是齐辞熙带回来的，团团第一个见到的人也是齐辞熙，但还是一个比一个酸。今天放学放得早，齐辞熙特意去店里拿了8个小蛋糕，爷爷老登还有他2个便宜哥，一人一个。剩下的小崽子说一声最喜欢他就给一个。齐辞熙手上提着小崽子最喜欢吃的草莓味小蛋糕，从外面走来，听见汽车声的小崽子激动的从客厅跑出去，甜甜的叫6蝈蝈。看着冲他飞奔而来的小崽子，齐辞熙清俊的脸带上了笑意，往前走了2步后就蹲地张开手，让小崽子冲进他怀里，将他紧紧抱住。小崽子看见齐辞熙手里的小蛋糕，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寄小蛋糕啊！齐辞熙将他抱进怀里，脑子里无数次循环播放小崽子飞奔而来的画面。想吃，小崽子点点脑瓜，也顾不得什么霸气不霸气的了，脑瓜贴着齐辞熙蹭啊蹭。6蝈蝈，团团最喜欢你惹，团团想吃小蛋糕啊！亮晶晶的大眼睛就这么盯着齐辞熙。齐辞熙笑，心都化了，将手里的小蛋糕交到他手上，拿着，不要掉了。瞧见一边的齐辞修和齐辞年，齐辞熙抱着小崽子道：“车上还有蛋糕，司机一个人拿不完，大哥5个，你们也拿一些吧，毕竟我还要抱妹妹，你们说是吧？”齐辞修看齐辞年，齐辞年会意一笑，父亲在他们面前炫耀，他们治不了，但是齐辞熙他们还是能管的。齐辞年小跑过去，张手就把刚到齐辞熙怀里满心满眼抱着小蛋糕的小崽子给抱走了。齐辞修笑，既然如此，我让齐辞年为你分担分担。齐辞熙伸手无言，大可不必。齐辞修笑，不是说车上还有蛋糕没拿吗？哦，我们2个去拿。要是其他人敢这么对他，齐辞熙高低的翻脸，但这个人是齐辞修，齐辞熙收敛很多。一是齐辞修身体不好，他从小就知道家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气，但他大哥不行。2是因为齐辞修在他小时候对他挺好的，在他启蒙的那段时间，老登有等于没有，压根见不着。4哥成天见不到人，5哥又在霍家，只有大哥会时不时的带他出去玩。齐辞熙恨得咬牙切齿，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搞走小崽子的齐辞年，但还是乖乖的跟着齐辞修去车上拿蛋糕。将蛋糕放好后，齐辞熙二话不说，又从齐辞年那里把小崽子抱走了，怕齐辞修和齐辞年又跟他抢人，还特意抱回了房间里。小崽子站在齐辞熙身后，看着齐辞熙暗戳戳往外盯的举动，有样学样的贴在齐辞熙腿上，爪抓着齐辞熙裤脚，也探出了自己的脑瓜。齐辞熙确认齐辞修和齐辞年没跟来，安心的将门关上。小崽子还巴巴的抱着小蛋糕，齐辞熙将他抱到他的书桌上，弯腰帮他打开小蛋糕，用小勺子挖了一勺蛋糕喂他。小崽子爪爪乖乖放在膝盖上，2个小啾啾开心的梳理脑瓜上的呆毛，摇摇晃晃。齐辞熙没给他吃太多，怕他等会儿吃不下晚饭。小崽子看见齐辞熙要把小蛋糕收走，伸出爪爪挽留：“6蝈蝈，我还要挖。”那个小蛋糕好像有神奇的魔力，我越吃越想吃哇。齐辞熙伸手戳他脸蛋，明天再吃。晚饭，齐家大宅从未有过的热闹。小崽子在齐家众人的投喂下，吃的腮帮子鼓鼓的，就像是一只小仓鼠。吃完饭后，难得齐燕没有去书房，或者是回房间。齐老爷子、齐燕、齐辞修和齐辞年都在客厅，齐辞熙便让佣人把他带回来的蛋糕拿过来。齐家没有餐后甜点的习惯，看见这些蛋糕，齐老爷子和齐燕还以为是给小崽子的。齐辞修和齐辞年知道这是齐辞熙带回来的，但也以为是拿出来给团团吃的，却没想到佣人们按照齐辞熙事先交代的，将蛋糕放在了齐老爷子、齐燕、齐辞修和齐辞年跟前。齐辞熙诞生道：“知道你们不喜欢甜点，特意让他们做蛋糕的时候少放一点糖，你们尝一尝看看怎么样。”
四人闻言都看向了齐慈禧，这些居然有他们的份。齐慈禧看见他们个个神色各异，便道：吃吧。没放耗子药。齐爷、齐老爷子、齐慈修和齐慈年，别说，按他这性子还真有可能。小崽子巴巴等着，发现自己没有，着急的拉拉齐慈禧的裤脚，六蝈蝈，窝的在哪里哇？齐慈禧将最后的芒果味小蛋糕端过来，在上面插上2个勺子，过来，哥哥喂你。小崽子扑腾着小短腿向齐慈禧跑去，齐慈禧俯身将他抱进怀里，一勺一勺，极有耐心的喂着。齐慈禧给他们带蛋糕，说不开心不激动，那是不可能的。就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齐燕都忍不住舒展了眉眼。齐慈年甚至拿出手机，给每个人的蛋糕都拍了一张，发了条说说。齐慈禧让小崽子吃了1/4的样子，剩下的3下5除2自己吃完了。为了避免小崽子被抢，齐慈禧在众人还在优雅的品味蛋糕时，打了声招呼，将小崽子带回了房间。刚吃完东西就睡，容易积食。齐慈禧先跟小崽子玩了一会儿，等2人都洗漱好后，又陪着小崽子玩了故事角色扮演。到了晚上10点才睡。小崽子四仰八叉的躺在齐慈禧怀里，非常的放松自在。第二天，齐慈禧早早的爬起来换好衣服晨跑，看到床上某个越发圆滚的小崽子，想了想，还是决定将人叫醒带去一起跑。小崽子，起来吃饭了。小崽子睡得迷迷糊糊的，恍恍惚惚中听见要吃饭，眼睛都没睁，就挣扎着要起来。齐慈禧笑，这个小胖仔果然一说起吃饭，比谁都积极。小崽子睁开眼睛后，在床上翻了个身，有些舍不得温暖柔软的被窝，但想到好吃的菜，又忍不住咽口水，咂咂嘴委屈道：饭怎么不能积极跑到窝嘴巴里挖？齐慈禧听到他这一番奇葩发言，哭笑不得。真能这样，他就不能叫团团了，该改名叫滚滚了。小崽子叹了口气，为了饭起。小崽子自理能力不错，能够自己穿衣服穿鞋子，等着齐慈禧给他挤牙膏，然后站在洗漱台前的小凳子上刷牙。为了方便跑步，齐慈禧还戴上了一根黑色发带，整个人显得青春张扬，身上满满的少年气息。小崽子看见了，想着六蝈蝈种嘛，突然就变帅了，发现是戴了发带后，吵着自己也要。小气的六蝈蝈变帅居然都不带窝。小崽子态度坚决，这是一种么回事啊？诗诗看见团团居然醒了，激动的跑了过来。老大，你怎么破天荒起得这么早啊？晴天霹雳！小崽子难以置信的眨着一双大眼睛，整个崽子仿佛下一秒就要碎掉。饭都没有做好啊，六蝈蝈叫窝吃什么？齐慈禧咳了一声，到底不忍心，想什么呢？哥哥带你出去吃。诗诗惊心到谁家好人5点爬起来，就为了出去吃早餐。小崽子受到10000点暴击的心恢复原样，整个崽都冒着愉悦的光芒，插着爪爪大摇大摆的走到齐慈禧跟前，然后一把抱住齐慈禧的腿，开心的用肉滚滚的脸蛋蹭了蹭，窝就直丢。六蝈蝈不可能骗窝啊！齐慈禧微微侧头，有些心虚，但还是俯身将小崽子拉开，然后蹲下来，开始忽悠某个正在读幼儿园的小崽子：我可以带你去吃，但是……小崽子一心扑在吃上面，着急的追问：但系什么哇？齐慈禧扯唇：你要先跟我晨跑，跑完我就带你去。小崽子小脸一垮：你不会是怕了吧？原来这就是你的弱点啊！想不到堂堂团团老大居然跑不了步，啧，其他也就算了，但这事关自己老大的尊严。小崽子一秒打满鸡血，穿着红色虎头鞋的小脚一跺，又爪爪握拳，目光不屑轻蔑的看着齐慈禧：哼，谁说我怕惹？小脚跑步也想要难倒窝团团老大哇？诗诗站在一边看着自家老大，被六少爷几句话就忽悠瘸了。老大，但凡你有个小学文凭，都能知道六少爷这是在激将啊。因为小崽子斗志昂扬，所以齐慈禧都不用说什么。小崽子跟着他走出大门口，自己选了一条路就开始跑。齐慈禧叹了口气，果然是小蠢蛋，大宅这么大，这么跑还出去吃个锤子。但他既然说了，就不可能骗他。等晨跑完，再叫家里的司机送他们出去吃好了。小崽子虽然平时闲不住，总爱跑跑跳跳，但那都是间歇性的。对上了齐慈禧这种身高腿长、习惯长跑的，没多久就开始吃不消了。齐慈禧照顾他，特意将速度放慢了些，但小崽子跑的眼睛都瞪圆了，小脸蛋红扑扑的，额头上的发带都被汗水浸湿，脑瓜上的小揪揪以及呆毛都没精神的耷拉下来，只有一双乌黑的眼睛里还燃烧着不屈的光。区跑步居然敢如此戏弄老大窝，真系该戏哇！但窝戏不费认输的。小崽子握着小拳头，奶凶的瞪着前方，感受老大窝的厉害吧。跑步要循序渐进，齐慈禧伸手抓住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小崽子。小崽子，你今天就跑到这？听到自家六蝈蝈这么说，小崽子才停下脚步。不能马上停下来，哥哥拉着你再走一阵。小崽子刚刚满心满眼想要征服跑步，现在一停下来，才发现自己的腿像是猪那么重啊，惊恐道：
六蝈蝈，我的腿变猪惹。什么腿变猪？齐慈禧被他这句不着边际的话弄懵了。小崽子爪捂住嘴巴，伤心极了。腿变猪惹，我抬不起来了。齐慈禧呼了口气，不是变成猪了，那是你以前没这么跑过，所以肌肉酸痛。小崽子不解，委屈巴巴。可鸡窝的腿又没变成小鸡，肿么废有肌肉面。齐慈禧该怎么跟一个连幼儿园文凭都还没有的小胖仔解释？此肌肉非彼肌肉呢？小崽子，不是吃的鸡肉。团团迷惑，不细呲哒，大戏什么？齐慈禧思索片刻，是你腿上的肥肉。小崽子叉腰，冷哼一声，生气的看着齐慈禧。我不肥，我腿上都系瘦肉，不系肥肉。齐慈禧弯腰牵着小崽子往前走，笑道：厉害了，你还知道有瘦肉啊？小崽子神气的扬起脑瓜，那系当然，我可惜脑大哇。齐慈禧牵着小崽子走了一阵，确认他缓冲好后，将好奇的这看看那瞧瞧的小崽子，一手提了上去，让他坐在自己肩膀上。哇！视野猛地开阔起来，小崽子激动又兴奋，小爪爪自然而然地抓住齐慈禧的头发。齐慈禧黑脸，小胖仔，放开我头发！本来这段时间就因为被逮着写试卷，导致每天都会掉几根头发，现在居然还被这小崽子薅。小崽子闻言松开手，俯身小肚子贴着齐慈禧后脑勺，爪爪抱着齐慈禧的脖子，哈哈，齐高高啊！齐慈禧听到小崽子软萌的雀跃声，轻轻的笑了，双手抓住小崽子的小短腿，道：抱住哥哥脖子，知道吗？小崽子开心极了，好哇好哇！因为肩膀上有一只小胖仔，所以齐慈禧跑得很慢，跑了半个多小时。齐慈禧额头上布满汗水，发带和发根被打湿，整个人张扬肆意，透着少年特有的狂放不羁。小崽子坐在他六蝈蝈肩膀上，都快乐疯了。看见六蝈蝈不再跑了，而是拖着他慢慢走。小崽子还没忘记要去吃饭的事，开心道：六蝈蝈，我们要去吃饭拉面。已经将近7点了。齐慈禧将肩膀上的小崽子放了下来，把运动包里的面包和牛奶拿了出来，给他撕开面包包装，插好牛奶吸管，就递给跟前圆滚滚的小崽子。你先对付一下。说完后打电话给司机，让齐来这里接他和团团。晨跑出了汗，两人回大宅洗完澡后，齐慈禧才叫司机送他和团团出去。齐老爷子从房间出来，正好看见两人离开的背影。齐慈禧，快要吃早饭了，你抱着我乖宝上哪去？齐慈禧压根没回头，只飘来的几个字：下馆子。齐老爷子看着被齐慈禧抱在怀里，穿着一套兔子连体套装的小崽子，啊，我可爱的乖宝啊！齐老爷子想要开口让齐慈禧把自家乖宝留下，但他还没有开口，齐慈禧就加快速度跑了出去，将小崽子塞进车里后，自己也上车，快速关门，让司机将车开走。小崽子坐在齐慈禧怀里，脚脚一晃一晃。六蝈蝈，可不可以去吃小鸡炖蘑菇啊？齐慈禧思索了一下，刚好知道一家餐馆鸡肉做得不错。好，两人在金鸡御膳房门前下车，跟以前齐慈年带小崽子去的不一样。齐慈禧选的这家装潢富丽堂皇，有一种金堆玉砌的感觉，就像是皇宫御膳房般。小崽子还欣赏不来，齐慈年追求的高雅精致有品位，而对这种奢而不土、霸气恢宏的感觉十分上头。小崽子和齐慈禧刚下车，金鸡御膳房就有5-6个服务员小跑出来迎接，欢迎光临金鸡御膳房，欢迎您的到来。小崽子身前有5-6个鞠躬问好的服务员，身后是霸气侧漏、张扬不羁的六蝈蝈。如此氛围，小崽子十分自然的揣爪、勾唇、抬下巴。小鸡炖蘑菇，脑大窝来灵性泥娃。虽然身后穿着不凡的少年一言不发，但眼中皆是对跟前小朋友的纵容宠溺。且不得不说，眼前的这个小朋友是他们见过最可爱软萌的女娃娃，特别是脸上肉嘟嘟白里透红的脸蛋，简直让人恨不得亲上一口。服务员们不再是挂着职业微笑，而是笑得真心实意。小朋友，你想吃什么呢？我们这什么样关于鸡的美食都有哦。小崽子挥挥爪爪，一脸莫测高深。不要叫我小朋友，如果可以，请叫窝脑大蛙。服务员们，齐慈禧无奈把小崽子牵了回来，淡然道：小鸡炖蘑菇。说完之后，就抱起小崽子往里面走，不要动不动就让人家叫你老大，你小弟收的一点标准都没有吗？原本小崽子还打算笼络门口的那几个人，让他们也成为自己的小弟，但听到自家六蝈蝈这么说，他不禁皱眉沉思，怕小崽子后面走到哪，小弟就收到哪，变成了幼儿园园霸、小学校霸和社会社霸。齐慈禧循循善诱，你看啊，老登厉不厉害？小崽子点头，厉害。那你知道为什么他厉害吗？虽然很不想夸老登，但为了教育小崽子，这些细节可以忽略。小崽子想了想，脑瓜空空。齐慈禧笑，那萧特助和沈特助厉不厉害？小崽子想到了也很霸气的萧叔叔和沈叔叔，他们也厉害哇。所以啊，要想成为一个厉害的老大，就不能随意乱收小弟，要有要求有标准的收。说完之后，齐慈禧端向怀里小崽子的神色，小崽子握拳，原来记着亚大六蝈蝈。
我明白惹。齐慈禧欣慰勾唇，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动不动就要收小弟。算小宅子来到齐家后，收的小弟都上百号人了。金鸡御膳房豪华包间内，小宅子乖乖坐在齐慈禧身边，闻到服务员端上来的菜的香味，忍不住狠狠吸了一大口。2只爪子，一爪握着一把勺子，我准备好惹，等会儿一把喝汤，一把吃肉肉。服务员将菜都上好后，就默默吐，让小宅子满足的勾起嘴角。齐慈禧戴上一次性手套，将小鸡炖蘑菇里鸡肉的骨头去掉，然后才递给眼巴巴等着的小宅子。鸡肉 Q 弹鲜美，香菇肥厚醇香，小宅子吃得非常满足。吃完了就会用爪爪捧着小碗，眨着大眼睛看向齐慈禧，六蝈蝈，我还要吃哇。小宅子对这家的味道十分满意，忍不住多吃了些，最后坐在凳子上抚摸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哥，小宅子吃的太多，齐慈禧让司机载他们到齐家大宅里。离主宅有一段距离时，让其将他和小宅子放下，自己慢慢带着小宅子走回去消食。走到齐家大宅主宅时，小宅子那种很撑的感觉好了一些，看见爷爷和大蝈蝈在打拳，兴奋地跑了过去。齐慈修吃完早餐后就被齐老爷子抓来打太极，一直打到了现在，打得整个人都麻了。看见小宅子朝他们跑来，灵光一闪，马上停下手上的动作，道：爷爷，妹妹回来了，我去带妹妹。小宅子蹦蹦跳跳的来到2人跟前，什么都没说，就是一套拳，看得齐老爷子和齐慈修一愣一愣的。别说，除了小宅子有点胖，显得有些软萌，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小崽子打完后还特意摆出了个非常酷的动作，抬眼扫向齐老爷子和齐慈修，揣爪爪骄傲道：打拳我也废哇。齐老爷子将要把小崽子抱走的齐慈修挤开，自己一屁股蹲在小崽子跟前，看着神气十足的小崽子，心中那叫一个骄傲自豪啊！哇哈哈，想不到乖宝还会打拳啊！小崽子抬起下巴，我可细脑大哇。齐老爷子闻言恨铁不成钢的瞪了齐慈修一眼，从吃完早饭后他就教齐慈修打太极了，结果学了那么老半会儿，还没有2岁半的小崽子打得好呢。齐慈修侧头，身为一个年轻人，他还体会不到太极有什么好打的，所以在跟老爷子学的时候，一边嫌弃一边划水。爷爷，大蝈蝈，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打拳哇！齐老爷子乐坏了，好啊！齐慈修本来想抱走小崽子的，但看他兴趣这么高，便留下来继续跟齐老爷子学拳。齐慈禧知道自家爷爷除了喜欢喝茶，就是打拳钓鱼了。打了招呼后，入爱小崽子的脑瓜，记得打完拳来找哥哥。小崽子摆摆爪爪，表示自己知道了，然后就跟着老爷子一起打拳了。因为小崽子在，齐慈修没有再划水，人要脸树要皮，总不能给妹妹留下一个他不行的印象。齐老爷子能不知道齐慈修的小心思，当场就抓住了自家大孙子的这个心理，把整套太极拳给教个七七八八。齐慈修看着黑心眼的爷爷，又看了看打得起劲的小崽子，叹了口气，这把算是栽了。下午3点，萧特助带着那位大厨以及琳琅满目的食材出现在齐家大宅，惹怒老大的下场。小崽子屁颠屁颠的就跟了过去，齐老爷子和齐慈修叫都叫不住，团团就像是一只好奇的小猫，跟在李大厨屁股后面转。李大厨虽然已经30来岁，但长相清秀，性格温柔腼腆，弯下身子笑着对小崽子道：小朋友，你先出去好不好？好让叔叔给你做好吃的。萧特助看着处理一半有些散乱的食材，也说：萧小姐，我们出去吧。小崽子知道自己不能添乱，乖乖的点了点脑瓜，离开前道：大厨叔叔，做好之后要第一叫窝哇。李大厨哭笑不得，保证做好了一定一个叫他。小崽子这才满意勾唇，牵上萧特助的裤脚。小大人搬道：萧叔叔快出去哇，不要影响惹大厨叔叔做好吃的。被倒打一耙的萧特助不辛苦命苦，这锅最终还是我来背。齐燕和齐思年为了回来跟小崽子一起吃饭，特意提前下班，父子2人几乎是同时到家。齐思年看着陪小崽子玩的爷爷大哥还有齐慈禧，心中暖暖的。现在他和父亲也回来了，看4哥的社交账号定位，他好像也在帝都，要不要问问他，看他想不想回来。思及此，齐思年想到齐燕的转变，开口问他：父亲，我想叫4哥回来一起吃饭，您觉得怎么样？齐燕扬着的唇压了下去，深不可测的眸看不出任何情绪。齐思清是留在齐家的4个儿子中性子最为冷静自持的一个，也是他曾经最想培养成齐家继承人的一个，但同时也是最反骨的一个。齐燕抿唇，但看见齐思年眼中的小心和期待，以及不远处其乐融融的一幕，将心中所有思绪压了下去，淡声道：你想叫就叫吧。齐思年大喜过望，边走边拿出手机给齐思清打电话。帝都书山别墅区，一栋价值8000万的独栋别墅傲然挺立，客厅设计的极为简单，除了一些玉石书画摆件，剩下的皆是书架，里面的书密密麻麻，层层堆叠。齐思清站在落地窗前，
繁华瑰丽的帝都西环尽收眼底，他手中拿着一本《百年孤独》，心思却不在窗前美景，也不在书上。许久没有联系的生理学三哥顾慈四突然给他发消息说，齐家多了一个小娃娃，想要他回去看看是真是假。因为几个月后，那个是他母亲的女人，会带着他二哥顾慈燕和三哥顾慈四回国，参加霍老爷子的90大寿。齐慈轻轻吃，他凭什么要为了他去打探虚实？当初他那么哀求他，他不还是将他抛下，只带走了顾慈燕和顾慈四。往事回溯，但齐慈清眸底再也没有一丝难过，死沉沉的，沉静的骇人。电话铃声响起，齐慈清看了一眼，见是齐慈年打来的，面无表情的接听电话，十分公事公办的问：什么事？齐慈年没想到这一次四哥居然接得这么快，错愣后立马道：四哥，你有时间吗？我看你的社交账号定位在帝都，便想叫你一起回家吃饭。齐慈清想都不想就道：你们自己吃。小崽子看见五蝈蝈也肥来了，还听见他说四个，脑瓜子快速转动，抓着齐慈年的裤脚问：五蝈蝈，你系在跟我四蝈蝈打电话面？团团的手劲不小，齐慈年只能顺着他抓着的力蹲下去，避免裤子脱落，一手抓着裤子，一手保持着通话的姿势，笑道：团团，先松开哥哥裤子。团团听话的撒开爪子，他已经见过大蝈蝈、五蝈蝈、六蝈蝈惹，但二蝈蝈、三蝈蝈、四蝈蝈还没见过啊！团团十分激动的握拳跺跺脚，爪子撑在齐慈年的膝盖上，期待的问：五蝈蝈，我可以跟四蝈蝈缩画面？齐慈年看着团团 bling 的眼睛，哪拒绝的了，当场就把手机递过去了。小崽子一只爪抓住手机，嘴角上扬：喂，你系我四蝈蝈咩？我系团团哇！齐慈清听见手机另一头的对话，原本两人的谈话被另一个人强行插入，他厌恶的想要将通话挂断，但还是慢了一步。小崽子阳光张扬的声音传了过来。常年处于孤独寂寞的齐慈清听到这样的声音，特别是想起齐慈年跟那个小崽子的相处方式，浑身恶寒，就像是常年不见光的人，有一天突然被阳光照射，第一反应不是想要去拥抱，而是不习惯的惊慌躲避。齐慈清很讨厌这种不可控的陌生的感觉。在小崽子说完后，难辨悲喜的声音响起：你不要叫我四哥哥。小崽子一顿不解：好吧，四蝈蝈，那我叫你什么面？齐慈清蹙起的眉头刚展开，又因为小崽子这一句四蝈蝈皱了起来，心中那股不对劲的感觉在这一刻到达了极点。这个小崽子的性格绝不可能是齐燕能养出来的，他养不出来这样的崽。齐慈清眼角微眯，像是看破了什么，他倒是要回去看看这个小崽子到底是何方神圣。齐慈年，你不是叫我回去吗？好啊！哇！小崽子恶龙咆哮，生气的从齐慈年手中直接拿过手机，小脚一跺：可恶啊，四蝈蝈，你居然敢无喜我这个齐家脑大娃！等你肥来，我要让你直丢！什么系脑大的霸气？齐慈清听着对面那个小崽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发言，眼睛泛起危险的光芒。齐家老大，你奶都还没断吧？说完这句危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的话，齐慈清挂断电话。小崽子气得直跳脚，还说我没断奶。四蝈蝈这系在挑战我脑大的威严哇！齐慈年目瞪口呆的看着，都没说几句话，就让原本拒绝回来的四哥回心转意了的团团。齐燕换完衣服出来，就看见气呼呼要上楼换恐龙套装的小崽子，以及走路同手同脚，目光崇拜钦佩的看着小崽子的齐慈年。齐燕，怎么了？这是谁又去点了这个煤气罐罐？齐慈熙在房间里等的花都谢了，小崽子还没上去找他，便下楼来寻他。小崽子气势汹汹的往前迈步，与想要抱他的齐燕、齐慈熙擦肩而过。都不要抱我，我要上去换上我的恐龙战衣，让四蝈蝈之丢，惹怒脑大的下场。齐慈熙又跟着小崽子上楼，看着他扒拉开衣柜的门，跳着想要把挂起来的恐龙套装拿下来，看看那套衣服挂的位置，再看看小崽子的身高。齐慈熙叹了口气，走过去帮他把恐龙套装拿下来。小崽子跳起来接过衣服，哒哒哒跑进洗漱间换衣服去了。没过多久，将自己房间里的金箍棒也拿了出来，一应俱全后嘟恩的跑去大宅门口。齐慈熙看着这个很气，但是又不知道他在气什么的小崽子，问身边的齐慈年，他气什么？齐慈年刚跟齐燕和老爷子他们说完这件事，闻言叹气，四哥说他没断奶。齐慈熙这还真没说错，小崽子是真要喝奶，怕小崽子站累，齐慈修特意让人给他搬了一张凳子，坐下等，不然等会儿累了。小崽子站了这么会儿，确实有点腿酸，但坐下来之后又觉得没有气势，又蹭的站了起来。齐慈熙嘴角抽了抽，走过去道：坐着，不然等会儿那家伙真到了，你没力气要他好看怎么办？小崽子想了想，觉得六蝈蝈说的很有道理哇，于是又坐了下去，可还是记挂着这样有碍于他的霸气形象，便眼睛瞪得像铜铃，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只要发现四蝈蝈肥来，窝立马就站起来。窝真系太聪明惹。
齐燕和齐老爷子看着被3个孙子围着，抱着金箍棒当门神的小崽子，对视一眼，无奈极了。齐慈清回到齐家大宅就后悔了，他是和方神圣，关他什么事？他居然为了这么点事，特意跑回来。可都已经到了齐家大宅，没进去走个过场就走，显得他怕了似的。齐慈清做好看见他们一家6口其乐融融场面的准备，却没想到他刚把车停好，将车钥匙扔给佣人帮停到车库，一个圆滚滚扎着2个小揪揪，穿着一套恐龙套装的小崽子，挥舞着金箍棒跑了出来。哼哼，四蝈蝈惹怒窝，就要做好被窝收洗的准备了。齐慈修、齐慈年、齐慈禧跟在小崽子身后，也纷纷跑了出来。没过多久，齐燕和齐老爷子也出来了，还眉目含笑的看了过来。齐慈清难以表达此刻心中的心情，他以为这次回来也是冷冰冰的，没有一个人关心的，却没想到他刚下车，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你就系窝四蝈蝈面。小崽子支着金箍棒耍了一通，然后爪爪抓着一头，另一头则指向齐慈清，下巴一抬，目光清冷，嘴角上还勾着冷笑。四蝈蝈，睁开你的眼睛，康康窝的厉害哇！齐慈清眯眸，看着距离他还有2-3米远的小崽子，冷声道：厉害没看出来，圆和矮倒是真的。小崽子发出尖锐的爆鸣，气得喘了好几口气，抓着金箍棒就往前冲，看样子是要和齐慈清一决胜负。四蝈蝈，你真的细，惹怒窝惹。齐慈清看着要过来打他的小崽子，脸色一寸寸冷了下去。齐慈禧冲了过去，想要护住小崽子。齐燕和其他人正要开口阻拦，小崽子因为气过头，一不小心走错位，小脚一崴，哦，扑进了齐慈清怀里，眼泪水刷了下来，豆大的眼泪水一颗又一颗的滴在齐慈清好看冷白的手背上。齐慈清原本等着小崽子冲过来，给他来一个空手夺棒，让他知道天高地厚的，结果被这一出搞得手足无措。小崽子还保持着抱齐慈清的姿势，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伤心。我的脑大霸气，没惹哇！哇哇哇！小崽子再也忍不了，抱着齐慈清嚎啕大哭。齐慈禧将小崽子从齐慈清腿上撕下来，担心的问：怎么了？小崽子顺势将自己埋进齐慈禧怀里，悲愤欲绝。脚脚痛痛哇！不争气的脚脚啊！齐慈年也跟了上来，贴过来给团团检查，借着灯光发现脚踝已经肿了，但好在没有骨折脱位。快带团团回去，拿冰带给他敷敷。齐慈禧急急忙忙抱着小崽子跑进去，齐慈禧、齐慈修也跟着过去，只剩下齐老爷子和齐燕与冷漠站立的齐慈清对视。齐老爷子看着不对付的儿子和孙子，有些心累，但还是道：回都回来了，进来吧。齐慈清不置可否，但沉默一会儿后，还是抬步走了进去。客厅里，小崽子躺在沙发上，诗诗拿来了2块冰榴莲，着急道：五少爷，家里没有冰袋，您看冰榴莲行吗？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团团眼睛都哭肿了。齐慈年接过冰榴莲给团团敷上，刚崴的那种痛过去了，又敷上了冰榴莲，脚脚没有那么痛。小崽子抹抹眼泪，啊，太丢脸蛋子惹。看见跟爸爸、爷爷一起走回来的四蝈蝈，小崽子抓着沙发，倔强的勾起了抹笑。刚刚辣不及窝的实力，等到窝的脚脚好惹，窝们在站哇。齐慈禧皱眉，还站什么站？脚还肿着呢。齐慈清诧异，这个小崽子就不哭了。齐燕、齐慈修他们还担心小崽子的脚，怕他痛。结果小崽子靠着齐慈禧坐了起来，爪子一抱，下巴微挑。四蝈蝈，你细不细怕惹面？哈哈，现在认输，我就不手洗的泥落发牛水水哇。原本还想要说齐慈清1-2句的齐家众人，这小崽子压根就没往心里去，还一心想着自己的老大形象呢。齐慈清贴了过去，齐慈禧警惕的抱着小崽子，齐慈年也防备的凑了过去。齐慈修和齐燕、齐老爷子看着齐慈清，眸子发冷。谁料齐慈清却只是蹲了下来，奇怪道：谁教你的？你怎么霸里霸气的？听到四蝈蝈说他霸里霸气，小崽子愤怒的眼睛定得亮了，澄澈的大眼睛骄傲神气，下巴抬得高高的，嘴角挂着不羁的笑。你只丢就好啊。齐慈清，他不会觉得他是在夸他吧？这个小崽子看着挺可爱机灵的，怎么这么中二蠢蛋？小崽子脚受伤了，只能由齐慈禧抱去餐桌。香酥黄金蟹斗、蜜汁叉烧酥、红枣莲子八宝鸭。小崽子坐在凳子上，小鼻子一动一动的吸着香味，馋得口水直流，眼睛叮叮冒光，好香的菜菜哇！齐老爷子看小崽子这个样子，忍不住笑了，十分有成就感的说：吃吧，乖宝。齐燕嘴角的笑连起，目光幽怨，新到李大厨可是我叫来的。虽然齐慈修几人除了齐慈清，其他几个都想跟小崽子坐在一处，但奈何齐老爷子和齐燕都在，他们有任何撬墙角的行为，都会被冷冽的目光镇压。加上今天确实难得所有人聚齐，便也没有斤斤计较，只是时不时会用公筷抢着给小崽子夹菜。小崽子对于蝈蝈们帮自己夹菜感到十分开心，
毕竟这样他就可以集中精力，好好吃饭饭，争取有一天长成齐家第一高。小崽子身负宏图大志，吃得更加的猛了，齐家其他人都看懵了，更别提第一次见到小崽子的齐慈清。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能吃吗？鱼丸会食书摆在齐慈清跟前，小崽子将嘴里的肉肉咽下去后，捧着小碗，自然而然的看向齐慈清。四蝈蝈，我要吃你前面那个鱼丸纸哇！齐慈清皱眉，虽然他长得可爱好看，但是都这么大，还要人帮夹菜。齐慈清嫌弃极了，慢条斯理的，骨节分明，修长好看的手撑着下巴，目光没有一丝情绪的看着小崽子，之后并没有任何动作。齐老爷子，齐燕。齐慈修冷沉的目光就落在他身上，极有威慑感，都在看他想干什么。齐慈清却丝毫不惧，直接扫了回去，一副反骨欠打的模样。齐燕咬牙，枉他以为这丫的长大了，懂事了不欠收拾了，看看这都什么态度。齐慈清勾唇冷笑，怎么，他要，我一定就要给。他偏不。小崽子看着面色不对的四蝈蝈，有些着急。我可记个好脑大哇，不费干粗欺负别人，一定要别人给记干什么的坏脑大行为。我可以不吃鱼丸子的。四蝈蝈，我记个好脑大哇。但在场的其他人却听不出小崽子的言外之意。齐燕深不见底的眸，阴恻恻的，但最后又回归到平静无波的模样。随你。齐燕说完后，没再看齐慈清，而是拿起小崽子的小碗，递给齐慈清身边的齐慈年，给他盛点鱼丸。齐慈年接过齐燕递过来的碗，担心关切的将手放在齐慈清的手背上。跟团团待久了，好像很容易就能察觉别人的情绪，并想要做点什么。正如此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却下意识的笨拙的将手放了过去。说实话，手背上齐慈年的手有点凉，但是却让齐慈清莫名感觉到有些温暖。也许就是因为这股温暖，让他没有直接把手从这个同样没什么感情的弟弟的手里抽开，反而是用另一只手拍了拍齐慈年，告诉他自己没事。齐慈年半信半疑，但还是抬起那只手，先给团团盛鱼丸。小崽子再次捧到小碗，又乐得呲着个大牙，看起来很不记仇。齐慈清看着乐呵呵的小胖崽子以及和颜悦色其乐融融的家人，感觉陌生到了极点。明明几年前这里一片冰冷，入目皆是苍凉与孤寂的。小崽子吃完饭后就被齐慈禧抢走了，齐慈年着急的跟了上去，我也要跟团团玩。齐慈修将手上的筷子放下，看着两个弟弟离去的方向，欲言又止。哈哈，他给妹妹准备的惊喜快到了，这两个棒槌要把小崽子带到哪去？齐慈修的手机响起，对面传来一道恭敬利落的声音：齐爷，一切准备就绪，请问是否开始？齐慈修的手机的音量没有调小，这句齐爷就这么水灵灵落入了齐老爷子、齐燕和齐慈清的耳朵里。齐爷，齐老爷子。齐慈清悠然坐好，略有趣味，目光黑沉沉的看着齐慈修。精彩，真是太精彩了。齐慈修如芒在背，但面上还是端地从容淡定。15分钟后，对面得到指令，应声挂断电话。齐燕冷笑一声：齐慈修，齐爷，你我还尚在人世呢。齐老爷子更是磨牙阵阵呀，我大孙子在外别号居然是齐爷呢。你齐爷，那老头子我呢？齐慈修汉，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他被父亲逼着学这学那的日子苦不堪言，最后好不容易打赌赢了一次，能够从父亲魔爪下逃走，自己开辟天地，且还真凭借着手上的资源和自己的本事，有了一番事业。年少有为，春风得意，还不知道能活多久，自然是怎么舒心怎么来。当然，齐爷这个别号，多少有一点他的小心思和抱负在里面的。齐老爷子站起来就要抄家法，心里还犹豫着大孙子身体不好，等会儿3分力7分眼，给他个教训也不要落了自己面子就好。结果他还没犹豫明白呢，齐慈修站起来一溜烟跑没影了。齐燕和齐老爷子下巴都快惊掉了，这齐慈修怎么养病一阵，怎么还养得性情大变啊？齐慈清也惊得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在明显变得话多的老爷子以及终于不面瘫、表情丰富了许多的齐燕身上来回移动。不是，大宅有脏东西，他们都被上身了。齐燕惊完后一肚子气还没发消呢，垂眸又看见一言不发坐着看好戏的四儿子，隐隐觉得头痛。孙子说不到了，但儿子还在啊。齐老爷子一爪子拍齐燕背上，怒道：看，都是你的好儿子，齐燕才不惯着他，不也是你的好孙子？齐老爷子气，这些个逆子逆孙啊。齐慈修走到楼上，最后在齐慈年和齐慈禧二人的房间过道中间，看见了被抱着的小崽子。齐慈禧黑脸：齐慈年，你松手，小崽子要跟我回去读绘本了。齐慈年不肯：我那也有啊，去哪读不是读？还有，你不能直接叫我名字。两人据理力争，最后都看向小崽子。小崽子，你说你要跟谁看？团团，五哥哥对你最好了，是不是？刚刚五哥哥还给你盛鱼丸了，你一定不会不选哥哥的，对不对？齐慈禧握拳：齐慈年怎么这么无耻？他说多少
而他又说多少？拼字数和煽情是吧？像是谁不会一样。齐慈禧不屑看了齐慈年一眼，然后垂眸看向小崽子，往日清冷的声音被故意压低，显得格外清越轻柔。小崽子，你不会忘记了，哥哥晨跑都还带着你，还让你……齐慈禧还没说完，心累了的小崽子推开凑过来的2张俊脸，气呼呼抱爪爪，选什么选？你们让啰嗦话拉咩？一个抱着他就要往房间里缩，另一个抓住就巴巴地说。从头到尾他心急的不行，但却连嘴都插不进去。齐慈修看着这场闹剧笑了一声，还在僵持的齐慈年、齐慈禧还有小崽子都看了过来。齐慈修长腿一迈，没多久就走到了3人跟前，咳了一声，边说边把小崽子从齐慈禧怀里盘走了。既然这么难以决断，那我就抱走了。突然被抱走的小崽子，突然怀里一空的齐慈禧，突然就被迫跟齐慈禧面面相觑的齐慈年。大哥，你人设崩了，你知道吗？齐慈修自从跟怀里朝气闹腾的小崽子相处后，很多行为方式，甚至是原本不喜多言，只会暗搓搓的搞事情的性子，都在一点点改变，就像是枯木逢春，蜷缩起来的枝桠，会自在张扬的舒展开来。齐慈修低头看向一脸懵的小崽子，低声问：团团，哥哥带你去看一个东西，好不好？听到要去看东西，团团眼睛蓦地放光，开心的在齐慈修怀里蹭啊蹭。好啊好啊，怀里的小崽子软软的，小小的一团，将齐慈修的心尖尖都蹭软蹭酥了。齐慈年和齐慈禧幽怨极了，两个都无声的看着小崽子，活似在看一个负心汉。齐慈修看着2个越来越戏精的弟弟，也不逗他们了，笑道：去楼下叫上爷爷、父亲，还有齐慈清，我们一起去看。齐慈年和齐慈禧一听居然是全家团建型活动，心中忍不住泛起愉悦，开始期待起来。齐家大宅3楼观景台里，齐慈修抱着小崽子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齐慈禧和齐慈年好奇的贴着玻璃边上站，看半天还是没看出来大哥叫他们上来干嘛。齐老爷子和齐燕坐在一边喝茶，齐慈清不吭声的坐在一边吃水果，团团也好奇的不得了。但是外面除了大宅的点点灯火也没什么了，虽说也很好看，但是这样的景色每天都能看，何必还要特意跑上来看？小崽子抓抓齐慈修的袖口，问：大蝈蝈，我们这戏要干什么哇？齐慈修勾唇，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随后好听的声音倒数3。小崽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大蝈蝈要倒数，但还是忍不住跟着倒数，借机展现一下自己的脑大风范。2、1，砰砰砰！漆黑的天空里炸开密密麻麻的烟花，一层层一片片如星辰碎裂，洒下无数璀璨的碎光。齐家所有人瞳孔放大，虽然在齐慈修倒数时他们就隐隐猜到，但真的看到时依旧会心间颤动。无他，这些烟花很多，很美，很好看。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的烟花下能回来的都回来了，没有少了谁。小崽子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烟花，而且炸开的声音像是雷电般霸气，眼睛都晶圆了，小爪爪狂拍，最后实在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一爪子拍在齐慈修大腿上，嗷呜一声大喊：哇，那个发发霸里霸气大！齐慈修闷哼，团团这手劲真是出奇的大。小崽子的同声同语淹没在烟花的轰隆声中，伸直了脖子往前探。齐慈禧从落地窗前走了过来，将小崽子一捞进自己怀里，抱去窗前看。小崽子激动地将自己的小肉爪贴在玻璃上，肉嘟嘟的脸蛋子也贴了上去，被挤压的都变了形。团团澄澈的眸倒映着无数星星点点的时光，就像是满天星河倾泻在他眸底。齐慈年回眸，齐慈禧和团团开心地站在他身边，而不远处，大哥、爷爷、父亲还有4个，他们脸上都没有平时的冷淡疏离，眉眼都柔和下来，甚至唇角带上几分笑意。齐慈年心中被暖流包裹，情不自禁拿出手机，将镜头设置成前置，将站在一边抱着小崽子的齐慈禧拉过来，找了一个位置，确认所有人都入框后，按下了拍摄键。小崽子不满意，五蝈蝈，我还没摆好霸气的造型啦。突然被抓拍的齐家众人有些不自在，虽然他们几个在外面被拍的次数数不胜数，但这样含着温情的却几乎于没有。小崽子快速摆好姿势，齐家众人一怔，也配合着将脸上笑意放大。齐慈清虽然觉得无趣幼稚，但也还是微微勾唇，勾出个皮笑肉不笑的3分笑出来。谢谢大蝈蝈，这些发发系他看见过的最霸里霸气的发发哇！喧嚣热闹的烟花声到底转瞬即逝，但是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笑却没有随之消失。齐慈清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温馨至极的一幕，跟之前似有若无的和谐不一样。这一刻，每一个人脸上的笑，眼中泛起的光，都透着一股子浓浓的幸福意味。这股陌生一阵一阵扣打着齐慈清冰封的心门，扣得发涩发疼。齐燕看着开心的家人，嘴角一直上扬，就没有下来过。他都快要忘记了幸福的滋味是什么样子的了。齐家人最后都不约而同的
将目光落在巴拉巴拉说着霸气发发的小崽子身上，感到格外的庆幸，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到来而纷至沓来。看完烟花后，齐慈年和齐慈禧又陷入了争执中，谁也不让谁。小崽子这次不听他们争了，挺起腰板和脖子，伸出爪爪，一只爪爪捂住一个蝈蝈的嘴巴，十分大度道：五蝈蝈和六蝈蝈都到窝见见礼吧。齐燕像是想起来什么，偷偷先行离场。齐老爷子看着儿子悄摸摸的模样，有些奇怪，悄悄跟了过去。齐慈修一本正经地坐在茶桌旁，看见老爷子小心翼翼的模样，心中有些好奇，本想要自己偷偷跟过去瞧瞧，但想到一边还有一个跟自己感情不怎么样的弟弟，挑了挑眉，礼貌性问：你要不要去看？齐慈清不置可否，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像是要走。齐慈修也没有拦他，心中记挂着老爷子偷偷摸摸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事，理了理衣服，神色严肃，轻声跟了过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要参加什么顶级会议。齐慈清眉眼淡漠的瞥了一眼人走茶凉的观景台，抬步离去。但走到2楼楼梯口，就听见了老爷子吵吵嚷嚷和齐慈修嘟嘟囔囔，以及齐燕有些气急败坏的声音。齐慈清皱眉，向着声音来处往里走了几步，恰巧小崽子吵着要吃小蛋糕，齐慈年和齐慈禧抱着他下来，不但撞见了齐慈清，还听到了齐老爷子他们的声音。声音没有多大，但是也不小，能够清晰的听出说的是什么。小崽子听见什么礼物啊？什么惊喜啊？以为是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整个崽子眼睛都瞪大了，兴冲冲的往那边探脑袋。哇，爷爷、爸爸还有大蝈蝈，你们居然有戏瞒着窝哇！小崽子一声吼，齐老爷子、齐燕和齐慈修的声音彻底没了，随后传来了齐燕明显带着羞恼的声音：齐慈星，你和那几个棒槌给我一起滚过来。小崽子眨了眨眼睛，大眼睛带着清澈的梦，肉肉粉粉的手指指向自己，声音算不上小：4蝈蝈、5蝈蝈、6蝈蝈，巴巴戏在叫窝们咩。齐慈禧想要捂住这个自爆小蠢蛋的嘴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齐燕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明显没有之前的一分温柔，冷冰冰的像是雪山上凛冽的风。齐慈清、齐慈年、齐慈禧。齐慈年在心中捶胸顿足，哀怨的看向坑哥的团团。齐慈清整张脸沉的吓人，眼神冷的能刀人。齐慈禧见状，将某个不知道危险为何物的小崽子一团，利落走了过去。齐慈年没走几步，看着还站在原地的齐慈清，因为刚刚一起吃过饭，还一起看过烟花，齐慈年自认为两人的感情已经上升了一大步，壮着胆子抓住齐慈清的手往里走，边走还边说：4个，走啊！一拽没拽动。齐慈年还以为他会转身离开，没想到齐慈清神色嫣然，声音没有情绪道：我自己走。齐慈年松手，两人一起走了过去。看着陆陆续续走过来的逆子们，齐燕咬了咬牙，瞪了齐老爷子一眼。齐老爷子根本就没给他对视的机会，压下眉眼，一副默哀模样。齐燕心梗，过不下去了，这日子谁爱过谁过，他真是受够了这种上有老反骨下有一群逆子的日子了。小崽子看见站在自家爸爸身后，无声的压低自己存在感的诗诗，好奇的问：第一小弟，你在这里干什么面？诗诗一整个面上没事的，没事的，我没事的，心中早就卧靠就倒霉。先生突然找到了他，让他把储物间里的礼物给拿出来。原本一切都好好的，直到老爷子偷偷跟在后面调马，紧接着大少爷也跟着调马，场面一度成了修罗场。齐慈年和齐慈禧的目光却落在诗诗手上的2个礼盒，略一思索便知道是怎么回事。齐慈年为2个哥哥开心：父亲，这是你给大哥和4哥的礼物吗？小崽子摸着脑瓜的爪爪一顿，瞳孔放大，肯定细大。以前爸爸给窝还有5蝈蝈、6蝈蝈的礼物，也细装在这样的盒子里哇。齐慈修和齐慈清难以置信的看向齐燕，而又不由打量着那个看起来就格外喜庆的礼物盒。齐慈修嘴角忍不住上扬，他还以为父亲这是让诗诗把别人送给他，但他不想要的东西扔掉呢，却没想到居然是给他和齐慈清的礼物。怪不得爷爷问父亲是什么，父亲一直没说。齐燕感觉有一口气横在心口，不上不下。原本他只是打算让诗诗将礼物放在齐慈修的房间门口以及齐慈清的车盖上的，但既然都这样了，不如把事情说开了。齐燕不愧是纵横帝都多年的齐家现任掌权人，纵使被抓包依旧稳得不行，把这2个给他们2个。齐慈修目视着礼物盒离他越来越近，神色下意识的绷着，但是眸底的笑意却越来越深。齐慈清虽然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但是还是伸手接住了自己的礼物盒，淡声道：谢谢，但我不需要。说完后就要把礼物盒放下。齐燕本来被老爷子和大儿子尾随抓包就烦，现在又被这么顶撞，目光冷冷然似民间鬼火，不要就抱出去扔掉。齐燕侧眸看向一旁的大儿子，齐慈修抱着礼物盒，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光辉中。齐燕有了些许安慰。小崽子皱眉看向齐慈清：4蝈蝈，可不可以不要扔掉啊？齐慈清侧目，
无言。小崽子看看齐燕，又看向齐慈清。爸爸送蝈蝈礼物，蝈蝈如果扔掉的话，爸爸费伤心哇。就像季如果我给小弟糖糖，小弟把他扔掉惹，我也费很伤心。齐燕抬眸，难以置信地看着小崽子，心一点点软了下去。齐慈清虽然没有答应，但是他也没有拒绝。齐老爷子以及齐慈修、齐慈年他们的事，也因为小崽子的话，齐燕没跟他们计较什么。齐燕从齐慈熙怀里接过小崽子，小崽子看着帅气的爸爸变得很温柔，忍不住趴在他的怀里。齐燕的心更加的软了。但齐慈清的情况特殊，如果他真的怨他，他也无话可说，毕竟是自己儿子，除了大方向，其他细节他不想与他为难。礼物既然给了你，你自然有权利处置，我不会过问，给不给是我的选择，但是收不收，你也有你的选择。说完后，齐燕就抱着小崽子走了。齐慈年和齐慈熙后知后觉，不好。老登父亲声东击西，看似是在跟四哥交谈，实则这波是冲着抢小崽子来的。齐慈清最后还是留在了齐家大宅，齐燕送给他的礼物也没有扔，不是齐慈清不想走或者扔掉，而是他一有要走的迹象。那个胖嘟嘟的小崽子，总能让人把他抱出来拦住他，揣着他那双小短手，斜着眼睛看他，说等他脚好了还要跟他决战。如果他偷偷走了，就是认输，就是他的小弟了。而一看到那个礼物盒，那个小崽子诚挚请求的模样，又会在他脑中萦绕不散。这不崴了脚去不了幼儿园的小崽子闲得没事，越发的渴望将四蝈蝈折服，又让第一小弟诗诗抱着，巴巴跑去找齐慈清了。小崽子被诗诗抱在怀里，说完自己的豪言壮语后，偷偷瞥了一眼齐慈清，发现有用之后，更加的自信放光芒了。小崽子勾着笑，目光又冷了几分。四蝈蝈，怕了你就叫我一声老大，我就放过你哇。齐慈清真的不知道这个小崽子到底都哪来的迷之自信。齐慈清将平板倒扣在桌面上，冷嗤一声，胖仔，你还是先把腿养好，再说这些大话。自从小崽子因为齐慈熙说他胖，伤心躲起来骂齐慈熙，结果把自己搞迷路的事，家里的人都十分自觉的尽量避免说他胖。猝不及防又听到这个称号，整个崽子猛了一下，然后瞬间红温，在诗诗怀里猛虎咆哮了一番，觉得这样还不够，又用仅剩的一条腿以及两只完好的爪爪对着空气来了一套组合拳。四蝈蝈，你真的信？太可恶惹！等窝好后，我一定要让你叫窝脑大蛙。齐慈清眯眼，多少次了？这个小胖仔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小崽子说完之后，抓了抓诗诗的衣袖，悄悄贴了过去，自认为小声道：第一小弟快撤哇，老大窝现在还打不过他。听得一清二楚的齐慈清，有时候真的很为这个小崽子的蠢儿担忧。有谁当着别人的面大声的说悄悄话的？诗诗尴尬的牙齿都快要咬断了，但最后只能淡然一笑，对着四少爷颔首打好招呼后，带上小小姐夺路狂奔。今天午饭我一定要多吃一碗。作为小小姐的第一小弟，我承受了太多，不仅诗诗 emo 了，小崽子也因为自己放了这么多狠话，结果还要第一小弟抱着，一次都不能决战，收服对齐家脑大不恭敬的四蝈蝈而不快。齐慈年一回来就看见瘫在沙发上的小崽子，往日阳光四射的崽子伤心难受的跟什么似的。齐慈年心中一紧，快速走了过去，将团团抱进怀里，担心的问：怎么了？是不是脚痛了？小崽子眼里都没有光了，一滴眼泪水就这么掉了下来，砸在齐慈年的手上，砸得齐慈年的心生疼。齐慈年慌乱：团团，你怎么了？告诉哥哥。团团委屈，声音都带着哭腔：五蝈蝈，我不要天天被第一小弟抱，我想要自己走路啊。被小弟抱着一点都不霸里霸气。听到不是腿疼，齐慈年松了口气，但听到伤心的理由是这个，一时有些哭笑不得。可偏偏小崽子的伤至少还要2个多星期才能下地走路。齐慈年叹气，柔声哄他：团团，没有多久就好了，你再好好养一阵子。团团听到还要养一阵子，就像是被人用灵魂抽取机把灵魂抽去了一般，自己把自己从齐慈年怀里扒拉走。一个崽子趴在沙发上伤心，就算是齐老爷子齐慈修下来找他，他也还是将自己埋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齐老爷子知道前因后果后，生气的看向齐慈清房间所在的位置，这简直岂有此理，居然说我乖宝胖，还说我乖宝在说大话。小崽子有了点反应，但是很快又变得更加的伤心落寞了。什么时候脚脚才能好啊？小崽子明显闷了一阵子，但是没多久又雄赳赳气昂昂的，在吃完晚饭后特意背着齐慈清将爷爷、爸爸、大蝈蝈、五蝈蝈和六蝈蝈叫来了自己房间。小崽子坐在齐慈修怀里，看见人齐了，可嗨嗨的清了清嗓子，神色认真严肃，嘴角勾着笑。我想了很久，我虽然脚受伤了，但信我不可以放弃哇！我要锻炼，我要变厉害，我要变成大力士。看着小崽子日趋张狂桀骜，齐家众人个个面色复杂。齐慈熙认真分析，
最后抬头看向齐燕，老的，要不你去把四哥打一顿，打得他叫小崽子老戴为止，这是最快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步到位，省得这个小崽子天天惦记着这个而不开心。反正除了身体娇弱的大哥，齐家的所有孩子都要学各种格斗术以及散打、跆拳道等，挨打早就是家常便饭了。想来四哥是不会介意的。齐燕直接黑脸，齐老爷子却认为这非常可行，还以为齐燕是担心年纪大了打不过儿子会丢脸，笑道：你要是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打不过，也可以叫上齐慈年和齐慈禧一起嘛。齐慈修和齐慈年震惊地看着，从未觉得自家爷爷、父亲还有弟弟如此恐怖。齐慈修咳了一声，你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齐燕都快气笑了，真是他的好儿子好父亲啊！弟弟出谋打哥哥，爷爷嫌弃儿子年龄大，直接让群殴，真是兄友弟恭，哄堂大笑啊！小崽子看着当着他的面想要群殴他另一个蝈蝈的众人，有些生气。六蝈蝈你说什么？小崽子的声音将众人的思绪拉了回来。齐燕看着不动的时候可爱的像是年娃娃的小崽子，齐慈清说他胖固然可恶，可是他一个小崽子家家的，怎么就格外的喜欢霸里霸气和当老大呢？小崽子继续道：我要积极把四蝈蝈打败哇！说完之后，小崽子不知道从哪摸来一个平板，爪着抱着平板将里面的照片给所有人看，下巴抬了起来。这个就细窝的秘密武器。小崽子自信极了，觉得只要有了这个东西，一定能把四蝈蝈收拾的当场叫脑大，再也不敢说他胖。一个娃娃版黑色哑铃。看清楚照片里的东西是什么之后，齐家众人都露出复杂的神色。小崽子满心欢喜的展示，并且爪着抱着平板往前伸了伸，以免有谁看不清。脑瓜子里都是自己偷偷锻炼，然后一拳将四蝈蝈收拾服帖的美好未来。哇哈哈嘎嘎嘎！看着乐得笑出鹅叫，下巴都快对到天上去的小崽子，齐家众人，爷爷，你觉得怎么样哇？在小崽子心里，自家爷爷那就是威武霸气的象征，有事问爷爷，肯定不会错。齐老爷子脸上第一次露出如此丰富的表情，这个那个实在是难以置评。说实话，怕孙女哭了要哄；说假话，实在是媚不过还没傻的脑子，可真是难办的很。但有事找儿子总不会错。齐老爷子推推齐燕，你闺女问你呢。齐燕无辜的被推了出来，小崽子亮晶晶，满怀期待的又看向了他。齐燕吸了口气，转头就摇了齐慈年。齐慈年笑笑，应该可以的吧。小崽子得到了肯定，更加的自信满满。齐慈禧站在一边没说话，心道要不要改天带小崽子去测测智商吧。一个小小的宝宝哑铃就想打败四哥，他怕不是在想皮尺。小崽子神气的哼哼了几声，又让五蝈蝈把自己的丫丫书包拿出来，从里面掏出一本封面为万里江山的本子，以及一支削好的铅笔。我要制定一个计划，好好锻炼，然后把四蝈蝈收服啊！看着小崽子像模像样的样子，虽然忍俊不禁，但是他不像刚刚那样失落，总是一件好事，便也都十分配合，没有把问题指出来。小崽子一头扎在自己的大计上，诗诗抱着他去洗漱好后，居然就这么半靠在一个1米5长的熊玩偶上，如图画画着计划睡着了。因为小崽子脚受伤，夜里离不了人，又避免谁抢不到小崽子而不开心，只能约定轮流的去跟小崽子睡。今晚刚好轮到齐慈修，齐慈修将小崽子抱到自己房间，给他盖好被子，闭眼睡觉。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每次跟团团一起睡，睡眠质量上升不止一点点。第二天，小崽子睁开眼睛，洗漱好由齐慈修抱下去后，就看见了好多的宝宝哑铃放在客厅。小崽子激动的眼冒金光，哇，家里怎么突然那么多秘密武器哇！齐慈修看着10来个各种类型都有的宝宝哑铃，从未对自己秘书的工作能力如此满意。但没过多久，风尘仆仆的萧特助提着大盒小盒走了进来，看见小崽子后眼睛一亮，直直的走了过来。小小姐，这些都是齐总让我给你准备的。可话刚说完，就发现沙发前的茶几上已经摆放了不少宝宝哑铃了，奇怪道：哎，不是，这不都有了？听到是爸爸让准备的。小崽子很惊喜的爪爪抱住礼盒盖子一开，看着里面10个起步的宝宝哑铃，嘴角洋溢着一抹满意的笑，我一定不会让爸爸失望的。齐慈修却抱着小崽子往沙发那一坐，挑了挑眉，下巴指向茶几上的宝宝哑铃。萧特助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他手上的是齐总教准备的，而茶几上的那些，不出意外的话，是眼前这位大少爷准备的。虽然很想看看等会儿小小姐会选谁的，但是这等修罗场还是走为上策。萧特助将宝宝哑铃往桌子上一放，让小崽子确认收到货后，就火急火燎的溜走了。齐慈修看着自己助理准备的，大多数都是粉粉嫩嫩的粉色、鹅黄色、橘黄色，而刚刚萧特助拿到的更多的是黑色、灰色等深色系的。眉头微皱，经过这些天的相处，直觉告诉他，团团会选择看起来霸气炫酷的那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果不其然，
小崽子看见将萧特助送过来的宝宝哑铃，就拿了起来，试着举了举，觉得非常符合他脑大的气质。侧眸一看，旁边还有各种淡粉色、樱粉色、粉紫色等各种粉嫩的颜色，嘴角的冷笑僵了僵，但很快又扬了上来。因为这里只有齐慈修在，小崽子扬起脑瓜问：大蝈蝈，我可不可以把那些送给我的小弟娃？这些虽然不霸里霸气的，但系很适合幼儿园的第一小弟妍妍啊。见小崽子愿意收下，虽然是要送给别人，齐慈修还是觉得很开心，微微颔首。自从小崽子有了宝宝哑铃，天天都要去举那么一阵子，特别是在能碰见齐慈清的时候，几乎是宝宝哑铃不离手，举得更加的起劲。齐慈清看着一边奶乎乎的小胖仔，故意装凶装霸气，觉得有些傻里傻气的，但他不主动来打扰他，他也懒得去搭理。小崽子已经1个多星期没上幼儿园了，帝都蓝天幼儿园里，番茄小班的崽崽们在游戏课上围成一团，小声的嘀咕着什么。姜老师看着小可言还有邓子涵神秘兮兮的模样，心中好奇，想要凑过去听听，却被邓子涵和小可言发现了。两个小崽崽，一个背着手，一个抱着爪爪，还有一个没什么面部表情，了无生趣被一起拉过来的小裴恒，沉稳的目光也跟着看了过来。汗，居然有一天会被班上的崽崽们帅到。虽然团团请假了，但是班上霸里霸气的班风好像愈演愈烈了。姜老师简直是欲哭无泪。小可言举起爪爪，声音虽然绵软，但是自带霸气。老西，我们要开大会，你不可以偷偷的听哦。姜老师，开大会？开崽崽大会吗？其他的小崽崽也看向姜老师，此起彼伏的说现在有大事。邓子涵面色冷峻，团团不在，他这个3把手显得格外冷静靠谱。老西，你先别闹啊，等我们开完大会就废去找你。姜老师看着团团画的邓子涵，感慨的叹了口气。谁能想到，就邓子涵这个崽崽，在团团没来前，午睡还曾尿过床。看着崽崽们认真的模样，姜老师也不再逗他们了，笑着交代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去了不远不近的一旁，既可以照看这些崽崽，又给了崽崽们私人空间。崽崽们再次围拢，小可言蹙眉，率先发言：老大肯定系被坏女巫抓走惹。其余的崽崽们一听，那还了得，一个个都嚷嚷着要去救老大。哼，小小妖怪居然也想要抓我们老大，可恶啊！我们一定要让那个坏东东治丢。崽崽不好惹哇！小裴恒看着一个个激动的快要猴子跳的同学们，无语至极。不是，怎么还有人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妖怪呢？实在是听不下去他们的幼稚发言，开口道：他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如果很担心的话，可以去他家里看他，真的不想再跟他们凑一堆，站在寒风里被风吹，会显得人特傻。小可言和邓子涵这两个第一小弟和第二小弟闻言，大大的眼睛闪过光芒。呸呸，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跟我爸爸说，我要去看老大娃。说完后，小崽崽们又开始商量着怎么去老大家，以及如果老大真的被坏女巫和妖怪抓走该怎么办。运动总是让人容易感到饥饿，小崽子每举一会儿就会让诗诗抱他去觅食。小崽子乐滋滋的想，今天我举了好久好久的秘密武器，感觉我的力气又大惹。小崽子一个兴奋就多吃了3颗草莓，看着身上的肉肉更加的骄傲自豪。哼哼哼，这些都系六蝈蝈说的不可以吃，但系很有力量的肌肉啊。小崽子吃完一块小面包后，诗诗便抱着他坐在沙发上，边看卡通版《西游记》边给他喂水果。齐慈清最近休假，故而没什么事，除了偶尔出去，其余时间都待在房间里看书。小崽子看见电视里一个妖怪拿着一个葫芦，问大圣我叫你一声，你敢应咩？大圣应了之后，居然就被抓走尽惹。小崽子惊得嘴里的芒果丁都快滑落下来，那个葫芦肿得这么厉害啊！如果我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葫芦，四蝈蝈还不得追在我的屁股后面，说我最厉害惹。小崽子偷偷笑了，等会儿我就去问大蝈蝈和爷爷，康康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宝贝。齐慈清下来倒水，就看见对着他冒着傻笑，时不时还要偷偷看2眼的小崽子，没有理会，倒完水就直接走了，想着等会儿就到了小崽子让人抱着上去找他，当着他的面举哑铃的固定时间，心中有些反感，这个小崽子是不是真以为他没有脾气啊？他可没有大哥齐慈年和齐慈禧的好脾气，没有心思惯着他。小崽子记挂着那个神奇的葫芦，不禁坐在沙发上认认真真的看完后，又拿来了自己的本和笔画了出来，然后拉拉诗诗，第一小弟带我去找爷爷和大蝈蝈哇。齐老爷子在跟自己那群损友们约茶，以前他常常陷在 emo 的情绪中，除了品茶赏花钓鱼，其余一概不参与，少了很多的乐趣。这不，他想起来少老爷子跟他炫耀孙女的事，以前没有也就算了，现在现成的孙女摆在眼前，可不得抱出去好好炫耀，毕竟缺德的事情总不能都让那群损友干完吧。齐老爷子在他们的宝刀未老风韵犹存老头群里发消息，先把自己的群昵称从能死死爱活活改成团团最爱的爷爷。
团团最爱的爷爷，大家几个聚聚。团团最爱的爷爷，给你们看看我孙女。原本还死一般沉静的群，瞬间炸开了花。谁人不知，前不久齐老爷子在帝都蓝天幼儿园放学的时候，亲自去接了一个奶娃娃，只是他一直没吐露半点风声，故而他们也琢磨不透齐老爷子的态度，采取观望的态度。而一直是群里的气氛组的邵老爷子，这次居然一直潜水，屁都没放一个。有人特意 Q 邵老爷子，老邵，你不是说你有孙女了吗？好事成双，不如一起带出来看看呗。邵老爷子好不容易缓过来了，又因为损友们的话又憋闷起来，在群里发了个想刀人的表情。不知道前因后果的众人还以为他这是护的紧，便也没再开玩笑。相约好时间地点后，群里渐渐又静了下来。齐老爷子都想好了，齐燕虽然给团团起了名字，但是还没有正式介绍出去呢。他齐松明的孙女可不能这样悄无声息没名没分的进了齐家。刚好晚清给他发来消息，说今年会回来，团团进齐家的正式宴会可以放在年后，等人都回来齐了，一起商量着办。但是在此之前，他可以先带着他走动走动，让别人知道他存在以及齐家对他的态度。房间的门被敲响，齐老爷子走过去开门，看见是自家孙女，心先软了一块，将其抱在怀里。小崽子拿出自己的话给齐老爷子看，而诗诗则按照小崽子的要求去请齐慈修过来。齐慈修听见小崽子居然会想到找自己，有些惊喜，但又不解为什么要去爷爷的房间。小崽子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跟齐老爷子说了，巴巴的等着齐老爷子的评价。看见齐慈修来了，小崽子更加开心了，将自己的想法又说了一遍，然后兴致勃勃的看着齐老爷子还有齐慈修，揣着爪爪问怎么样哇，那个葫芦很厉害的。齐老爷子笑笑不说话，齐慈修无语怔愣，但姜还是老的辣。齐老爷子笑完后，脸不红气不喘的开始忽悠，我觉得你还是要凭借自己的本事好一点，不然齐慈清肯定不服你。小崽子没想过这个，闻言可惜的叹气，那好吧，我还惜自己锻炼哇。齐家大宅外接了女儿，结果被女儿吵着要来齐家大宅看老大的谢衍十分头疼。本来上了一天班就够累了，好不容易能跟自己的亲亲小棉袄互动，还要被浪费在这些闲杂事情上，真的是让人生气啊。但谢衍便并不是一个人，他的劳斯莱斯后面跟着的是一辆法拉利，还有好几辆宾利和宝马。谢衍都快气笑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这是赶着去开什么要紧的商业大会呢。齐家佣人看见这么多陌生的豪车停在大门前，立马前来禀告齐老爷子和齐慈修。小崽子听到了格外的激动，我也要去看哇。齐老爷子抱着小崽子走在前面，齐慈修不紧不慢的跟在身后。小可言等几个小崽崽都被家里大人或者是自家司机抱了下来，看到自家老大后，崽崽们个个扬起灿烂明媚的笑容。谢衍心中酸溜溜的，同时黄毛警钟精明，现在还只是喜欢齐家的小崽子，就已经够让他难受的了。要是长大后被黄毛拐跑了，可怎么办啊？真是愁死人了。谢衍心里不开心，看见走过来的齐老爷子和齐慈修，也没有多热情，但作为晚辈和长辈，他还是礼貌性的打招呼，然后目光冷冷的落在那个胖嘟嘟的团子上，恨得咬牙切齿。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小棉袄不再跟他天下第一好了。其他人没想到真能碰见齐家的人，要知道在平时想要见齐老爷子或者是齐慈修一面可不容易，小孩子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小崽子看见自己在幼儿园的小弟们来了，开心的原地爆炸，忘记了自己脚受伤，挣扎着就要下地跑过去。齐老爷子正，乖宝，你是不是忘了你还瘸着一条腿？小崽子身形一僵，刚刚的喜悦耷拉下来，脑瓜快速运转，我系脑大，我不能慌哇，但要系被小弟们直丢，我去决斗，不但没有打败他，还伤了脚，肯定会被笑话的，而且还会变得一点都不霸里霸气。小崽子再次挂上笑容的时候，没了傻乐，反而是一副窝你害到爷爷都抢着抱窝啊的模样。小可言离开谢衍的怀抱，就直线跑向小崽子。邓子涵带着其他小崽崽也小跑着过来，然后一个个围在小崽子身边，扬着脑瓜，你一言我一语的问着，就像是一只只可爱的小鸟在那叽叽喳喳，可爱而又热闹。老大，你怎么不去幼儿园惹？老大，我想你。老大，第二老大和第三老大带着窝们去土豆中班收到小弟啦。听到小弟们也收到小弟了，小崽子的脸绷不住了，好奇的问神面。邓子涵到了小崽子跟前，在帝都蓝天幼儿园那股子窝要镇住场子守住窝的冷静没有了，和小可言还有其他的小崽崽一起讲怎么用5包糖收买了土豆中班的蝈蝈姐姐们当小弟的事。小崽子越听嘴角扬得越高，整个崽子骄傲自豪，不愧系窝的小弟娃，就吸那么厉害。小崽崽们已经聊了起来。来者是客，齐老爷子和齐慈修让人招呼着谢衍等人进了门。齐老爷子虽然将齐家交给齐燕了，但地位还摆在那，齐慈修也年少有为，不容小觑，几人都有些受宠若惊。谢衍看到齐慈修，
心中虚细，想到家中逆子好歹能跑会跳，身体倍儿棒，心中居然奇怪的有了些许安慰。但话又说回来了，凭什么齐家的孩子都个顶个的厉害，就连从福利院带回来的都霸里霸气的？妍妍哇，小弟们哇，你们居然来康窝，老大窝真系太感动惹。更重要的是，老大窝现在有了很多秘密武器，等一下我给你们一人一个哇。小可言开心的学着小崽子，谢衍无言扶额。他这是遭了什么孽了？这是儿子没有霸里霸气的，但是女儿却小小年纪，装的一手好深沉，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齐家的小崽子。谢衍都不知道自己该喜该怒，看着别人跟齐老爷子聊茶，或者是跟齐辞修聊行业动态，自己坐在那儿显得格格不入。小崽子也发现了谢衍一直在看他，以为他也想要自己的秘密武器，十分大方道：第一小弟的粑粑我有很多哇，可以也给你一个。谢衍一脸懵，直到诗诗将一个粉色宝宝哑铃放到他身前的茶几，谢衍嘴角抽了抽。小崽子看见他又看了过来，可他正忙着给小弟们发秘密武器，根本没时间理他，于是挥挥自己的小爪爪，示意谢衍不用感谢。他都知道谢衍这个小崽子真的是自信强大到了某种程度。小崽子先把一个蔷薇粉的宝宝哑铃给第一小弟小可言。小可言在家里都是玩娃娃，玩贴纸，玩各种亮晶晶的石头，从未见过宝宝哑铃，激动的围了过去。老大，这系什么？小崽子自信的坐在小沙发上，揣着爪爪，下巴一挑，澄澈灵动的眼睛微眯。这就系啰嗦的秘密武器哇！小可言眨眨眼睛，小爪爪抓了抓脑瓜，茫然的看着正阳光骄傲的小崽子，窝问的系：这个秘密武器叫什么啊？邓子涵拿到自己的灰色宝宝哑铃，十分喜欢的举了举，开心道：窝之丢哇，窝巴巴的跑步房里就有这个哇。小崽子给小弟们分好秘密武器后，就伸长脑瓜，跟小弟们围成一个圈。秘密武器你们都有惹，接下来我们就要商量该怎么变厉害哇。崽崽们神色严肃，小崽子也认真的思索着，小声的商量着。楼上，齐辞青作为一个有名的金牌操盘手，完美收盘，并为明天的开盘做了一些准备后，觉得少了什么，略一思索，原来是那个小崽子没来找他。齐辞青扫了眼时间，跟平常小崽子找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心中有些空落落的，就好像一个习惯突然被打断的那种失落。虽然知道大宅佣人多，而且老爷子和大哥在家，那个小崽子应该不会有事，但齐辞青还是走下去看。他还未完全走到楼下，就听见了客厅空前的热闹，小孩子吱吱呀呀的声音，还有大人的谈话声夹杂在其中。老大，你康窝细不细这呀？不错，你已经开始厉害起来惹，但还要继续加油啊。听到这，齐辞青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小崽子这是有了朋友，不来找他了，不来正好，省得来烦他。想是这么想，但心里却一点点的渗着失落和委屈。齐辞青，齐辞修的声音响起。齐辞青原本想要转身离去，但现在因为齐辞修这一声，他只能下去。小崽子听到大蝈蝈叫四蝈蝈，好奇的看了过去，再看见齐辞青，眼睛一亮，就像是看见了即将要攀登的高峰，突然被打了鸡血，激动的不能自已。小崽子非常开心的将齐辞青介绍给自己的小弟们，那细窝四蝈蝈哇！一群小崽崽都跟着小崽子先板板正正站直了，一双双水汪汪的眼睛看了过来。四蝈蝈好，喜蝈蝈好，屎蝈蝈好。齐辞青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都2岁半3岁了，居然还有人能把四毒成喜，甚至是某种排泄物。出于礼貌，带着小弟认好人后，小崽子又恢复了看窝不让你叫脑袋的样子。齐辞修没想到今天这么不经意一叫，齐辞青真就这么下来了，一时还有些错愕，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叫齐辞青过来坐。齐辞青皱眉，看着小沙发和地毯那儿一堆的小崽子，最后还是走到齐辞修那儿，坐在他身边的空位置上。齐辞青的名气众人都知道，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请他帮操盘可贵了，且有钱还不一定请得到，好不容易见到了，能跟他谈谈聊聊，只会赚不会亏。毕竟操盘手的要点之一就是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虽然齐辞青没怎么说话，甚至没怎么应答，但其他人依旧很开心，毕竟聪明人有几个需要实打实说出来的，很多时候说出来反而没趣了。在场都是老狐狸，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就能心知肚明。崽崽们觉察情绪的能力是很强的，都发现了自从那个板着脸的蝈蝈出来后，自家老大就变得很奇怪，有了小弟的小崽子又多了几分自信。此刻在小弟们的簇拥下，抱着爪爪观察齐辞青，发现原来比起揣爪爪挑眉冷笑抬下巴，然后放狠话，什么表情都没有，什么都不说，就那么扛着他，肺更加霸里霸气哇。小崽子悟了，开始边观察边模仿。小可言凑过去问，老大，你怎么不说话啊？小崽子揣着爪爪，目光不是那种冷如刺骨寒风的，
而是那种悠悠然、似有若无，让人瘆得慌的那种。就那么一直盯着几个小弟，什么话也不说。小弟们纷纷用爪爪抱起弱小的自己，瑟瑟发抖。老大，你别这样，我们害怕哇！小崽子一喜，那就对惹。老大窝刚刚记在变更坝里霸气哇！闻言，小崽崽们不怕了，好奇的看着自家老大，纷纷开始模仿。老大，这样确实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哈嘎嘎嘎，学四蝈蝈，果然肺变得更霸气哇！小崽子满意的鹅叫穿透力极强，辨识度更是绝无仅有的。毕竟不是哪个小崽子都能自信成他这个样子。齐老爷子说着说着，因为小崽子这句牛气冲天的话僵了一下，然后笑着打圆场，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齐慈清黑脸，慢慢的侧头看向一旁的小崽子，目露凶光。小崽子看见了，立马把握住精髓，给齐慈清来了个就地取材，学他个100%。然后他又变神色，结果那个小崽子又一秒学了去。这下众人纷纷把嘴角的笑压下，习惯性挑起的眉和下巴都压了回去，生怕一时不慎被学了去。齐慈清看着绷着个脸，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的众人，心中无语。许是他们人多势众，太过惹人注目。小崽子这会儿学上瘾了，看见他们眉头、下巴和唇角蹙起又压下，压下又蹙起，或者干脆紧绷着，觉得很好玩，也学着变换着表情。原本想要逃过一劫的众人原地吐血，从未觉得自己脸上的表情如此烫脸。毕竟能坐在这里的，出了这个门，谁不是被叫这个总那个爷的？时间宝贵，过了1个来小时，就带着自家崽子告别了。小崽子看着要离开的小弟，挥舞着自己的爪爪，你们等窝哇，老大窝一定狒狒来打。小可言临行之前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又从谢衍身边跑到了小崽子身边。小崽子被诗诗抱着，见状垂眸问：妍妍哇，你还有戏面？小可言垫脚，手做喇叭状：老大，狒狒让窝告诉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把给他的棉花糖一起带过去啊。小可言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认真听还是能听清楚的。谢衍众人惊，帝都看起来大，但是一个圈子里差不多一个级别的，还真就那么几家，能被小可言叫培培，还跟齐家小崽子有关系的，也只能是帝都裴家的未来继承人裴恒了。他冷静沉稳，小小年纪已经颇有其父的风采，而现在居然听说他冲齐家小崽子要糖吃，还是要棉花糖，后背有一股子冷气直窜颅顶。我听不见啊，裴家和齐家的恩恩怨怨跟我没关系啊，只求日后裴家主拎着20米大砍刀砍齐燕的时候，宽容大度的让我们围观便可。小崽子点点脑瓜，你放他放心吧，2个崽子哪能知道这些恩恩怨怨。谢眼见自家闺女终于说完了，抱上就走，省得再看自家小棉袄和别人依依不舍。来看小崽子的人陆陆续续的离开了，齐家大宅顿时变得有些冷清。小崽子看着离去的小弟，怅然若失，叹了口气，脚什么时候才能好啊？齐慈清还没有忘记小崽子学他的事情，在小崽子说他是齐家老大的时候，齐慈清其实是不屑的，而在小崽子在说要跟他决斗收服他的时候，他的心中也只觉得有些搞笑，甚至毫无波澜。可是看着他学自己的表情，骄傲自得的看着自己的模样，齐慈清受不了了，从诗诗那提起小崽子的后脖领，小崽子还处于跟小弟分开的伤感呢，突然被齐慈清提起来，一脸的懵，圆滚滚毛茸茸的脑瓜微歪，警惕的微微往后缩。四蝈蝈，你要干什么？可不要这个时候跟我决斗啊！齐慈清没有笑，目光冷沉沉的将小崽子提走了。小崽子见原来戏比霸气哇，这个窝可以。齐慈修不放心，往前跟了2步，被齐老爷子拦了下来。相信他，慈清其实是个好孩子，他不会伤害乖宝的。齐老爷子说的肯定。然而10分钟后，不放心的齐慈修跟老爷子在齐慈清的紧闭的门前相遇。齐老爷子，巧啊，你也到这溜达。齐慈修无语凝噎。齐慈清房间内，齐慈清单手将某只胖崽崽提溜起来，小崽子满脸不服，脸上写着等还不来拜见老大的嚣张气焰，给齐慈清看笑了，那笑阴冷阴冷的，纵使是小崽子也忍不住毛骨悚然，心中大为震惊。四蝈蝈种嘛，霸气到吓人哇！小崽子学了学，却发现好像怎么都少了点灵魂，虽然不服，但是忍不住仰头巴巴贴过去问：四蝈蝈，你戏怎么做到的？齐慈清冷笑，都这个时候了，这个小崽子居然还在学他。小胖仔，再学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竹笋炒肉。小崽子眼睛一亮，四蝈蝈你要请窝吃肉？哼，想请他吃肉，一肚子的火还没发，就被小崽子的傻气给扑灭了。小崽子却开始激动的扒拉着齐慈清，可惜四蝈蝈，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然后再带窝去吃肉啊？齐慈清的锐利丹凤眼对上小崽子的清澈愚蠢葡萄眼，心中只剩下无力。他跟一个蠢里蠢气的2岁半小崽子较气什么呢？长时间提溜一团胖嘟嘟的崽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比如现在齐慈清提着小崽子的右手，明显有些疲累泛酸。齐慈清将小崽子往沙发上一放，跟求知欲爆棚的小崽子大眼瞪小眼。小崽子那个心急啊，急得连萌都迈上了。四蝈蝈，你就告诉我嘛。齐慈清挺拔的身躯一颤，垂眸看向蹭着他的小胖仔，就像是被一团毛茸茸蹭上了。齐慈清冷不丁汗毛倒竖，他就不该将这个小崽子带进来，简直是杀敌1000自损800。但除了陌生和生涩的亲近外，还有点点温暖和窃喜悄悄钻了出来，以至于齐慈清虽然身体因为不习惯而僵硬，但嘴角却偷偷扬了上去。齐慈清发觉自己的嘴角背叛了自己，立马火速压下，有些气恼的将沙发上的小崽子提起来，抬步往门口走去。小崽子瞪大眼睛，四蝈蝈不呲软大，眼看就要被扔出去，小崽子气呼呼一揣爪爪，那就别怪我来硬的惹。小崽子展开爪爪，握拳出击，四蝈蝈，那你就呲硬的吧。却不料齐慈清早他一步将他提溜开，小崽子的短爪爪根本打不到。齐慈清保持着站在门前要开门的姿势，就那么静静站立，看着小崽子张牙舞爪，但是什么用都没有的样子。小崽子一顿乱舞，快速舞动的爪爪，在无数次出击，发现每次跟四蝈蝈都有一段距离，根本打不到后，有些奇怪的举起爪爪看了看，然后嘴角隐隐抽搐，嘴巴一撇，整个崽子委屈的不行。齐慈清看他安生了，继续打开门。本来还烦要去找佣人来抱这个小崽子，没想到猛一开门就跟慵懒站立的齐慈修还有急得团团转的老爷子面面相觑。齐老爷子见出来了，立马凑上去。齐慈清像是丢烫手山芋般把小崽子丢给齐老爷子，边丢还边说，把这个短爪的小崽子抱走，别烦我。齐老爷子吹胡子瞪眼，直接炸毛。齐慈清，她是你妹妹，对你妹妹客气点。齐慈清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扫了眼像是也要说什么的齐慈修，哐咚一声把门关上了。小崽子听着关门的声音，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嚎，啊呜呜呜！四蝈蝈缩窝爪爪短，齐老爷子和齐慈修的心像是被人狠狠抓了一把似的。齐老爷子气得想刀人，将怀里的小崽子交给齐慈修，自己撸了撸袖子，愤愤然，齐慈清这崽子太过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收拾一下他，让他知道什么是规矩。齐慈修怀里还抱着一个，闻言立马去拦住老爷子，他可不想见爷爷和齐慈清互殴啊，这简直成何体统。小崽子看看自己短短的爪爪，就连脚脚都短短的，再看看自家爷爷和大蝈蝈，再回想起巴巴和其他几个蝈蝈，嚎得更大声了，哇哇！为什么窝没有长爪爪长脚脚啊？自家乖宝这么伤心，齐老爷子哪还顾得上齐慈清那个逆孙，哄道，不哭不哭，乖宝别听他瞎说，小宝宝就是短爪短脚的，你还小，长大了就有大长腿了。齐慈修也道，是啊，团团别哭了。齐老爷子瞪了一眼齐慈清的门，整哭了丢给他们哄，他分不分得清谁是老子的老子。齐老爷子最后以齐慈清其实小时候手脚也很短，长大了才常开进行解释，这才哄住了小崽子，但因为脚脚没好，以及现在爪爪和脚脚确实很短，有些闷闷不乐。齐燕和齐慈年、齐慈禧回来，知道了前因后果后，齐慈禧背着小崽子怕给他学了去，偷偷跟齐家其他人说，要不我们就去揍四哥一顿，将这些事情直接用拳头解决好了。齐老爷子有些激动，六子，我觉得你言之有理。齐慈年皱眉，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吗？齐慈修叹气，你是不知道，当时团团嚎的有多惨，虽然说他现在确实哪都短短的。所有人说完之后，看向正在喝水的齐燕，以目光示意，齐老爷子，儿子，你说句话。齐慈修、齐慈年，父亲，你说句话。齐慈禧跃跃欲试，老登，到你了，快一锤定音啊，我的拳头都准备好了。齐燕无声叹气，真是骂了，要不这个儿子，老子让你们来当。自从这件事之后，小崽子对齐慈清有些避之不及，因为一看见他，就会想起自己爪爪短的事。为了让小崽子散散心，齐老爷子特意将跟老友们喝茶的时间提前。小崽子听到可以出去，还有好多厉害的爷爷，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目光闪闪发光，特意早早让第一小弟诗诗帮自己把恐龙套装准备好。哼，四蝈蝈不让我学，那我就出去偷偷的学，然后飞来霸气洗他。你起小气鬼四蝈蝈。雅舍茶馆外，为了给孙女撑场面，一向低调的老爷子带了10个穿黑西装的保镖，怀里抱着个戴着宝宝墨镜霸里霸气的小崽子。小崽子看着大气奢华又不落俗套的茶社，开心的勾唇，你爷爷不敢啊，爷爷我们进去啊。齐老爷子扫了一眼保镖们，领头的保镖先走进去，剩下的一部分先跟着进去，另一部分则是走到齐老爷子和小崽子身后殿后，气势十足。这次参加齐老爷子这个品茶会的，算上齐老爷子一共有5个。少老爷子酸不溜秋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话又说回来，邵伯川就不能跟齐燕 PK， 然后把小崽子抢回来吗？小崽子那劲儿的霸气模样，一看就跟我们邵家的家风十分契合啊。其他的人看见了齐老爷子和怀里肉嘟嘟的小崽子，眼睛都含了抹浅笑。特别是陆老爷子，他年轻时是一名高级军官，多年待在战场和军队，整个人不怒自威，有一种小人邪祟不敢近身的威严感。小崽子几乎是一被抱进去，目光就冒着光的盯着陆振玉。那个爷爷好霸气。小崽子理了理自己的恐龙套装，然后找一抱拳，豪气威武道：各位爷爷们好啊，窝气团团哇！原本笑呵呵想要逗小孩的老头子们被这新奇的打招呼方式惊到。陈老爷子快稀罕死了，拄着拐杖凑过去，哎呀，老齐，你这孙女有意思啊。他们这些人就算是脸上挂着笑，但大佬老油条气质摆在那，换一般小孩早就被唬住了，哪儿还敢这么大方自信的打招呼。如果有人夸齐老爷子，齐老爷子会讲好话听听，但是心里却会觉得那个人虚伪。可有人夸他孙女，那就不一样了。齐老爷子嘴角上扬，笑得真心实意，骄傲道：你也不看看是谁家的娃娃。行行行，知道是你齐家的，你就别嘚瑟了，再说小心我们抢你孙女啊。坐在一旁的陆振玉看着可爱阳光的小崽子，心底有些失落悲痛。他本来也有一个小孙女的，但是天不遂人愿，小孙女跟他儿子和儿媳妇一起消失，后面查出来是有人蓄意报复，一家三口都被撞落山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齐老爷子都快笑成一朵花了，问怀里的小崽子：乖宝，想坐哪？小崽子看了一圈，看见老熟人邵老爷子，开心的举了举爪爪。阴谋中的邵老爷子垂死病中惊坐起，不会是要坐他这边吧？为了给小崽子让出一个好位置，邵老爷子甚至主动往旁边退了一个座位坐。但小崽子跟邵老爷子打完招呼后，就迫不及待的将爪爪指向陆老爷子：爷爷，我要坐那个爷爷那边啊。齐老爷子稀奇，别说小孩子，就算是陆老爷子那几个儿子，见到了陆老子都还怵，他家乖宝居然一点都不怕，真是牛比大发了。陆老爷子也没想到，这个可爱的小娃娃最后居然想要跟他坐在一处。向来只会嫌弃别人菜和虎的陆老爷子，第一次有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这种软萌可爱又弱小依赖人的小家伙，实在是太陌生了。陆老爷子还没想到该要用什么表情面对眼前这个惹人喜欢的小崽子，于是他的脸习惯性板了下来。小崽子瞳孔变大，惊喜的不得了，隔着墨镜将陆老爷子的表情学了70%。陈老爷子为了看崽子也跟着坐了过来，且他就是一笑面狐狸，哪能看不出这小崽子学的谁？稀奇道：有，你看看这小娃娃学习能力才强啊，居然将老陆这模样学了个七七八八。小崽子听见这个长得很好看的爷爷夸自己，爪爪自豪揣上，嘴角扬着奇辞羞款漫不经心笑容。谢谢爷爷夸我哇，我会继续努力的啊。这其他人纷纷看向齐老爷子，不是，这小娃娃怎么霸里霸气的？你们齐家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也太过于有毒了？连一个2岁半的崽崽都被荼毒成这样。齐老爷子哼了声，他家乖宝开心就行，管他什么七七八八的。邵老爷子看不过去了，也不依梦啊，好心道：你们齐家风水不利于养崽，不如送到我们邵家来吧。其他人惊异的目光落在邵老爷子身上，目瞪口呆。不是，老兄，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句话的？你看看人齐家几个孩子，虽然个个无情冷酷，关系不和了点，可是人家个个都厉害啊。齐老爷子一脸老贼，你安敢动如此心思？这些爷爷脸上个个表情出圈，激得小崽子脑瓜兴奋嗡鸣，脸上表情快速变化，学完这个又学那个，根本无暇理会爷爷和这些爷爷们在说什么。邵老爷子愤愤不平，什么意思啊？不是，朋友几个，不是我吹，你看我家伯川性子多喜人啊。齐老爷子嘴巴巴巴，就跟抹了毒一样。是啊，老招人喜欢了，可怎么就不招你未来儿媳妇喜欢呢？邵老爷子怒，果然儿子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不如他亲自 PK 老齐头，将这个崽崽带回家。老齐光动嘴巴就没意思了，你既然组了这局，不如玩点有意思的。陈老爷子和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郑老爷子拱火。哇，大家出来不就是找点乐子吗？齐老爷子问，玩什么？邵老爷子，斗茶。齐老爷子哼了声，好。邵老爷子继续下套，加点东西才刺激。我们2个斗，如果你赢了，我将上次那块老普洱茶饼给你，但要是我赢了，你就……齐老爷子瞪眼，怎么说个话还唧唧歪歪的。邵老爷子笑，看向忙着学他们的小崽子，把你孙女借我带2天。齐老爷子绷不住了，破口大骂，要不是旁边的人拦着，他都要上去揍人了。这人心的多黑啊，算盘珠子都蹦他脸上了，枉自己将他当朋友，而他居然想要跟他抢孙女，实在是可恶至极。邵老爷子一不做二不休，怎么？你对你的技术没把握？齐老爷子最讨厌别人质疑他，但是没有什么值得他拿乖宝去斗，生气摆手，罢了，我不跟你计较你刚刚的无理，换个别的。
别的还玩个什么？少老爷子也是个会戳人肺管子的，转头看向小崽子，小崽子，你爷爷不敢啊。小崽子哪能听这个，墨镜一斜，露出一双可爱黑圆、霸气侧漏的眼睛。少爷爷，你不要瞎说八道，别拦我，我今天要跟少季离拼了。少老爷子仗着有人拉架，得意洋洋的看了齐老爷子一眼，毫无心理负担的继续去蒙小孩，那他连个茬都不敢动。小崽子有些心虚，悄摸摸看向一边的齐老爷子，小眉头微蹙，虽然什么都没说，但那小表情什么都说了。爷爷不废气不行吧？齐老爷子黑脸咬牙，我行得很。小崽子一听，爷爷都缩形惹，那还有什么问题？小爪爪一挥，比哇，我爷爷肯定戏最厉害的。达到目的的少老爷子乐开了花，齐老爷子差点一口气上不去，把自己给送走了。陈老爷子和郑老爷子担心的看向齐老爷子，老齐这孙女是不是也太虎了点？齐老爷子生气的把团团直接抱怀里，气愤瞪少老爷子，这个茶会我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少季离，我看不起你。说完之后，齐老爷子就要抱着小崽子走人。妈的，本来是想带乖宝开心一下的，结果姓少那丫的居然跟他抢孙女，实在是太下头了。少老爷子见人是真急了，也委屈上了。哼，我还没说你小气呢。众人纷纷看向少老爷子，就连齐老爷子都目瞪口呆的抱着小崽子回头看少老爷子。少老爷子罕见的良心发现，虽然我也有点小错，但是这样圆嘟嘟胖滚滚的小崽子谁不喜欢啊？我只是干了每个人都想干的一件事罢了。要不是怀里抱着孙女，齐老爷子都想给少老爷子的脸鼓掌了。看看这强盗逻辑，强盗见了都要叫声爷。一直没说话的陆老爷子出声调和，今天不是出来品茶的吗？都别气了。小崽子看着这几个很有意思的爷爷，很不想回去，抓了抓齐老爷子的衣袖，爷爷，我不要废家，我还没有学完哇。而且少爷爷夸我惹，他说谁都非被窝米洗哇。齐老爷子虽然很生气，但是自家乖宝都这么说了，他哼了声，找了个离少老爷子最远的地方，抱着小崽子坐了过去，警惕防备的看着少老爷子，边看还边告诉团团，乖宝，小心那个坏人，他居然想要把你从爷爷这里抢走。团团还沉浸在少爷爷夸自己呢，眨着一双大眼睛茫然的问，可惜他刚刚夸我惹哇。虽然少爷爷很可恶的缩窝胖，但康在他夸我的份上，我就不生气惹。齐老爷子，其他人，少老爷子叉腰狂笑，哈哈哈。齐老爷子恨铁不成钢，乖宝，你怎么可以这样？小崽子叉腰，乐滋滋的看着少老爷子，可惜少爷爷夸我，谁都非被窝米洗哇。小崽子开心的瞥了少老爷子一眼，整个崽子都露出了你眼神真好的高兴。陈老爷子拍了拍齐老爷子的肩膀，叹道，老齐，你这个孙女可真是太逗了。小崽子以为陈老爷子也在夸自己，更加的激动了，嘴角高高扬起，爷爷的大朋友真好，都非夸我哇。啪又闹起来，其他人劝少老爷子收着点，茶是不会斗了，但是茶还是要品的。五个老头个个一派从容，但个个都很厉害的样子，端茶接盖，范儿十足。小崽子就像是掉进鱼堆里的小猫，兴奋到眼睛发光。齐老爷子看他兴致高，也让人给他准备一个木质茶杯。小崽子那个激动啊，学着齐老爷子他们，先淡淡的看一眼茶色，然后不远不近的亲吻一口，点了点脑瓜，还可以哇。长长的说完这句之后，小崽子含了一小口，咂咂嘴巴，面色一苦，难以置信的看向自家爷爷，怎么那么难喝？可惜爷爷们怎么很开心，很喜欢的样子。齐老爷子乐，小崽子家家的哪能品得了茶，立马将伸手过去，想要将小崽子手上的茶杯拿走。小崽子伸手拒绝，不行，爷爷们都不费这样哇。又尝了一口，呜呜，还记好难喝。但小崽子绷住了，装得像模像样的咂咂嘴巴，颤声道，这个茶好啊。众人忍俊不禁，这个小娃娃真是好重的霸总包袱。齐老爷子哭笑不得，好了好了，知道你厉害。说完之后，立马让人上了一份果汁。小崽子一开始还端着，只浅浅喝了一口，但也就是这一口，让小崽子再也忍不住，咕咚咕咚狂喝了好几口，还系这个好喝哇。陈老爷子逗小崽子，团团还喝不喝茶啊？刚忘记了那个奇怪的口感的小崽子，小身子一僵，皱成一张包子脸。齐老爷子赶走陈老爷子，去，等会儿喝哭了你负责啊。小崽子乖乖的坐在一边，拿着橙汁当茶品，一看二文三品四瓶，把齐老爷子几个好友惊得一愣一愣的，不禁在心中暗道，不愧是齐家的娃娃，包袱从小就比别的娃娃重，爱好也如此特别。茶品了个尽兴，几个老爷子艳足的开始家长里短，郑老爷子几个让人把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指向小崽子，老齐给娃娃的见面礼，可别嫌弃。齐老爷子笑，既然是给乖宝的，那得乖宝来说。小崽子看着眼前的4个礼物盒，开心的伸着脑瓜，好奇的看着，但六国国所
不可以乱收别人的东西哇。小崽子巴巴的看向齐老爷子，齐老爷子勾唇，既然他们给你，你就收着。这些年除了老少儿子命犯光棍，其他人他没少随礼，也是时候该拿回来一些了。得到齐老爷子的许可，小崽子先看向少老爷子、郑老爷子、陈老爷子和陆老爷子，谢谢爷爷们哇。道完谢后，小崽子才打开一个礼物盒，里面躺着一个由上好的羊脂玉制成、温润细腻、雕刻精细的平安锁。小崽子茫然，这个系什么面？又打开另一个盒子，里面是一个兔子形状的钻石项链。小崽子撇撇嘴，这两个一点都不霸气哇。陈老爷子和郑老爷子绷不住了，小姑娘不应该就喜欢这种亮晶晶、看起来很漂亮、很有气质的东西吗？少老爷子看见两个老友准备的，自信往前走了几步。团团啊，看看这个，这个是少爷爷给你的，你一定会喜欢的。哼哼，还好我先见过了这个小崽子，知道了他最喜欢霸里霸气的东西。小崽子顺着少老爷子的目光看向右手边的盒子，陈老爷子和郑老爷子愤愤不平，要被嫌弃就一起被嫌弃，就你一个人搞特殊是想干什么？陆老爷子和齐老爷子好奇到底是什么，老少居然这么自信。小崽子爪爪一揭开，看见里面的东西，果然就笑了。少老爷子笑，这把宝剑我可是托一个有名的铸剑师，参考历史上无数名剑铸成的一把宝宝好剑。齐老爷子脸沉，小声道，你是不是在那暗戳戳的骂人呢？小崽子看着这把一康就很厉害的宝剑，眼神闪闪发光，当场就拿上剑，参考平时耍金箍棒的动作，随意舞了几下。陆老爷子齐认真道，老齐，你要不要考虑让你孙女跟我学武啊？齐老爷子下意识不开心，又一个想要跟他抢孙女的，但是老陆一身本事他是知道的，而自家乖宝确实有点子午学天赋的，先不要一口回绝，如果后面乖宝想学，还有转圜的余地。齐老爷子闷闷不乐，后面再说。明明对方只是一个2岁半的小崽子，但陆老爷子却觉得没收到这个徒弟有些失落，可看他这么喜欢少老爷子送的宝剑，对自己的礼物有了几分把握。小崽子耍了一阵子剑后，喜欢的不得了，帅气的将剑插入剑鞘，抬下巴，勾唇做好造型，定格3秒后才去看最后一份礼物。陆老爷子送的是一个制作精美的弹弓，还有木雕猫头鹰娃娃。陆家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学武，所以虽然知道齐老爷子添了孙女，他还是给准备了弹弓。陆老爷子嘴角带了3分笑意，道，虽然是小姑娘，但是该学的还是得学。齐老爷子知道陆老爷子说的是什么，靠天靠地靠父母，可总会有个万一，自己身上有点本事总是好的，不会吃亏。小崽子一爪抓着宝剑，一爪抓着弹弓，感觉自己就是最靓的崽崽。齐老爷子静静的聆听另外2位还有心碎的声音，觉得有些凄惨，想了想，决定还是拉他们一把，将平安锁和项链都戴在勉强找到的脖子上。小崽子霸气垂眸，看着贵气十足的平安锁和钻石项链，猛然一顿，原来系这样子的啊，戴上来才费变霸气啊。2个都戴上后，总感觉有些冗杂以及违和，很像那种暴发户将大金链条戴在脖子上，告诉全世界自己很有钱很有逼格的样子，土里土气的。齐老爷子抬手就要将小崽子脖子上的平安锁和钻石项链取下来一个，小崽子却不愿了，爪爪抓住齐老爷子的大手，爷爷不可以拿，拿了就不霸里霸气惹。齐老爷子嘴角抽搐，乖，我们要当个有格调的老大。小崽子想了想，摇摇脑瓜，格调系什么？我只想霸气哇，小年纪怎么这么重的霸气包袱，好不容易自己的礼物被喜欢上了。陈老爷子和郑老爷子还管什么格调不格调的，格调又不能当饭吃，再说了这样的又不是自家的格调，于是都出声劝齐老爷子，孩子喜欢就当孩子带着吧。齐老爷子见小崽子带着开心，便也由着去了。小崽子有了宝剑弹弓，还有了看着不怎么样但是戴上会让人变得霸气的平安锁和钻石项链，开心的坐在一边捣鼓。而几个老爷子又开始新一轮的品茶。齐家大宅，齐慈亲自吃完早饭后，有一天都没有见过那个胖嘟嘟的小崽子。记得齐慈年在他说小崽子胖后，偷偷找过他聊过，小崽子因为齐慈禧说他胖，躲起来骂齐慈禧，结果把自己弄丢的事，心中有些不安。他不会笨到第2次把自己弄丢吧？有了这个设想，齐慈清做不下去了。除了顾慈燕和顾慈四的房间，就是齐慈清的房间离齐慈修的最近了。齐慈清采取就近原则去问齐慈修，齐慈修正在看自己公司的工作进度，听到敲门声，将所有的批注保存后，才走到门口开门。齐慈清颔首，大哥，小崽子呢？齐慈修没想到他来敲门，居然是为了问团团的事。爷爷带他去参加茶会了，你不知道吗？齐慈清感觉心中某个角落空了一块。齐慈修看着这个奇奇怪怪来敲门，又奇奇怪怪的问了一个问题，最后又奇奇怪怪走回去的弟弟，不禁摇头。齐慈清这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是想团团了吧？
他平时不是最烦小崽子了吗？因为小崽子和齐老爷子出去了，午饭只有齐慈修和齐慈清在家里吃，两个人都是那种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的性子。敞亮宽大的餐厅没有一丝声音，明明跟平时差不多的菜式，却一点都不想吃，总感觉哪里不对。两个人都是吃了几口对付一下。下午，小崽子不仅学了很多的霸气表情，还收获了宝剑、弹弓、平安扣和钻石项链，整个崽自信放光芒。少老爷子依依不舍，真不能让他去我家待几天吗？齐老爷子毫不犹豫道，别找事啊。其他人也有些舍不得这个阳光可爱的小家伙。小崽子乖乖趴在齐老爷子怀里，冲着另外4个爷爷挥爪爪，爷爷们，我们下次再见哇。其他人不舍挥手，坐上车，齐老爷子才松了口气，心彻底安在肚子里，总算是没人跟他抢孙女了。齐老爷子忍不住又将少老爷子腹诽一阵。齐老爷子的劳斯莱斯库里南在大门停下，齐老爷子将小崽子一抱下车，小崽子张扬的声音的传了出来，哈哈，四蝈蝈，脑大窝肥来啦。小崽子一回到家，就让诗诗抱着他去找戚慈清。戚慈清听到敲门声，不紧不慢的去开门。哇，小崽子还穿着墨绿色霸王龙套装，软萌可爱的小脸奶凶的，小爪爪对着空气抓了抓。戚慈清眼前一亮，刚学习完回来的小崽子，感觉现在自己强到可怕。恶龙咆哮完后，将手上的弹弓塞进兜里，抽出宝剑，黑圆灵动的大眼睛微微一眯，举爪挥剑落剑，动作干净利落，帅气潇洒的将宝剑隔空抵在戚慈清的侧脖子处。戚慈清猝不及防，居然真就让他得逞了，就连抱着团团的伤的诗诗都意想不到，团团居然这么厉害。戚慈清有点刮目相看了，他这个妹妹好像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小崽子嘴角都快扬到天上去了，十分满意自豪的摆出陆老爷子款表情。少爷爷送的宝剑就系好用哇。看见眼前的小崽子又换了个霸气法，戚慈清额头青筋突突的跳，心中略有些无语，伸出2根手指夹住凌空，指着他的宝宝剑，用力想要弄下来。敢这样对他的，已经吃牢饭的吃牢饭，天梁王破的天梁王破。不用力还好，这一用力，戚慈清才发现这小崽子居然一身牛劲，力气大到要命，加上他只是用中指和食指夹住剑身，而小崽子却是握着剑把手，还真轻易动弹不得脖子旁的宝宝剑。小崽子见挣扎无效的四蝈蝈，更加的开心了，嘴角勾了勾，眼睛开心中又透着冷。十足十的陈老爷子狐狸满意是冷笑。戚慈清，爷爷到底带他见了谁？这表情不是几十年的老狐狸都做不出这效果。小崽子学着学着，觉得虽然很霸气，但是无法表达出自己的开心，装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抬起下巴，仰头对着天花板大笑，哈哈哈，四蝈蝈，你还细背脑大窝，拿下惹，哈哈哈，哈哈哈，嘎嘎嘎嘎。戚慈清，诗诗扶额，小姐，你这一笑破功啊。看着这个傻里傻气在那傻笑的小崽子，戚慈清浑身涌起一股无力感。小崽子将心中的激动和开心笑出来后，唰一声又将宝剑收了，郑重其事道，四蝈蝈，你放心，戚家脑大窝以后非对你好大。戚慈清心中冷笑连连，见他把剑收了，不想再跟他浪费时间，往后退身，砰的一声将门关了。别人都是给一点颜色会去开染房，而这个小崽子就跟个阳光涌动生产机一样，你都不必干什么，他自己就能叽里呱啦找出一大堆乐子。屁大的小不点就在这里大放厥词。诗诗看着生气关门的四少爷，再低头瞅抱着宝剑乐呵的小小姐，不由感叹，小小姐是真的厉害啊。小崽子没有一点计较四蝈蝈关门不理他的事，反而是开心的让诗诗抱着他又去了戚慈修那里。戚慈修听说团团一回来，就第2个来找自己，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团团坐在戚慈修房间的沙发上，拿着宝剑一通舞动，忽略不计那只不能动尚在恢复中的腿，实在是飒极了。戚慈修做事向来追求精益求精，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要不是他给的工资实在是多，怕是99%的手下都要连夜跳槽跑路。可是现在他对上了小崽子，便开启了无脑夸夸模式，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平时挑剔的多了，有了参照，夸起人来也是一套又一套的。小崽子沉迷在大蝈蝈一声又一声的夸奖中，想到顽抗分子四蝈蝈也被自己收服了，乐得恨不能一蹦3尺高。自从小崽子到来后，齐家慢慢有了欢声笑语，有了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夸赞。就连齐燕下班回来，看见团团坐在客厅的专属座椅上舞剑，也会带上笑意夸上2句，爷爷、爸爸还有大蝈蝈、5蝈蝈、6蝈蝈都夸我惹。想到只有4蝈蝈没夸，小崽子期待激动的看向戚慈清，雪亮的眼睛亮晶晶巴巴的看着戚慈清。4蝈蝈夸夸喔哇，其他人戚慈清能夸才怪呢。戚慈清自然是拒绝的。小崽子奇怪，4蝈蝈不系被窝收服惹捏，那怎么不夸夸喔哇？4蝈蝈窝要夸夸哇。
齐慈清冷哼了声，谁想要被夸，会这样光明正大的说出来啊？但看着面前兴奋的大白馒头慢慢萎靡下去，奇怪疑惑又期待的模样，心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有一些不舒服，而且再跟他对着干又没什么好处，反而会继续被追着。被迫看着他那些霸里霸气表情，齐慈清嘲讽的话到了嘴边，最后还是转了个弯，含糊道：“好。”激起家里人的夸夸后，小崽子开心到原地爆炸，爪爪抓着宝剑，仰天长啸，哈哈哈哈，啊嘎嘎嘎！看见小崽子开心的模样，齐慈清难以形容心中的滋味，有点酸，有点涩，有点不甘，最后都变成了释然，就好像自己一直求而不得的东西，以某种从未想过的方式，在另一个人身上降临了。虽然那份开心明媚过了期，年少的自己再也感受不到，可到底见过了，弥补了些许遗憾。齐家所有人心中惊涛骇浪，一向厌世的齐慈清居然会跟小崽子互动，可能是太过吃惊，都没有察觉到家里的小崽子又在那里嘎嘎叫。齐慈清的心被小崽子挤出了一个情感缺口。齐慈年和齐慈熙在说话时，他不再跟以前一样爱搭不理，时不时会应上两声，甚至遇见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也会说上一两句。女儿坐在沙发上呲着大牙看电视，四个儿子坐在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老爷子则去看厨房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齐燕坐在团团身边，感觉全身的疲惫被温暖包裹，一点点的清除。晚饭终于准备好，虽然齐家用餐时也是食不言，但是某只小崽子一言不发就十分的逗。齐慈熙看他表演一晚上了，忍不住问：“小崽子，你哥这拿排骨汤当茶品呢？脑大就该有脑大的样子。”小崽子咂咂嘴巴，感受了一下骨头汤的鲜香美味，摇摇脑瓜：“咦，六蝈蝈你不要瞎说八道啊！商商明明比茶茶好喝。”说完之后，还用一种我真系不明白爷爷们聚在一起不喝骨头汤，而细喝那个难喝的茶茶的目光看着齐老爷子。齐老爷子被他看得倒抽一口气，面色复杂，他实在是无法想象他们几个老头子凑在一起就为了品排骨汤的场景，心中无数句这成何体统就要破口而出。齐慈熙哑口无言，排骨汤比茶好喝，还能这么比的？齐慈年笑，温柔的问：“告诉哥哥，怎么想起来这么喝汤啊？”端着一碗排骨汤，一看二文三品四作享受表情的，实在是怎么看怎么违和。小崽子又喝了一口，满意的点点脑瓜，脑袋上的小揪揪和呆毛跟着动了动，然后放下喝完的碗，爪爪抓抓齐燕的衣袖，道：“爸爸，我还要喝哇。”看见爸爸接过他的小碗，给他盛汤后，小崽子才淡淡的看向几个蝈蝈，嘴角扬着笑，骄傲自豪的说：“因为窝系脑大哇，脑大就该有脑大的样。”齐慈清嘴角抽了抽，这个小崽子的老大瘾算是没救了，反正是自己家，家丑也没有外呀。他乐意这么喝，齐家众人便由着他这么喝。只有齐老爷子这个资深对茶爱好者，看着这不伦不类的品鉴方式，心里难受的紧。小崽子的脚又养了10来天，算是可以下地走路了。齐慈年给他拆好纱布后，轻轻的将团团抱起，放在地上。小崽子一开始还听话，先抬着那只受过伤的脚，单脚站稳后，才小心试探另一只脚，发现没有什么异样后，小崽子一个小蹦，呲溜跑走了，开心的想要围着几个蝈蝈还有爸爸爷爷跑一圈。齐慈年皱眉，齐燕立马将兴奋的小崽子提了起来，因为腿好了，而开心自信的小崽子下巴轻抬，嘴角开心上勾，就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的被齐燕提了起来，在空中还晃晃那只好了的腿，开心道：“哈哈哈，老大我终于好了哇！”齐慈年走过去，柔声交代：“团团，你的脚刚好没多久，你最近要注意一点，不要剧烈的运动，知道吗？”小崽子典型的吃软不吃硬，康健温柔的五蝈蝈轻声细语的跟他说，脑瓜子都还没将话过完一遍，就立马点脑瓜，我只丢惹。齐慈心酸，怎么齐慈年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而自己跟这个小崽子说一句，他就要顶一句的。小崽子点头后，齐燕又将他放了下去，不放心蹲下叮嘱，要听你五哥的话，不能皮，知道吗？小崽子嘎嘎一笑，揣着爪爪仰头看齐燕，窝肺大。小崽子的伤好后，生动的阐述了什么叫做越难得到的就越珍惜。他几乎是每时每刻都黏着齐慈清，以便于时时展示自己的脑大霸气和魅力。齐慈清什么也没干，就收获了齐家其他人酸溜溜的目光。以前无人问津，突然就成为了全家的1号注意对象，这滋味真是难以言说的酸爽。齐慈清不再介意小崽子的靠近，甚至有时候在小崽子黏着他的时候，还会挑衅的看向其他人，特别是齐燕。齐燕冷哼，幼稚。齐慈熙摩拳擦掌，呵呵，我觉得四哥还是需要一些爱的问候的。小崽子的水没端平，彻底翻车。在齐慈清上楼回房间盯盘时，剩下的几个蝈蝈集体作案，一起把小崽子给抱走了。齐慈年目光幽怨，眼眶都给委屈红了。团团，你不喜欢五哥哥了吗？齐慈修虽然也酸，
但是毕竟早就独当一面，只是有些伤心的看着小崽子无声的控诉。齐慈禧就没他们这么委婉，门一关后就开始叭叭：小崽子，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存在？一天到晚就黏着齐慈清。嗨嗨，齐慈禧，注意你的用词，齐慈清毕竟是你哥。虽然齐慈禧说的很对，但是不能直呼哥哥名字这个事情，齐慈修作为大哥还是得说的。齐慈禧欲言又止，怕这个小崽子学了去，以后也直呼自己大名，还是改口，气势汹汹道：一天到晚就黏着那家伙，你什么意思？齐慈修什么都不想说了，弟弟一个两个都是反骨子，说多了都是泪。小崽子摇脑瓜，没有啊，窝不细还跟五蝈蝈玩蛙，跟大蝈蝈一起散步咩？小崽子不服，脸上都是你，别想冤枉我的样子。齐慈禧听得直咬牙，家里就只有他一只高中狗，每天早出晚归去上学，跟这个小崽子相处的时间本来就少，现在这么一算，好家伙，果然自己不赔就会有人帮你赔。这个小崽子虽然年齐慈青年的最厉害，但是大哥和齐慈年都跟他互动过了，就自己什么都没有。齐慈禧不开心，那我呢？你又把我放在哪里？小崽子蹙眉看了看齐慈禧高大威猛的模样，叹了口气，你太大热，窝放不动啊。齐慈禧伸出手轻轻地捧了捧他肉嘟嘟的脸蛋子，小崽子，你不喜欢我了是吗？小崽子这下是真急了，齐慈禧是他第一个见到的齐家人，是那个把他带回家的人，还是那个在一开始所有的齐家人还没有那么喜欢他时，虽然嘴巴有点欠欠的，但是一直都维护他的人。小崽子虽然还小，但是他能感受到齐慈禧对他的关心。小崽子冲了上去，爪爪抱住齐慈禧，六蝈蝈，我喜欢你哇。齐慈禧那些话三分真七分装，毕竟更难挨的他都受过了，这点子委屈简直就是毛毛雨。得逞之后，冲着齐慈修和齐慈年露出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说看看看看，小崽子说喜欢我。齐慈年握拳，眼眶更红了，他就知道齐慈禧是装的。齐慈修听见小崽子只说喜欢齐慈禧，还看到齐慈禧挑衅的眼神，拳头瞬间硬了，但不能自乱阵脚，不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齐慈修站了过去，好看的眼睛深深的看着团团，团团，你讨不讨厌哥哥？将脸蛋子埋在齐慈禧怀里的小崽子猛然抬头，疑惑不解，谁瞎说八道啊？团团喜欢蝈蝈们。闻言，齐慈年渐渐恢复过来，齐慈修则是讥讽的冷哼了声，哼声不大不小，刚好落在齐慈心里。齐慈年凑上来，张开手想要抱抱团团，抚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团团见状张开爪爪，被五蝈蝈抱了过去。齐慈年这次长教训了，抱到团团之后，悄悄的看了看齐慈修和齐慈禧，趁他们不注意，打开门抱着团团撒丫子就跑。刚刚合作，就惨遭被刺的齐慈修和齐慈禧脸色一黑，羞羞追了出去。当世仔还以为是在玩游戏，满心欢喜的在齐慈年怀里鼓掌，哈嘎嘎嘎，五蝈蝈快跑啊，大蝈蝈和六蝈蝈要追上来惹。齐慈禧咬牙切齿，齐慈年，你这个叛徒。齐慈修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急速快跑，只能黑着脸在后面追。齐燕听到动静走出来看，齐慈年的腿都快抡出火星子了，眼看渐渐就要落了下风。好在刚刚他们在的房间是齐慈禧的，他房间就在旁边。一番极限拉扯后，齐慈年成功抱着团团进到自己房间并反锁。齐慈禧看着被反锁的门，牙齿都要咬碎了，横眉冷目站了一会儿，才气愤离去。齐慈修挂着冷笑，目光悠悠的盯着齐慈年房间的门。齐慈年，你好样的！目睹三个儿子的大型争宠现场，齐燕只觉得头疼，妈的，明明是我的女儿，你们这三个小灯抢得这么起劲。两个儿子没抢着，生气离开没多久，盯完盘下来放松的齐慈清又开始四处搜寻小崽子的踪影，但没想到没找到小崽子，反而是跟齐燕撞上了。齐慈清眸底的那几分不易察觉的愉悦瞬间消散了个干净。齐燕被他的好大儿这副样子气得不轻，冷脸道：齐慈清，你给我过来。齐慈清冷吃，转身就要走。齐燕声音更加的冷，齐慈清，叫你过来没听到？齐慈清依旧是面色淡淡的，但含着讥讽的眉眼，看起来十分的不服和拽。我没聋。齐燕深呼一口气，不生气不生气，气坏身子没人替。我最后说一遍，给我进来。齐慈清瞄了一眼齐燕，不甚在意的笑笑，他倒是要看看这么些年过去了，他这个讨人嫌的爹变没变。齐慈清抬步走了进去，齐燕看着明明挺拔不凡，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儿子，额头青筋气得突突直跳，气死得了，这些个逆子一个比一个气人。但齐慈修有了自己的公司，且同意接手齐家一部分产业，齐慈年也同意后面慢慢接管齐家关于医院方面的产业。至于齐慈禧和小崽子年龄还太小，好好读书就行。只有齐慈清一个人漂泊在外，时不时还会给他添点堵。闹了这么久，但到底是齐家的人，他该担起属于他的那份责任。
浩恩证券是我前不久刚收购的一家综合性股票证券公司，你去那里练练手。齐慈清看也没看齐燕手中的资料，拒绝掉了。齐燕的表情冷得让人胆战心惊，但齐慈清依旧从容淡然。齐燕打量眼前的四儿子，恨铁不成钢，既然不愿，那就滚。齐慈轻笑，转身离开。齐慈年的房间里，齐慈年和团团玩了一会儿后，因为第二天团团要去上幼儿园，两人便早早的就洗漱睡觉了。第二天，齐慈年抱着洗漱好的团团，给他扎了2个完美的小揪揪，乐滋滋的把人抱出去。小崽子记挂着终于能上学，去幼儿园里见小弟，激动又兴奋。可是门刚一打开，小崽子就像是刚冒出土的小竹笋墩，一声被人拔走了。齐慈年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谁，怀里就空了。强宰成功的齐慈溪抱上就跑，狂傲的笑声十分张扬肆意。小崽子被六蝈蝈抱在怀里，听着魔性的笑声，觉得十分的霸气豪放，眼睛一亮，在齐慈溪怀里爪爪一甩，仰头狂笑。齐慈溪，很好，已经不想笑了，请住嘴。这也太他妈中二脑抽了。齐慈修瞪了齐慈溪一眼，齐慈溪，注意你的言行。这一天到晚的荼毒团团，他能学好才是奇了怪了。小崽子坐在餐桌上，风卷残云的吃了2大碗饭，以及不少的肉和一些蔬菜、萝卜后，哒哒哒的跑去找自己的鸭鸭包，再向齐慈年要棉花糖和其他零嘴。都准备好后，将鸭鸭包放在客厅沙发上，站在地毯上想等会儿到幼儿园的出场方式，将恶龙咆哮版、冷眼丑人版、揣爪高深版、不羁狂笑版等多个版本都来了一遍，才心满意足的坐在地毯上，爪爪揪着葡萄吃。齐燕准备好后，团团从地上弹了起来。天气渐冷，团团穿的厚，自己不好背书包，于是他便抱着自己的鸭鸭包，噔噔噔跑到齐燕身前，将鸭鸭包交给他，而自己则张开爪爪，等着巴巴帮他背到背上。齐慈溪和齐慈年都已经先出发了。小崽子背上鸭鸭包，冲着还在客厅的爷爷、大蝈蝈、四蝈蝈以及小弟们挥爪爪，再见啊，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当老大人。另一个地方也就是幼儿园。齐老爷子哭笑不得，脸上的笑像是不要钱一般堆积，也冲着小崽子挥手。齐慈修也挥了挥手，心中怅然若失。齐慈清看着背着鸭鸭包滚圆的小不点，心中有一种不舍的感觉，不禁觉得自己矫情。这个小崽子是去上幼儿园，又不是要生离死别，干什么这么舍不得？齐燕看着有些伤感的反骨老父亲和逆子，将地上站着的女儿抱起来。上个幼儿园怎么这么唧唧歪歪？但看到小崽子在他车上，就兴奋不已的念着小弟的名字。一到幼儿园甩下一句巴巴窝走惹，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齐燕心中有些不是滋味。齐燕今天送小崽子来幼儿园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小崽子揣着爪爪进幼儿园时，帝都蓝天幼儿园的大多数学生都来了。老大好，老大好，第一老大好。老大，你怎么一会儿揣手，一会儿又背手啊？还有，你怎么一下子皱眉头，一下子又冷冷的看着别人，这样很吓人啊。中班和大班的大1-2岁，说话明显要清楚很多。小崽子猛，这些大蝈蝈和大姐姐们，肿么都叫窝脑大哇。正在小崽子迷茫不解之际，小可言和邓子涵拉着小裴恒以及其他小弟跑了过来。老大，你终于回来惹，第一脑大哇，你都不知丢，我们番茄班班现在有多厉害。那群中班和大班的人以及小班的人开心的看着过来的小可言几人。第二老大，第三老大，裴裴老大，第二老大，第三老大，裴裴老大。小可言和邓子涵一左一右的将小崽子围起来，小裴恒依旧冷着一张脸，默默的站在小崽子身后。其他的小崽崽们开心的围着团团转圈圈。邓子涵趁着空隙小声道：老大，你这里有没有糖糖、窝和妍妍呢？都给了小弟们惹。听到说到糖的事，小班、中班、大班的崽崽们支棱起耳朵。小崽子骄傲的扬起脑瓜，真系没想到，窝的第一小弟和第二小弟以及裴裴和其他小弟们居然那么厉害哇！因为只有裴裴一个小弟对棉花糖情有独钟，所以棉花糖单独放在里层，团团将外层的糖果拿出来给站在这里，被第一小弟他们认下的小弟们发糖。发完之后还往前踏了一步，扬手挺胸道：跟着脑大窝们，一定非有吃不完的糖糖大。第一脑大厉害，老大们厉害，老大们厉害。小崽子在欢呼声中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领着一众小弟回番茄小班。因为全班的崽崽都出去，不得不跟出来，目睹了一切的姜老师目瞪口呆，其他班来找班上学生的老师更是瞠目结舌。虽然这些孩子都非富即贵，但多数都是家教极严，3岁学琴学武学画，对于零食的管控也是极为严格的。就算是家里没那么严格的，几岁的小孩子对糖果又能有多大的抵抗力呢？要怪只能怪齐家的那个小朋友，实在是太给齐家真赚了。上个幼儿园还能带出了这霸气的校风。小裴恒依旧默默无闻的跟在小崽子身后，
只是原本就无情的目光更加的冰冷，甚至有些委屈和幽怨的落在团团身上。他是不是忘记了什么？小崽崽们平均腿长都较短，就连团团、小可言、邓子涵和小裴恒这几个老大都不例外，加上还要跟着团团保持应有的霸气造型，小裴恒独自委屈难受，紧走慢走，刚到番茄小班的教室没多久，就打起了上课铃。小崽崽们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等待老师的到来。小可言伸出手指头，轻轻的戳戳团团胖嘟嘟的爪爪。老大，培培一直在康你。团团听到后奇怪的看过去，培培戏不戏有什么戏哇？小裴恒看见他们两个茫然的目光，心中更气了，微微一侧，用后脑勺对着那两个没心没肺拖欠他棉花糖的人。正在上课，不方便出声去问，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大，要关心关爱每一个小弟。团团从自己的小本本上撕下一页纸，又写又画，忙了一阵子之后，将纸团成团，趁着老师下来关注其他小朋友时标的扔到小裴恒桌子上，精准无误，十分完美。团团满意勾唇，小可言眼睛亮亮的，崇拜道：老大，我要学这个。团团大方道：好哇。得到肯定回答后，小可言一起看向小裴恒，团团用目光示意，小可言则表情和爪子并用，让小裴恒赶快打开纸团。小裴恒还生着气呢，他们叫他打开，他就打开，他偏不。小裴恒足足等了3分多钟，小可言和团团都不看他了，他才将纸团拿出来展开看，写的什么，只是里面的内容却不太好懂，拼音佳话，还有些歪歪扭扭的。纵使小裴恒已经看过不少的书，也做过不少的题，甚至是开始接触一些简单逻辑学，可面对眼前鬼畜的纸团，他真的没有一点头绪。小裴恒现在只有庆幸自己没有当场打开，而是自己一个人悄悄的看，不然这脸算是丢尽了。好不容易熬到下课，团团拉上小可言就往小裴恒那里跑，有些生气的揣爪挑眉问：培培，你怎么不康脑大窝给你的纸团哇？小裴恒，那也要看得懂啊。小裴恒默默将纸团拿了出来，哼了声，问：你倒是说说，你写的什么？小可言凑过去，然后一脸懵的看向团团。团团又惊又气，指着上面的拼音和话解读：培培，你康着脑大窝干什么面？因为最近荒废学业，荒废的厉害了。团团现在屁屁不分，康还画了一双眼睛代替，最后的咩因为小羊咩咩叫，他还画了一头四不像的小羊出来。小裴恒听着他的解读，两眼一黑，突然觉得那3颗棉花糖好像也不是那么非要不可了。有这么一个文盲老大，说出去也太丢人了。小崽子解说完后，就奇怪的看了小裴恒一眼，茫然道：裴裴哇，你不系很聪明啊，怎么这个都看不出来惹？小裴恒，我是聪明，不是猜图机，你这写的画的，怕是你亲爹来了，都认不出来你写的什么。小裴恒没回答，小崽子跑回自己的座位，从丫丫包里掏出了一大包棉花糖。裴裴，妍妍说你让我把棉花糖都带过来，我可记个好脑大。说完之后，团团就一股脑的将棉花糖塞给小裴恒。有了一大包棉花糖的小裴恒明显开心了起来。临近幼儿园放学时间，齐燕不习惯女儿又上学，早早的就去接团团。他的车刚停下，裴家的车就停在他旁边。爸爸居然敢质疑我这个脑大的厉害。黑色迈巴赫车窗半降，裴敏觉优越干练的侧脸露了出来，虽然未发一言，却给人极强的压迫感。坐在驾驶位的肖特助那叫一个心慌，毕竟自家小小姐拐了人家宝贝儿子当小弟，还是用3颗棉花糖的那种。齐总，裴家的家主好像在看我们。齐燕哪能没有发现，眉头微皱。平时齐家和裴家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裴敏觉这样看着他，齐燕总感觉他是不是知道了点什么。齐燕目光骤然变冷，但就算是知道了他家团团收了裴恒当小弟又怎么了？他是不想沾惹麻烦，不是怕麻烦。裴敏觉幽深冰冷的眼睛静静的透过车窗，落在同样是车窗半降方便看女儿的齐燕，心中有些不解。据他所知，齐燕的儿子中最小的都读高中了，所以齐燕来这干什么？至于他，要不是老爷子叫他今天带裴恒回老宅，他也不会大动干戈的亲自来接裴恒。齐燕也就关注了裴敏觉一会儿，见他没有要下车找自己干架的趋势，便继续关注番茄小班出来了没有。齐燕和裴敏觉的车谁不认识，2辆车并排而停，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戛然而生。其他人都自觉的将车停得远远的，可又舍不得太远，毕竟太远了不能一线吃瓜，就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确保不会殃及池鱼，又能不错过每一个瓜。看了几分钟，裴家和齐家的车依旧很安静，周围的人才渐渐歇菜，心中可惜不能看见帝都2家顶级豪门互砍的名场面。番茄小班出来时没有以前那么引人注目，不是番茄小班的崽崽们收敛了，而是整个帝都蓝天幼儿园的小朋友都霸里霸气的走了出来，故而显得番茄小班没有那么特立独行。纵使如此，齐燕一眼就看见某个圆滚滚背着丫丫包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出来的团团。
齐燕下车去接女儿。裴敏觉的助理韩特助激动地指着小裴恒：“裴总，小少爷出来了。”裴敏觉无动于衷：“你下去告诉他，让他自己来找我。”坐在驾驶位的韩特助不理解但尊重，下车前欲言又止：“不是，裴总，你这样对小少爷，等哪天他被哪个小太妹拐跑了，你哭都来不及啊。但他一个打工人，哪能真跟老板杠？乖乖下车去找他家小少爷。”团团看见爸爸来接他，依依不舍地跟小弟们告别。齐燕冷笑：“上幼儿园还上成瘾了。”小崽子不主动跑过来找他，只能他走过去找他。齐燕长腿一迈，没多久就来到了团团跟前，冷眸认真打量着眼前的团团，说出来的话不自觉就变得酸里酸气。怎么还不想回家？2岁半的小崽子哪听得懂反话？当即就点脑瓜，谢了。齐燕咬牙将团团直接抱了起来，修长的手指轻轻捏他粉粉肉肉的脸蛋子，控诉道：“你个没良心的小崽子！”小崽子被捏着不舒服，甩了甩脑袋，蜜桃般的脸蛋嘟的抖动，紧张兮兮的左右看看，神色严肃道：“爸爸，我现在细圆圆的第一脑大，不能被捏脸蛋子啊。”齐燕哭笑不得，抱着这个老大包袱气重的小崽子离开了。韩特助看见齐燕抱着个小女孩，看得目瞪口呆。他不过是和裴总出国谈了几笔生意，怎么回国齐燕不仅有女儿了，还上幼儿园了？好在自家小少爷气质与众不同，冷冷然的霸气范儿，但当他认真一看，天都要塌了。不是，这些小崽崽怎么都一副霸气十足的模样啊？韩特助，我在这儿啊，小少爷，嗨，找了半天，结果是自己被小少爷找到了，这属实有点尴尬。韩特助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笑笑，就柔声道：“小少爷，先生他在车上等你。”小裴恒听后并没有说什么，而是无声的走了过去。小崽子原本还乐滋滋的坐在齐燕怀里了，小嘴叽里哇啦说个不停，但无意瞥见了自己的裴小弟，便挣扎着要下来自己走。齐燕黑着脸把团团放了下来，好不容易才抱上的，怎么突然就要下去自己走了？团团看了小裴恒一眼，整整自己的衣服，下巴微抬，爪爪一揣，学着小裴恒的模样，酷帅的走着。齐燕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这个爹比不上他老大的霸气和面子重要呗。裴敏觉坐在车上，看见齐燕主动抱上了一个小女娃，然后又被嫌弃，被迫将人放下来的模样，难以置信的又多看了几眼，目光落在齐燕毫不掩饰自己的偏爱宠溺的小崽子身上，心中有些复杂。谢衍今天公司有事，好在来得正巧，刚停下车走到校门口，番茄小班才出来没对多久，看见自己的乖乖女儿，笑得十分痴汉。又来了一个谢衍，看着这2个人那副女儿奴的模样，裴敏觉看向了自家儿子，还是儿子好，犯了什么事不会不忍心，可以狠狠修理。谢衍抱着女儿走了几步后，才发现齐燕和裴敏觉的车居然并排在一起，而他因为来得晚，只能火急火燎的停在他们附近别人不敢停而空出来的地方。谢衍抱着女儿，整个身子一僵，心中1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不是，这都什么事啊？但齐燕和裴敏觉，他跟齐燕要熟一点，于是谢衍抱着女儿3两步跟上了齐燕，好奇的问：“裴敏觉对你动手了？”齐燕侧眸，目光沉沉，深不可测，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小崽子一听，那还得了，气鼓鼓的扬起脑瓜：“谁哇？居然敢对老大我的爸爸动爪爪，我要让他见不了明天的太阳哇！”齐燕奇，这个小崽子还学会新词了。虽然说这不是什么好词，心尖尖被小崽子这句维护所触动，但看着他这奶凶，但是攻击力约等于无的模样，忍不住笑了。厉害了，但我都打不过，你打得过？爸爸居然敢质疑我这个脑大的厉害。团团抱爪，不屑轻笑：“大蝈蝈居然欺负温柔的五蝈蝈哇！哼，我可惜脑大哇！”小可言在谢衍怀里激动：“还有窝哇，我现在系第2脑大。”谢衍一言难尽，都不知道该为女儿向着霸气的路上一去不返而飞，还是为女儿混了这么久，终于也混上了一个老大当儿媳。小崽子骄傲抬头指向一边的小裴恒：“还有裴哇！”小可言继续往下接：“还有韩这个第3脑大，中班的，大班的。”团团握爪：“我们那么多人，一定非把那个坏人打得放屁屁拉尿尿啊！”谢衍下巴都快砸地上了，难以置信的看向齐燕：“不是，你们齐家不是向来最重视家教的吗？这放屁屁拉尿尿是个什么鬼？还要联合他家宝贝女儿以及裴敏觉的儿子一起对付裴敏觉，能想出这样的骚包坑爹策略也是绝了。”齐燕笑：“放心，他还动不了你爹。”小崽子目光一亮，开心的抱住齐燕的腿：“我爸爸果然系最厉害的。”齐燕嘴角的笑更加的明显了。谢衍有些期待的看向小可言，小可言眨着清澈的大眼睛，茫然发问：“爸爸，你拿你的眼睛瞪我干嘛？”谢衍：“好，齐燕女儿十分聪明，而他女儿也是个大聪明呢。”走在齐燕和谢衍后面的韩特助
隐隐约约听清楚了好些，但有些云里雾里。小裴恒虽然很独立，但是毕竟身高不够，在韩特助帮他开门后，还是需要韩特助的帮助，才能坐上后排。跟小崽子和小可言面对自己的爸爸开心快乐的模样不一样。小裴恒在裴敏觉面前十分的谨慎小心，虽然不至于如履薄冰，但显然十分防备。裴敏觉虽然已经习惯，但有了刚刚齐燕和谢衍跟女儿的相处做对比，裴敏觉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但想到齐燕和谢衍跟他们的儿子相处的也没有多好，便也就释然了。团团和齐燕回到家时，戚慈清罕见的也在客厅。以前这个时间点，戚慈清是不会出来的。戚慈清看见某个小崽子大摇大摆的走进来，忍不住的偷偷的看了眼，看见他朝着自己走来，心脏雀跃的跳动，嘴角微微上扬。小崽子看见自己刚收服的四蝈蝈，心中那叫一个成就感爆棚，脸上笑容灿烂，哒哒哒的冲着戚慈清跑去，哈叽一声撞在戚慈清的腿上。四蝈蝈哇，我的四蝈蝈！小崽子的表达真挚而又热烈。戚慈清原本还强装镇定的嘴角，缴械投降，放弃伪装，大大方方的勾了上去。齐燕虽然看不上四儿子这副傲娇样，特别是昨晚还被这小子顶撞，但他还有事，团团能有戚慈清陪着也好。戚慈修和齐老爷子没多久也来了大厅，戚慈修端来一盘水果，齐老爷子坐在一边陪小崽子聊天。小崽子舒服的躺在四蝈蝈的怀里，张开嘴巴吃大蝈蝈喂的草莓尖尖，骄傲张扬的和爷爷分享小弟们收小弟的事。说着说着觉得少了什么，咦，五蝈蝈去哪惹？以前戚慈年在他回来没多久就会回来了，今天天色都渐渐黑了，戚慈年依旧没回家。戚慈清不关心这个，将小崽子往怀里兜了兜。戚慈修脸上的笑意更甚，温声轻哄，意有所指道，可能是忙吧。小崽子听到五蝈蝈忙，点了点脑瓜，在吃完水果后拉着两个蝈蝈和爷爷，掏出一本小弟给的找一找在哪里，趴在沙发上玩了起来。小崽子圆圆黑黑的大眼睛绽放兴奋自信的光芒，拿着一支铅笔找藏在图画中的物品。齐老爷子、戚慈修、戚慈清哪个不是眼力了得，但是有些物品藏得实在精巧，三个人还要咂摸一会儿。有三个超强大脑打辅助，小崽子玩得很过瘾，到最后甚至给两个蝈蝈和爷爷一人一支铅笔，说要比一比谁找得最快。戚慈修和齐老爷子、戚慈清对视一眼，体会到了下属陪领导打球的不容易。戚慈年今天下班下得很晚，因为今天有好几个有合作的医疗器械公司，先是打电话来说是要终止合作，后面又说什么弄错了，不是要跟他们医院终止，而是别的医院。理由这么蹩脚，戚慈年怎么可能相信？让人帮忙一查，好家伙，那几家医疗器械公司都跟大哥或多或少有点关系，这什么意思？一目了然。戚慈年生气的坐在办公室里气了好一会儿。邵伯川知道前因后果后，跃跃欲试道：你看啊，你家里这么多哥哥，还有一个弟弟，要争宠谈何容易？不如将团团送来我们邵家，到时候只要你想，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见他，这难道不好吗？邵伯川笑得一脸荡漾，虽然知道没可能，但是他爹一直催着要孙女，他能有什么办法？只能抓住任何一个能忽悠的机会。戚慈年心中的郁闷一沉，冷冷盯着邵伯川。邵伯川，你傻还是我傻？没忽悠到还被内涵。邵伯川不嘻嘻，我傻行了吧？齐院长，我脆弱的小心脏十分不适，这就先退下了。这一退啊，就是10个小时28分49秒。戚慈年打开车门，一脸你没事吧的看着日常发癫的邵伯川，觉得不郁闷了，但是头疼了。戚慈年回到家后，原本是想装没什么事的，但是看见大哥之后，就忍不住委屈起来了。大哥也太小气了吧，他不就是占了妹妹一个晚上吗？戚慈修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小崽子看见五蝈蝈终于回来了，屁颠的跑了回去，圆滚滚的一团围着戚慈年转圈圈。五蝈蝈，你终于肥来惹。戚慈年看着阳光明媚的团团，心中的不开心被治愈，但也更加的委屈，眼尾都委屈红了。戚慈年直接破罐子破摔，抱上团团走到戚慈修旁边，一屁股蹲坐一边的沙发上，委屈道：大哥，难道我不是你亲弟弟吗？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戚慈年抱着团团越说越委屈，团团睁大眼睛，小爪爪疼惜的拍着五蝈蝈，脖子一转，气势汹汹的看向大蝈蝈。可恶啊，大蝈蝈居然欺负温柔的五蝈蝈啊！戚慈修脸上风轻云淡，目光落在团团身上。戚慈年秒懂，而后哑口无言。若是为了昨晚抢妹妹的事，戚慈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委屈了，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和得意。我可真是太厉害了，居然能成功从大哥手下抢人。戚慈年，那没事了。小崽子一头雾水，都快进入战斗状态了。五蝈蝈突然缩眉计划，戚慈修看着戚慈年乐滋滋的模样，沉着脸哼了声，这件事便这么过去了。小崽子回幼儿园没多久，就迎来了第一次正式的小测，题目不是很难，就是一些基础，但小崽子第一步就被卡死了，
因为他的名字实在是太难写了，尝试了好几遍，还是没写好名字后，小崽子右爪拿着铅笔，左爪生气捏成拳。老大，我的名字怎么那么难写啊？小崽子瞪了姓名那一栏许久，脑筋一动，写上了2个大字，然后满意的看了又看后，才继续往下写。姜老师改着改着，突然发现一张姓名栏书写老大2个字的试卷，哭笑不得，都不用猜，他就能猜出这张试卷的出处。小崽子愉快的巡视领地没多久，就被姜老师叫去了办公室。看见老师要拿试卷给他，小崽子期待的伸长脖子，翘首以待，但又想到自己已经是堂堂帝都蓝天幼儿园第一脑大了，又悄悄收回自己的目光，装作毫不在意的模样。可高高扬起的下巴，骄傲自信的唇角，已经将他出卖了。姜老师被他逗笑了，将试卷给他。团团，你还记得自己的大名叫什么吗？小崽子勾唇一笑，爪爪一挥，气势十足。那系当然哇，我系第一脑大。老师说的是你爸爸给你取的大名。小崽子一愣，想了一下，巴巴索，我叫气呲青蛙，至少还是知道自己叫什么的。姜老师将试卷还给团团，温柔笑说，团团，这里不能写老大，要写你爸爸给你取的名字，知道吗？小崽子听话的点点脑瓜，老西，我只丢惹，可惜我不费写哇。小崽子怕说出来有损他老大的形象，只是乖乖接过试卷，而且在姜老师问他会不会写名字时，还特别神气的说会，然后抱着自己的试卷跑走了。小崽子没有回去跟小弟们一起玩，而是抱着试卷发愁的坐在树丛中。等回到教室，小崽子还特意转了一圈，去看小弟们会不会写，发现小弟们居然都会写名字，天都要塌了。小可言担心的问，老大，你肿么了？感觉你不开心惹？小崽子强撑着挥挥爪爪，勾出一抹苍凉的笑，我没戏哇。虽然姜老师没有排名次，但几个崽崽凑在一起，很快就知道了谁得到的分数最高。小崽子将自己69分的试卷严严实实藏好，好去看小裴恒的100分卷子。可恶啊，老大窝居然输给了裴裴惹。邓子涵拿着自己的96分试卷，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找团团，老大，你有多少啊？团团用爪爪捂住嘴巴，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目光盯着第二小弟试卷上鲜红夺目的96。我肚子疼，哎呦，我要去蹲厕所哇。小崽子说完后，逃也似的跑开了。呜，连担子都要丢完惹，不会写名字，加上考不过小弟的双重暴击，让小崽子去玩，和带小弟巡视领地都不想去玩了，待在角落里，时不时悄悄掏出那张试卷，黯然神伤。可恶的卷卷，我一定会征服你的。齐燕发现今天家里的小崽子难得的一见到他，就倦鸟归巢般的跑了过来，反常的依恋让齐燕欣喜若狂，但又不由得疑窦丛生。以前不都很喜欢幼儿园吗？怎么今天就例外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毕竟这太反常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在这小崽子心里，小弟的地位怕是要高过他一些。齐燕蹲下，让小崽子冲进自己的怀里，抱住他后眉头微挑，怎么了？今天看见爸爸怎么这么兴奋？小崽子急着回去等5蝈蝈和6蝈蝈回家，让他们教自己。没有啊，我只细想巴巴惹。确实今天他想了一天齐燕，但并不是思念或者是不舍，而是在想巴巴为什么要给他起那么难写的名字。齐燕听到女儿说想自己了，心情大好，大手盖在小崽子的圆滚滚毛茸茸的头发上撸啊。小崽子猛然后退，委屈道，巴巴，我的毛毛炸惹哇。齐燕看着小崽子静电炸开的头发，想要用手给抚顺，结果越弄越炸，小崽子就像是炸毛的小刺猬，气鼓鼓的揣着爪爪看着齐燕。齐燕咳了咳，收回手，抱着小崽子回到车上，让肖特助给他一瓶瓶装水，将手微微浸湿，这才把团团脑袋上的头发弄顺了。齐燕呼了口气，还好弄回来了，不然这小崽子就要抡起小拳拳砸他胸口了。小崽子叹了口气，我真系太难惹。回到齐家大宅，小崽子没有去找小弟们玩，也没有到齐老爷子和齐慈修面前耍宝，或者是去齐慈清展露自己的霸气，而是自己拖着一张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巴巴的等着。齐老爷子品完茶后，发现今天孙女没有来找他，气呼呼的就去找齐慈修，发现也不在齐慈修那儿后，心里微微平衡，又跑去齐慈清那儿看，结果居然也没有孙女的影子。齐老爷子奇怪，不是，孙女总不能去找齐燕那个老古板吧？齐慈清现在没事，不远不近的跟在老爷子后面，一起去看，心中有些不开心。这个小崽子喜新厌旧的速度这么快吗？明明前不久还会第一时间来找他的，结果2个到齐燕书房一看，居然也没有团团的身影。齐老爷子，不是，我孙女呢？齐慈清蹙眉，都不在，那个小崽子在哪？齐燕听到4处都没找到团团，急得跟着一起去看，找了一圈，终于在1楼大门口看见巴巴等着的小崽子。团团看见3人挥挥自己的爪爪，爷爷、巴巴、4蝈蝈，你们在干什么面？
齐慈清看他这模样，唇角轻抿，你不会是在等齐慈年或者是齐慈熙回来吧？我要叫七脑大娃。小崽子震惊，你肿么治丢？听到是在这等齐慈年和齐慈熙，齐燕和齐老爷子交换了一下目光。这个小崽子肯定是有事瞒着他们，不然以前他都是掐着时间来这里等的。齐燕神色认真，蹲下身子问齐慈心，你干了什么好事要等齐慈年和齐慈熙回来给你收拾烂摊子？小崽子更加的诧异，爸爸，四蝈蝈，你们系不系有这丢别人想什么的你还叔叔啊？虽然小崽子说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在场的3个人都能猜出他说的是读心术。齐老爷子接着唬，哼，我也有，所以乖宝，快点告诉爷爷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崽子半信半疑，那么厉害的本系肿么爷爷，爸爸和四蝈蝈都废，要不要再试一试？齐慈清冷笑，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你不说真话我会知道的。小崽子爪爪一拍板凳扶手，眼睛蹭的就亮了。四蝈蝈，你真的直丢窝在想什么面？傻不愣登的小胖崽，拍这么重干什么？齐慈清抓着小崽子的爪爪检查了一下，确认没伤到后，继续唬着他。所以快说，你到底瞒着什么事？小崽子不吭声了。齐燕眸底发寒，还真是瞒着什么事。要是被他知道，是有哪个小王八羔子敢招惹他女儿，他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天良王婆。齐慈星，你还要瞒到什么时候？居然真的有事。齐老爷子的脸色也冷了下来。小崽子看看巴巴，又看看四蝈蝈，最后目光落在爷爷身上，发现跟以前只是看着很冷，但实际上只是跟他闹着玩的不一样。小崽子下，第二小弟缩，每次他巴巴生气就非打他屁屁。小崽子捂住自己的屁屁，难以置信道，巴巴，你们不非要打我屁屁吧？真是瞌睡来了地枕头。他还愁不知道怎么唬这个小崽子，那就要看你说不说了。小崽子十分沉重的叹了口气。齐燕3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不会真的被人欺负了吧？跑去把自己的压压包拿下来。小崽子哀伤的看向齐燕、齐老爷子和齐慈清，尝试着做最后的挣扎，一定要抗咩。到现在了还不肯说。齐燕有些心疼，以前他毕竟是在福利院，没有父母陪伴保护，虽然看起来很阳光外向，但实际上怕事。齐燕自责于没有给小崽子更多的关注和安全感，以至于现在有什么事他都不来找自己。小崽子看没得商量，终于不再挣扎，将自己那张69分的试卷拿了出来。因为在幼儿园怕被小弟发现，小崽子塞试卷塞得急急忙忙的，试卷都放倒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看就看出小崽子考得的分数，69一个正看、反看、顺看、倒看，都是69的分数。齐燕、齐慈清、齐老爷子，好消息，悬着的心安然落地，家里的小崽子没被欺负。坏消息，落地的心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裂开了。啊这，齐燕啧舌，刚进幼儿园那会儿，不是还考了96分吗？怎么现在只有69分了？齐老爷子将自家孙女的试卷用双手捧起，以前的上亿合同他都不曾有这么认真捧过，真是溜翻了。从齐慈清的角度，第一眼看见的是姓名栏上的老大2个大字，心中有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齐燕也看见了那2个字，差点两眼一黑，撅了过去。小崽子坐在客厅沙发正中间，明明是主位，但是小崽子却心虚到恨不能刨个坑将自己埋了。齐慈修也下来了，甚至齐慈年和齐慈熙也一前一后的回来了。小崽子面对着全家人恨铁不成钢和惊愕的目光，更加的羞愧欲绝。齐慈熙看笑了，小崽子，老大，小崽子爪爪捂脸。齐慈修目瞪口呆，69分。齐慈熙因为他太溜了，所以变成9，一共69分。齐老爷子瞪了齐慈熙一眼，心道这是说笑的时候吗？自家乖宝这都考得这么点分数了，不给想办法在这嘲讽，我看你是欠爱的教育了。齐慈年心疼，你们不要再这么看着他了，考成这样他肯定很难受。小崽子鼻子一酸，果然五蝈蝈最喜欢窝娃，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对我的五蝈蝈娃。这张卷子放在齐家来说，确实是可以钉在耻辱柱上的存在，但是他们怎么舍得？气归气，恼归恼，该哄还得哄。齐燕终于缓了过来，毕竟以前4个儿子，没有哪个需要他担心他们的成绩。齐燕叹了口气，是不是不会写名字？小崽子点脑瓜，爸爸，我不想叫齐慈心惹，那太难写惹。站在一边的齐慈熙忍不住问，不叫这个，你叫什么？小崽子早就想好了，爪爪一揣，叫气脑大蛙。齐燕咬牙，你再说一遍，你想叫什么？齐老大。齐慈修都不敢叫这个名字，他怎么不说他想叫齐上天呢？小崽子开心重复，气脑大蛙，爸爸，我要叫气脑大蛙。此时无声胜有声，站在这里的就连正在上学的齐慈熙，出去了哪个不是大老巨鳄？但回了这个家，除了齐老爷子，哪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说自己要叫齐老大的？而齐老爷子年纪摆在那，也不会那么中二的，说自己要叫齐老大。一时间空气都僵住了。
齐老爷子愕然，看向齐燕，你是他爹，这事得你来说，只不过乖宝，毕竟一个女娃娃，叫齐老大是不是也过于粗俗了点？爷爷都点头了，压力就全给到齐燕这里，毕竟齐慈修他们都长大了，不会争这个中二蠢气的齐老大称号。齐燕黑脸，一天天的就知道让他当坏人，他们当好人，有这么一群坑底，真的他的福气。小崽子眼睛亮亮的从沙发上跳了下去，抱住齐燕的长腿，爸爸，我要叫齐老大哇！眼睛看着试卷上的老大，耳边是小崽子说自己要当老大的魔音。齐燕深吸了口气，不会就学，换什么名字？要是被你的小弟们知道你因为不会写字而换名字，你说他们会不会想要篡位？各位宝子们晚上好，再次开心的道一句元旦快乐啊，宝子们，愿新的一年我们都开心如意。那怎么可以？小崽子不再提自己想要换名字的事，反而是巴巴的看了一圈，小拳头一握，哈哈，小名字也想要难住脑大窝哇，那戏不可能的哇。学习归学习，饭还是得吃。将小崽子那张69分的试卷收到一边，齐燕先抱着团团去洗手，然后又抱去了餐厅。在幼儿园一直担心这个事被小弟们发现，团团有些战战兢兢的，连饭都少吃了一些。但在家里就不一样了，跟爷爷、爸爸和蝈蝈们说完后，小崽子心里很轻松，坐在餐桌的板凳上香喷喷的吃着肉肉。该说不说，这个小崽子虽然皮，老大的瘾和老大的包袱很重，但是很上进积极。吃饱喝足后，小崽子将嘴巴擦干净，又漱好口后，都不用人叫，就自己左手一个五蝈蝈，右手一个六蝈蝈，回头看向齐老爷子、齐燕、齐慈修和齐慈清，都不要找我们哇，从今天开始，我就系只有学习，谁都不爱的团团脑大惹。说完之后，牵着齐慈年和齐慈熙就走。在小崽子的心目中，五蝈蝈温柔，六蝈蝈溺海，有了这两个蝈蝈教他，还怕不费血念。事实告诉小崽子，两个蝈蝈是极厉害的，自己也是极认真的，就是那死脑怎么都记不住词字怎么写。齐慈年看着磕磕巴巴，最后只能写出齐慈星的团团，有些心疼，要不然明天再写吧，已经很厉害了。小崽子都快写吐了，爪爪都有点酸酸的，生气的瞪着纸上的词字，你快点乖乖的让我记住啊。齐慈熙写完自己的作业凑了过来，我来。齐慈年让了点位置，齐慈熙站了过来。齐慈熙修长的食指指着纸上的词字道，小崽子，哥哥给你讲个故事。小崽子来了兴趣，什么故事哇？齐慈熙用笔将词字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你看上面这部分，这个字读次，原来刚刚我写出来的不记词，细词哇。小崽子有些骄傲，细词六蝈蝈，我记住惹。可是啊，有一天次次出去玩，一不小心就把自己记扁了。他想要变高点，所以他站在了瓦字的上面。齐慈熙将瓦单拎出来，让小崽子先记住，然后一遍遍尝试在不看的情况下书写出来。当小崽子能够书写出瓦后，再将这个故事完整讲一遍。小崽子边听故事边先写一个字，再写一个瓦。虽然字形跟齐慈年和齐慈熙写的不能比，但是还好歹也算是写出来了。齐慈年叹道：厉害。齐慈熙心情复杂，他只不过是见风尘，有时候记英语单词，会编一些狗血的故事用来辅助记忆。以前他很不屑，却没想到还真的有用。小崽子记住之后，抓着那张纸，雄赳赳气昂昂的站了起来，哈哈哈，不就系齐慈星咩，窝废惹。说完之后，又意犹未尽的看向齐慈熙，六蝈蝈，只有词被挤扁哇，他戏种吗？被挤扁大。小崽子的10万个为什么滔滔不绝。齐慈年伸出手指戳了戳齐慈熙，要不你再编点。齐慈熙，小崽子又缠着齐慈熙听了几个现编故事，心满意足的拿着那张写的其貌不扬、平平无奇的字跑了出去，哒哒哒的先去最近的齐慈清那里。小崽子伸直了脖子，小爪爪敲完门后，又高高的将那张纸举起，熟悉的敲门高度。齐慈清一听就知道是小崽子来敲他的门，开门的速度比给别人开要快了许多。四蝈蝈，康康康康，门一开，小崽子开心的举着自己写的字，围着齐慈清转圈圈。齐慈清微微俯身，凝视那几个不能说丑的离谱，但是丑的别具一格的字，嘴角抽搐。小崽子转完之后，还眼巴巴的等着点评。齐慈清无情笑笑，就那样吧。大晚上的被这3个字辣到眼睛了，但是跟之前相比，肯定是进步了。小崽子从举起的纸下探出脑袋，四蝈蝈缩的，戏什么意思啊？但应该不戏在说我写的不好，不是在说写的不好，在说写的好。小崽子开心的扬起脑瓜，谢谢四蝈蝈夸我哇。齐慈清，这感谢真是来的莫名其妙。齐慈年和齐慈熙就呵呵呵，还好他还小，不然这样出去，怕是会被人骗得裤衩子都不剩。团团又噔噔噔的跑去找齐慈修和齐老爷子，这2个人都是团团的死忠粉，夸起他来那就是一套又一套。最后当齐燕看到时，小崽子骄傲自信的劲头都快飞天上去了。齐燕叹气，
被第一次教这个小崽子写名字，结果他写了2坨大的恐惧再次支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起之前进步了。小崽子展示完自己的劳动成果后，才将那张纸收了起来，去找小弟们玩去了。名字是会写了，但因为请假落下的学习，还要慢慢的补。让人欣慰的是，这个崽子老大包袱重，每一次都不要人催，自己就会乖乖的学。只不过苦了齐燕他们，每一次都要搜肠刮肚，让自己不那么昧着良心的夸他。在一次齐辞年给小崽子小测，拿到了98的不错成绩后，恰好陆家要为陆老爷子的小孙子举行生日宴，齐家受到邀请，父亲和爷爷都有事不能去。齐辞修打算问问小崽子想不想去，毕竟是齐家的崽崽，迟早都要公之于众的。小崽子不知道什么是宴会，但听到宴会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去参加的一个会。小崽子激动了，那不戏又可以多收几个小弟惹。大蝈蝈，我要去。小崽子横向长得快，以前准备的礼服和裤裙都穿不了了。齐辞修便叫人到大宅来，在团团放学时给他量尺寸。穿上粉色礼裙的小崽子，2个小揪揪上带着2个同色细发卡，看起来可爱好看，就像是一个滚圆的水蜜桃一样，招人喜爱。齐辞修问齐辞青：“你真不去？”齐辞青拒绝，他对这种场合不感兴趣。小崽子和齐辞修到陆家的时候，陆家已经宾客云集。晚安了，宝子们，等会儿不要乱跑，想去干什么跟哥哥说，哥哥会带你去，知道吗？齐辞修细细交代。小崽子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车子，整个崽子兴奋的不行，揣着爪爪开心道：“窝只丢惹，大蝈蝈，我们快下去挖。”小崽子扬着脑瓜，被齐辞修稳稳的从车上抱到地上一放，脸蛋子的肉肉弹了弹。哈哈，那么多厉害的人，我又可以学一学，让季季变得更加霸里霸气哇！来的人很多，但齐家的地位在那摆着，几乎是齐辞修一带着小崽子下车，就有很多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小崽子小身子一僵，舞动的小短腿停了下来。齐辞修以为他害羞不好意思，或者是害怕，便往前面走了些，还特意偏着身子，将团团护在身后。结果他安抚的话都还没说出口，就被身后的小崽子抓住裤脚。齐辞修没想到他怕成这样，转身蹲下，温柔宠溺的看着团团：“别怕，哥哥在你身边。”小崽子无奈叹气道：“大蝈蝈，你挡到我惹。”小崽子说完之后就闪到前面，抓抓自己的小礼裙，扬着嘴角，像是指精冷高傲但正在开屏的小孔雀。所以刚刚他根本不是害怕，而是嫌弃他挡住了别人对他行注目礼。齐辞修的心啪嗒一声碎掉了，一切居然都是他自作多情。小崽子的表情神态实在是太过特别，很多的人都不看齐辞修了，而是盯着齐辞修身前的团团，看着看着还忍不住捂嘴笑。小崽子走得更加的霸气，还专挑人多的地方走。齐辞修瞠目结舌，团团简直是先天霸总圣体。别的小朋友遇见这种情形，要不是嫌无聊，要不然觉得害羞，亦或者是觉得烦人。而团团不一样，他就像是来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舞台，哪哪都冒着愉快自得的光，走在一群大佬中，跟逛后花园一样。齐辞修连忙跟了上去，那模样仿佛他才是那个跟来的。团团，等一下，等等哥哥。齐辞修身边的蒋特助傻眼，不是，怎么画风这么诡异啊？自家总裁居然会冷脸追崽子。看着一个酷软奶萌的小崽子，睁着大大圆圆的眼睛，漂亮可爱的像是一个糯米团子，扬着脑瓜特意凑到自己身边，还要佯装无意的模样，不知道萌化了多少人的心。要不是他身后还跟着齐辞修，怕是早被人拐到一边狂弱了。齐辞修好不容易才跟上团团，才刚出场就成为了全场的显眼包。齐辞修第一次尴尬到恨不能抠出一栋别墅，将自己和团团藏起来。团团，哥哥先带你去见今天过生日的陆灵异，好不好？团团终于停了下来，不再带着齐辞修和蒋特助往人群里拱，大眼睛眨啊眨，有些遗憾。好吧。齐辞修一刻都不敢停留，也不敢让他自己走了，直接将人抱在怀里。大多数的人都只是听说齐家多了一位小公主，但那位小公主到底是何方神圣，长什么样子，都一概不知。看见齐辞修怀里惹人喜爱的小崽子，震惊极了。一是齐家的小公主小小年纪，那神情模样，居然跟他哥、他爸，甚至是他爷爷有的一拼。二是齐辞修居然这么宠他，宠到这几步路都舍不得让他走，把他抱在怀里。小崽子看见周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震惊的看着自己，以为他们都被自己的霸气惊呆了，开心的挥着爪爪打招呼：“叔叔姨姨，蝈蝈姐姐，你们好啊！”悄悄看着被震惊到神情空白的众人，虎躯一震，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打招呼。齐辞修顺着小崽子的目光扫过去，其他人立马转向，只是手脚很忙，而且有些不熟。齐辞修带他出来真的很考验心脏承受能力以及社死接受程度。蒋特助惊奇：“我勒个豆啊！总裁妹妹不愧是总裁妹妹，我一个社牛见了她都要变社恐了。”
齐家和陆家交情匪浅，齐老爷子和陆老爷子关系更是不错。陆家的掌权人陆泽元看见齐慈修后，往这边走来，小崽子悠然自得地趴在齐慈修怀里，看见这个霸里霸气的叔叔，心中十分赏识，忍不住就打起了招呼：“叔叔你好哇，我系团团。”陆泽元仿若被冰封的眸微抬，有些好奇地看着团团。齐慈修看团团很激动，换了个姿势抱他，好方便他跟陆泽元互动。在陆泽元打量他的时候，团团也兴致勃勃地看着他，眉头微蹙，神色格外认真。没多久，目光一亮，然后眼眸渐渐沉了下去，甚至连陆泽元眉间的犀利都没有落下模仿。这个小崽子，齐慈修跟陆泽元道歉：“陆叔叔抱歉。”团团他年纪小不懂事。陆泽元神色依旧淡淡的，但不怒自威：“不是，你可以带他去陆令义那里，那边都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小孩。”齐慈修颔首，在跟陆泽元说了几句后，便带着团团离开，去找陆老爷子和陆令义。小崽子看见陆爷子，未言先笑：“大蝈蝈，系陆爷爷哇。”陆老爷子看见团团和齐慈修，眉眼多了几分随和，让人去把陆令义叫来。陆令义已经6岁了，读帝都一中小学1年级，十分落落大方的打招呼：“齐哥哥好，小妹妹好。”齐慈修颔首回应，将怀里的小崽子放了下来，柔声给他介绍：“团团，这是陆令义，你可以叫他。以前在家里没什么感觉，出来要让这小崽子叫别人哥哥。”齐慈修感觉心里酸酸的。陆老爷子很喜欢团团，主动接上齐慈修的话，给团团介绍：“团团，这是你陆哥哥。”团团笑：“陆蝈蝈好。”陆老爷子交代陆令义：“小义，带妹妹去玩。”齐慈修不放心，团团主意大，又不怕人，不跟着他不安心。陆老爷子笑：“慈修，难得他能出来，就让小义带着他去玩吧。”泽月说想跟你聊。小崽子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其他的小朋友。齐慈修拉住他：“团团，哥哥就在这，有什么事就来找哥哥，不要走远了，知道吗？我可系齐家老大，大蝈蝈不要担心啦。”陆令一惊，他说他是什么老大？我在思考，齐家老大，他这么敢呢？齐家不仅有齐哥哥们，还有齐叔叔和齐爷爷，不管怎么看，他都当不了齐家的老大啊。小崽子急着去见其他小朋友，无论齐慈修说什么，都是一一点头。齐慈修伤心，看出来了，现在他心里只有去玩。齐慈修不好再留他，你走吧。说完之后，脸上毫不在乎，其实目光一直在仔细的注意着小崽子的一举一动，期待他能有几分不舍。小崽子一听可以去玩了，干脆利落的挥爪子告别：“大蝈蝈，陆爷爷，我要去找其他小朋友们。”陆老爷子心中软软的，没想到啊，老齐这孙女教的这么好，笑着道：“小心点，有事就跟小姨说。”说完之后，再次叮嘱陆令义，带着妹妹小心一点，要是有什么问题就过来找我。陆令义点头。齐慈修看着满心欢喜离开的小崽子，虽然还好好的站着，其实人都快碎了。好在陆泽月没多久走了过来。陆泽月年龄比较小，30出头的样子，小时候他还带过齐慈修一段时间，齐慈修叫他小叔叔。陆泽月见齐慈修的脸色比起之前好了许多，高兴又惊奇道：“慈修，一段时间不见，你现在身体怎么样？”齐慈修想到自从他在家休养后，身体状况好得很快，含笑道：“很不错。”能让齐慈修用很不错来形容，说明确实是好了很多。今天人多，怕走散，陆令义想要牵团团，却被他拒绝了。团团摇头：“等会儿我还要康康能不能收收小弟娃，被陆蝈蝈牵着一点都不霸里霸气，等会儿没有人认窝这个脑大可怎么办？”陆令义没有勉强，只是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妹妹十分的感兴趣，将团团带到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宴会厅后，其他人都看向陆令义。陆令义，他是谁？老大，老大，哼！3道声音从另一边传来，团团转头，其他人也看了过去。小可言和邓子涵，一个噔噔噔，一个蹭蹭蹭的跑过来，后面还跟着个不紧不慢、自带大佬气场的裴恒。没想到小弟们也来了，团团咧嘴一笑：“第一小弟，第二小弟，呸呸哇，你们肿么也在咩？”邓子涵勾唇一笑：“老大，不止我们来惹，幼儿园里好多小弟都来了。”小可言站在一边数有几个小弟来，裴恒冷冷道：“差不多都来了。”邓子涵点头：“没有100，也有50。老大，你要不要去康康小弟们啊？”在场的帝都一中国际小学的小学生们都惊呆了，眼前这个软乎乎、胖嘟嘟的小妹妹，居然有好几十个小弟，而且她还能叫裴恒裴恒居然没有打她，世界开始变得玄幻起来。陆令义惊圆了眼，裴恒他是知道的，幼儿园里的别人家孩子，没想到他居然容许齐家的小妹妹叫他裴裴。小崽子有些为难的看看眼前个个都很厉害的蝈蝈姐姐们，正系收小弟的好时候啊，但想了想，还是决定先去看看自己的小弟们。原本在这里交谈、品味美食、玩游戏或者是拼图休息的小学生们，面面相觑后都忍不住跟了过去。陆令义最先跟去，
除了爷爷叫他照顾妹妹外，更重要的，他是真心想知道，明明那么可爱的妹妹，是怎么做到有这么多小弟的。老大，老大！小崽子站在崽崽群中，身上粉色的礼裙就像是女王的王袍。一众小学生沉默，这个小娃娃霸里霸气的可怕。没想到其他蝈蝈姐姐也跟了过来，小崽子十分开心，满意的点了点头，理理自己的礼裙，郑重其事的清了清嗓子。蝈蝈姐姐们，你们想不想当我的小弟娃？小可言笑的眉眼弯弯，有堂堂呲啊。邓子涵转了个身，帅气道，还可以一起霸总走。在场的小学生还没听过霸总走这个说法。团团挥挥爪爪，居然蝈蝈姐姐们很想要直丢，那就让你们康康吧。说完后，小弟们迅速来到自己的站位，这大张旗鼓的模样，勾得上小学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们忍不住认真的瞧。小崽子得意骄傲的哼了哼，爪爪揣着，神色淡漠霸气，一步一步，像是漫步在丛林中的幼虎。小孩哥们，小孩姐们，这个小妹妹好可爱，想入啊！小崽子带着小弟们走了一遍后，其他人总算是明白了这个霸总走，原来是霸里霸气的走的意思，跟家里的霸总爸爸或是霸总妈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跟陆令义玩的最好的一个小孩哥，皱着眉头看向陆令义。陆令义，他是谁啊？以前都没见过他这号神奇人物啊！陆令义陷入沉思，刚刚他脸上的表情跟他大伯父的一模一样。那人还要再问，被陆令义给压了下去。不要打扰我，我在思考。有几个小学生走上前，小崽子嘴角笑意越发张扬。哈哈，果然有人被窝收服惹。小崽子揣着爪爪，等待着未来小弟前来相认。一个穿着白色礼裙的小女孩以母笑问，那如果我认你当老大的话，是不是就能 rule 你的脸了？我也想要。小崽子猛转头招呼着小弟们围成一圈，小声的问，戏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 rule 老大我的脸蛋子面？邓子涵恍然大悟，老大肯定系觉得老大你很厉害，所以想要贴贴。小崽子思考了一下，点头。第二小弟，你说的很有道理哇。裴恒，蠢蛋老大，他们单纯的就是想要光明正大的 rule 你啊。小崽子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笑，当然可以哇。小崽子一声可以，周围老大此起彼伏。老大，你的脸蛋好弹啊。老大，你的头发还会炸毛啊。老大，你的第一小弟和第二小弟也好好 rule 啊。小崽子被 rule 的晕头转向，嘿嘿傻乐。陆令义立马冲进去救人，要是被其哥哥和爷爷知道了，他估计得完。但裴恒却先他一步，抓住团团就往外跑，身后的小孩姐们立马一窝蜂的追了出去。老大你别跑啊！小崽子虽然因为自己魅力大而心中爽歪歪，但一想到刚刚被他们硬控着疯狂 rule 的事，汗毛倒竖，脑袋上的小揪揪和呆毛都炸了。小裴恒眉头紧锁，恶狠狠的回头瞪了一眼，结果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没有什么威慑力。后面追着的小孩姐们直接无视，追得更狂热了。嘻，老大，你快束手就擒吧！哈哈，跑啊！你们是逃不过我们的手掌心的。小裴恒叹气，拉着他的便宜老大跑得更快了。小崽子脑瓜都宕机了啊！这些小弟肿么那么吓人哇！两人左右闪躲，寻找一切可以躲避的地方。陆令义在后面狂追，跑得气喘吁吁，扶摇土拨鼠尖叫：“你们快停下来啊！”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大群帝都蓝天幼儿园的小崽崽们，个个边跑边嚷嚷着加油，老大快跑！这绝对是陆令义有史以来过得最抓马的生日。陆家的下人看见以两个孩子为首，后面跟着一大群孩子狂跑，纷纷侧身躲避。小崽子和小裴恒两个人跑的都快断气了，终于跑到一道侧门，两人毫不犹豫的都选择跑出去，毕竟再沿着长廊跑，马上就要跑到宾客区，撞进人群里，两个都好面子，丢不起那个人。小崽子看见树丛，轻车熟路的拉上小裴恒往里面一钻。向来被要求精冷自持的小裴恒没干过这种埋汰事，没有经验，吃了一嘴子树叶。被甩开一段距离的小孩姐们追出来时，已经看不见团团和小裴恒的身影，左右看了看后分成两队接着去追。小崽子带着裴裴小弟蹲树丛，瞪大了一双大眼睛，得意一笑，哈哈哈，不愧系我，老大你。裴裴也不见人了。陆令义身后的小崽崽们跟上来，开始围在他身边吵吵，看着已经追得没影子的同学和朋友，不禁有些头疼，叫来佣人看着身边的小崽崽们，将他们哄回去。陆令义继续去找团团，爷爷和齐哥哥刚刚才把齐妹妹交到他手上，这才多久，人就找不到了。除此之外，陆令义感觉齐家的妹妹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是真的不想她发生什么事。小崽子怕刚认的那群小弟找到他，带着小裴恒悄悄转移，粉嘟嘟的爪爪上举着两片树叶，挡在自己的脑瓜上，还回头看向小裴恒，裴裴，快拿起树叶子挡挡哇！小裴恒拒绝这种傻气行为，这跟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小崽子没有勉强，
因为他自信于凭借自己多年的躲树丛经验，肯定能带着自己的小弟安全避开的。小崽子眼睛瞪得像铜铃，耳朵细细的注意四周的动静，猫着腰，小心翼翼的在前面探路。确认安全后，就回头对小裴恒招手，示意安全可以跟上。小裴恒虽然觉得很幼稚，很无语，但还是跟了上去。在躲避了几波小弟们的搜查后，再也没听见任何人的声音。小崽子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骄傲叉腰，哈哈哈，裴裴啊，脑大窝细不细，很厉害吧？小裴恒，他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的？他就没见过哪家老大会被小弟追着跑，还要躲躲藏藏的。在小崽子期盼自信的目光下，小裴恒沉默许久，最后只悠悠吐出一个字来，哼，是谁在呢？一道沉冷的声音传过来，游川。是。小崽子听到那人叫人过来抓他和裴裴，急得脚在原地打滑一阵，抓住小裴恒就要往右跑。而小裴恒看见左边有一个较为隐蔽的藏身之处，拉着团团想要过去，结果一个人往左，一个人往右，抓在一起的爪猛然扯开，两个人都摔了一个屁股蹲。游川听到动静，脚下速度加快，穿过一个小树丛，就看见有两个很好看的小崽崽可怜巴巴的摔在地上。副总，是两个小孩。说完后，游川一手一个小崽崽，团团和小裴恒后脖梗一亲，双双被提溜起来。啊！又丢脸蛋子惹，出糗被人看见的小崽子十分不开心。虽然被提了起来，依旧是气呼呼的霸气模样，冷拽道：“叔叔，虽然你很好康，但季尼不能这么提着脑大的后脖子哇。”右手边的小裴恒虽然小，但遇事沉重，此刻正冷冷的注视着游川。放我下去！哎呦，这谁家的小孩怎么都一股子霸总味啊？作为傅晋州的得力下属，游川身上的那股狠劲，谁见了都有3分怕。没想到这两个小孩不仅不怕，还敢瞪他。游川被勾起了几分兴趣，提着团团和小裴恒就往傅晋州那走。居然被无视了，小崽子气得嗷嗷叫，对着空气张牙舞爪，恶龙咆哮，结果屁用没有。小裴恒要冷静得多，抓住关键信息快速分析。刚刚这个人叫那边的人副总，姓傅的，而且还出现在陆令义生日宴上，他大概能猜出来是谁了。你的老板是傅晋州，是不是？原来你的脑大系傅晋州啊！快放惹窝，我可系其家脑大气刺青蛙。小裴恒原本冷静深沉的表情皲裂，有他这个老大，绝对是他一生的黑历史。游川没想到这两个小崽子，一个聪明绝顶，一个可爱绝顶。游川并没有回应小裴恒或者是团团，团团心里那个气啊！我要跟你的脑大决斗啊！小裴恒看向团团，给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最好不要放大话，不然等会儿会脸疼。裴裴，你细不细被吓到惹？眼睛肿么眨的那么快？你放心，有脑大窝在，不费让你掉一根毛毛大。小崽子虽然受制于人，像是被胖嘟嘟的小鸡仔一般被人提溜着，但气势却一点都不输，雄赳赳气昂昂的昂首挺胸，下巴都能拽出2里地。笨蛋，要是有一天我真的掉头发了，那一定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有你这个老大。小裴恒腹诽。傅晋州冷眸的看了过去，小崽子猝不及防，板着的霸总脸一震。傅晋州的眼睛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又冷又狠。小崽子被吓得心虚了一会儿。傅晋州没错过团团脸上的神情，脸色惊变。傅晋州瞳孔微微放大，惊喜、错愕、难以置信，到最后的理智回笼，目光裹挟着悲伤和苍凉，像是深潭落入了石子。虽然看着很像恢复了平静，其实潭中早因为那颗石子暗流涌动，向来没有一丝情绪的声音，这一刻冷而又脆弱。你是谁？小崽子心虚了一下，立马又缓了过来。我又没有干坏事哇，我为什么要害怕面？小崽子不怕了，脸上换上霸总表情，表情镇定张扬的盯着傅晋州，像，实在是太像了。那神情，还有那双眼睛，简直跟他妹妹小时候的样子别无二致。傅晋州多年压在心底的思念，如泉涌般喷出蔓延。傅晋州的声音开始发颤，你到底是谁？小崽子揣着爪对眼前这个康起来很漂亮、很厉害的叔叔很不满意。我也系脑大哇，他怎么可以那么逼问我不要面子的面？游川看出来自家总裁的异样，心中奇怪。这么多年，傅总除了对小姐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陆小少爷很在意外，其他的都漠不关心，怎么突然对眼前这个小娃娃这么关心了？小崽子说完之后，神气十足的抬下巴，勾起一抹冷笑，就记你让小弟抓窝啊！小裴恒目光在傅晋州，傅晋州手下和自己的便宜老大之间流转，他和便宜老大都是小孩子，最好不要跟冷血无情的傅晋州硬碰硬，用身份警示他，让他不敢轻易怎么样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您好，他是齐家的，叫齐慈星，我是裴家的，叫裴恒。傅晋州眼中的希冀暗淡下去，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冷笑。想什么呢？他的小外甥女跟着他的妹夫一起没了，一天时间，他失去了这个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2个亲人。游川将其小小姐和裴小少爷送回去，傅敬周又恢复那副不悲不喜、冷恻恻的模样，说抓窝就抓窝，说让窝离开就让窝离开。这个人真的戏太坏惹，我不要，你们太过分惹。傅敬周不想听见这个小崽子在他耳边叽叽喳喳，尤其是他的神情会唤起他强压在心底的回忆。游川把人送回去，挣扎无效的小崽子爆发尖锐的暴鸣，啊啊！你们这些坏人！陆令义听见傅敬周和团团的声音，小跑过来，没想到真的看见了许久未见的舅舅和找了许久的齐家妹妹。舅舅！傅敬周听见陆令义的声音，神色缓和了许多。小崽子挣扎着下地，圆滚滚胖嘟嘟的小身子就像是一个 QQ 糖般在空中嘟嘟的晃动。可恶啊，快放窝下来！陆令义闻声看过去，游叔叔，你为什么要把齐妹妹和裴恒提起来啊？傅敬周给游川一个眼色，游川将叽叽呱呱的小崽子和安静的不像话的裴恒都给放了下来。小崽子安稳落地之后，揣着爪爪，小脚脚一抬，重重的跺下去。你们真系可恶至极！所有人被他这奶凶的声音吸引，看了过去。小崽子气呼呼的，一一冷冷扫视。好脑大不跟大人计较，老大窝有大肚肚，原谅你们惹。说完之后，就抓上自己的小弟，大摇大摆的转身走了。小裴恒任他牵着，无奈告诉他，是大人有大量，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老大窝有大肚肚是什么鬼？小崽子挥挥爪爪，呸，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哇，脑大窝缩的就希腊的意思。游川、傅敬周、陆令义，这真的是细节吗？这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吧。陆令义怕等会儿又找不到人，情急之下拉上傅敬周就跟上去。齐妹妹，等等我！怕陆令义会摔，傅敬周只能抬步跟上去，目光忍不住的打量着走在最前面的团团。齐思修没跟陆泽月聊多久，就有一大群幼儿园的小崽崽火急火燎的找过来，你一言我一语，此起彼伏的一声又一声的脑大蝈蝈，给齐思修听得脑子嗡嗡的。脑大蝈蝈，脑大不见惹，季娃，脑大蝈蝈，肿么办哇，培培也不见惹。齐思修听出轻后，一股冷气从尾椎骨顺着脊背直冲颅顶，背上汗毛倒竖。团团他不见了。陆泽月见他脸色大变，连忙问怎么了？谁不见了？齐思修匆匆扔下一句我妹妹，就让团团的小弟们为他指路，快步走过去。老大和培培被人追到那这里，然后就不见人了。齐思修让人看好这些小孩子，陆泽月跟了过来。陆老爷子听说后也急匆匆走来，知道陆令义已经去找了，而且团团身边有裴恒后，陆老爷子心安了些，叫些人一起找。几人没找多久，小崽子身后跟着小裴恒、陆令义和傅敬周、游川走了过来，被小弟们追着跑，又被人提着后脖领的委屈，在这一刻到达了顶端。小崽子虽然还维持着老大的霸气，但小嘴巴一撇，倦鸟归巢般冲着齐慈修跑去。齐慈修的脸色一寸寸冷了下去，将小崽子抱进怀里，拍了拍，好好安抚后，轻声问他怎么了，目光却不是这么回事，带着些冷意看向傅敬周和游川。小崽子心大，除了压倒性的压制，一般的事情都不会往心里去。小崽子趴在齐慈修的肩膀上，气呼呼小声道，大蝈蝈，他提窝后脖子还不理窝。游川摸了摸鼻子，自家总裁声名在外，齐家一家也差不多，甚至更甚，毕竟全家都冷得吓人。说完之后，小崽子在齐慈修怀里又恢复了天不怕地不怕模样。哈哈，我有大蝈蝈抱，我不稀罕冬瓜惹，我要跟他的脑大决斗啊！大蝈蝈，走过去哇！走过去。齐慈修不知道团团要干什么，但还是一眼走过去，还没有出声问傅敬周，他让手下提自家小崽子是什么意思？小崽子爪子一前一后打开，哈哈，就让我们一决高下哇！游川大为震惊，齐家的崽子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傅敬周连个眼神都没给他，闻言冷冷一哼。傅敬周抬步从齐慈修身边走过，来到陆老爷子跟前。陆老爷子脸上带上几分笑意，敬周，难得你有空来参加小姨的生日。陆令义脚步轻快，看起来心情很好，期盼道，舅舅，这次你能多留下来几天吗？傅家本家在南城，虽然在帝都也有自己的产业和大宅，但傅敬周作为傅家的掌权人，平时都在南城，加上家里产业多，傅敬周格外忙碌，几乎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好好陪陆令义。游川皱眉，傅总的行程几乎都是精确到每一分钟的。傅敬周心疼陆令义，等你放寒假了，可以来南城看舅舅。陆令义有些失落，但很快就将失落藏起来。好。小崽子生气炸了，一扭腰转过去看看傅敬周，奶凶的咆哮，呜哇！陆蝈蝈的舅舅，你不要走啊！你系不系害怕惹？游川听得胆战心惊，虎，齐家这小娃娃是真的虎，要不是他年龄摆在这，他可能就要被傅总丢去跟非洲小朋友友好交流了。傅敬周听到小崽子在那里大放厥词，目光终于落在团团身上，被傅敬周森冷的凝视，小崽子丝毫不惧，哼，
他以为只有他废霸里霸气咩，老大我也废，揣上爪爪也冷目注视着傅晋州。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除了冰冷，还加上几分不屑。呵，傅晋州第一次见到这么不知死活的小崽子，你想怎么样？小崽子见他终于搭话，对傅晋州的态度满意了些。挑战泥娃，其次修扶阿，怎么办？总不能真看着这个小崽子去跟傅晋州打一架吧？到时候小崽子吃亏了，不还是自己心疼？还不如让他上去跟傅晋州打一架。傅晋州轻蔑勾唇，挑战我，等你不需要你哥抱，站起来跟我一样高的时候，再来说这句大话。说完之后，傅晋州垂眸，看着脑瓜子离齐辞修下巴还有一段距离的团团，杀人诛心。但是你现在让你哥抱着，也没我高。小崽子一下子脑瓜没转过来，刚好小裴恒站在一边，用余光扫过去询问。小裴恒再次叹气，看了看傅晋州，才道：他说你矮，他说你矮，你矮，团团回来。小崽子一气之下，快速利落的抓着齐辞修的衣服滑下来。齐辞修为了不走光，只能去抓裤子，故而晚了一步，没抓到团团。团团宛若射出去的利箭，嗖的一声向傅晋州冲过去。坏，鼠，齐辞修立马跟过去，但他跟傅晋州的距离不远，一眨眼的功夫，团团已经跑到傅晋州那里。游川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小崽子的后脖领，提溜在半空中。呼，好险，还好抓到了。傅总除了陆小少爷，对其他小孩子包容度没有多高，再让齐家的这位小小姐闹下去，估计这位小小姐迟早得哭。小崽子虽然人被提起来了，但是爪爪和小短腿还在用力的去够傅晋州。你居然敢挑战老大的尊严，我一定要跟你一战生洗哇！傅晋州看着在空中挣扎的小团子，气呼呼的像是个炸毛小刺猬，将游川手中的小崽子提了过去。小崽子顿时张牙舞爪的更厉害了。傅晋州将小崽子提远了些，扫了一眼手上的煤气罐罐，可恶啊，老大我的爪爪怎么那么短，都教训不到这个坏叔叔惹。齐辞修不悦，怎么一个两个的都那么喜欢提他妹妹？傅总，还请你把妹妹还给我。小崽子抽出一只爪爪拒绝，大蝈蝈，我还没有打赢他哇！齐辞修两眼一黑，祖宗你先回来。这一句陆老爷子都绷不住了。傅晋州早年可是进过部队的，他一个要面子的霸总娃娃，等会儿打不过岂不是嚎得更惨？陆老爷子欲哭无泪，走过去将小崽子抱进怀里安抚。团团，你的小弟们都在里面等你回去呢，跟陆爷爷先进去好不好？小崽子第一次被陆老爷子抱，并没有怕生，反而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趴着休息。打了那么久，爪爪都酸热，软软暖暖的一团窝在自己怀里。陆老爷子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团柔软的棉花糖包裹着，嘴角忍不住往上扬。小崽子记挂着其他小弟，揣上爪爪，面无表情的看向傅晋州，像模像样道：老窝就暂时放过你吧。傅晋州面色复杂，真是一脉相承。齐辞修虽然很想反驳，但一想到自家爷爷、父亲以及自己及弟弟们，甚至是年纪最小的妹妹，齐辞修无言以对。不得不承认，傅晋州说的是事实。小崽子被在齐家被抱习惯了，但陆泽月担心老爷子身体吃不消，爸，要不然还是我来抱吧。虽然他爸身体硬朗，但到底是上了年纪，而这个小娃娃看起来就很重的样子。小崽子以为是旁边这个鼠鼠也被自己折服，闻言就张开爪子等抱。陆老爷子不满的瞪陆泽月，但团团都自己张开爪子了，自己不好拒绝陆泽月的请求，只能把怀里的小家伙让给陆泽月抱。小女娃跟男娃娃不一样，软软的香香的，像是一团雪白可爱的雪媚娘。陆泽月抱上后浑身一僵，忍不住看齐辞修，怪不得齐辞修走哪抱啊，原来这团小东西这么好抱啊。小崽子在陆泽月怀里骄傲揣爪，看看自己的陪陪小弟，又看看陆哥哥，再看看自己的大哥哥，最后扫视傅晋州，嘴角还特意挑了挑，似乎在说看到老大我的厉害没有。游川的心被击中，好萌好可爱，他不会以为这样很凶吧，这样超可爱的好不好？要不是这里的大佬太多，而他又是大佬的妹妹，游川觉得自己会忍不住好好将这个小崽子撸到哭，让他知道什么是人间险恶。齐辞修牙都要咬碎，团团看看我，看看哥哥，我跟你才是一家人啊，他还真是老大啊。陆泽月第一次看见齐辞修这副神情，脚下速度放慢，让陆老爷子和傅晋州及陆令一先走，自己同哀怨的齐辞修一起走。嘿，不就借抱一会儿吗？你用得着这样？齐辞修不置可否，直接动手将团团抢回怀里。你没有妹妹，你不懂。陆泽月跟上去，哟，还俩踩上你输了。小裴恒和游川和陆家的下人们一起走在最后，重新回到小孩子们的会厅，仗着那些入爱他的小弟们好像很怕他大蝈蝈，小崽子很放心的跟他幼儿园的小弟们互动，不用担心再像刚刚那样被弱。看着小崽子被前呼后拥的模样，陆老爷子、傅晋州都很吃惊。
游川没有霸总包袱，下巴都快砸地上了。不是，他还真是老大。傅敬周到场，陆令义的生日宴正式开始。鉴于小崽子撒手没，齐辞修将他抱在怀里，才觉得安心一些。全场的人以陆令义为中心，陆、傅两家的人站在他身后。陆令义自信地站在大家的目光下，简短的说了几句后，一个漂亮的巨型大蛋糕被推了出来。场上所有人脸上都含着笑。陆令义的朋友同学们将礼物一个个交给陆令义，然后由陆家的下人拿下去妥善放置。齐辞修早就让蒋特助帮小崽子准备好了给陆令义的生日礼物。蒋特助将一个精致的小礼盒交给团团，小姐给你。齐辞修再三交代他送好礼物就回来找哥哥，知道吗？小崽子乖巧点头，好奇的问大蝈蝈里面系什么哇？齐辞修这可把他给问倒了。蒋特助总算找到了点参与感，看到自家总裁的目光后柔笑解释是平安玉扣，总裁给了他300万让他看着买的。眼睛微微放大，平安扣，我好像也有一个，西巴巴给我打。小崽子拿着礼盒理理自己的小礼裙，然后开心的走了过去。陆蝈蝈生日快乐哇！团团身上的金光变亮，随着他的祝福穿过礼物盒掉在平安玉扣上。谢谢你。陆令义笑着道谢，拿了一包准备好的糖果给团团。团团睁大眼睛看了看，发现是糖果后都顾不上霸里霸气，嘴角跟太阳肩并肩，像是一只小鹅，哒哒哒的朝着齐辞修跑回去。齐辞修激动，还好在短距离下还是会跑回来找他的。大蝈蝈、陆蝈蝈给窝糖。小崽子2只爪爪抓着用精美的金丝礼物袋装着的糖果，开心极了。齐辞修俯身让他跑进自己的怀里，送好礼物后，小崽子就盯着那个大蛋糕不停的咽口水，但现在又吃不到，馋得他忍不住将刚刚陆令义给他的糖拿出来，剥开一颗吃，好好吃。小崽子又小心翼翼的拿出2颗给蒋特助1颗，另一颗他剥开外面的包装喂给齐辞修。大蝈蝈这个糖好吃，齐辞修的心都软化了。蒋特助觉得到嘴的糖有点酸，又幸福又酸的呜呜，小小姐她区别对待。陆泽月忍不住逗团团，那我的呢？小崽子惊，小爪爪捂住糖袋子。陆泽月这小孩护食啊。团团打开糖袋子数了数，确认够了后，才从里面拿出1颗给陆泽月。咦，不对，这个小崽子挺大方的吗？齐辞修难以置信的看着陆泽月，一大把年纪了，居然坑他妹妹的糖吃，这人简直是丧心病狂。小崽子却不在乎，出声让齐辞修把他抱进大蛋糕一点，然后巴巴的等着分蛋糕。那双眼睛亮晶晶的，小脖子和脑瓜都伸过去看，随后想到了什么，回头问齐辞修大蝈蝈那个大蛋糕要多少钱哇？齐辞修皱眉问陆泽月你知道吗？陆泽月还真知道，因为这个蛋糕就是他和陆令义一起订的，也就99万元吧。小姨喜欢这个，所以便用这个。小崽子脑瓜里最多的钱就是10元，根本就理解不了99万元是多少。齐辞修颔首，你想要吗？你想要哥哥可以也给你买一个回家吃。小崽子激动，辣蝈蝈可以在一个叫蛋蛋的时候买面。陆泽月笑，是元旦吧？小崽子记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节日，只能说就系新年第1天，但不要吃好吃饭和饺子的时候啊。这下便确定了，团团说的就是元旦节。齐辞修眸中皆是宠溺，你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买。小崽子开心的抱住齐辞修，谢谢大蝈蝈，太好惹。等到院长爷爷的生日，我就带着那个大蛋糕回去，院长爷爷和小弟们一定会很开心的。终于分到了小崽子，他早早的就擦自己的爪爪，在蛋糕递过来的时候，用小勺子盛了一大块，嗷呜的塞进嘴巴里，幸福到爆炸。齐辞修不喜欢吃任何甜滋滋的东西，便抱着小崽子坐在蛋糕附近，看着他吃。小崽子吃完第2份的时候，齐辞修不让他再吃，吃的太多他等会儿会不舒服，不能再吃蛋糕。团团坐不住，看见小可言和邓子涵后，要齐辞修带他过去。谢衍正带着老婆女儿吃甜点，再一眨眼，齐家的小崽子和齐辞修就走了过来。风母林雨然和谢母江云在一处聊天，看见齐辞修抱着团团过来，脸上含笑跟齐辞修和团团打招呼。谢母江云道，辞修，你母亲快回来了，你知道吗？顾婉清的朋友很多，而谢母江云和风母林雨然跟他最要好。齐辞修平静的眸底拂过几分错愕，又有几分惊喜，不知道。小崽子好奇极了，好康姨姨，什么继母亲哇？谢母江云和风母林雨然对视一眼，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风母林雨然解释，母亲就是妈妈，就像是我是你风哥哥的妈妈。小崽子开心，那就细说，蝈蝈们的妈妈要肥来惹。江云笑，是啊。江云还不敢说那也是你的妈妈。上次他本想跟婉清说说团团的情况，但是婉清一听到他提到齐家，就明显想要转移话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江云叹气，齐辞修没有说什么父亲和母亲的情况，他知道一些，
他现在也已经长大了，已经能明白自己比起父亲和母亲幸运了太多。虽然他还是渴望能有一个幸福的家，但若是这需要父亲或者是母亲妥协忍耐什么，他又觉得那还是算了吧，就这样就好了。齐辞休笑，却笑得发苦。林雨然对江云摇头，江云收住了话头，知道不该再继续谈下去，不然只能徒增伤悲。团团兴奋，眨着眼睛好奇地问蝈蝈的妈妈，戏不戏也跟姨姨们一样好看哇？谁被夸好看不开心？林雨然笑得合不拢嘴，团团能不能告诉姨姨，你是怎么知道的？小崽子傲气揣肘，抬了抬下巴，自豪大声道，因为我的蝈蝈们都很好看哇。齐辞修刚开始 emo， 下一秒就被小崽子张扬得意的夸夸整成了翘嘴。哈哈，辞修，你这妹妹可真是个小宝贝。江云也笑开了花，你别说，你家里的人都挺好看的。也许婉清回来后见到了团团，会变得不一样吧。毕竟谁能拒绝这样一个小太阳？风彻白走来，林雨然自然而然地对他招手，示意他走过来。风彻白温耳一笑，依次跟谢衍和齐辞修打招呼。当看见齐辞修怀里可爱的小娃娃时，儒雅疏冷的脸上蓦然放柔了几分。先走过去扶住老婆的腰，低声问，老婆累不累？林雨然笑着摇头，微微往后靠着他胸膛。团团，这是你风叔叔。小崽子抱拳，肆意又帅气，风叔叔好。风彻白看着眼前可爱的小团子，想起了自家女儿小时候的模样，脸上的笑更加的温柔，声音都故意往下压了压。团团好啊。小崽子奇怪，肿么好多大人，一跟啰嗦话，嗓子就坏惹啊。谢衍一开始还哄着女儿跟自己在一处，不要去找他那个便宜老大，结果远远听见齐家那小崽子喊风彻白叔叔，突然反应过来，不是，我跟风彻白地位相等，那小崽子不也应该好声好气的叫我一声谢叔叔吗？妙啊，刚好我姓谢，那个小崽子岂不是叫我一次就谢我一次？江云恨铁不成钢的瞪了自家老公一眼，他没事吧？抱着女儿越走越远是什么意思？咬牙轻声道，谢衍，过来。哎呀呀，老婆和我就是心有灵犀，刚想要找个由头，不掉价的回去，老婆就叫我了。小可言委屈巴巴，我想要找老大，还可以收割一波女儿的好感，赚翻了。好，爸爸这就抱你回去。谢衍抱着女儿，屁颠屁颠的朝着老婆跑去。江云直接没眼看，婉清找个冷面工作狂总裁，雨然找的是个温柔儒雅的谦谦君子，而到了他这，怎么就变成了搞笑逗逼的戏精？但毕竟是他的家里人，该介绍还是得介绍。团团，那是你谢叔叔和可言姐姐。小崽子这次没有直接叫人，而是放下爪爪，注视着谢衍和自己的幼儿园第一小弟。姨，波之丢啊。江云笑，我一时给忘记了，你和可言好像还是一个班的。小崽子点脑瓜，我们系一个班的。谢衍不开心，循循善诱，小崽，团团，你该叫我什么呢？团团又揣上爪爪，勾起一抹笑，波之丢啊。第一小弟的巴巴。小可言可开心了，老大，我系你的第一小弟呀。谢衍实话，什么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是阿伟。江云一头雾水，什么小弟？小崽子骄傲的介绍什么是第一小弟，风彻白、林雨然、江云三个听得一愣一愣的。齐辞修抱着团团，脚趾默默抠地。谢衍抱在，嘴角的笑容一点点僵住，神他妈第一小弟巴巴。听完后，林雨然和江云只想给团团竖大拇指，厉害，实在是厉害啊！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带歪帝都蓝天幼儿园所有崽崽，谁来不得说一声牛？风彻白笑，拍了拍齐辞修的肩膀，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齐辞修，虽然林一跟我母亲玩得好，但你再这样，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小崽子又叽里呱啦的分享自己的光辉事迹，说完后得意揣着爪爪扬起脑瓜，目光冰冷淡然。林雨然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你这表情不是奇艳惯用的限定款吗？听到姨姨说自己像巴巴，小崽子格外的开心激动，骄傲自豪，挺起脖子又把风彻白刚走过来的表情学了去。风彻白默默收起了笑，站在一边的谢衍瑟瑟发抖，这个小崽子恐怖如斯。林雨然和江云笑得直抽抽，可恨现在还在参加宴会，要注意形象，只能拼命忍住，肩膀一抖一抖的。小可言看热闹不嫌事大，老大，你怎么不学我爸爸？这不公平。谢衍眼睛放大，眼疾手快，一把捂住自家漏风小棉袄。言呀，这样的公平，爸爸不要也罢啊。小崽子看了过去，上下打量谢衍，最后摇了摇脑瓜，可惜他一点都不霸里霸气哇。风彻白幸灾乐祸低笑，不止林雨然和江云绷不住大笑，旁边的人都微微看过来，忍不住笑了。齐辞修整个人都红温了，用目光祈求怀里的小崽子，祖宗，你给我悠着点啊！完了，齐家霸里霸气的形象，这下算是深入人心了。小崽子余光扫到齐辞修羞耻的快碎掉的目光，爪爪一挥，大蝈蝈你放心，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老大，
一直吃瓜的风彻白补刀，什么原则？骄傲如团团，老大窝的脸上只有霸里霸气，像谢鼠鼠这样狗里狗气的，窝气不费做大，狗里狗气。谢眼都不知道先瞪风彻白这个煽风点火的，还是先瞪齐家小崽子这个败坏他形象的。小可言不认同，老大窝巴巴也费霸里霸气的。所有人的目光又落在小可言这里，谢眼含泪把小可言往怀里又抱了抱，掬一把辛酸泪。爸爸的好女儿啊，爸爸没白疼你啊。小可言学着自家老大的模样，清了清嗓子，学着有时跟妈妈去公司接爸爸下班时，看见爸爸工作的样子，骄傲自豪地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谢眼的心脏受到10000点暴击。我香香软软乖巧可爱的小棉袄啊，你只要为爸爸发声就好了。这表情大可以不用学，窝巴巴也霸里霸气哇。小可言神气地抬着下巴，悄悄地去观察众人的反应，却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笑，还有一些人盯着自己和老大姨母笑。咦，没学好吗？可惜巴巴就戏那个表情呀。谢言委屈巴巴看着老婆。江云收了嘴角上的笑，将小可言抱进怀里，小声道：不准学你爸爸，知道吗？小崽子在齐慈修怀里暗暗咂摸，窝费惹。齐慈修怕再在这里待下去，小崽子不知道又要学会多少个霸总特定表情包，只能哄着他去找小弟玩。团团还没有忘记自己过来是来找第一小弟的，冲着小可言伸爪爪，第一小弟，我们去找其他小弟玩哇。小可言，妈妈，我要去玩。女儿虽然没有齐家那个小崽子那么重，但到底2岁半了。谢眼怕累着自己老婆，又抱进了自家怀里。宝贝儿，跟爸爸妈妈一起在这不好吗？小可言摇头，我要跟老大一起玩。谢眼无奈，只能把他放下，让他助理跟着。江云、慈修，麻烦你帮忙看着点可言了。齐慈修颔首，吃饱喝足，小孩子们就被安排到了另一处地方玩。正厅里觥筹交错，各行业业界的大佬、知名人物侃侃而谈。齐慈修本该是里面的一员，但此刻他正陪着团团待在儿童会厅，看着一群幼儿园的崽崽们往我和老大去巡山。小崽子带着几十个小弟，神气十足的站着等腰三角形的站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巡山，边走还会边巡视情况，以及跟团团报告老大，这里没有问题。报告老大，那里出现大圣和唐僧的影子。小崽子微微眯眼，一声令下，小的们跟老大窝去抓大圣哇。站在一边的蒋特助好奇，这是什么新奇的游戏啊？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小裴恒作为唐僧，从一个大花瓶后被扮演大圣的邓子涵拉了出来。媳妇，快一点哇！小裴恒黑脸，我肯定是脑子抽了，才会来玩这么无聊的游戏。一个可爱的小弟扮演猪八戒，另一个清秀点的扮演沙僧。小崽子带着自家的小弟们，风风火火的跑到4人身前，揣爪狂笑，哇哈哈哈！猪八戒、金大师兄，有妖怪要抓媳妇啊！沙僧挥手，那怎么了？把媳妇留给他，不就好了吗？小裴恒一瞪，沙僧，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词了。咳，妖怪，你不要想惹，我们不费把媳妇给你。大圣邓子涵笑，小妖怪也想要抓窝媳妇，做梦哇！少巴巴啦啦，今天大圣窝一定要抓。说完之后，小崽子带头冲了上去。大师兄，快点抓你的毛毛啊！邓子涵佯装从身上揪了几根头发一吹，另一部分小弟从各个角落里跑了出来，装作是大圣猴毛幻化出来的猴子。一群小学生直呼好家伙，你们幼儿园现在都这么有范儿了吗？你们不应该还在玩过家家吗？陆令一惊愕，这个游戏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而且他们还会假打，什么你挡我，我恶龙咆哮你，你咆哮我，我就挠你痒痒。小崽子就按着邓子涵，一双爪子又快又准，哈哈哈哈哈哈！妖怪住手，哈哈！哇！小裴恒眼见着自己也要遭殃，立马往小学生堆里跑。一群小孩哥和小孩姐慌了，不是兄弟，你看清楚这是哪里了吗？你就一头扎进来。小崽子又惨被邓子涵挠了2下，两人开始你来我往的挠对方痒痒。小可言着急跑过来，又纠结的看着已经逃走的唐僧、小裴恒。小崽子握着小拳头，可恶哇！第一小弟过来跟老大一起把大圣抓走。其他人纷纷涌过来抓住了邓子涵。邓子涵笑，就算你们抓住惹窝也没用，窝媳妇已经跑惹。小崽子靠近邓子涵也笑了，大圣哇，我就进来抓你哇！邓子涵震惊，老大，你怎么不按安排好的说啊？小崽子开心满足的让人带着大圣走了，根本就不管跑走的唐僧以及躲掉的猪八戒和沙僧，确认自己没有被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冲散的风险。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放下心，小裴恒急忙跑了出来，看着离去的便宜老大，欲言又止。所以你就只要孙悟空？那我这个唐僧的作用是什么？齐慈修庆幸自己早就习惯了，故而没有跟一群小学生一样，对着小崽子的举动一惊一乍的。
但小崽子的声音以及霸里霸气的模样太过于有感染性。最后一群小学生跟一群幼儿园的小崽崽们全玩得十分火热。目睹一切的蒋特助，哇塞，小小姐威武。夜渐深，宴会结束，儿童会厅的小孩子们一个个被家里人领走，小弟们跟小崽子一一告别。陆令义的发小忍不住跑到团团跟前问，等到你读小学的时候，能不能来我们帝都一中啊？跟他玩真的是太好玩了，不管是干什么都很过瘾霸气。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爽。小崽子爸总笑，辣气肯定大，毕竟窝现在在兜兜一中有那么多小弟，而且窝的六蝈蝈也在那里哇。齐慈修抱着小崽子去跟陆老爷子辞别，陆令义站在傅敬周和陆老爷子身边，有些舍不得。有其妹妹在的地方就会变得很热闹很开心，堂哥和表哥表姐们都大了，平时没有人陪他玩。齐慈修让团团说再见，团团开心的挥着爪爪跟陆老爷子、陆泽月、陆泽元和陆令义一一道别。最后看看傅敬周，叉腰神气道，哼哼，等下次见到你，我不费再放过你的。就系最厉害的。傅敬周真是自信到爆炸。小崽子摸摸口袋里的糖果，开心的笑了笑。玩了一晚上，团团上车没有多久就开始呼呼大睡。虽然车里开了空调，但齐慈修还是将身上的西装外套脱下，盖在小崽子身上。齐家大宅里，客厅中齐慈禧、齐慈年、齐慈清三人安静的坐着，谁也不理谁，只是时不时的往外看看，心焦的等待着。齐慈禧不满，大哥怎么还不带小崽子回来啊？看看，都几点了？齐慈年认同，从医学角度上来说，2岁半的孩子正处于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大哥这样带着团团出去疯玩不注意时间，实在是太过分了。2个弟弟说完，客厅又安静下来，齐慈清却还是一言不发，只不过眉目发愣，好看的手指有节奏的敲击着身前的桌子，显然心情没有多好。由远及近的汽车声传来，诗刚给3位少爷端茶出来，就看见3人刷刷刷，跑的跑，走的走，全出去了。蒋特助激动，齐总，您的弟弟们来接您和小小姐了。齐慈修皱眉，要是小时候还有点可能，现在呵，肯定都是奔着他怀里的团团来的。齐慈修掀开西装外套，看见有一块颜色要深一些，凑近一看，水灵灵的全是团团的口水。齐慈修面对他蝈蝈复杂的注视，小崽子睡得更加香甜，还咂咂嘴巴，盖是不能再给团团盖这件沾了口水的衣服。恰好车门被人狠话不多的齐慈清拉开了，齐慈修抬眸在3个弟弟身上扫了一眼。齐慈清穿着一套黑色居家羽绒服，齐慈禧穿着校服，齐慈年一如既往很钟爱各种大衣，穿着一件卡其色大衣，白色的裤子，整个人干净温暖。齐慈年，过来用你衣服兜住团团。车上开了空调，外面又那么冷，小孩子抵抗力低，就这么抱下去容易感冒。齐慈禧不满，凭什么啊？我用校服兜着不也可以？齐慈修的目光在齐慈禧、齐慈年身上的衣服移动，齐慈禧声音越说越弱，还真比不了。他5哥不仅钟爱大衣，而且对面料要求极高。齐慈年受宠若惊，生怕慢了团团就被齐慈禧叼走了。柔软温暖的小崽子被齐慈年抱在怀里，用大衣严严实实的盖住。小崽子舒服的伸了伸爪爪，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看见不仅有大蝈蝈、6蝈蝈和4蝈蝈也在后，惊喜道：我的6蝈蝈和4蝈蝈哇！相反，齐慈年这个抱他的没有被第一眼看见，这下换齐慈年委屈了。齐慈禧和齐慈清暗暗爽了。咦，辣抱窝的又吸辣个面。小崽子懵懂的仰头，看见是自己的5蝈蝈，原本放在齐慈年怀里的爪爪，一把抱住齐慈年的腰，但因为爪爪太短，只能抓着齐慈年的腰间的衣服，心花怒放的叫5蝈蝈。齐慈年激动，还好没有被落下。小崽子醒来后，4人之间那种尴尬生冷的感觉消散殆尽。打好招呼后，小崽子老神在在的揣着爪爪，问：4蝈蝈、5蝈蝈、6蝈蝈，窝又收到小弟惹，还系兜兜一中的，窝以后要跟6蝈蝈一样，独嘟嘟一中哇！小崽子桀骜不驯的声音响亮霸道。齐慈禧差点脚下一滑，齐慈年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齐慈清虽然脸上很平静，但眸底闪烁着狐疑的光，看向了齐慈修。这个小崽子不是去宴会上吃吃喝喝尝尝肉吗？齐慈修被迫回想起那段尴尬到能抠出别墅的记忆，不得不承认，在收小弟这个方面，团团格外的有天赋。他收了10来个帝都一中小学部的小弟，还不是1个2个。听到大蝈蝈在弘扬他的光辉事迹，小崽子不说话了，揣着爪爪等话，端着小脸，时不时点点脑瓜，活似领导视察。齐慈年几个都惊异的看着齐慈修，目瞪口呆。齐慈禧，还有吗？往事简直不堪回首，他还要跟傅敬周单挑，说谢眼狗里狗气。哦嚯，厉害啊！齐慈修看见3个弟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模样。本来他以为家里有妹妹一个显眼包，就够糟心的，没想到自己明显低估了。
家里应该是4个显眼包才对。小崽子看到3个蝈蝈，很震惊的看着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厉害大发了，揣腰狂笑，哇哈哈哈！脑大窝就系最厉害的，笑不下去了，这一下是真的笑不下去了。齐慈禧眉头紧锁，想到了自己集训完后去齐慈年医院找小崽子，小崽子带他去巡视领地时的模样，这真是在前往霸总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回到大宅里，温暖将几人包裹。齐慈年大哥，你快去加衣服吧。齐慈修颔首，抬步走上楼。小崽子被齐慈年抱着坐在沙发上，齐慈禧直接把金翅高冷拍飞贴了上去。齐慈清虽然脸色依旧没什么情绪，但也坐在齐慈年身边。小崽子神秘兮兮的在兜里掏了掏，爪爪摸到糖果袋后咧嘴一笑，4蝈蝈、5蝈蝈、6蝈蝈，我给你们带好吃大热。哦，是什么？齐慈禧欣慰，我就知道这个小崽子很喜欢我，这不连跟大哥出去参加宴会都会给他带好吃的回来。齐慈年笑得开心，齐慈清的眉眼也弯了弯。小崽子从糖果袋中抓出3颗糖果，张开爪爪啊！齐慈年和齐慈禧几乎同时张开，齐慈清慢慢悠悠不慌不忙的摊开手，小崽子胖嘟嘟的爪爪依次伸在每个蝈蝈好看的手上，随着圆滚滚的糖果轻轻一坠，每个人手心多了一颗包装精致的糖果。这个糖果很好吃，蝈蝈们快吃哇！很甜，甜到心坎都酥软酥软的。团团分完糖后，趁着几个蝈蝈去给他拿零食和故事书，自己悄悄跑去自己的房间，小身子趴下后灵活的爬进了床底。好在齐燕在让人给小崽子准备床时特意叮嘱，要么把床底封死，要么把床底弄高一点，避免小崽子贪玩爬床底的时候卡到。故而小崽子爬得十分顺利，打开自己的小手电筒，床底里囤的身家已经十分可观，留下2颗给爸爸和爷爷。团团将陆令义给他的糖果全都塞进了鼓鼓囊囊的大包里，爸爸和蝈蝈们肯定不知丢，我已经那么有糖惹。哈哈，团团，山楂糕已经准备好了，故事书也准备好了。齐慈年的声音传来，团团立马收住声音，快速从床底里爬出去，然后还把床单理了理，直到落地的粉色公主定做被单将床底的身家遮盖好，才满意的笑了。5蝈蝈，我来惹。小崽子刚刚为了方便进出以及侦查情况，并没有关门。齐慈年俯身牵住团团的手，本想要抱他，但想到大哥说今晚他吃了不少，便保持着微微俯身的姿势，牵着团团放慢速度走。客厅里，齐慈修已经换了一套灰色家居服，齐慈禧忙前忙后把山楂糕和水、故事书都摆好，小崽子屁颠屁颠的在前面牵着齐慈年走。山楂糕酸甜可口，小崽子每吃几口就要跟几个蝈蝈们角色扮演故事书里的人物，但今晚到底玩得很了。完整的读完3个故事后，小崽子就哈欠连天，伸了个懒腰爬到齐慈禧身上，听着6蝈蝈好听的声音开始昏昏欲睡。齐慈禧连呼吸都放缓了许多，齐老爷子和齐燕不在家，今晚肯定有一场恶战，而且就算他们2个在，齐慈修兄弟4人也有的是胆子和方法抢人。但是团团主动趴齐慈禧怀里睡熟了，怕吵醒他，便默认让齐慈禧带他睡。齐慈清目光晦暗不明，身上浸染一层阴郁，他为什么带他不像一开始那么执着和关切了。齐慈禧美滋滋的抱着小崽子回房间，用湿毛巾给他擦手擦脚洗脸，然后满足的抱进怀里沉沉睡去。第二天，齐慈禧早起去晨跑时，难得遇见了齐慈清，也要去跑步。齐慈禧笑，4哥一起吗？想到昨晚的事，齐慈清没有拒绝。小崽子醒来时已经大亮，满足舒服的伸了个懒腰，给自己翻了个身。小崽子继续睡，但他的肚子不让他睡，开始咕咕叫。小崽子叹了口气，肚肚真的急，一点都不巴里吧气的，踩着小板凳洗漱好。到了扎小啾啾的时候犯了难，小崽子只能拿着自己的发圈去找第一小弟帮扎。团团起得晚，齐慈年今天有事，已经早早的去医院了。另外2个晨跑还没回来，齐慈修便特意来看团团醒没醒，看见他四处寻找的模样，魏延先笑，眉眼渐渐温柔下来。团团，小崽子哒哒哒跑过来，齐慈修一眼便看出来，今天他没扎小啾啾。团团，你在找什么？团团开心蹦了蹦，找第一小弟帮我绑啾啾啊。话说回来，他还没帮团团绑过呢。齐慈修哄着团团，把他带回房间，从洗漱台上拿出粉色兔子小梳子，小崽子伸着脑瓜，安安静静的等着齐慈修帮他扎头发。一开始是很顺利的，但到要绑时就出现了问题，要不是这里凸出来一点，要不然就是那里不平整。对于有强迫症的齐慈修来说，难以容忍，以至于绑了又解，解了又绑。小崽子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看着自己的头发每一次都不整齐的很有个性，奇怪的看过去，大蝈蝈。齐慈修最后还是叫来了诗诗，诗诗3下5除2的给团团扎好后，还选了2个红蝈蝈发卡夹在他的小啾啾旁边。团团捧着脸蛋子左右转转自己的脑瓜，十分满意。齐慈修默默垂眸看着自己的手，
第一次怀疑自己，原来我竟然是个手残。齐慈禧和齐慈清跑完后，觉得他4个好像有那什么大病，谁家早上起来晨跑，全程跟100米冲刺一样，不要命的跑。齐慈禧哪能让他吊打自己，当场也卷了起来。最后的结果就是谁也不服谁，2个都快跑成狗。齐慈禧受不了，4个有事就说出来，你又不是忍者神龟。齐慈清虽然开始喘气，但是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闻言嗤笑，说出来，6一6弟弟，是我这个哥哥应尽的职责。这句话听着挺气人的，但也挺酸的。齐慈禧脑子一动，他昨晚可没错过他4哥晦暗的表情。4哥，也许你可以试一试表达自己。在团团没来之前，他跟4哥的状态很像，将自己封起来，同时高度警觉，像是一只惴惴不安的刺猬。但团团教会了他什么是表达，什么是分享。4哥，不要因为前面受过的伤，将后面的幸福和快乐拒绝。说完后，齐慈禧先一步跑了回去。小崽子和齐慈修从楼上走下来，刚好走到1楼。6蝈蝈哇！齐慈清后面才走进来，但小崽子并没有冷落他，也转着头冲他阳光明媚的叫着4蝈蝈。齐慈清心中微动，想起齐慈禧的话，微微俯身下来，冲着团团张开了手。团团，过来，4哥哥抱。这还是4蝈蝈第一次主动要抱窝哇！小崽子顿时变成星星眼，满心欢喜的跑到齐慈清的怀抱。哈哈，4蝈蝈也被窝迷晕惹。齐慈清抱着怀里神气的小团子，原本残留的冰封开始崩塌融化。上天是不是看过我太多次求而不得，所以也对我心软了一回。齐慈清将脑袋埋在团团的脖梗处，声音闷闷的，以后你要一碗水端平，听到没有？小崽子眨了眨眼睛，什么记一碗水端平？我没有端水哇。齐慈清不再掩饰自己，心底是前未有过的放松，以后还要来找我，听到没有？小崽子更加奇怪了，窝不系正在找泥面。齐慈清欲言又止，只有无言以对，最后说出3个字，小笨蛋。这一下齐慈清算是踩到了老虎尾巴。小崽子脸色一变，从齐慈清怀里挣扎着要离开。我不笨哇，上次5蝈蝈给窝考系，窝可系得到了98分，声音中透着神气和骄傲。齐慈修给齐慈清一个神色，示意他赶快哄。这个小崽子的胜负欲，在陆家他多次想要单挑傅晋州，就可见一斑。齐慈清扯了扯嘴角，做不到睁眼说瞎话。小崽子气呼呼抱着爪爪仰视齐慈清。4蝈蝈微弱的一声叹息，齐慈清丢盔弃甲，快速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缓缓闭上了一双丹凤眼，声音低沉，不笨。齐慈修错愕，齐慈清跟齐慈禧出去跑了一圈，把个性也给跑掉了。小崽子满一点点脑瓜，就细就细。晨跑出了汗，齐慈清和齐慈禧各自快速回房间洗澡换衣服，然后下楼一起吃早餐。小崽子吃饱喝足，兴奋的像是个小雷达，圆溜溜的大眼睛在3个蝈蝈身上来回转。大蝈蝈、4蝈蝈、6蝈蝈，我们一起去玩吧。好久没有躲猫猫惹，小崽子一个爪爪抓着一个蝈蝈，却发现还有一个大蝈蝈没有抓到。齐慈修看着2个弟弟，一个眉飞色舞的明爽，一个蹙眉嘴角上天的暗爽。呵呵呵，幸灾乐祸，真是我的好弟弟啊。齐慈修的脸色冷下来，大哥毕竟是大哥，地位在那摆着呢。齐慈清和齐慈禧都控制着，收敛了一点。齐慈修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团团。无声胜有声，小崽子顶着大蝈蝈幽怨的目光，脑瓜上的呆毛都炸了。可惜窝只有2个爪爪啊。齐慈修扫了一眼，小崽子今天穿的是一套小老虎套装，身后刚好有一条可爱的小尾巴。齐慈修主动牵上，那哥哥可以牵你尾巴吗？小崽子兴奋，蝈蝈们真的记，都被窝米洗捏。团团在心中狂喜，脚下的步伐越发霸气，但因为爪爪在2个蝈蝈手里，尾巴又被大蝈蝈抓着，小崽子只能拼命的往前小跑，避免4蝈蝈和6蝈蝈走在前面，不然的话他就很像一只被打晕拖着走的小老虎。宽阔漂亮的庭院中，梅花含苞待放，各种山茶竞相开放，各种名贵的木种繁多，有的还郁郁葱葱，有的已经落叶，只剩下优美好看的枝干。小崽子跑得直喘气，时不时羡慕的看看3个蝈蝈的大长腿，什么时候脑大窝才能有比蝈蝈们还要长更霸里霸气的腿哇。外面风冷，但是小崽子却乐此不疲，先围着各种花转一圈后，又带着齐慈修3人走一阵停一阵，来到一片观赏灌木丛时，终于停下了脚步。齐慈禧心有所感，眉心不可控，突突跳动。不会又要演戏了吧？小崽子目光亮亮的，揣上爪爪摆好姿势，清清嗓子道：哇哈哈哈，就让我们比一比，康水躲猫猫最厉害哇！齐慈禧悬着的心彻底死了。齐慈清和齐慈修不解，玩这个还不好，找这么个傻乎乎的小崽子不是轻轻松松。齐慈禧笑而不语。第一次躲猫猫，4人用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找人。在运气方面，小崽子没得说的好，第一把就完胜3个蝈蝈。齐慈修兄弟3人面面相觑，看着整齐划一的剪刀，疑惑茫然加嫌弃。不是石头剪刀布呢？
这会儿要个什么默契啊？而且就他们3个而言，居然还能有默契这玩意儿。小崽子勾着笑，哼哼，蝈蝈在石头剪刀布啊。虽然他们动作很青涩陌生，但是很快就确定出了最后输的人是齐慈青。小崽子开心蹦到齐慈青跟前，抓着齐慈青往一棵大树那走。四蝈蝈把眼睛闭上哦，然后从30数到1就可以来找我们惹。小崽子贴心的交代完规则后，叫上剩下的大蝈蝈和6蝈蝈，我们快躲起来哇！齐慈禧以前陪团团玩过，所以很轻车熟路的找到了一个适合的藏身之所。齐慈修找了一圈，摆烂式躲在大树后面，团团左右张望，猫着身子钻进了小树丛。齐慈修在剩下的一点点时间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可是老大，要是第一个被找到，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齐慈修皱眉，仰头看了看树，深吸一口气，心道面子重要，然后一溜烟爬到大树上去。3、2、1，四周静悄悄，刚刚还站在齐慈青身边的3人，此时一个都没有看见。齐慈青被勾起了胜负欲，开始认真的找。咔嚓，小崽子难以置信，看着脚下死不瞑目、粉身碎骨的树枝，明明窝指技轻轻的才惹一下树掉在地上的树枝蛙，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齐慈青一眼扫了过去，第一个找到了。齐慈青迈步过去，小崽子眼见不妙，看见旁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树枝，愁得眉头打结，小身子一团，脑瓜着地，圆溜的滚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团成球后滚动的快，居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成功滚到另一边，嘿嘿一笑后，揣着爪爪又扎进另一堆树丛。齐慈禧躲在旁边，透过树缝目睹小崽子的操作过程，看得目瞪口呆。他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变聪明变厉害的？明明前不久他和齐慈年陪他玩，他还只会找一个树丛，也不管树叶浓不浓密，一头扎进去，捂着耳朵当鹌鹑憨憨的笑的。齐慈修优雅的坐在树上，直观清晰的看见刚刚团团是怎么滚的，心情异常复杂，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滚的。齐慈青掀开树丛一看，却早就在去丛空，什么也没找到。小崽子躲在树丛中，掏出一根棒棒糖，轻轻撕开包装后，悠然自得舔了舔。哈哈，四蝈蝈，老大窝早就滚到这里呲糖糖惹。齐慈修透过有些秃的枝桠，看见某只活似中敞开香槟的小崽子，无语凝噎。身高真的是硬伤，所以小崽子只能看出四周的灌木长得很好，却不知道是下面茂盛，上面早就谢顶了。齐慈青还没怎么找呢，四周一扫视，就看见小崽子蹲成滚圆的一团，抱着一根棒棒糖堆在一堆四周茂密、顶上没什么树叶的灌木丛中。齐慈青，他怕不是在侮辱我的眼睛。齐慈嬉笑，哈哈，小胖仔，你完蛋了。四哥可没有他这么好说话，性子跟老登一样，一板一眼的。小崽子肯定是第一个被找出来的。齐慈禧还没幸灾乐祸完呢，结果眼前的树叶被拨开，露出了他正呲着大牙的脸，好像是齐哥他妹。齐慈禧，齐慈青笑容浅淡，又透着股子冷和愉悦。齐慈禧想不通，不是，你怎么发现我的？他明明躲得很完美啊。齐慈青沉默了一会儿，有些无语，可能是你笑得过分忘我。齐慈禧，反正已经有齐慈禧给小崽子垫底了。齐慈青终于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走进小崽子藏身的树丛，微微俯身，俊脸逼近，一双凌厉却含着笑意的眼睛出现在树丛上方。小崽子感觉背后微微发凉，脑瓜子一抬，瞬间天塌了。齐慈青伸手将震惊的小崽子扒拉出来，好好的放在地上。小崽子被他四蝈蝈抱起来时，清楚的看见了原来自己选的那片树，越往上越没什么树叶，一气之下把嘴里的棒棒糖哥哥咬碎。叔叔，你怎么长这样啊？都怪我没有大长腿，看不到你的真面目啊！已经成功苟到最后，齐慈修优雅的从树上站起，然后利落下树。齐慈禧正和小崽子并排走，被从天而降的齐慈修吓了一跳。哈哈，咦，细窝的大蝈蝈蛙！小崽子有些崇拜的看向齐慈修，大蝈蝈好厉害，居然会爬那么高的树。齐慈禧怔住，他大哥的身体都已经好到了能爬这么高的树了吗？齐慈青闻声转身，看见了站在树旁的齐慈修，有些奇怪，大哥，那棵树他刚刚明明找过了，就只除了。齐慈青的视线上移，内心惊诧，大哥他居然爬树，这么拼。第二局，齐慈禧找，其他3个人藏，且改了规则，难度加大，被找到的人要帮着那个找人的人一起找。齐慈禧很给团团面子，先把大哥和四哥找到后，才3个人一起去找团团。团团吸取了刚刚的教训，特意找到了一块看起来就很高很高的石头，一定能死死挡住自己的那种，但是站着站着实在是太累了。小崽子忍不住坐在地面上，脚从石头边边露了出来。齐慈禧看见了那只脚，直接忽略，是时候给大哥和四哥表演一个绝活了。团团，你在哪里啊？六哥哥找不到你了。露出来的脚一顿，然后开心的四处转动。齐慈修心中微乐，团团也不在这里。
怎么还找不到啊？果然如其辞修所料，那只脚脚摆动的更加惬意开心。齐辞青，我第一天知道我的哥哥和弟弟居然都是戏精。齐辞青虽然没有跟着叫，但是也配合着，没有揭穿。好不容易到了周末，风尘像是一个街溜子一般，无聊的跟着一群哥们在外面转。手机按亮又熄屏，将手中的奶茶喝完，风尘有些不满，不是给齐慈禧发了半天的消息了，怎么屁都没回他一个？难不成他回到家都不看手机的吗？陈放看他又看手机，朗声道：风哥，齐哥还没回你啊？另一个凑近，不如我们去他家找他呗。你们最近关系不是挺好的吗？风尘，你说的好，指的是每次他去领试卷的时候，都会带上我的那一份吗？陈放不解，怎么了风哥？你怎么还大喘气啊？风尘斜了眼陈放，给我好好说话。我只不过是好像知道了，为什么齐慈禧每次一回家，谁叫他也不应了。其他人靠近他，好奇问为什么。江望风，难不成是齐哥他热爱学习？屁！齐慈禧他以前就对学习爱得疯狂，但也没有爱到一回家就跟个失踪人口一样销声匿迹，谁也无法让他回一句话。他肯定是一回家就跟团团玩了。风尘觉得自家真相了，想到自家老登和老妈去参加陆灵逸的生日宴时见到了团团，而他却只见过寥寥几次，心里有些不平衡。刚好外面这一片都逛腻了，不如去齐家找齐慈禧好了。